开启高铁座位被孕妇霸占，意外激活对人系统，只要对人成功就能获得系统奖励。不好意思，大姐，这是我的座位，麻烦你让一下。你瞎呀？没看到我怀孕了吗？让我坐怎么了？你一个大男人站几个小时又没关系。哼，笑死我了！你怀孕关别人鸟事啊？这不纯道德绑架吗？心疼兄弟1秒钟，好不容易抢到的春运高铁2等座，居然被孕妇占了，敢问阁下如何应对？哪来的脸啊！我操，占别人座位都这么理直气壮。检测到宿主反道德绑架情绪强烈，经对系统自动绑定，只要对人成功就能获得积分，积分可用于兑换和抽奖。这是我的座位，凭什么让给你？赶紧起开！哎，你这人怎么回事啊？我怀着孕的看不见吗？冤有头债有主，你怀的又不是我的种，凭啥我要给你让座？不是，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没素质啊？我一个孕妇坐你的座位怎么了？你这样对待孕妇良心不会痛吗？哼，不仅不会痛，反而还美滋滋呢。你什么你？谁把你肚子搞大的？你找谁去？跟我有毛关系？咋地？你肚子里孩子出生以后是管我叫爹啊，还是给我养老啊？我什么我寻思豆腐都有脑，怎么你居然没有？这座位是我花钱买的，拼手速抢的。你多大个脸啊，动嘴皮子就想让我让给你？我这人素质不详，遇强则强。你要是跟我好说好话，我让你坐一会儿也没啥，但你上来就玩道德绑架那一套，我又不是你爹，凭什么惯着你？随着我的一通怒怼，孕妇已经彻底懵了。大家都来评评理，给孕妇让座难道不是天经地义吗？我怀孕都6个多月了，总不能让我站一路吧？可这男的一点素质都没有，让他让个座1万个不愿意。现在的人怎么这么冷漠啊？说着还假惺惺地摆出一副可怜模样。年轻人，我看你四肢健全，身体健康的，站几小时也没啥吧？孕妇可跟你比不了。哎，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一代不如一代，连做人最基本的道德都没了，世态炎凉，人心不古啊！我说小伙子，那大妹子挺着个大肚子确实挺不容易，车上这么多人，万一给磕着碰着可咋办？你就把座位让给她坐吧。大妈，你是眉毛下面挂俩蛋，光会眨眼不会看吗？这他妈是高铁又不是地铁，什么时候坐高铁还有让座的义务了？见我这么说，大妈非但没有生气，反而义正辞严地说道：话不能这么说，我虽然不认识这姑娘，但作为过来人，我非常能理解孕妇有多不容易。既然你能理解孕妇的难处，那你就给她让个座啊！看大妈坐在那里没有丝毫要动的意思，我又继续对道：满嘴仁义道德，屁股却纹丝不动，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让502给粘死在座椅上了呢。我是年纪大了，身体不行，我要是像你这么年轻，肯定就让了。哦，年纪大了啊，不过没关系，我还有一个办法。这座位呢是我花600块买的，既然你这么喜欢当正义使者，不如你出钱替孕妇把我这座位买下来呗。这样一来，你做好事获得了感谢，我拿到钱弥补了损失，孕妇有了座位也不用站着受累，简直3全其美。怎么样？你现在掏钱，我立马让座。听到这话，孕妇立刻扭头看向大妈。我哪有钱啊？再说了，我凭什么替她出钱？怎么觉得慷他人之慨很容易，光想着让别人付出，自己屁事不干充当好人？既然你不愿意替他出钱，就不要在这逼逼赖赖。还有你搁这等啥呢？赶紧让开！不是，你这人怎么这么冷漠呢？设身处地想一下，如果你老婆一个人大着肚子坐车，却没人给她让座，你会是什么心情？如果我老婆怀孕了，她去哪我都陪着她照顾她，不会让她一个人坐车，更不可能给她买站票。不过大姐你也怪可怜的，怀孕都6个月了，你男人怎么不管你呢？不说商务座，他连2等座都不给你抢。啧，摊上这么个没责任心没担当的男人，真是悲哀啊！我不管，我是孕妇，你就得给我让座。这个位置我坐定了，你要是敢动我，万一我的孩子有个什么3长2短，我跟你没完。见孕妇摆出一副滚刀肉的姿态，我也不好动手，只能叫来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在核实了我的车票后，便对孕妇说道：你好，女士，请您回到自己的座位好吗？你个破服务员也来欺负我是不是？我要是有座位，我会不去坐吗？谁叫你们不多加几节车厢，害得我没买到座票。我可是孕妇，你让我站一路，万一孩子有个什么3长2短，你个臭服务员付得起责骂你。女士，这个座位空着的时候您可以坐，现在买票的旅客上车了，您就得离开。我怀孕了，我难受，必须得坐着才行。如果您有需要，我可以带您去餐车，那边有座椅可以休息。我不去，餐车味道太大了，我闻了犯恶心。根据国家发改委规定，对于旅客霸占座位、严重扰乱车厢秩序的行为，可能会被列入铁路征信体系黑名单。什么黑名单？你个高铁服务员，吓唬谁呢？别怪我没提醒你，被列入黑名单之后，你将无法乘坐火车，而且你现在的行为已经涉嫌违法，严重的话可能会面临行政处罚。孕妇有些不甘心，可又怕承担霸座的后果，只得站起身来。算了，餐车就餐车吧，总比站着强。孕妇走后，我终于如愿以偿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小朋友，坐好一点，不要踢我的椅背。我就踢，踢死你！略，你能拿我怎么样？哼，他还是个孩子啊！你这么大个人了，跟孩子斤斤计较什么？小孩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吗？果然每个熊孩子的背后都有熊家长，别人惯着你，我可不惯着。你还知道你家孩子不懂事啊？所以你们家是没人教吗？你怎么说话呢？他才5岁呀，难道你没有小时候吗？老大个人了，跟个小孩子斤斤计较，真有出息。再说了，这高铁又不是你家的，我们也是花钱买了票的，你凭什么对我们指指点点？听到熊家长那些毁3观的话，我也懒得和他争论，便走到了熊孩子后面的座位。哥们，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可以让我坐一下你的座位吗？几分钟就行，谢谢。行啊，
多大点事？正好我站起来活动活动。啊，是你他妈顶我椅子干啥？我还是个孩子啊，你这么大个人了，跟孩子斤斤计较什么？我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吗？没毛病，300多个月大的孩子也是孩子。你他妈有病啊！哈哈，没想到我刚出院第2天就被你发现了。胃里医生嘛，我有精神病的事情被人发现了，出门也没带要怎么办？旁边的熊孩子一直踹我椅子，他那傻逼娘还在我面前叭叭叭的，现在我快控制不住了，要不我把他们都嘎了吧？看我演得如此逼真，刚才给我让座的男子也连忙配合起了我。兄弟冷静，你还年轻，千万不要走到犯罪的道路上。不行，那傻逼熊孩子踹我椅子，我冷静不下来。大姐，你快管着点你家孩子，你跟精神病折腾什么啊？他可是有感人许可证的，咋的？你有复活甲啊？听到有人这么说，这母子俩顿时有点害怕了。不许再踢椅子，再踢我打断你的狗腿！兄弟，刚才的事谢了。果然恶人还需恶人磨，碰到耍无赖的人，救得比他更无赖。处理完这事后，接下来的旅途终于风平浪静，无事发生。遇到嘴欠喜欢秀优越感的亲戚怎么办？这个视频教你巧用废话文学对付他。系统查看这次反道德绑架共获得了多少积分？回宿主本次共获得了11万积分，并且由于宿主对人的视频被上传到网络上，所以积分在持续增加中。哦，真是一波肥啊！不知道这些积分能兑换些什么好东西？系统帮忙打开兑换商城。丁，系统商城目前解锁的物品有金钱兑换比例10比1，升级厨艺100万积分，挖掘机驾驶技术精通80万积分，歌神级歌唱技能200万积分，影帝级演技500万积分，后续还会解锁更多商品哟。我尼玛，原本还觉得11万积分挺多，现在却连个最便宜的技能都兑换不了。第2天一早就被吃货妹妹拉到超市买了一堆零食，由于超市没有普及自助结账的机器，所以队伍前进的相当缓慢。哎，你干嘛呢？怎么插队呀？我有急事，让我插个队怎么了？那你把我的账也结了呗？凭啥？我又不认识你。你也知道我们不认识啊，那我凭啥让你插队？我这不是有急事吗？你有事我还有事呢，懂不懂先来后到啊？没看到大家都在这排队结账吗？就你特殊，就你有急事，难道大家都闲着没事干吗？这么着急插队赶着投胎去啊？啊，对，赶紧后面排队去，别耽误大家时间。就是自觉一点不行吗？别人都排队呢，你咋就那么厚脸皮往前面插队？谁不着急？公共秩序大家都在遵守，难道就你特殊？放眼整个于县城，谁他妈敢管我张万林？老子今天就要插队，不想惹麻烦的都给老子闭嘴！看到男子凶狠的目光，其他人生怕惹麻烦，顿时都不敢说话了。小逼崽子，你他妈啊！快放手！请排队好吗？小子，有种你就给我等着，我喊人去。哥真帅！不要崇拜哥，哥只是一个传说。妈，刚在路上听妹妹说林建平要来拜早年。你这孩子怎么能直呼全名呢？叫小姑。妈，我才没有这样的姑姑呢。那女人平时可没少欺负你，现在好端端来拜早年，估计又没安啥好心。小北，这个你就不用管了，我们上一辈的恩怨不能带到你们这一辈。你要不带你妹妹出去逛逛，省得到时候不自在。没事儿，妈，都是亲戚，这大过年的我还能骂他不成？哥，这可不像你的风格啊。待会儿看哥表演，保证既能解气，还不会引来老妈的镇压，并且让奇葩小姑没办法发作。好好看，好好学，你以后很可能会派上用场。嫂子，好久不见，我二哥没在吗？哦，肯定是出去了吧？我们家老王啊，嗨，你也知道他现在工程搞得越来越大了，每天都有好多人登门送礼或者请客啥的，哎呦，简直忙得不可开交。还是你和我二哥好啊，开这个小饭店，虽然每天起早贪黑，累得跟狗一样，赚的也不多，但胜在自由，还不用应酬。按照惯例，这女人在显摆之后，多半会把话题引到自己或者妹妹身上，总喜欢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殊不知我早已今非昔比。小北，你这次准备在家住几天呢？怎么也没见你带个对象回来呢？只住几天吧，我要带对象回来，那就是2个人回来，不然怎么会是1个人？小北啊，你可是男孩子，这么混日子不行啊！我看其他像你这么大的都已经买房了，你怎么还不买房呢？不然以后怎么娶媳妇？别人买房是别人已经买房了，我不买是我还没买房呢。林建平见我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觉得很不对劲，有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好像一口浓痰卡在喉咙，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你也老大不小了，准备什么时候谈恋爱呀？可不就是没对象吗？那有对象的时候自然就谈恋爱了。要不我让琪琪介绍几个年轻的小姑娘给你认识认识。哦，这就不用了，琪琪认识的我又不认识，那我要认识了，不就不用琪琪介绍了吗？你这孩子，我怎么感觉你不想跟我说话呢？我都说话了，肯定是想说话啊，我不想说话的话，肯定就不说话了。不愧是我哥，真有一手，好像说了很多，又好像什么都没说。虽然听不懂，但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眼见自己蓄谋已久的显摆之旅快要被我打断，于是林建平很机智的换了个对象。然然，你上的是什么大学来着？我看别人都是985、211什么的重点大学。然然上的也是大学，985、211那些重点大学也是大学。拿到奖学金了吗？肯定有拿奖学金的学生，拿奖学金的学生都拿到奖学金了。那你毕业了准备做什么？毕业后的事情毕业后会去做，现在做的那都是学生该做的。哼，现在的年轻人可真不好惹。不好惹的人自然不好惹，那好惹的人也不会轻易发脾气。小北啊，怎么跟小姑说话呢？我这不是许久没见小姑了，想跟她多说说话吗？
既然你家不欢迎我们，那我们也就不赖在这里惹人嫌了。不过嫂子，今晚我们家老王在福聚德酒楼订了饭，想着在过年前大家好好聚一次，你们家可一定要来呀。小北，你小姑心眼小，今天在我们家吃了瘪，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小姑那个人太坏了。妈，要不晚上我们就别去了，这顿饭肯定吃不开心的。说是这么说，但你伯伯和其他姑姑们都去，咱们一家不去也不合适，毕竟都是亲戚。去有什么好怕的？有我呢，今晚谁让咱们一家不好过，我就让谁不痛快。对啊，有哥在，没意味。怎么样，老妹，学废了吗？刚才这个我称之为废话文学，核心就在于明明说了很多，可偏偏什么都没说，让对方产生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就突出折磨二字。表妹以身作局陷害林北，想要林北身败名裂，却不料林北反手黑进表妹账号，放出炸裂全网的猛料。林北，怎么会有你这么贱的人？屁本事没有，就会耍嘴皮子，还满嘴喷粪，我真是笑了。来，磕俩响头，让我看看你有多笑。少在那里逼逼赖赖，你要是个男的就滚出来，我跟你单挑。你是大粪吗？还要我挑？你他妈有病吧？是啊，我有巨物恐惧症，我特别害怕大傻逼。林北，你这个狗东西，竟敢骂老娘，气死我了！看我不找个时间把你弄得身败名裂。美芝芝不仅对了那个小太妹，还收获了大量积分，系统给我来个10连抽。恭喜宿主获得8件白色级普通奖品，1件蓝色级稀有奖品和1件紫色史诗级奖品，奖品已放入系统空间，宿主可随时取用。总算没浪费这10万积分，开出了2件实用的奖品。1周后，林北被表妹王舒淇叫到了楼下，似乎已经想好了诬陷林北的奸计。林北，你这狗渣男，当初叫人家小甜甜，现在玩腻了，你就把我一脚踹开。我从没见过你这么恶心的男人。你发什么神经啊？吃错药了？林北，你个王八蛋！小时候你骗我金小树林，对我做那种事，事后你还花言巧语骗我，不让我告诉我爸妈，还说什么以后会一辈子对我好。你以为我年纪小真的什么都不懂吗？我现在已经有心理阴影了，你这混蛋一定会遭报应的。傻逼，真是有病。怎么样？拍到了吗？拍到了，非常清楚。哈哈，林北你完了。菲菲，接下来视频剪辑就交给你了。琪琪，我们这么做真的不会有什么问题吗？你那个表哥最近在网上还挺火呢。嗨，能有什么问题？有视频，有录音，再加上我可是女孩子，他这回必然身败名裂。行，好了，视频已经搞定。太棒了，亲爱的，过2天我给你介绍2个1米8的黑皮体育生，8块腹肌的那种。哎呀，真是的，人家会不好意思的啊。哼，林北，你个王八蛋臭傻逼，我看你这次还笑不笑得出来。茉莉、菲菲，你们也赶紧帮我转发。放心，我们可是好姐妹，咱们一起斗渣男。我还加了一个仙女群，群里都是小仙女，我这就把微博转发到群里，呼吁大家分享转发，一起跟那个死变态斗争到底。在这几个女人不遗余力的扩散转发下，视频很快就冲上了热搜。太好了，林北让你嘚瑟，现在知道得罪姐妹的后果了吧？叫我女王陛下。嘘，是林北那傻逼。喂，你这死变态找我干什么？王舒淇，网上那些视频是不是你发的？你冤枉老子干什么？冤枉？咱就是说你这死变态哪来的脸跟我说冤枉？你敢做就别怕我曝光啊！我就是要让你社死，让大家都看到你那恶心的真面目。哼，还想套我的话，幸亏本仙女机智。哈哈，那死变态肯定急了，现在估计想死的心都有了。活该，谁让他犯贱的？这次我要让他彻底社死，永无翻身之日。放心吧，琪琪，在当今这个互联网时代，想要毁掉一个人，简直不要太简单，好吗？有句话咋说来着？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只要说的够真，即便不是真的，网友也会当成是真的。况且这次可是有实锤的，节奏这么大，他是不可能有翻身的机会了。另一边，听到手机里传来的忙音，林北气得浑身颤抖。王舒淇，本来我们2家的恩怨只是小打小闹而已，可你现在居然为了彻底毁掉我，竟以身作饵，弄出个断章取义、颠倒黑白的拼接视频陷害我。放心，这个眼巴亏我林北必百倍还之。丁，检测到宿主身边发生特殊事件，任务系统激活，请选择任务路线。选择1，都是亲戚大过年的，没必要弄得太难看，放过他。选择2，既然背负变态骂名，那就不能白白挨骂，找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偷摸进他家，狠狠的用棍棒教育，以暴制暴。选择3，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宿主也不能蒙受这不白之冤，不但要挽回名誉，更要让诽谤者受到制裁。温馨提示，做出不同选择将引发不同后果，请宿主谨慎选择。咦，居然刷出系统任务来了，选择1最和谐，毕竟都是亲戚，小时候还一起撒尿和泥巴玩呢。选择2倒是也不错，嘿嘿，想想就刺激，不过老子选3。丁，任务网络小作文已开启，请宿主在法律范围内维护自身权益，惩罚诽谤者。任务完成后，本系统会根据完成情况综合打分，并发放奖励，评分越高，奖励越丰厚。虽然以暴制暴不可取，但有系统加持的我，以暴制暴还是没问题的。随后，我利用系统开出的紫色及奖品高级黑客技能，不费吹灰之力，便黑进了王舒淇的社交账号。我擦嘞，没想到王舒淇竟然存了这么多爱情动作片。尼玛，原本以为她就是性子野了点，没想到她居然还做过这么多天怒人怨的事情，而且还丧心病狂的拍下了视频和照片。就让你也尝尝被网暴的滋味。草泥马，你个死猪，你居然害老娘！王舒淇，你傻逼吧？老娘可是来帮你的，你现在居然骂我！
你个死猪！我拿你当姐妹，你居然背后捅我刀子，发微博曝光老娘！我什么时候曝光你了？还搁这儿跟老娘装傻？你敢说微博那些照片不是你曝光出来的？说着，朱菲菲立马打开了自己的微博。我操，这怎么回事？这不是我发的，真不是我这就删了他。现在删有坤巴用，图片早就被传得到处都是了。朱菲菲，你妈逼的！我再说一遍，这些图片不是我发的，你被人骂，那也是因为你不干人事，这也能赖到老娘头上。原来林北这个腹黑 boy 在黑进王舒淇的网盘看到那些证据之后，并没有用自己的账号，而是借助朱菲菲的微博进行爆料，这才上演了一出狗咬狗的好戏。哥，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王舒淇发的微博？她居然把霸凌同学的事情都推到你的身上，真是太不要脸了。被狗咬了，咱总不能咬回去吧？难道这口气你能咽得下去？不，我的意思是被狗咬了，咱不能咬回去，但是可以拿起石头把狗头砸烂啊！等着看好戏吧，这才哪到哪。说完，林北就立即发布了一条澄清视频，然后直奔派出所。小伙子，你有事儿吗？警察叔叔你好，我要报案。小伙子别着急，坐下慢慢说。警察叔叔，事情是这样的。林北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讲述了一遍，并将所有证据都提供给了警察。岂有此理，简直是目无法纪。他这么做完全可以彻底毁掉一个人。不过小伙子你放心，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在网上造谣传谣都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你好，请问是王舒淇吗？是我，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我这边是派出所，给你打电话呢，是因为……什么玩意儿？派出所？你怎么不说你是联合国的？王舒淇女士，我是盂县派出所民警吴正国，因你涉嫌一起网络诽谤案，我们对你进行口头传唤，请你立刻来派出所配合调查。诽谤？我什么时候诽谤了？哦，我知道了，是林北那傻逼找的你对吧？呵呵，竟敢冒充警察，友情提示，这可是犯法的哦！还想骗本仙女？你当我跟你们一样傻逼啊？我真是警察，我们接到报案说你跟一起网络诽谤案有关，所以才叫你过来协助调查的。说的跟真的一样，都什么年代了，现在都提倡言论自由，我的微博我乐意发啥就发啥，法律管天管地，还能管到我头上啊？真他妈搞笑了！本仙女正烦着呢，别来犯贱。开局高铁座位被孕妇霸占，意外激活对人系统，只要对人成功就能获得系统奖励。小伙子，对方非常顽固，无视口头传唤，我现在要申请传唤证，亲自上门抓人。我可以跟着你们吗？一般来说，警察办案、闲杂人等是不可以掺和进来的。不过你如果恰好也要去那里的话，我们也不会阻止。警察叔叔，你要这么说我就懂了。警官，你们找我干什么？我可没犯法呀！王舒淇，你是不是曾在网上发布不实信息，恶意造谣传谣，煽动抹黑他人？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以为不承认我们就没办法了吗？王舒淇，你涉嫌网络诽谤的事情已经正式立案，请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那这是传唤证。不是我就服了，你们怎么当警察的？他说啥你们就信啥呀？你们调查清楚了吗？随随便便就抓人，是不是别人不发火就把别人当傻子啊？如果没有掌握足够的证据，我们会轻易对你下达刑事传唤的决定吗？请你配合我们执法。我配合什么配合？现在不都是讲究言论自由吗？凭什么我发个微博你们就来抓我？我就在家，我哪都不去。行了，有什么话跟我们回去慢慢交代。现在你要做的就是配合。我配合不了，你们肯定都是黑警，早就被那个林北收买了，对不对？如果你觉得我有任何问题，随时可以向我的上级领导部门或者督察部门投诉举报，你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现在你必须配合我们执法。滚，都给我滚，这是我家。再次警告你，王舒淇，请你配合执法，否则我们将对你采取强制措施。此时面对帽子叔叔的警告，王舒淇非但没有及时醒悟，反而还威胁起帽子叔叔了。我告诉你，我爸是王德发，他跟县里好多领导关系都特别好，你有种对我强制一个试试，一个电话我就让你脱了这身警服，你信不信？眼见警告无效，警察老吴也是狠下心来，直接给身旁女警使了个眼色。林北，果然是你害我！你这王八蛋最好跟他们说清楚，否则我爸是不会放过你的。王舒淇，你好大的胆子，当着我们的面就敢威胁报案人！这个案子我们已经掌握了充分证据，如果罪名成立的话，你很可能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现在你觉得在这里撒泼打滚就能逃避法律责任吗？还要坐牢？网络诽谤造成如此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这已经是刑事犯罪。你以为我们跟你闹着玩呢？林北表哥，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快跟他们说说放过我吧，我再也不敢了。如果道歉有用的话，还要帽子叔叔干什么？说完，王舒淇就被帽子叔叔带走了。林北你好，我是律师张三。张律师你好。林北，最近关于污蔑你的视频我是全程关注的，对方诽谤罪成立肯定是板上钉钉没得跑，但诽谤罪是轻告罪，诽谤案是自诉案，告诉才处理，不告不理。换言之，需要你自己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才会受理。如果你不起诉的话，对方很可能逃脱法律制裁，所以你需要一个律师。我是来毛遂自荐的，这个案子我非常感兴趣，我愿意1块钱代理费帮你代理这个案子，不知你意下如何？听了张三的一番解释，林北这才恍然大悟，本以为报警就完事了，没想到这案子还需要自己去起诉。如果有张三加盟，那王舒淇铁定会被送进去踩缝纫机，这种好事断然没有拒绝的道理。求之不得啊，张律师，你能代理我的案子，我非常高兴。很好，你在盂县是吧？我马上飞你那边见面详谈。
没问题，张律师，稍后我把详细地址发给你。接着林北查看了一下系统积分，当看清积分后面一长串数字后，林北兴奋的差点猝尬。人要是没有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区别？100万积分在商城也就能兑换2、3个技能，还不如直接来个百连抽，一个紫色不亏，2个紫色血钻，要是能出一个金色传说。打定主意后，林北不再犹豫，直接开启百连抽，并筛选屏蔽了白色粗糙奖品的播报。丁，恭喜宿主抽中金色传说奖品1个，1亿现金，资金来源合理合法，已存入宿主账户，宿主可自由支配。紫色史诗奖品1个，升级钓鱼技能，只要钓鱼必有收获，附带百钓百中特性，钓鱼永不空军。蓝色稀有奖品3个，分别是全系法律精通、高级辩论技巧以及100万现金。6个绿色普通奖品，分别是福聚德酒楼、10万购车专项资金以及4个10万现金。随着奖品依次呈现，林北激动的心也逐渐恢复平静。王德发，当初你家王舒淇在网上那样抹黑我家小北，我有没有给你打电话？当时你是怎么说的？你跟我说小北活该，那我今天同样的话送给你，你闺女才活该。另外再送你一句话，多行不义必自毙。爸，是王德发的电话吗？是啊，他说王舒淇被你报警给送进去了，打电话过来兴师问罪呢，真不知道哪来的脸。爸，这件事是不是让你为难了？这有啥好为难的？如果是我受点委屈受点气都没啥，看在亲戚的面子上，我吃点亏也不会说什么。但这次他们一家是在搞你，他们要毁了你，那老子能惯着他？我只是大度不是软弱，只是大方不是蠢货。小子，你想做什么就放心去做，老子绝对支持你。无耻老登撒泼打滚威胁我原谅恶毒表妹，却不料我请来了麻雀小队助阵，最后差点嗝屁。小兔崽子，你爸妈在家没？干啥啊老头？臭小子，你怎么跟我说话呢？尊老爱幼都不懂吗？我当然懂尊老爱幼，但这里的老可不包括老登。你个臭小子，还敢顶嘴！爸，你别激动，小北啊，那什么，我准备在福聚德酒楼摆一桌，请你们一家吃个饭，好好的赔礼道歉。你爸妈在家不？我们上去说。不愧是老狐狸，居然还能压下火气，只可惜你这一套在我这儿没用。不必了，我们还是喜欢在家吃饭，可吃不起你王大老板请的客。小北，对不起，小姑给你道歉，也替琪琪给你道歉。这个事情确实是我们不对，可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一家人啊。小时候你跟琪琪还经常在一起光屁股玩泥巴呢，难道你真的忍心送他去坐牢？他能忍心让我身败名裂，我为什么不忍心送他去坐牢？听到这话，林建平支支吾吾，不知道说什么才好。8万，我赔你8万，你放过我女儿。不好意思，我对钱不感兴趣，这钱你还是留着请律师吧。10万，不，15万，只要你现在去派出所撤案，我今天就把钱打给你。这可是你们家2年都攒不下的钱。你以为有钱就能解决一切吗？那你说，你到底怎么样才肯放过我女儿？原谅她是法官的事，我只负责送她去见法官。小子，你不要太过分，我就琪琪一个女儿，比起了，我什么都做得出来。别吹牛逼了，还什么都做得出来？我随便给你个1元2次方程，你都解不了。什么是1元2次方程？叫你多读书，你非要去养猪。不好意思，我不想和猪打交道。爸，那小兔崽子油盐不进，现在怎么办啊？这别着急，看我出马。说完，王德发老爸就开始鬼哭狼嚎起来。小北，这么让他闹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就算邻居们不会说闲话，可因为我们家的事儿让大家都不得安生，我心里也过意不去。是得赶走那老逼灯，不过这种不要碧莲的老逼灯，寻常手段肯定是没用的，讲道理讲不通，用武力不值当，就算报警都拿他没办法，只能出奇招。如此想着，林北心念一动，调出系统商城面板，很快便找到了合适的技能，直接兑换了。爸，你就安心回屋刷会视频，这事儿交给我，10分钟内不让那老登离开，我是你儿子。几只麻雀小哥，小小意思不成敬意。兄弟，你是哪个屯子的？怎么变成人类的样子了？难道你修炼成妖了？奇蒙了，居然听到人类说鸟语！大家都别上当，那个卑鄙的人类肯定是设下陷阱要抓我们。6只麻雀叽叽喳喳的说了起来。若是以前，林北只能听到吱吱吱的声音，现在习得高级鸟语精通后，他还真能听懂麻雀在说什么。麻雀小哥，我真没恶意，就是想请你们帮的小忙而已。这些小米是送给你们吃的。人类，你到底有什么阴谋？雀哥看你说的，我哪有什么阴谋，真的就只是想请你们帮个忙。这些小米只是见面礼，回头我再买点蚊子毛毛虫啥的给你们加餐。人类，你的诚意我们看到了，行走江湖最重要是讲义气，说吧，想让我们帮你干什么？看到下面那个老逼灯没有？往他身上拉屎。对了，他身边那一男一女也别放过，要雨露均沾。好说，等我们吃饱了，给他们拉炮大的。雀哥仗义，我家就在1楼，以后我和家人会经常在阳台放小米、谷子、碎玉米啥的，欢迎你们常来。老王，你说爸这么做真有用吗？林建明和杨素娥的性子你还不了解吗？耳根子软，而且要脸面，肯定会坐不住的。现在他们说不定已经在硬撑了，只要我们再坚持，肯定有希望。就在他们说话的间隙，几只麻雀悄悄飞了过来。小黑子，你跟我负责那个老的，花花坤坤，你们2个负责那个男的，那个女的交给你们俩，分头行动，为我们的朋友大家冲啊！卧槽！快看，那3个人被鸟拉了一身。他们上辈子是掏了万8千个鸟窝吗？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仇恨值？遇到问题不要慌，赶紧把手机拿出来拍个朋友圈。看到自己老父亲那长成了猪肝似的脸，王德发都吓坏了，俩人赶紧合力把人抬上车。妈的死鸟！回头老子要嘎光整个县城里的麻雀！你先别跟鸟置气了，
快看抖音，林北那小王八蛋居然把我们拍了视频发到抖音，现在网上都是笑话我们的。什么？他娘的，这小逼崽子有点给脸不要脸了。我真忍不了一点了，这个小杂种现在都骑到我们头上拉屎了。老王，你不是认识很多道上的人吗？找几个狠人，把他们一家好好教训一顿，再逼林北签了调解书把琪琪救出来，顺便替我狠狠出口恶气。喂，老马是我，有个事情可能的麻烦你一下。接着王德发将需要对方办的事情详细说了一遍。喂，你们找谁？就你叫林北啊？我不是。哦，那我们找错人了。三哥没找错，就是这小子，我看过他的照片，可他说他不是林北啊。三哥，他骗你呢。啥玩意儿？你个傻逼，居然敢骗我！傻逼骂谁？傻逼骂你。说得好啊，说得妙啊，确实是傻逼在骂我。三哥，他又骂你，他骂你傻逼。小逼崽子，我看你是没经历过社会的毒打，今天老子就给你上一堂生动形象的社会实践课。死多普，三位，我劝你们动手前想清楚哦。首先，这是我家，我现在不允许你们进来。如果你们强行闯入，那就触犯了刑法第245条规定的非法侵入住宅罪，可能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如果你们动手打人，就触犯了刑法第234条规定的故意伤害罪，3年起步，最高死刑。如果你们不小心砸坏了我们家的昂贵电器或者古董花瓶的话，就触犯了第275条规定的故意毁坏财物罪，是涉案金额大小，可能被判处3年以下或者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另外，你们找上门对我进行威胁、恐吓或者谩骂、侮辱，这也可能触犯刑法第293条规定的寻衅滋事罪，最高可能会坐5年牢哦。哦，对了，因为你们是3个人同行，这算团伙作案，判刑会比单人更重，所以3位确定想好了？此刻全系法律精通的林北，各种法律条文和规定那是信手拈来。没错，寻衅滋事罪确实也被很多人戏称为万能罪。当然，在业内更习惯称其为口袋罪，叫法不同，意思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只要引发了恶劣的社会问题，产生了明显的社会矛盾，就能往这个罪名上面靠拢。三哥，我才刚出来半年，可不想再进去啊！闭嘴，蠢货！小逼崽子，你当你马爷是吓大的啊？今天这阵仗，你觉得3言2语就能把我们打发了？我没有吓唬你的意思，只是在阐述事实。当然了，俗话说得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如果你们非要以身试法，那我希望你们进去了以后，不要怪我没提醒。三哥，我看这小子邪乎，要不咱撤吧？放屁！今天我们要是被这么个毛头小子吓到，以后我们都别在道上混了，而且老王那边也不好交代。听到这个称呼，林北决定试探一下这3个有点傻的小混混。王德发给你们多少钱，能让你们连坐牢都不怕？他可是给了我们10万，你……操！别他妈多嘴！老王专门叮嘱我们不要泄露他的身份。小子，什么王德发我们不认识，什么钱不钱的我也不知道。今天过来就是单纯看你不爽，别以为拽2句法律就能吓坏哥几个。就算真进去了，我们全当进修了，几年以后出来照样能插起立棍。哥几个准备干他。看来法律已经震慑不住这3个不太聪明的社会人。既然如此，系统使用乌鸦嘴体验卡。大块头，你们3个左脚绊右脚摔个狗吃屎！你他妈以为？哎呦我操！哎呀，几个好大儿咋行这么大礼呢？可惜我没红包给你们呀！臭小逼崽子，大爷今天非让你见个红不可！好汉饶命啊，千万不要嘎我！你不就是想要钱吗？只要你别嘎我，我可以给你10万块钱。我还是喜欢你桀骜不驯的样子，你特么速度恢复一下！我那不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吗？要早知道大哥你这么猛，我哪敢在你面前嚣张啊！算你小子识相，来转账。好嘞，只要你别伤害我，我这就给你转账。等等，小逼崽子，你当大爷我傻呢？现在你给我转账，回头再去报警说我抢劫，不但钱保不住，我特么还得进去。尼玛，这大块头居然有点脑。不行，我得录个视频，来你当个摄像头的面说你是自愿给我转账，不是我抢你的。没问题，大哥，我现在给这位好汉转账是自愿的，他没有抢我的钱，真的没有抢，这样可以了吗，大哥？啊，少特么废话，赶紧转。支付宝到账10万元。小子，我看你不像是没脑子的蠢货，今天也还算识相，怎么有些事情就1根筋不知道变动呢？大哥，你说的是什么事情呢？我咋听不明白？你特么最近得罪谁了？心里没点逼数吗？我没得罪啊。哦，难道你是说王德发他们一家？你知道该怎么做吧？别让大爷我再来找你，要是还有下次，就没这么简单了，知道吗？我明白，回头我就去派出所撤销报案。早特么这样，不就啥事都没有了吗？喂，你好，我要报警，我家遭人入室抢劫，被抢了10万块钱。还有老王，你就放心吧，我马三是什么人，别人不清楚，你还不清楚吗？有我出马，手拿把掐。我跟你说，那小兔崽子当时就吓尿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求我放过他，还说他马上就去派出所撤销报案。你要不就去派出所等着吧，估摸着很快就能接你闺女回家了。三哥，那咱们怎么分红？尼玛，这么多年兄弟了，我还能坑了你们不成？王德发不是承诺给10万吗？我自己拿6万，你们俩1人2万，没意见吧？没意见，没意见。不过呢，现在王德发只给了4万定钱，剩下6万要等他闺女从派出所出来才会给。你们也别着急，等他把钱都给了我，我肯定给你们分红，1分不带少的。
至于那小子给的10万，那是我一个人一把刀搞来的，跟你们俩没关系，1毛钱都没你们的份。我话说完了，你们谁赞成，谁反对？三哥，话不能这么说。如果今天不是我们哥俩跟你一起过去，你也不可能那么顺利把事办成，更不可能有意外收获。这10万多少该给我们哥俩分点吧？没错，三哥，我们都是跟你混的，你大口吃肉，连口汤都不给我们喝，这多少有点说不过去了。看来你们俩这是要造反啊！如果不是老子带你们，就这2万块，你们半年都不一定赚得到。有钱拿就偷着乐吧，还在这里逼逼赖赖的。马三，我忍你很久了，叫你一声三哥，你特么还真以为自己是哥了。今天必须分钱。对，必须分钱。见没得转圜余地，三人就地斗了起来。哟呵，你们哥仨这是玩啥呢？吴哥是你啊？没事，我们就闹着玩呢。对，我们闹着玩呢，没打架就不劳烦你们了。几个混混本以为说完警察就会离开，没想到对方脸色一沉，说道：马宝田、庞红兵、赵明，现在怀疑你们3个跟一起持械入室抢劫案有关，跟我们走一趟吧。啥玩意儿？抢劫？不是吴哥，这搞错了吧？我们几斤几两你还不知道吗？你就是借我们180个胆子，我们也不敢去抢劫啊。行了，废话少说，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是与不是一查便知。老王，你说这马三靠谱吗？他真这么快就把林北搞定了？马三这人虽然喜欢吹牛逼，但毕竟在社会上混了这么多年，在这种事情上还是有经验的。要不你以为我钱多烧大给他10万块，你就放心吧。林北那小兔崽子，除了会耍点嘴皮子功夫，他还有啥？别看他咋咋呼呼的，一碰到社会上的狠人，分分钟吓尿裤子。哎，老王，你看那是不是马三？卧槽，还真特么是马三和他的2个小兄弟，他们不是顺利把事办成了吗？这咋还被警察抓了呢？这时马三似乎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便回头看了眼。报告，我有情况要反映，就那个男的，是他让我们那么干的，他还给了我10万块钱，我真不是故意的，都赖他，他才是主谋啊！快把他抓起来！见警察向自己走过来了，王德发想逃，却逃不掉，他没想到来时候好好的，回不去了。另一边，林北终于是见到了传说中的法外狂徒张三，两人互相寒暄了一句后各自落座。黎先生，你这个案子呢，我在网上有所了解，但是为了更准确的把案情，还是需要你尽可能客观的把事情经过跟我讲一遍。没问题。接着林北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详细的讲述了一遍。黎先生，你想不想让对方进去多吃几年公家饭？多吃几年公家饭？你的意思是寻衅滋事罪？难道林先生也是学法律的吗？略懂，这是著名的万能罪吗？没错，寻衅滋事罪确实也被很多人戏称为万能罪，当然在业内更习惯称其为口袋罪，叫法不同，意思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只要引发了恶劣的社会问题，产生了明显的社会矛盾，就能往这个罪名上面靠拢。这次对方在网络上造谣传谣，引导舆乱，煽动网暴，已经是造成了公共秩序的严重混乱，说他成立寻衅滋事罪问题不大。关于这一点，在最高院颁布的网络诽谤案件相关司法解释中也有明确的规定。只可惜对方这次算是同一行为触犯多个罪名，适用想象竞合，只能依照处罚较重的犯罪定罪处罚，不能2罪并罚。不过从3年以下变成5年以下，已经更行了。林先生看来对法律有些研究，想象竞合都知道，这倒是省得我多嘴解释了。张三深深看了林北一眼，他没想到这个年轻人3句话震惊他3次。身为律师，很多时候最头疼的不是法庭交锋，而是跟当事人沟通。有些当事人不但法盲，还听不懂人话。不过现在这个问题显然是不存在的，两人相谈甚欢，很快便达成共识。张三正式成为林北的代理。林建平，我们是派出所民警，现在怀疑你跟昨晚新建西街商铺失火一案有关，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老爸老妈，其实这福聚德酒楼是我名下的。哥，您老实交代，你是不是绑定了什么神豪系统之类的东西？卧槽，这是妹妹咋知道的？我看过网络小说，现在就流行系统文，那些主角轻轻松松就能获得很不可思议的东西。以后少看点网络小说，尤其是小白爽文，看多了固然很快乐，但智商会下降。小北，咱家虽然条件一般，但都是遵纪守法的公民，你可不能做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赶紧老实交代这酒楼是怎么来的。哎呀，老爸老妈，反正这酒楼肯定是正当手段得来的，你们就放心吧。虽然咱家饭店被烧了，但有了福聚德酒楼，还要啥自行车啊？见林北明显不想说明酒楼的来历，林父林母也就没有追问。臭小子出息了，看来以后我和你妈都是你的员工了。林建平，别以为弄个私密账号我就不知道是你干的，看来你已经彻底失了智，竟然连纵火这种事情都干得出来。哼，只有千日做贼，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想到这里，林北立刻跟他爸妈说了一声，便直奔派出所。小伙子，你刚才说你知道是谁放火烧了你们家饭店？是的，吴警官，这事8、9不离10。那场失火事故到现在还没有出调查结果，不能确定是意外还是人为，你怎么就知道纵火者了？因为我收到了一个私信，我通过特殊手段查过，这个账号就是我小姑林建平的。我跟他的恩怨，吴警官你也知道，现在他已经彻底失去理智了。昨天放火烧我们家店，现在还威胁我，字里行间的意思无非就是说，如果我还不撤案调解的话，他就烧我们家。小伙子，你反映的这个情况非常重要，我们会将林建平列为重大嫌疑人展开调查。
另一边，林建平给林北发了私信后，等了好久都没见他回复，还以为林北没看到，急得团团转。这小兔崽子，抖音私信也不知道看。有了，我可以悄悄给他加塞字条，且不能直接手写，笔记也容易暴露身份。我看电视上那些绑匪写信，都是剪纸拼接成文字的。林建平，我们是派出所民警，现在怀疑你跟昨晚新建西街商铺失火一案有关，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这个搞错了吧？什么商铺失火，我压根不知道。知道或不知道，你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自有分晓。我什么都没干，什么商铺失火跟我没关系。林建平，你是太高估自己的手段了，还是太低估我们警察的办案能力了？你真就以为自己做的那些事情天衣无缝？失火的双木饭店确实没有监控，但你别忘了，你们家小区停车场可是有监控的。我们查过，昨天晚上大概11点左右，你从你家车的油箱里抽了一桶汽油出来，而双木饭店的起火原因也已经明确，就是汽油着火。你作何解释？我真是个傻叉，虽然知道双木饭店没有监控，但却忘了停车场有监控，早知道把车开到别处再抽汽油了。而且我们还发现你用抖音小号给林北发威胁恐吓私信，更是暴露了你的作案动机。林建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希望你能够认清楚形势，放火罪可是重罪，唯有坦白交代，主动认罪，才能争取减刑，千万不要一条道走到黑。听到这话，林建平是彻底绷不住了，老实交代了作案经过。与此同时，另一边林北通过黑客技能统计发现，各大平台达到诽谤罪入刑标准的账号居然有1000多条，真是一个浪漫的数字。行啊，铁头娃们，咱就来个一生一世的羁绊。你们这些喷子以为有网络作为掩护就可以为所欲为，不管说什么做什么，不管造成了怎样的后果，也不管对别人带来何等伤害，都不用付出什么代价。但是今天我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你们，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在网络上胡乱说话也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念及至此，林北打开抖音开启直播，并给直播间定了个非常劲爆的名字，2日之期已到，恭送喷子入刑。直播刚开始便有无数观众蜂拥而入。北哥，我看到不少喷子发视频道歉了，就连微博、豆瓣、小红书3大禁区都有不少全是认怂。北哥牛皮啊！主播搞快点，我看你视频里还有不少勇士在那边上蹿下跳的，赶紧把他们都送进去。我就想知道现在有多少人认怂了，还有多少人继续头铁。哈喽，大家好啊！龙国有句古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我想很多网络喷子也不想承受牢狱之灾，所以在过去的48小时里，确实有不少喷子通过各个渠道、各种方式向我道歉。不过呢，嘴硬头铁的勇士也不在少数。我统计了一下，到时间截止的时候，还没有道歉的网络喷子共有1314人。竟然还有这么多人没有道歉，为何不道歉？因为不怕。为何不怕？不怕就是不怕，我只能说6啊！我操，1000多人，这不得上演一波血流成河的大动作啊！必须支持，狠狠支持！看到直播间这么多观众们如此鼎力相助，林北也是感觉到体内热血沸腾。兄弟们放心，男子汉大丈夫，一口唾沫一个钉，说了起诉咱就必须告到底。说着，林北就给律师张三打去了电话。张三律师，我这边统计了全网侵权言论达到诽谤罪标准的人，共计1314个，我要把他们全部送进去。不知道张三律师对这个案子感不感兴趣？林北，看来你这是要起诉全网的节奏啊！没错，我就是要起诉全网。这次的事件最开始确实是王舒淇他们3个搞出来的，但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不少跟风带节奏以及网暴我的。在我澄清之前骂我也就算了，但是在澄清之后还是继续网暴我，那你说我能忍吗？这些喷子有一个算一个，一个都别想跑，我要让他们全部承担法律责任。张三内心震动不已，他着实没想到林北居然有这么大的魄力，遇到网络诽谤和网暴能够站出来起诉罪魁祸首，这是已经是遥遥领先了。可他居然还要起诉全网喷子，饶是有着法外狂徒称号的他，这会儿都被震惊了。感兴趣？我简直太感兴趣了。林先生，哦不，这么叫太生分了。我年长你几岁，就叫你林老弟吧。这个案子交给我，保证很行很可考。姐，我的诉状已经饥渴难耐了，希望这次的对手能给我带来一丝丝的挑战，要不就太过无趣了。两人在电话里初步达成共识，随后又简单沟通了几句后，林北便结束了通话。这时直播间潜水的喷子们再也坐不住了，原本还有那么一丝丝的幻想，觉得林北可能在哗众取宠，没想到他居然连律师都找好了。更关键的是，这个律师还是传说中一言不合就把对方律师甚至是敲锤的一起送进去的法外狂徒。北哥，我错了，之前我完全是被蒙蔽了双眼，误会你了，现在向你郑重道歉。主播手下留情啊，我前2天忙着走亲戚来着，没看到你发的澄清视频，根本不知道事件反转了。如果早知道，我肯定早就给你道歉了。主播，我还要考公务员，不能有案底，我愿意给你道歉，还可以赔钱，只要放我一马怎么都行。主播哥哥，你就当我是个屁，把我放了吧。林北知道网络喷子的尿性，在网上个个都桀骜不驯，嘴硬的不行，但在现实中却是任人拿捏的软蛋。然而现在面对林北，他们的嘴再也硬不起来了。兄弟们，这些网络喷子小仙女都想让我放他们一马，对此我只想说，不好意思，我他妈不是放马的。汽车撞墙你知道拐了，大鼻涕流嘴里你知道甩了，股票涨了你知道买了，要被起诉你知道改了，呵呵，晚球了。我就喜欢你们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哦，不好意思，你们不仅干不掉我，还得被我干掉。好好珍惜在外面的自由时光吧，毕竟很快你们就会去某个地方包吃包住，规范作息，按时劳作的地方体验集体生活了。如果因此而毁了你们的人生的话，那我真的很抱歉呢。说完，林北立马关了直播，他可不想再给那些网络喷子认错的机会。林北再次遭遇道德绑架，所在小区加装电梯改造，家里受到采光和噪音严重影响。
什么？咱小区要加装电梯？是啊，据说3楼网上都已经签了同意书，就剩下我们1楼和2楼的住户了。其实加装电梯这个事情本身，我和你妈是不反对的，也能理解那些住高楼层的邻居每天爬楼梯的辛苦。可问题是，这个电梯是装在单元楼外面的，也就是阳台旁边，到时候不仅严重影响采光，电梯上下还会产生很大噪音。那对于采光和噪音的问题，他们有没有给个说法？这些问题我跟他们提过，可人家就只是敷衍2句，也没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物业那边总是说什么加装电梯，我们1楼和2楼不用出钱，只需要在同意书上签个字就行。听他们那语气，好像不让我们出钱，还是我们占便宜了。什么人呢？这不是明摆着欺负老实人吗？老爸老妈，咱家不会去故意阻挠安装电梯，但也不能任人欺负。虽然加装电梯是个好事，但不能因为方便高楼层就牺牲我们低楼层的利益。这采光和噪音的问题摆在面前，总得有个说法才行，要么解决问题，要么给补偿。谁说不是？我们也不指望靠这点补偿发家致富，但也不能任人欺负啊。就是这抬头不见低头见，有些话确实不好说。老爸他们都好意思欺负咱了，咱还有啥不好意思说的？这样吧，你要觉得不好说，那就我来出面，反正我辈分小，啥话我都能说。就在林北老爸准备继续说事时，一阵门铃声突然响起。建明哥，嫂子好啊！哟，这是林北吧？上次见还是你上中学那会，没想到一晃眼都长成大小伙了。这要是在外面碰到了，我都不敢认。在双方客套中，林北知道了这人的身份，他是这次加装电梯的主力推动者。建明哥，嫂子，这次过来呢，主要还是咱们之前说的那个加装电梯的事情。你们是咱这北云小区的老住户了，肯定也知道咱这小区一直没个电梯有多不方便，尤其是住高楼层，家里有老年人的。哎呦，我跟你们讲，真的太难了。像我爸，他年纪大了，腿脚也不好，下一次楼是真不容易。想出来晒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吧，也是有心无力，只能成天待在家里，都快发霉了。这不，我们就寻思，大家集资装个电梯，以后这个上下楼就方便多了。我专门咨询过工程队，电梯的初步规划已经完成，现在只需要所有住户签个同意书，就可以择日动工。马俊明看向林父林母，一副非常大方慷慨的样子。至于费用的问题，建明哥、嫂子，你们尽管放心，不管花费多少钱，都由我们3楼往上的几家共同承担，你们1分钱都不用出。我们虽然接触不算多，但我一直听别人说建明哥和嫂子都是好人，肯定能理解我这个做儿子的心情，对吧？眼见自己老爸老妈面露为难之色，林北直接开口说道：“马叔，我有个问题，这个电梯是装在外面吧？到时候肯定会遮挡阳光，而且电梯运行的时候也会产生噪音，这些问题怎么办？”这个我们楼上不也是一样的吗？加装电梯主要是方便你们高楼层的，对于你们来说利大于弊，你们当然没意见。可我们家在1楼，根本用不着电梯。你说因为这么个对我们家完全没用的东西，让我们家承担挡光和噪音问题，这不太好吧？小北啊，你还小，有些事情你还不懂。马叔，你看我一个小孩子都懂的事情，你肯定也懂，那你怎么不想着解决问题，就想着敷衍了事蒙混过关呢？虽然打断别人说话是一种很不礼貌的行为，但对方摆明了没安好心，林北自然也不需要讲究那么多。哎呀，俊明，我家小北性格就这样，说话比较直接，你别介意哈。马叔，你别看我爸妈，这个事情我说了算，你有什么话还是跟我说吧。小北啊，我总听你爸妈说你是个懂事的好孩子，你肯定能理解我对不对？我父亲都70多了，腿脚也不好，他住在6楼，平时想下趟楼真的太不容易了，而且老人家骨头脆，这要是下楼的时候不小心摔了，我都不敢想会发生什么后果。作为儿子，我这么做无非也就是想让自己的老父亲上下楼方便一点，尽一尽孝道。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咱们这么多年邻居了，也得互相理解，互相体谅，对吧？况且孝顺父母还是我们龙国的传统美德。马俊明本以为拿孝道来说事就可以道德绑架林北，自己就站在了不败之地，但很可惜他找错了对象。马叔，我非常理解你尽孝的心情，但我也是儿子，我也想尽孝啊。你想让自己的父亲上下楼方便，那我也想让我爸妈住的舒心之室。这外面一装电梯，我们家就变成了黑房子，住着得多压抑。而且我妈睡眠本来就不好，这以后外面电梯轰隆轰隆的，更睡不好觉了。理解是相互的，体谅也是，我完全理解你。所以加装电梯这个事情，我们也不是说就一定不同意，但反过来讲，你是不是也得理解我们？这个挡光和噪音的问题摆在面前，总得有个说法吧？说了这么多，你不就是想讹钱吗？现在做父母的不出来，让小的出来顶啊？咋了？不讹点钱就活不了了吗？我跟你讲道理，你就觉得我是想讹钱是吧？怎么？难道不是吗？别人都没事儿，就你们家意见多，又是挡光又是噪音的，说这么多还不就是想要点钱吗？咋的？你们家掉钱眼儿里了？装电梯的费用没让你们分摊，就偷着乐吧，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你非要这么想，那我也没办法，你就当我是为了钱吧，反正这本来也是我们应得的。加装电梯势必会遮挡阳光，也势必会带来噪音，凭啥为了方便你们楼上的，就得牺牲我们楼下的利益？就凭你们楼上人多了不起啊？对，就凭我们楼上人多就是了不起，还想要钱？我告诉你，不可能，我绝对不会惯着这种社会不良风气，加装电梯、老小区改造，这是受国家政策支持的，不是你们一家一户就能阻挡的。而且我儿子可是龙国政法大学高材生，他跟我说了，只要我们这栋楼2/3的人参与表决，表决的人里有3/4的人同意，那就可以安装电梯。所以相当于只要1半住户同意就行，你们一家一户的意见根本影响不了什么。我上门来征求意见，那是对你们家的尊重，但并不代表你们可以狮子大开口。你确定你儿子是龙国政法大学高材生？废话，那可是正儿八经的211重本大学。听到这话，
林北笑了，自己可是掌握了全系法律精通技能，跟自己比懂法，完全是厕所里打灯笼，找屎行为。你刚才说的是民法典第278条规定，完整内容应该是业主共同决定事项，应当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2/3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2/3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决定改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事项，应当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超过3/4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占比超过3/4以上的业主同意才行。也就是你刚才说的2/3和3/4。这条法律规定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业主大会运作难的问题，可不是让你们以多欺少、独断专行的。在没有人反对的情况下，确实可以多数人表态直接决定。可如果有人反对，一票否决权了解一下。你啥意思？意思就是在公示期间，只要有一户提出书面反对意见，你们这个电梯就别想装。如果强行安装，到时候你看我会不会举报违建就完了。小子，难道就因为你们一家反对，就让大家一致同意的事项推行不下去？就因为你们一家的矫情，就让整栋楼的邻居都受到连累吗？哼！别动不动就拿一顶大帽子扣过来。我们家又没说一定不同意加装电梯，但装电梯的前提是得解决我们家的问题，不可能为了方便高楼层就让我们低楼层无条件的迁就和退让。眼看林北态度坚定，马俊明只得黑着脸离开。这个马俊明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加装电梯这事儿就是他在推动的。老爸老妈，你们先别着急，我先去探一探邻居们的口风再说。刚才马俊明说什么别人家都同意，就我们家有意见，这话我可不相信。我们先看看其他邻居都是什么想法，也好有个心理准备。臭小子，看来这种事情还得是你出马。定效有问题吗？当然没问题，我还是那句话，谁大不易谁弥补，别把遗憾带入土，实在不行找保姆，不当的就是主。总结一句话，严厉打击销售外包。自大爷大妈，你们可能还不清楚，这个电梯是装在咱们单元楼外面的阳台边上，到时候家里白天都得开着灯，而且电梯上上下下轰隆轰隆的，会很吵，住着肯定闹心。被林北这么一提醒，老两口这才反应过来。老马家那混小子竟跟我说装电梯多好多方便了，这些麻烦事他是一个自媒体啊，还说什么加装电梯的钱他们楼上住户分摊，不用我们出1分钱。我精明了60来年，没想到林老差点栽个大跟头，幸亏小北你提醒我们。这都是小事情，他们这种人就是喜欢欺负老实人和老年人，不懂这些。我最看不惯的就是他们这种人。在林北挨家挨户的点拨下，邻居们也是幡然醒悟，对于加装电梯大都失去了积极性。另一边，马俊明接到了物业打来的电话，在得知对方所说的事情后，顿时一脸懵逼。曹经理，你说啥？我们这栋好几户都去你那边提交了书面反对材料。哎，不是，他们干啥呢？明明已经说好的事儿啊，怎么突然就变卦了？听那些业主说，是林建明一家在中间调的事。我真就操了。你先别发牢骚了，还是先看看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吧。现在最大的刺头就是林建民大家，尤其是那个叫林北的小子，牙尖嘴利，说话一套一套的，只要把他们家搞定，其他人都好说。你看，要不召集3栋全体业主开个会，咱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这个事儿搬到台面上来讨论，我就不信了，他们一家人将阻碍我们整栋楼的发展。那好，这是我来安排，不过我只会出面组织，不会过多干涉你们业主之间的事情。这个我明白，我会说服他们的。第二天一早，北云小区3栋业主们便接到物业通知，要围绕加装电梯的事儿展开一次座谈会。哟，整的还挺像那么回事儿。看到那个小子没？对，就是那个能勉强媲美读者颜值平均线的大帅逼，他就是最大的刺头。搞定他，咱这电梯多半也就能顺利安装起来了。切，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娃娃，就算他再怎么牙尖嘴利，在今天这种大场面，我就不信他能翻得起多大浪花来。没错，我们2家拾掇他一个还不简单啊！两人说话间，一个身材微胖的男子走了过来。既然大家都到了，那咱们就开始吧。今天这个座谈会的主题呢，相信大家也都清楚，就是关于加装电梯的事情。咱们北云小区是个老小区了，很多基础设施都不齐全，现在要加装电梯，不光是响应国家号召，也是为大家谋福利的一件好事。但是吧，现在有些反对的声音，今天把大家伙儿召集起来，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还请大家畅所欲言，咱们争取今天能有个结果。说完，隐晦的给马俊明使了个眼色，便坐了下去。后者收到信息，立马站起来开口道：既然大家都不说话，那我先说几句。我这人心直口快，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有啥说啥。要是无意中得罪了哪位，我提前说声抱歉。马俊明皮笑肉不笑的意思就是给大家提前打个预防针。咱们楼某些人，我说实话，真的是自私又贪婪。我为啥想装电梯？难道是吃饱了撑的，还是钱多烧的？那还不是因为我爸岁数大了，腿脚也不好。他住那么高，平时想下楼晒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都做不到。我就想让我爸上下楼方便一点，我有什么错？怎么有些人非要阻碍我尽孝呢？而且这个电梯本身就是造福大家的事情，谁家没老人？就算现在没有，以后也会有吧。而且偶尔搬点重物，有电梯肯定更方便啊。可有些人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自己住低楼层是方便了，一点都不为咱们住高楼层的邻居着想。就装个电梯这么简单的事情，又不用他们出钱，还非得扯什么挡光啊、噪音啊之类的问题。说这么多，还不就是想讹钱吗？都邻里邻居的，怎么好意思开口的？咱就是说。一边说着，马俊明还一边往林北这边看，他就是要集中火力对付林北。可马俊明却没注意到，自己以为是单体攻击，其实无意中攻击了所有反对的人。就是这次加装电梯，我们6楼可是出了大头的，况且电梯装起来又不是只有我们6楼用，其他楼层
层也都能用。我们愿意出更多钱，已经让了很大一步了。但希望某些人明白，我们做出让步是为了大家的利益，可不是为了让他狮子大开口，趁机敲诈勒索的。哼，如果我住在1楼，肯定不会像某些人那样阻挠这种造福大家的事情，更不会厚着脸皮趁机讹钱。哟，都看我呢，那我也说说我的想法。恕我直言，刚才那2位6楼邻居说的话纯属扯淡。就说那位马先生吧，他一直在强调他老父亲不容易，还说自己装电梯是为了尽孝。尽孝有问题吗？当然没问题。我还是那句话，谁爸不义谁弥补，别把遗憾带入土。实在不行找保姆，不当的就是主。总结一句话，严厉打击孝顺外包，自己的父母自己孝顺呗，绑架别人算怎么个事儿？你想让老父亲上下楼方便，你大可以自己搬过来跟他一起住啊，有你这儿子贴身照顾，老人家还怕下不了楼吗？说完，林北笑眯眯地看着马俊明。这时其他邻居也反应了过来，就是你一个劲儿的说自己老父亲不容易，并以此道德绑架别人同意加装电梯，那你为啥不搬过来跟父亲一起住呢？合着你自己尽孝，还要裹挟别人，不装电梯难道你就不能尽孝了吗？此刻马俊明脸色难看，内心一阵恼火，他可不想跟行动不便的老人住在一起，太麻烦了。我来照顾我爸当然没问题，但我年轻时候腿受过伤，自己爬楼梯已经很艰难了，要是背着我爸上下楼，可能我们父子俩都得从楼梯滚下去，这样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还有，今天这座谈会说的是装电梯的事，你不要在这里胡搅蛮缠，故意混淆大家的视线。没想到这家伙脑子转的倒是挺快，不过没关系，刚才不过是开胃小菜，正餐才刚刚开始上桌。行，那咱就说电梯的事儿。刚才2位6楼的邻居一个劲儿的说我们这些住在低层的业主自私贪婪，还说我们讹钱敲诈勒索，我就纳闷了，凭什么我们正当的诉求就要被这样定义？单元楼外面加装电梯，对于高楼层来说是利大于弊，但对于我们1、2楼住户来说，那就是弊大于利，不但没有什么用处，反而还会带来很多问题，这不是事实吗？凭什么你们图自己方便，想尽孝就得让我们让步？对，说实话，这破玩意儿对我们来说屁的用没有，就算是有补偿我都不乐意，更别提分逼补偿都没有了。不过呢，这个老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确实有必要，这也确实是一件造福大家的好事。我自然不会说因为自己的原因就强行阻挠，所以我这边有个建议，绝对能够完美解决现在的问题。哦，那你说说是什么建议？我的建议就是咱们2家换一下房子。你不说你父亲年纪大了腿脚不好吗？那换到1楼正合适，无论是想遛弯晒太阳，还是呼吸新鲜空气，随时能出门，多方便啊，对吧，马先生？对个蛋儿啊！你以为房子是玩具吗？说换就换，而且就算我跟你换了房子，我爸是方便了，可只要不安装电梯，那其他邻居不还是不方便吗？谁说不安装电梯来着？电梯肯定还是要装的，而且这个安装费用我个人全包，不用邻居们出1分钱。不过呢，咱安装电梯确实对低楼层住户有影响，所以我们高层住户对1、2楼住户每家补偿1点钱。当然了，马先生你是肯定不会要这个钱的，对吧？毕竟你刚才可说了，如果你住1楼怎么样，真是高风亮节，我非常佩服。安装电梯这事林北大概了解过，像这种6层楼高的老式居民楼，其实费用没有想象的那么高，20来万差不多就搞定了。对于身怀1个亿小目标的林北来说，区20万小意思罢了。马先生，我这个建议你觉得怎么样？这可是一举4得的好事啊，其他邻居肯定不会有意见，现在就等你点头了。这年轻人，我操！马先生，现在咱们这栋楼能不能有电梯用，可就全看你一个人的了。对呀，咱们这么多年邻居，你可不能太自私，得理解一下住在高层邻居的难处。见马俊明半天没说话，林北再次笑着说道：哎呀，马先生，你脸色怎么越来越难看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要不你赶紧表个态，早点回去休息。曹经理，你觉得我这个提议怎么样呢？曹经理目光闪烁了2下，从物业经理角度来讲，这个建议他肯定是举双手赞同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讲，他跟马俊明也算是朋友，不好直接卖队友。那个大家怎么想的？安装电梯是好事，相信大家没理由反对，而且林北都愿意承担电梯费用了，我们赔给1、2楼邻居1点补偿也是理所应当。见到这种情况，马俊明的脸色那是越来越难看，就跟吃了17、8只旱厕茅坑里的蛆一样。老马，你就自求多福吧。虽然我跟你算是朋友，但眼下这种情况我是帮不了你了。正所谓死道友不死贫道。曹德爽没理会马俊明的眼神，一脸真诚地对林北说道：那个林北是吧？我跟你爸妈都挺熟的，刚才呢我口无遮拦说错了话，叔在这儿给你道个歉，真心对不住，希望你别将刚才的事放在心上。你的建议我也觉得非常好，完美解决了我们3栋存在的问题，很好的为大家伙谋了福利，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所有人支持和鼓励。超，你他妈是真不要脸！当初说好的共同进退呢？现在为了省2个逼钱，你是连做人的底线都不要了。曹叔叔不用这么客气，其实刚才那些话我完全没放在心上，这点小误会过去就过去了。你小子真是好样的，虽然年纪不大，但做人做事没毛病，够仗义。老马，你看看人家林北都愿意个人承担加装电梯的钱了，你是不是也表个态？这换房子以后，你爸就可以随时出门遛弯，多方便啊！对呀，老马，大家都同意，现在就剩你了，你是怎么想的？眼睁睁看着2个盟友都倒戈相向，马俊明气得浑身颤抖。他没想到，本来是发动高楼层住户逼迫林北签字的，可现在却变成了林北发动整栋楼的住户逼迫自己换房。干什么呢？这是咋了？你们还要强迫我换房子啊？
老马，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这不是在商量吗？没人逼你。就是嘛，老马，你别激动，我们咋可能逼你换房子呢？但这确实是一举多得的事情，我觉得你没理由不同意啊。马家那小子，前2天你还上我家跟我说这个安装电梯对1楼没什么影响，而且听你的口吻，那是个大好事啊。现在不要你出钱了，你怎么又不乐意了呢？俊明，大家都是邻居，现在装电梯那也是为整栋楼着想。家里有老人就不说了，就算没老人，每天上上下下的爬楼梯也不是个事儿啊。你要将心比心啊。你们这是在道德绑架。哎，可我们只是用你对待我们的方式对待你而已啊，你怎么就生气了呢？林北，我告诉你，别以为你有2个臭钱就能怎么样，反正这房子是我的，我说不换就不换，法治社会，我就不信你们还能强迫我换房。小北，你别生气哈，马俊明那个人就是个牛脾气，我们会帮你劝劝他的。就是，这可是咱这整栋楼的大事，可不能因为他一个人就把事情给耽搁了。谢谢各位长辈们的支持，在这儿呢，我也再次表个态。刚才我说换房子和承担电梯安装费用，绝对不是一时的气话，是认真的。只要马俊明跟我们家换房子，我立马联系人来安装电梯，费用全包。在座谈会结束之后，几个邻居便组团来到了马俊明家里进行劝说。对于不用自己花钱的好事，这些人还是很积极的。老马，你看你说的，这咋能叫卖呢？你想想看，你父亲他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了，出门都得拄拐，住6楼没电梯是真不行。这要是换到1楼，不就方便多了吗？曹德爽，你少他妈在这里说风凉话，合着换房子的不是你呗？老马，我知道你不甘心，可你想啊，老爷子那耳朵，你跟他说话基本靠吼，电梯那点噪音根本影响不了他。再说挡光什么的更是小问题，白天出去溜达，晚上回家开灯，怎么看这换房子都是好处大过坏处的。就是啊，老马，你就算不为我们考虑，也得替你父亲着想吧，他肯定更乐意住在1楼，能随时出门，不至于跟坐牢似的，想出门都办不到。老马，你总不能因为自己跟林北的个人恩怨，就妨碍这个造福大家的好事吧？做人可不能太自私。姓吴的，你他妈说谁自私呢？咋了？说你自私有问题吗？当初你来我们家让我签同意书，你是怎么说我的？你没说过我自私吗？难道就你能说我不能说你？什么玩意儿？眼瞅着2人就快干起来了，曹德爽连忙出言劝阻。老吴，你看你说的，老马的为人我还不知道吗？跟自私压根儿就搭不上边，更加不可能因为自己的原因就耽搁所有邻居的那什么。老马，你再好好想想，我们就先走了。小明啊，刚才的事情我也听明白了，要不咱就跟1楼换了房子吧。爸，这里面很多事情你都不懂。现在1楼那个小逼崽子就是在道德绑架我，你说他就比我家小帅大几岁，要是就这么被他拿捏了，那以后我这脸往哪搁？可我这身体你也知道，爬不了楼梯，住这么高跟坐牢有什么区别？再说了，换房子咱也没啥损失啊。怎么会没损失？爸，你以为1楼那么好心呢？我跟你说，那小逼崽子心里憋着坏呢。这电梯一装，1楼的房子就不值钱了，咱6楼可是会涨价的。你合计合计，这里外里咱得亏多少？说完，马俊明烦躁地回到了另一边装有电梯的家里。你干嘛呢？这是一回来挎着一张老脸。我现在火气很大，别他妈来烦我。一边咬牙切齿地说着，还一边在手机通讯录里翻找起来。超道德绑架我是吧？你他妈是不知道我认识电视台的人，我这就找人曝光你，让你们全家在盂县都抬不起头来。爸，你快打开抖音看看，你上热搜了。什么？这小兔崽子，我跟他没完。马俊明本想找电视台帮忙曝光来着，结果这电话还没打出去呢，对方居然率先一步曝光他了。爸，你别生气，千万别气着自己。还有你，看着我就来气，我辛苦赚钱供你上大学，你看看你学的都什么玩意儿，跟我说什么2/3、3/4的，结果呢根本就不好使，这法律都向着他。爸，我才学法2年半，那有些没学到家的地方也很正常啊，反正现在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就是骂我打我也没用，要不咱还是同意换房子吧。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连你也来逼我。爸，我不是逼你，实在是咱跟林北斗不起，他最近特别火，都上过好几次热搜了，而且我听说他还要起诉全网啥的。哦对了，张三老师就是他的律师。张三是谁？爸，你不知道张三，那可是我们司法界最顶级的存在，真正的大牛，据说还把敲锤的送进去一个。你说这样的组合，咱怎么跟他们斗？难道就让他这么欺负咱们？这咋能叫欺负呢？充其量只能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马帅虽然心里嘀咕，但这话肯定是不敢说出来的，不然他老爸铁定会让他回忆一下竹笋炒肉的味道。那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嘛，咱也确实没办法。老马，这个事儿我听明白了，你别死要面子活受罪，我觉得换就换了吧。你说咱又不是搞房地产的，房子贬不贬值对咱又没多大影响，况且就那套房子总共也值不了多少钱，关键现在那房子是咱老爸在住，你让他选的话，他肯定更乐意住在1楼。对于老婆孩子的劝说，马俊明心里也明白，他知道自己有错，但当初他可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撂下狠话的，现在却要给一个小屁孩低头，就感觉心里憋屈的不行。算了，换就换吧，就当是为了小帅的爷爷。另一边，在接到马俊明同意换房的电话后，林北一脸诧异，他知道马俊明迟早会怂，但没想到对方怂得这么快。林北没有表现出丝毫愧疚和同情，因为这事是马俊明道德绑架在先，那他受到反噬也是活该。虽然为此花了20来万，但问题得到了完美解决，还给自己家里赚了波好名声，也算值了。接下来就是选个良辰吉日换房子，然后再联系工程队装电梯了。与此同时，法院那边给林北传来最新消息，庭审排期已经确定，开庭时间定在3日之后。
兄弟们好，今天就是审判日，大家看我怎么暴杀网络喷子和小仙女就完了。林北，你个小兔崽子还敢过来？我闺女不就在网上吐槽了你几句吗？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能不能大方点？林北，我女儿还要考公务员呢，你这不是害人吗？今天你必须跟法官说清楚，让他们放了我女儿，不然我跟你没完。说吧，多少钱可以放过我老婆？你说个数，老子有的是钱。听到是林北来了，无数被告人家属朝他围了过来。干什么？你们把我围起来想干啥？我们没想干什么，就想求你高抬贵手，钱分量解书，我们可以真诚道歉，还可以给你赔钱。我只负责送他们去见法官，原谅他们是法官的事，其他的事与我无关。年轻人别把事情做得太绝，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呵呵，你脑子是被驴踢了吗？过了今天，我跟你们还有见面的可能吗？不是，我就奇怪了，我闺女又没怎么着你，你用得着跟条疯狗一样咬着不放吗？我闺女可是一本大学毕业，你知道她有多么光明美好的未来吗？你这么做会毁了她的一生。这位大妈，你是出门走得急，把脑子落家里忘带了吗？你女儿什么大学毕业，有多好的未来，跟我有鸡毛关系？我只知道她网暴我，给我的身体和心理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伤害。她的行为触犯了刑法，涉嫌犯罪，就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还重点大学光明未来呢，少在这里做梦了。我告诉你，你这个号呢算是废了，建议你回去之后抓紧时间练个新号吧。可你不是好好的没什么事吗？只要我们把评论删了不就行了？犯得着这样兴师动众吗？说这么多还不就是想讹钱？说吧，你要多少？为了女儿我砸锅卖铁赔给你。这个世界上可不是所有事情都能用钱来解决，你女儿还有其他所有被告都一样，犯的错不可原谅，不把他们送进去，我心难安。林北，你个黑心肠的小可爱，你这么祸害我闺女，你也不怕遭报应？张律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公共场合辱骂他人已经触犯了治安管理条例吧？没错，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对他人进行侮辱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罚款。此外，治安管理处罚法还规定，有追逐拦截他人等寻衅滋事行为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听到没有？你们是自己让开，还是我报警送你们一家整整齐齐的进去？北哥牛皮，会说就多说点，我没别的爱好，就喜欢看北哥对人。我勒个豆，从古至今除了大闹天宫那位，也就只有咱北哥敢开这么大的团。主播没毛病哦，不把他们送进去，我这念头也不通达。那些被告家属们愣了2秒后才回过神来，一个个都要气炸了。你们这么多人围在这里想干什么？知不知道聚众闹事、威胁恐吓是什么性质？各位大部分都是远道而来，难不成想来个拘留所15日游？听到警察的呵斥，众人立马冷静了下来。行了，都散了吧，别挡在法院大门口。小伙子，你也真够胆子大的，竟敢这么直愣愣走过来。不是我胆子大，而是我行得正坐得端，所以没什么好怕的。更何况现场还有警察叔叔在呢，有你们在，所以我就很安心。哈哈，小伙子，你这性格我喜欢。现在人都散了，你们赶紧进去吧。好的，谢谢。老张，好久不见。是啊，好久不见了。不愧是法外狂徒，这人脉就是牛逼啊，跟中院的院长都这么熟。你呀，总是能给我玩出点新花样。瞧你说的，我只是个代理人，只为我的当事人服务。审判长苏贯彻目光复杂地看向林北，这年轻人第一次打交道就搞出这么个大动作，把整个龙国司法界都震动了。身为这个案子的主审法官，都感受到不小的压力，不管判得重了还是轻了，都可能会爆发舆论危机，甚至引发民众对司法的不信任。小伙子好样的，这个社会就需要像你这样较真的人。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不仅仅是为了维权和出气，也是想为肃清网络乱象、杜绝网络暴力出一份力。好，说得好。不过现在已经快到开庭时间，我就不在这里久留了。考虑到这个案子被告人数突破天际，没有那么大的审判庭可以容纳1000多被告同时出庭接受审判，因此龙城中院特案特办采取了分批次审理的策略。林北，你他妈个王八蛋！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你就是帮王舒淇转发了一个黑你的视频，你犯得着这样害我吗？这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么小肚鸡肠的男人？屁大点事非得抓着不放，而且我都给你道歉了，你还想怎么样？就你这种下头男，活该一辈子单身，这辈子吃不上4的菜。面对几人的怒骂和指责，林北并未动怒，敢在庄严肃穆的审判庭骂人扰乱秩序，不用他出手，自然有人会收拾他们。请被告人注意法庭秩序，不得喧哗吵闹，辱骂其他诉讼参与人。今日依照刑法第246条之规定，龙城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依法公开审理网络诽谤、网络暴力一案，由我苏贯彻担任审判长，并依法组建合议庭，现在正式开庭。接着，书记员起身宣读法庭纪律，核实到庭人员身份等，这些都是庭审基本流程。随后，审判长苏贯彻按照程序询问林北是否愿意调解。毕竟是自诉案，从理论上来说，在宣判之前，林北随时可以调解撤诉。不过，已经走到开庭这一步，撤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林北拒绝调解，并请求合议庭对被告从重判处，以彰国法，以正视听，以安民心。哼，调解是不可能调解的。这辈子都不可能调解，只有把你们这些网络喷子小姐女都送进去吃公家饭，才能使我心情舒畅。听到林北这么说，被告们又纷纷开骂。审判长，被告人的态度您也看到了，没有丝毫认罪悔罪的意思，这种人简直罪有应得。原告拒绝调解，正式进入庭审。
原告还有没有需要补充的？自受到网暴以来，本人每天都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非常焦虑，精神状态极差，日常生活也受到很大影响。本人恳请合议庭能够重判严判。就这样，这场庭审足足用了4天，才总算是审理结束。到了第5天，终于轮到罪魁祸首王舒淇接受审判。王小姐，我跟你说，这个案子对你很不利，所以我们只能采取最轻辩护的策略。待会儿你要做的就是认罪认罚，一定要拿出你的态度，赔礼道歉。林北，你个王八蛋，我到底怎么得罪你了？你要这样害我？你可不要乱说话，我什么时候害你了？你还不承认？那天我去找你，你偷拍了视频，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故意等着事情闹大了你才跳出来自证清白，不就是想让我量刑更重吗？你在这装什么傻？你不光害我，还害我爸妈，现在我家都被你毁了。此刻的王舒淇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要不是法警在旁边，他可能都冲上去开撕了。你可真是老母猪戴胸罩，一套又一套啊！难道是我拿刀架你脖子上，逼你写小作文冤枉我的？真可笑！你差点让我身败名裂，人人喊打，现在怎么舔着个脸在这儿说我害你的？可你不是没事吗？再说了，我们可是亲戚啊，你怎么能这么做？我之所以没事，那是因为我幸运，无意中拍下那天跟你说话的全过程，否则只怕我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跑断腿都证明不了自己的清白。至于亲戚，呵呵，当初你故意散布谣言抹黑我的时候，怎么不想着我们是亲戚？现在站上被告席了，即将被审判了，你想起来我们是亲戚了？不好意思，我只跟人做亲戚。王小姐，马上就要开庭了，你要冷静啊。开庭，被告人王舒淇在网络上发布不实信息，诽谤他人，对被害人造成严重伤害，并严重扰乱网络秩序。依据刑法第246条、第293条之规定，构成诽谤罪、寻衅滋事罪，因其是同一行为触犯2条罪名，符合想象竞合，则一重罪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5000元。审判长先生，被告人系同一行为触犯多条罪名，符合想象竞合，不适用数罪并罚，我建议应择以重罪，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王舒淇听到这话后，脸色变得十分难看，连忙扭头看向旁边的辩护人，这是他唯一能够抓住的救命稻草了。不愧是法外狂徒张三老师，果然很厉害。刚开局就让我感受到巨大压力，但我包容心也不是吃干饭的。我苦学法律多年，只为求得今日一鸣惊人。我方认可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但不认可其证明力度。众所周知，审查案件的证据必须遵循3个原则，即证据3性、客观情况下的真实性与案件之间的关联性、取得刑事的合法性。缺少其中任何一个，都可能不被法庭采纳。我方当事人对诽谤罪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愿意向被害人认错、道歉以及赔偿损失。但是，我方当事人并不成立寻衅滋事罪。根据刑法第293条的规定，寻衅滋事罪有4种行为：随意殴打、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并且都需要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而我方当事人只是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发帖，其行为固然构成诽谤罪，但并不符合上述4种情形。因此，我恳请合议庭判定我方当事人寻衅滋事罪不成立。这哥们儿学艺不精啊，虽然有点东西，但是不多。你刚才在那里列举了半天刑法中关于寻衅滋事罪的规定，说得很对。但如果我拿出2高发布的关于办理网络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请问阁下如何应对？解释中的第5条明确规定，编造虚假信息、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符合你刚才说的寻衅滋事罪第4种情形，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完犊子！当年司法考试的时候，貌似就考到这个来着，但好像也许大概不是这么解读的吧。虽然这个司法解释确实有这些内容，但我认为公共秩序指的是公共场所秩序。我方当事人是在网络社交平台发帖，这个并不算。别说了，这个法条不是你这么理解的。暴龙心听到这话，顿时有些不乐意了，有些不服气的说道：“张三老师，虽然您很厉害，但不能这么武断吧？我认为我并没有理解错。你就是理解错了，这法条就是我参与起草编撰的，我还不清楚。”来，我给你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公共秩序并不单指狭义的公共场所秩序，也包括网络秩序。不操，己方律师居然拥有法律最终解释权，好家伙，学法律的碰上编法律的，这你跟谁说理去？鲍律师，你别发呆了，赶紧反驳他呀！我特么请你来给我辩护的，不是让你来当吉祥物的。暴龙心内心暗暗叫苦，对方摆明了就是个挂壁，你让我怎么打？赶紧的，小心我投诉你。我觉得我方当事人发帖之行为，并未达到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程度。首先，寻衅滋事罪被其称为口袋罪，一方面是说很多情况都可以往这个罪名上面靠，另一方面也是指出了这个罪名边界不明的特点。其他刑事犯罪基本都有很清晰明确的界限和定义，比如诽谤罪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足以贬损他人人格，实施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从而构成的犯罪。又比如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欺骗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是就是，不是就不
不是，但寻衅滋事罪不同，边界太模糊了。同一种行为，你说他是寻衅滋事罪没毛病，说他不是寻衅滋事罪也说得过去，具体如何裁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我认为我方当事人的行为并不构成寻衅滋事罪。我反对辩护人所说，被告人之行为并未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言论。被告人发布的第1条微博，通过伪造视频诬陷我方当事人猥亵，浏览量过千万，在网上引起极大关注和讨论度。第2条微博声称其在中学时代80同学是被我方当事人威逼的，再次引起巨大反响，相关话题在各大平台冲上热搜，并由此引发了一场针对我方当事人的网络暴力。仅仅是达到刑事犯罪标准且并未道歉而被提起自诉的就超过1000人，这般程度如果还不算严重混乱的话，那么请问到底要怎样才算严重混乱？此外，被告人先后2次发帖的行为也足以证明其具有明显的主观恶意性，因此被告人成立寻衅滋事罪，而辩护律师方才所言简直是一派胡言。这种逻辑不通、强词夺理的话，就不应该从一个法律人的嘴里说出来。老天啊！如果我有罪，请让法律审判我，而不是让张三喜悦我，这简直就是降维打击。此时连审判长苏冠彻都看不下去了，直接敲响法锤，宣布法庭辩论结束。听到法锤的声音，鲍荣新感动的差点哭了，从未有一刻感觉法锤声是如此动听。被告人王舒淇经过双方律师激烈的辩护，现在本合议庭决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你认不认罪？我认罪，我确实诽谤了林北。没道理啊，王舒淇居然认怂了，这可不像他的风格啊。可是抛开事实不谈，难道他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吗？是林北先骂我们一家的，如果他不犯贱，那我也不会无缘无故的发那个微博诽谤他。而且我严重怀疑林北早就知道我要干什么，却故意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就是要引诱我上钩，否则怎么解释他拍的视频？这分明就是在钓鱼执法。王舒淇越说越激动，嘴巴像机关枪一样，根本停不下来。而且林北明明有证据，不早点拿出来，偏偏要等到话题上了热搜才出来自证清白，明显就是故意加重我的罪名，他这就是故意害我。就因为林北，全网都在骂我，我受到的网暴比他严重多了，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如果我是寻衅滋事罪，那他凭什么不是？他凭什么一点责任都没有？我不服，这是什么狗屁法律？林北，你个臭傻逼，你不得好使！被告人，请注意你的情绪。你个老东西，别在这哇哇乱叫！随着王舒淇的爆吼，顿时现场陷入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全都亚麻呆住了，眼睛瞪得溜圆。苏冠彻没想到，他从书记员一步一步做到龙城中院院长，这么多年还从未在法庭上被人指着鼻子吼过，也从未见过如此胆大包天的被告。至于鲍龙新，则是一脸的生无可恋，先被大魔王 boss 血虐一场就算了，现在还他妈被猪队友被刺一刀。被告人，这里是法庭，不得喧哗吵闹，请遵守法庭秩序。我就不遵守，咋的？你有本事拿枪来打我呀！面对这种失去理智的被告，苏冠彻也懒得和他争吵，直接敲响法锤。经5日连续开庭，本案到此已经全部审理完毕。接下来合议庭会认真分析、仔细研究、酌情考量，3日后开庭宣判。现在休庭。喂，我还没说完，停什么必停？回来，你给我回来！龙城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对于本次大型网络诽谤、网络暴力一案已审理完毕，经合议庭研究讨论、核定裁量，现作出如下判决。被告人王舒淇在网络上发布不实信息诽谤他人，对被害人造成严重伤害，并严重扰乱网络秩序，依据刑法第246条、第293条之规定，构成诽谤罪、寻衅滋事罪。因其是同一行为触犯2条罪名，符合想象竞合，则一重罪，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5000元，另需赔偿被害人精神损失费、名誉损失费等共计5万元，并承担原告所有诉讼费用。被告人朱菲菲依据刑法第246条之规定，构成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被告人李茉莉构成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至此，本次网络诽谤、网络暴力案的3个罪魁祸首分别得到了各自罪名的顶格刑罚，就算请来再牛批的律师也回天乏术。天作孽，有可为；自作孽，不可活。接着，一道道判决被当庭宣读，犹如一柄柄工程巨锤，狠狠地砸在相应被告人的胸口上。所有被告罪名成立，全部获刑，无一例外。至此，这场轰动全网的网络诽谤案也终于是落下帷幕。系统刚奖励的1.8亿限量豪车就被检获了2例意外剐蹭，林北本想上前处理，却没想到有人冒充车主索要10万赔偿。张老哥，现在案子已经完结，咱必须一起吃个饭，让我好好款待一下才行啊！林老弟，我手里还有很多案子要处理，就不在这边久留了。吃不吃饭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以后再有这种具有挑战性的案子，务必找我。既然张老哥你还有案子要处理，那我就不留你了，下次一定好好款待你。好，希望下次唯有惊喜等着我。就在林北也准备离开时，脑海中突然响起系统传来的声音。叮，任务网络小作文已完成，综合评价 SSS 加，恭喜宿主获得 SSS 加级奖励，请问是否查收？没想到竟然爆出了 SSS 加奖励，系统打开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现金奖励300万，现金已经存入宿主银行账户。叮，恭喜宿主获得宗师级疯狗拳精通技能。等等，系统，这疯狗拳是什么鬼？回宿主，疯狗拳是一门无限制格斗术，出自建国后唯一有击杀记录的门派，创始人为爆丸小子陈大师，其招式神鬼难防，其打法无迹可
可循，其步伐杂乱无章，常需搭配尖叫怪叫声，干扰敌人心智。我尼玛，还以为是什么很牛批的技能呢！系统，这 SSS 加奖励不会就这吧？当然不会。叮，恭喜宿主获得超级豪车劳斯莱斯福影 Boat Tail 一辆，全球限量4台，价值1.8亿。车子已停放在路边临时停车位，车钥匙已放入宿主裤兜，相关证件在车内扶手箱，请宿主尽快前去开走。我的乖乖，价值1.8亿的车，简直难以想象是何等神车，真是贫穷限制了想象力啊！说着，林北连忙将车钥匙拿出来，仔细端详了一会，便奔着停车位而去。啊，这可怎么办啊？看着面前这辆被撞出明显痕迹的车，骑车的老大爷吓坏了。而刚赶过来的林北心疼的倒吸一口凉气，正准备说什么的时候，一个穿着黑色大衣、身材高大的青年突然挤到前面。我操！我的车，你个老东西，这么宽的大马路，你都能刮到我的车，你眼睛是长到屁股上了吗？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刚才实在是太滑了。行了，你别跟老子废话，赶紧赔钱。老大爷没想到自己这么一大把年纪了，居然被一个年轻后生一口一个老子的辱骂，心里很是憋屈，但想到自己是过错方，只得把这口气憋回去了。那要赔多少钱？不多，你就赔个10万吧。啥？10万8？老板，这就蹭了点皮，你要我赔10万8呀？老头，你耳朵是长毛了吗？看到没？这是啥？劳斯莱斯小金人，这可是豪车中的豪车。我这车值多少钱？说出来都怕吓死你。我也是看你一把年纪了不容易，要不然你以为这是区10万能解决的？来，你问问周围人，你让他们说10万多吗？这种级别的豪车剐蹭了，只让你赔10万，真心不多。没错，能10万块解决问题，老头你就偷着乐吧。这要是我剐蹭的，车主只跟我要10万的话，我高低得给他磕一个。行啊，有点意思，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我倒要看看这个逼还能干出什么事来。老板，我实在是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你看这钱你先收下，剩下的。老头，你他妈打发叫花子呢？这么点钱够干啥的？说最狠的话，做最难的事，土豪哥没毛病哦。那老头，土豪哥只让你赔10万块已经够意思了，你别蹬鼻子上脸。这个世道可不是谁穷谁有理的，你给人车剐蹭了，赔钱不是天经地义的吗？况且土豪哥都大发善心了，你还想咋地？别说了，待会儿那老头往车前面一躺，说不定车主都得倒给他钱。看着几人你一言我一语，没有一人帮他说话，老大爷心里哇凉哇凉的。你们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我虽然没啥本事，但我还豁不出这张老脸来赖账。老板，车是我撞的，我肯定认，可我实在是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啊！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给你写个条子，剩下的钱我努力卖废品还你。写条子有个坤巴用，回头你找个地方猫起来，我上南找你去。再说了，看你这逼样，指不定哪天眼睛一闭不睁，就他妈过去了。超，真是流年不利。你说剐蹭豪车的肇事者是谁不行，偏偏他妈是个捡破烂的，浑身上下就那么屁点的钱。眼前的男子其实是个扒手，平时干的就是偷鸡摸狗的事情。今晚成功的简单，正准备去老地方找个适龄女青年来一场彩礼日结的恋爱来着，结果正好瞅见停在路边的豪车被剐蹭了，他就想冒充车主搞点钱，可谁曾想肇事者偏偏是个穷光蛋。算了，看你这穷酸样，把你卖的都凑不够10万块，就当老子做慈善了。你给我拿1万，这是拉倒。哎呦，老板，你真的是天大的好人，可这1万我也拿不出来啊。要不老板你给我个地址，我就算卖血我也把钱凑够给您送上门。我真就超了，碰上老子算你走运。来，赶紧把你身上的钱都先给我，剩下的你后面再。老人家你也不容易，就别赔钱了，走吧。青年男子上下打量了林北一眼，见林北穿着普通，根本不像有钱人，青年男子顿时松了一口气。不是，你他妈算老几啊？这有你啥事？老子的爱车被蹭了，让这老头赔钱有毛病吗？用得着你在这里逼逼赖赖的？去，哪儿暖和你上哪儿待着去，别在这里发癫。林北没搭理青年男子。如果这老大爷上来就是一副我穷我有理，我老我牛逼的滚刀肉姿态，那我有的是办法制裁他。但这位老大爷并没有耍无赖，他虽然没钱，但有骨气，也愿意承担责任，抬一手也不是不行。反正我有系统赚钱很容易，这点差损压根不算啥事。小伙子，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别插手。小伙子，你还年轻，这里面水很深，你把握不住的。说来说去不就是道德绑架吗？不容易就咋了？撞了别人车不用赔啊？这是哪里跳出来的圣母婊？你觉得他不容易？有本事你替他赔钱啊！听到周围人的声音，青年男子也是冷笑一声，说道：“小子，我这车可是劳斯莱斯，豪车中的豪车，你打工一辈子都买不起一个车轱辘，要是送去4S 店定损，50万以上一点问题没有。不过小爷我有的是钱，而且看着老头确实挺可怜的，所以才大发慈悲，象征性的让他赔1万。你他妈倒好，跳出来装醉掉的，咋的？你让他走了，你给我赔啊！现在你是心高气傲，等定损单出来，我让你生死难料。”林北脸色一沉，没有跟对方废话，直接把车钥匙掏了出来。你他妈拿个打火机出来想干啥？你以为给我点根烟这事就完了吗？现在我说他不用赔钱，有问题吗？卧槽，假里鬼碰到真理赔，这下完球了。那个啥，兄弟，谁是你兄弟？别搁这儿跟我套近乎，我可从来不会跟你这种心术不正的人做兄弟。还有，这车什么时候过户成你的了？我这个车主咋不知道？误会，这都是误会。那啥，是我看错车了，我还以为是自己的车被撞了，一时着急没注意看，实在是不好意思。那个谁，老头，我也跟你说声抱歉。说完，青年男子便想离开。哥们儿，你犯法了知道吗？这就想走，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麻烦谁帮忙报个警？小子，你找指示吧，滚开！哟，黑社会啊！小子，我劝你别跟我硬碰硬，我受的是伤，你丢的是命，撒冷的滚开！
你很会打嘛？你会打有个屁用啊！出来混要有常识，要讲法律。你是真不知道昆山龙哥是怎么没的？我拦你是见义勇为，你动武是故意伤害，我在反击，那叫正当防卫。说打屎是吹牛逼，但一失手也没准，而且还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不信的话，你就试试。就在双方对峙了一会后，警察赶回来带走了青年男子。小伙子，我撞了你的车，我得给你赔钱了。林北没说话，拎着钢筋来到三轮车旁，单手把车扶了起来。大爷，你撞我的车，我砸你的车，咱们扯平了。小伙子，你是好人，真的谢谢你了。我撞了你的车，你没让我赔1分钱，我这心里过意不去。这谁的钱都不是打工刮来的。行了，大爷，真不用你赔钱，我赚钱比你容易，这点小剐蹭对我来说不是啥事儿，别放在心上。见老大爷还是坚持要给钱，林北实在拗不过他。要不这样吧，我晚饭还没吃，正好饿了，你请我吃碗面，这事儿就过去了，行不？那好吧。好心大爷资助贫困学生3年，却没料到他早已辍学，其父母更是理所应当的以孩子上学为由，继续向大爷索要钱财。钱了，老头，什么时候寄过来？这都开学1个多星期了，学校一直催着交学费呢，你再拖着不给钱，我家孩子可就只能出去打工去了。不能让孩子去打工啊！现在这年头，读书上学才是唯一的出路。你让孩子出去打工，可能他这辈子都翻不了身了。我也不想啊，可现在学费凑不齐，我有什么办法？你当初可是承诺要供我家孩子大学毕业的，现在他才高3，正是最关键的时候，你不会舍不得给钱了吧？你千万别多想，这个学费我肯定会想办法凑齐的。我们村里过几天有些年轻人就要去南方打工了，你最好赶紧把钱给我寄过来，要不我就让我家娃跟他们一起出去打工。看到老大爷眉头紧锁，一副焦急的样子，林北便开口询问道：“冯大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几年我一直在资助一个贫困学生，已经从初中资助到高中了，还要继续资助他到大学毕业。除了学费之外，对方家里经常打电话过来要钱买衣服、鞋子、文具、参考书啥的，基本上每次卖废品的钱都被要走了。这不，现在又打电话过来要学费、书本费、资料费，杂七杂八的，加起来要8000块钱。之前我已经凑了5000寄过去，现在还差3000呢。小林啊，你肯定上过大学吧？你应该比我更清楚读书的重要性。那孩子还没成年，早早进入社会，很容易走上歪路的。这冯大爷的善举，跟当年那位被评选为感动民国人物的白老一样，让人打心底钦佩。可刚才电话里那个女人的声音，却让人非常不爽，语气里没有半点尊重，还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仿佛冯大爷欠他的1万，甚至怀疑送孩子去打工来威胁冯大爷。没想到这世界上竟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冯大爷，你是一片好心，可刚才那女人的态度，明显是将你当成冤大头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你欠她钱呢。她这种人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我也知道她态度不好，但不管怎么样，孩子是无辜的，总不能因为他妈态度不好就让孩子没学上吧？那也不能任由他们这样吸你的血吧？现在国家政策这么好，我就不相信他们夫妻2个人还供不起一个孩子上高中，咋了？他们是没手没脚，还是遭过啥天灾人祸啊？这倒是没听说，我只知道他们家很穷，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他们就算再穷，好歹2口子挣钱，现在顶多也就40来岁吧，怎么好意思动不动就跟你要钱的？而且刚开学哪用得了8000块？这不狮子大开口吗？冯大爷，你只是好心资助，可现在他们明显是把你当成提款机的节奏啊！照这样下去，他们的胃口只会越来越大，直到榨干你，估计才会罢休。面对林北的提醒，冯大爷神情恍惚，表情纠结。虽然知道对方有问题，可有问题的是家长，孩子是无辜的，他实在是不忍心让一个还没成年的孩子被迫离开校园，过早步入社会。小林，你说的我都懂，可读书几乎是那孩子唯一有可能改变命运的途径。我反正都是半截入土的人了，手里头留着钱也白瞎，倒不如拿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这钱花在孩子身上，总好过浪费在我这个糟老头子身上。这一刻，林北做了个决定，他觉得一个善良可敬高尚的老人不应该被人欺骗，他一番善举更加不应该被人践踏。冯大爷，你也别为了钱的事儿着急上火的。这样吧，明天我跟你一起去这个孩子的学校打探一下情况，如果确实困难，那这个钱我替你出了。怎么能让你出呢？算我借你的。见冯大爷还是那么执拗，林北也没说啥。第2天一早，林北就带着老大爷来到了黑水一中。2位好，我是黑水一中副校长贾光明。贾校长你好，资助人是这位冯大爷，他资助的对象是一个叫朱旺的高3学生。我们这次来呢，主要是想了解这位同学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如果有什么困难的话，我们也会伸出援助之手。看到资助人居然是这个穿着破破烂烂的老人时，贾光明顿时肃然起敬。原来如此，失敬。2位请稍等。小李，你给我调一下朱旺的档案。对了，再把他班主任喊来。校长，我在档案库里没找到朱旺的档案，学生系统里我也查了下，压根儿就没有这个学生的入学记录。档案和记录都没有吗？你的意思是我们学校压根儿没有朱旺这个学生？是的，校长，他根本就没有在我们学校办理入学。什么后生？你是不是搞错了？那孩子叫朱旺，朱是朱元璋的朱，旺是看望的旺。他今年读高3，过年前期末考试全年级排名前100，学习很好的。老大爷，我确定没有搞错。怎么会这样？昨天他妈还给我打电话说学校要8000块钱学杂费，再凑不齐就让孩子退学的。冯老先生，我听你说那个朱旺上初中你就开始资助他了对吧？你还记得他初中是在哪个学校吗？应该是3中，对，就是3中。好，请稍等一下。老张，是我，有个小事需要找你帮忙。是这样的，你们学校有一个叫朱旺的学生，应该是前几年升上你们学校的，你帮我查一下。
哦，是这样啊，我知道了，谢了老张。挂断电话后，贾光明看向冯大爷和林北说道：“老先生，我刚才给三中校长打电话，朱旺之前确实在三中上过学，不过他在初三的时候跟同学打架，下手没轻没重的给一个孩子打伤了，反正挺严重，赔了不少钱。后来他就退学了，连中考都没参加。”贾光明这番话彻底打碎了冯大爷内心深处残留的那一丝希望，他没想到自己一片好心被人狠狠地践踏了。就在林北准备安慰几句时，冯大爷的山寨手机突然响起：“喂，凑够钱了没有？今天学校老师又催了，全年级就剩我们家小旺还没交钱，你这一直拖着是几个意思啊？现在小旺可是最关键的高三，他要是因为学费的事情影响了学习，到时候考不上好大学，你负得起责任吗？实在不行你卖下去啊，多卖几次不就有钱了吗？”李桂兰，你还在这里满口瞎话！朱旺早在初三就辍学了，要不是我来黑水一中了解情况，还不知道要被你骗到什么时候。啊，这你都知道了，不过知道又能咋地？没错，小旺初三就不上学了，但这跟你有关系吗？还专门大老远跑过来调查，不想给钱就直说。你怎么能这样说我？我说的有问题吗？你以为你是什么大善人啊？你给我们家钱还不就是图个好名声吗？我们拿钱，你的名声谁也不欠谁，就那2个臭钱，你还想高人一等啊？这时林北实在看不下去了，从他手中拿过手机，冷声道：“冯大爷资助朱旺是为了让他完成学业，他退学后就不应该再享受资助，可你还是以朱旺上学各项费用为由继续向冯大爷要钱，这已经涉嫌诈骗，立刻把这些钱一分不少还回来，否则我们将通过法律途径维权。”你又是哪根葱？这里有你啥事？闲着你了，钱是那老头自愿给的，我又没拿刀逼他给钱，头一次听说捐出去的钱还能要回来的，还法律途径，真的笑死个人了。咋了？是活不起了吗？活不起就去死，别来这里恶心人。就算是给流浪狗喂几块大补头，他还知道摇摇尾巴呢。可这女人吸了冯大爷5、6年的血，非但没有半点感激之情，反而还能说出这种狗屁话。行，你可太行了。既然你这么给脸不要脸，那就别怪我把你送进去。冯大爷，这李桂兰的态度你也看到了，你对他们一家掏心掏肺，可他们一家却只想吸干你的血，这事儿可不能就这么算了。那些钱就算拿去喂狗，也不能便宜了他们一家子白眼狼。钱必须要回来，人也必须送进去。可是小林，这钱真能要回来吗？还有把人送进去是什么意思？送到哪里？冯大爷，你给朱旺捐钱是为了什么？自然是为了让他完成学业。这就对了，你捐钱的目的是为了让朱旺完成学业，也就是说，你给他们家的每笔款项，其用途都是教育。可朱旺在初3就辍学了，之后的时间里，李桂兰还继续以上学为由跟你索要财物，其目的肯定不是为了供孩子上学，这种行为就涉嫌诈骗罪，这是刑事犯罪，他们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对了，冯大爷，你有没有跟朱旺一家签什么资助合同之类的？林北问完，冯大爷却苦笑着说道：“有的，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只是想着让孩子有书读。不过我打钱的时候都会备注用途，因为我年纪大了，脑子不好使。李桂兰每次打电话过来要钱，我都会在本子上记着，不记着点，很可能转头就忘。”说着，老大爷拿出一个笔记本，林北将其拿过来，粗略的看了一下。好家伙，谁家贫困生上个高中每年能花3万块，而且学杂费让冯大爷出也就算了，连买鞋买衣服、感冒发烧、买自行车的钱都找冯大爷要，真是小刀划屁股开了眼了。这个金额很行，已经达到诈骗罪数额巨大的标准，3年以上10年以下没得跑了。怎么样，小林，这个有用吗？有用，这个笔记本加上转账备注，再加上昨晚和刚才打电话的录音，这些证据差不多够了。那个林先生，冒昧的打扰一下，你是律师吗？不，我只是一个法律爱好者。接上集，林北带着老大爷上李桂兰家索要被骗的8万块钱，却没想到他们一家不仅死不认账，甚至还继续以孩子上学为由道德绑架老大爷。无奈林北只好出手将其送进局子。没想到那老东西心眼还挺多，就不能先把钱打过来后再去调查吗？真是有病！妈，你说谁有病呢？还有那钱什么时候才能打过来啊 ？Rock 搞活动可只剩最后3天了。看到儿子出来，李桂兰一张老脸立马笑得跟菊花一样灿烂。宝宝，你饿了没？妈妈给你做点好吃的。少说这些有的没的，我问你钱呢？我买电脑的钱呢？宝宝，你别生气啊，钱的事情妈妈一定会想办法的。不是，那老壁灯还没打钱吗？以前每次他都按时打钱的，这次怎么拖这么久？不会是老年痴呆了吧？那老东西可没痴呆，恰恰相反，他精明着呢。这不，我刚才打电话问他要钱，却没想到他专门跑到一中去调查，发现你没在那上学后，立马翻脸说啥都不给钱了，而且他还想要回以前给的那些钱，真是有病。那钱是他自愿给的，凭什么要回去？想给钱就给钱，想要回去就要回去，拿我们当什么人了？听到冯大爷不给钱，朱旺怒了。啥玩意儿？不给钱了？他凭什么说不给就不给了？凭什么？我上不上学跟他有勾搭关系？就连我爸都管不了我，他凭啥管？超，直接给钱就行了呗，费这么多话干啥？我不管，我就是要钱，我要买 Rock， 不然活动结束就涨价了。宝宝，你先不要闹了，少废逼话，我要钱，我要 Rock， 不给我买，我就死给你看。好好好，买，我一定凑够钱给我家宝宝买那个什么机。是 Rock 是高档游戏本，而不是什么机。到达目的地的林北和冯大爷在看到这么一幅场景后，两人顿时脸色变得有些怪异。好家伙，谁家贫困家庭房子修这么好？哪个贫困生穿得起一身名牌，能买得起 Rock？ 你们是干嘛的？怎么，李桂兰，你连这位老大爷都不认识了吗？这糟老头子我上哪认识去？没啥事赶紧走，别在我们家门口碍事。李桂兰，你就是这么对待资助了你儿子3年多的好心人吗？哦，原来是你啊，冯永信。听到是冯大爷，朱旺连忙撒丫子跑了过来。老登，快报点金币！
你说什么？你这老登真他妈墨迹，赶紧给钱了！对啊，赶紧给钱！我们可是一直拿你当大恩人的，平时睡前饭后还经常替你祷告，求菩萨保佑你。而且你也说过要资助我儿子，一直到大学毕业。你别管他上没上学，反正你算好年份给钱就行。按照正常时间推算，我儿子现在才高3，你还得资助他4年半呢。别想耍赖，快点给钱！没错，赶紧给钱！我现在等着急用呢。你们，你什么你？别搁这跟我逼逼赖赖哦！快点给钱！怎么？你们想抢劫？你特么算哪根葱？快滚开！林北没有理会朱旺，冲着李桂兰说道：“冯大爷资助你儿子是为了让他顺利完成学业，他给你们家的钱也都是给朱旺上学用的。既然他都辍学了，你为什么还跟冯大爷要钱？我儿子上没上学跟你有啥关系？你家是住海边吗？管得那么宽？冯老头给钱确实是说让旺旺上学用的，但他跟我们家非亲非故的，咋地？就那2个臭钱，还想左右我儿子的人生啊？什么玩意？原本还想着怎么才能更好的套出他的话，没想到他倒是自觉，居然主动说出来。有他这话，证据链基本就完整了。”他还是个孩子，该上学的年纪不上学，他未来的路就窄了啊。对啊，你也说了，他还是个孩子，他喜欢做什么就去做好了，为什么非要逼他去上那个破学？我就看不惯现在某些当爹妈的，口口声声为了孩子好，哼，其实说白不过就是指望孩子以后孝敬他们罢了，自己都没做到的事，为什么要强加在孩子身上？我可是最开明的母亲，只要我宝贝儿子开心快乐就足够了。我对你那些狗屁育儿经验没兴趣，我这次过来就是让你还钱的。从你儿子朱旺退学到现在，你一共向冯大爷要了多少钱？这些钱你必须一分不少的还回来。什么？还想要钱？这老头捐款可是他自愿的，哪有送出去的钱又要回去的道理？我们凭本事拉来的资助，凭什么还回去？再说了，我们家可是贫困户，上哪儿给你弄那么多钱去？口口声声贫困户，可你看看你儿子那一身的名牌，哪里有贫困户的样子？谁家贫困户买电脑动不动就 rug？ 冯大爷自己都穷困潦倒了，却还省吃俭用，攒了钱打给你们，就是希望你儿子不会因为钱的问题而上不了学。可你们一家子倒好，居然把冯大爷的血汗钱拿来挥霍，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李桂兰见林北不好惹，转而冲着冯大爷喊道：“冯老头，别搁那儿装傻，你倒是放个屁啊！当初你可是一副大善人的姿态，让我们一家对你感恩戴德的，亏我儿子还说把你当成他爷爷，以后要给你披麻戴孝，给你送终，你可倒好，自己赚足了名声，还让我们千恩万谢。现在居然想把钱要回去，不可能！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没有这样的道理。”冯大爷被气得说不出话来，李桂兰却还不罢休：“我当初真是瞎了眼，还以为你是大好人呢，没想到你居然能干出这种缺德带冒烟的事情来，赶紧滚，别在这碍眼！我有必要提醒你一句，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诈骗，这是犯罪。又还犯罪呢？那你倒是报警啊！行啊，像你这种要求，我这辈子都没见过。既然你诚心诚意的要求了，那我就大发慈悲的满足你好了。”说完，林北便带着冯大爷离开了。2位，你们提供的材料非常齐全，根据现有证据来看，对方确实涉嫌诈骗罪。警察同志，那该死的骗子不光骗了冯大爷的血汗钱，更加伤害了他的善心，请你们一定要把钱追回来，让骗子付出应有的代价，给冯大爷主持公道。放心，情况我们已经了解，这个案子我们会高度重视。等传唤书申请下来后，我们就会把嫌疑人带回来接受调查。2位回去安心等消息即可。宝宝，快去吃饭了，妈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哦。我不吃，我只要钱。宝宝，你还在长身体呢，要好好吃饭才行。你看你都瘦了，钱的事儿你别担心，等吃了饭，妈妈带你去龙城找那个老不死的要钱去，说好的资助你到大学毕业，现在还有4年半呢。他想撤就撤，凭什么呢？他要是不给钱，我们娘儿俩就赖在他家里不走，我还真就不信了。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厚脸皮的人？真的吗？真的能要到钱吗？当然是真的，妈妈怎么会骗你呢？就在李桂兰哄她宝贝儿子时，一阵警车声突然传来。宝宝，你乖乖吃饭啊，妈妈出去看看热闹，也不知道是哪个倒霉蛋要被警察抓走了。你就是李桂兰吧？李桂兰是哪位？我不认识啊。行了，李桂兰，别搁着装傻。我们是黑水县派出所的民警，我叫杜鑫，这次过来是有个案子要找你了解情况，要不我们还是进院子说吧。进什么院子？我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倒是你们穿着这身皮来我们家门口，这让别人看到了，还指不定传出什么闲话呢。有什么事就在这说，说完了赶紧走。李桂兰本想给你保留点脸面，既然你不接受，那就别怪我们不保护嫌疑人的隐私了。我们接到群众报警，怀疑你涉嫌诈骗，现在对你进行刑事传唤，这是传唤书，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啥玩意？诈骗？不是你们这些警察怎么回事啊？调查清楚了吗？随随便便就抓人？我一个小学文化的妇道人家，我能诈骗谁啊？你诈骗谁了？你诈骗一个拾荒老人，而且数额高达8万多元。原来是那个老东西去报的警。警察同志，这是天大的误会啊！那老东西当初可是说好要资助我们家旺旺到大学毕业的，现在算起来还差4年半呢。可他突然就反悔了，还想让我把之前资助的钱还给他。你说这自愿资助的钱哪里还有要回去的道理？而且我们家可是贫困户啊，一开口就是8万多，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这老东西一把年纪真是脸都不要了，为了这点钱居然去报警，亏我一直还当他是大恩人呢，我呸！听到这话，杜鑫面沉如水，也是懒得跟这种人渣废话。行了，李桂兰，有什么话跟我们回去再说，现在请你配合执法。配合什么配合？我配合不了，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肯定跟那个老东西是一伙的。说吧，你们收了多少黑钱？
如果你觉得我的执法有任何问题，或者你对我有任何指控，完全可以向我的上级部门投诉，或者向督察部门举报。你也可以去法院起诉，这是你的权利。但是现在你必须配合执法，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否则我们将对你采取强制措施。还强制措施呢？您倒是强制一个我看看。警察见状也没继续废话，直接将李桂兰给带走了。凭什么我不向他道歉就得退学？你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吗？你知道孰是孰非吗？上来不分青红皂白就偏袒他，我看你是跪得太久，忘记怎么站起来了吧？接上集，林北在报完警后，因为冯大爷的爱心事迹，让他也产生了做慈善的念头，于是就在当地找了家慈善机构，大手一挥捐了500万。做完这一切后，林北便立马开着租来的牧马人返回盂县，因为他今天还要送妹妹去学校报道。Fuck you, you stupid bastard who doesn't have long eyes. 看着挡在自己前面出言不逊的家伙，林北眉头一皱：“你嘴巴最好给我放干净点。” What fuck？ 接着，这个外国人便发出一阵阵刺耳的鸟语，姿态非常嚣张，当即引得周围学生纷纷侧目。不用想，这些肯定都是骂人的脏话。林北也没惯他毛病，反手打开兑换商城，花了80万积分兑换了个高级英语精通技能。反正现在积分多得很，不用抠抠搜搜的。Is something dead in here? It stinks just like you. 听到这话的外国人快被气炸了。Fuck you, you yellow-skinned monkey. I can easily crush your head with just one hand. You are indeed very strong. After all, the result of the triangle selection, can you not be strong? You piss me off. I'll kill you. Fuck you. I'm an excellent international talent. And you dare to beat me kneel in front of me immediately and lick my toes. Pray for my forgiveness. Otherwise, believe it or not, a word from me will make you unable to stay in this university. 显然这个外国人是在大学里作威作福惯了，以为龙国大学生都是软柿子，可以随便揉捏，但他却没料到林北根本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不吃他这套。When did garbage dare to call itself an excellent talent? What a joke! Just now you said something insulting to my compatriots. Immediately apologize. My dragon kingdom is a state of etiquette, but that doesn't mean you can bark wildly in the land of the dragon land. 好，说得好，这些家伙在学校里目中无人，作威作福，我早就看他们不爽了，今天居然还敢辱我龙国，不能忍，必须让他道歉。就在众人义愤填膺时，一道愠怒的声音传来：干嘛呢？这么多人围在这里闹哄哄的想造反啊！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的在学校门口就敢聚众闹事，还有大学生的样子吗？真是不像话。克姆斯同学，让你受委屈了。赖主任，我对你们学校非常失望。我离开家人远道而来，是因为我对龙国文化非常喜欢。可你们龙国人就是这样对待客人的吗？如果我在这里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让我的同胞们知道了，他们会怎么看？那时你们龙国的名声也将彻底败坏。克姆斯同学，真的非常抱歉，这是误会，我们真的……我不想听你这些废话，我要他们全部向我道歉，尤其是这个黄皮猴子，他歧视我的肤色，侮辱我的种族，必须给我跪下道歉。你立刻向克姆斯同学道歉。你算哪根葱？你连我都不认识，我是政务处主任赖飞龙。就你也配叫飞龙？依我看，赖爬虫更适合你。你说什么？出言不逊，目无师长。有你这样的学生，简直是我校之耻。你的言行完全就是在给我们学校抹黑。说你是哪个学院哪一级的学生，叫什么名字？好大的官威啊！赖主任，怎么你问我的名字是要处分我吗？还是想开除我啊？如果你坚持拒绝向特姆斯同学道歉的话，那我不得不慎重考虑，你这样的学生是否适合继续留在我们学校。凭什么我不向他道歉就得退学？你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吗？你知道孰是孰非吗？上来不分青红皂白就偏袒他，我看你是跪得太久，忘记怎么站起来了吧？你还记得你是什么人吗？屁股怎么能这么歪？好一头数典忘祖的牧羊犬！你家列祖列宗要是知道他们的后代居然出了你这么个丢人败兴的玩意儿，估计都得气得掀开棺材板跳出来。有道理，骂得好，骂得妙，骂得呱呱叫。谁在这里起哄？还想不想毕业了？想不想要学位证了？少在这儿逼逼赖赖，瞎唬谁呢？你跪舔你哥是你的自由，毕竟狗都喜欢吃屎，我们懒得管。但你别拉着别人跟你一起跪舔，恶不恶心？你们懂什么？学校引进留学生是为了跟国际接轨，是为了文化交流，是为了彰显我大国风度。这些留学生漂洋过海，远道而来是客人，我们龙国作为东道主，难道不应该热情款待吗？你们在这里以多欺少，欺负留学生同学，不但会破坏我们两国的关系，也会让我们龙国在世界上声誉扫地。都说学生是一个国家的未来，可看看你们一个个的烂泥扶不上墙。你可得了吧？什么时候跪舔都能这么理直气壮了？引进留学生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国际接轨也好，文化交流也罢，这也都是大势所趋。但这并不代表留学生就可以高人一等。我泱泱大国，何曾视若他邦？我炎黄子孙，又何曾对外族卑躬屈膝？好兄弟，会骂就多骂点，让这赖爬虫好好清醒清醒，支持正义暴杀，支持正义辱骂。赖飞龙嘴角抽动两下，脸色异常难看，咬牙道：干什么都干什么，你们是大学生，不是市井流氓，别动不动把跪舔这种粗鄙的词汇挂在嘴边。我照顾和优待留学生没别的原因，
完全因为他们都是杰出人才。就比如特姆斯同学，他不但为学校引进了他们国家优秀的文化，而且他本人各项成绩也十分优异，是优秀留学生代表，更是难得的人才。这么杰出的人才，我们学校给点鼓励和优待，难道不是应该的吗？你们与其在这里嫉贤妒能，心理不平衡，不如把心思放在正事上，好好提升自己。当你们跟留学生同样优秀的时候，该有的待遇自然就有了。对于这一番话，林北肯定是不信的，所以他决定求证一下，当即掏出手机鼓捣起来，看看这所谓的杰出人才成绩到底如何。好家伙，6年前入学，现在还卡在大4没毕业，这是留级了多少次？哦，原来这个尼哥各科专业课成绩就没有超过20分的时候啊，怪不得留级呢。赖主任，你管这玩意儿叫优秀留学生、杰出人才？不操，真的假的？专业课连20分都拿不到？我之前一直以为这些留学生虽然素质下水道，但成绩应该天花板，没想到原来成绩跟素质一样下水道。这个我可以作证，我刚上大1的时候，在社团里认识个大3学长，他跟我说过，他们班有个叫特姆斯的，每次考试成绩都垫底，那位学长都毕业2年半了，没想到特姆斯还在大4，我只能说666啊！你管这叫高级人才？这怕不是高级猪才吧？就这种在自己国家都没人要的垃圾，来了我们龙国，摇身一变就成高级人才了，呵呵，真是讽刺。赖飞龙张了张嘴，刚想说什么，但林北直接开口打断了他的话。我真的不明白，无数龙国学子10年寒窗苦读，无数个日夜起早贪黑，奋发图强，好不容易考上心仪的大学，结果还要遭到如此不公平的对待。而这些考试10几分，比文盲也好不到哪儿去的尼哥，却被当作杰出人才，还能享受学校的各种优待政策，这是为什么？赖主任，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呵呵，既然赖主任对他这么追捧，我觉得你应该给自己刷上黑色涂料，直接去黑州生活，那里才是你的天堂，别赖在龙国污染环境。虽然特姆斯不是很能听懂大学生们的议论，但那些刺耳的字眼他还是能听明白，这让他愤怒不已。该死的，你们这些杂碎竟敢侮辱我！特姆斯同学，你先消消气，我这就叫保安过来。保安都瞎了还是聋了？没看到这有人聚众闹事吗？赶紧滚过来！赖主任，来了！哎呦喂，您这是怎么了？谁把你气成这样？少废话，给我把监控调出来，我要看看到底是哪些个没素质的学生，居然敢在校门口公然侮辱同学，顶撞校领导。我们学校庙小，可容不下这么无法无天的大佛。嗨，赖主任，您看这赶小了不是？校门口监控处故障了，我这正准备报上去呢。啥意思？没监控？那 Fuck you！ 你立刻给我把这几个人抓起来，他们竟然敢伤害我，我要他们全部给我道歉。女网红为了博取流量，竟在街头做起了渣男测试，上演各种小动作勾引林北。就在众网友以为林北把持不住了时，林北的操作直接惊呆了众人。小姨，这么做真的没问题吗？林北这个人可不好惹啊。眼前这个美艳的女子叫吴梦梦，是小红书平台的一个博主，视频主打内容就是以性别对立来博取流量。梦梦，你就说你想不想进步吧。小姨，我实在太想进步了。那你就听我的。梦梦，你现在粉丝有70多万，确实挺不错的。但你要知道，自媒体这行不入100万终为炮灰，70、80万和100万看似差距不大，实则完全是2个世界。达到100万粉丝，你的名气和收入都会有质的飞跃。可按你现在的发展趋势，粉丝量别说破100万，就是超过80万都很难。想要突破自己，你就得敢于尝试。接着，吴梦梦小姨耐心的给吴梦梦分析起来。那个叫林北的现在有多火，你也看得到，3天2头的上热搜，就跟在热搜上买了房一样，这么大一块流量池就摆在那里，你看着不眼红啊？另外，别看林北在抖音上混得风生水起，可他在微博和小红书平台名声却很烂，原因你懂的。梦梦，你想啊，林北本人都能全网爆火，如果你打假成功，只会比他更火。吴梦梦小姨在那一个劲儿的劝着不停，越听吴梦梦眼睛越亮。小姨，你不愧是在电视台工作过的，就是有经验。那些臭男人没一个好东西，脑子里装的都是那些龌龊事，区别只在于有的表现在明面上，而有的则隐藏得深一点。天下乌鸦一般黑，相信林北也不会例外。别看他在网上一副正人君子，说不定心里面黄的流油，估计被车撞死之前都得硬撑着把手机格式化了才敢咽气。一本姑娘的姿色，我就不信他能把持得住。没错，你这么想就对了，只要你能揭露他的真实嘴脸，那么林北塌房之日就是你火爆全网之时。好，那现在我们就出发找他去吧。另一边，林北闲来无事在公园溜达，别问为什么不回家，问就是最近没有遭遇道德绑架了。他很是怀念对人的日子，但殊不知一场针对他的阴谋正在悄然展开。兄弟姐妹们，下午好呀！今天梦梦要进行一场特殊的直播。现在很多网红都是当面一套，背面一套，网上一套，现实一套，在网上大力虚假人设圈钱，其实现实中很可能是另一副嘴脸。比如网上恩爱甜蜜的情侣，很可能只是同一家 MCN 公司的签约网红在演戏。比如网上靠夸张的肢体动作和表情翻唱歌曲的人间尤物，现实中却诈骗单亲妈妈的钱。又比如网上弹着吉他唱红歌的网红歌手，真实身份却是缅北电诈团伙成员。网络世界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让人难以分辨。最近有个网红横空出世，迅速火爆全网，被称为互联网嘴替，受到无数人的追捧。可他真的值得大家的追捧吗？今天梦梦就要对这个大网红进行一系列测试，揭露他的真实面目。互联网嘴替，你说的不会是林北吗？要我说，只要是男人，面对梦梦这样的大美女，肯定都会把持不住。天底下男的就没一个好东西，都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表面正经，内心肮脏。支持小姐姐测试渣男，让大家都看清楚那些臭男人的真实嘴脸。好了，观众朋友们，
梦梦要去了，请大家跟随梦梦的脚步，一起揭开虚伪网红的真实面目，请大家为我加油哦！我靠，现在的直播尺度都这么大的吗？小哥哥，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是大学生，出来找兼职，被骗光了钱，现在身无分文，你可以请我喝杯星巴克吗？我真的太口渴了，只要请我喝杯星巴克，我就可以给你微信好友位哦。听到这话，林北眼神顿时变得有些怪异。这人长得倒是挺好看，但脑子是多少有点问题。看他这一副风尘样，从头到脚哪里像个大学生，而且一开口就要别人请他喝星巴克，多大的脸啊！来，你打开微信，把手机给我。哼，还以为要多费点心思呢，现在看来一点难度都没有嘛。我去，这么容易就上钩了？红梅难忍，我很懂你哥们，加微信好友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嘿嘿嘿。林北在一番操作之后，把手机还给了吴梦梦，结果低头一看，直接傻眼了。15万，小哥哥，这哪来的钱啊？这是你的微信备用金，以后急用钱的时候可以随用随取。吴梦梦瞪着她的卡姿兰大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林北。所以你给我申请了网贷？对啊，有这些钱，你想买多少星巴克都行。卧槽，这男的有毒吧？不帮忙就算了，怎么还能这样恶心人呢？不愧是我北哥，这波操作我直接给82分，剩下的18分以666的形式给出，以免你骄傲。小到了，小到了，3句话让一个女人欠贷15万，明天去见丈母娘，她跟我要彩礼，我直接一句，阿姨把你的手机给我一下。小哥哥，你可真是个幽默风趣的人呢，想必你请的星巴克也肯定会更好喝吧？小哥哥，只要你主动一点点，我们之间就有可能发生一些美妙的故事哦。林北眉头一皱，他正看到小说的高潮剧情，结果这女的非要过来，一个劲巴巴的不停。我不想请你喝咖啡，也没兴趣跟你发生什么故事，你去找别人吧。小哥哥，你是不是在跟人家玩欲擒故纵啊？真是个坏蛋！这娘们看起来不像好人啊，谁家正经人穿这么露，还在路边勾引男人，我得赶紧溜溜球。喂，我这么一个大美女，让你请喝咖啡是你的荣幸，这种好事多少人打着灯笼都找不着，你居然无动于衷，你还算个男人吗？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立刻马上去给我买一杯星巴克的冰美式，我就考虑原谅你了。小姐，你管谁叫小姐呢？你才是小姐，你全家都是小姐。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吴梦梦似乎也意识到自己方才有点过于激动，赶紧调整好了情绪。你问吧。请问你是吃错药了，还是忘记吃药了啊？你……我寻思，但凡是个正常人，都不可能在大马路上随便找个陌生人就非要缠着对方请他喝咖啡，还搔首弄姿抛媚眼的。可你偏偏做了这种很不符合常理的事情，那我只能理解为你有病，可能是吃错药了，或者忘记吃药了。你说我有病，你居然敢骂我？我可是女孩子啊！你一个大男人居然骂我！我长这么大，我爸都没骂过我，你凭什么骂我？你爸不骂你那是惯着你，可我又不是你爸，凭啥你会觉得我也会惯着你？吴梦梦被骂得有些懵逼，正准备反击，林北又开口了：“你看你年纪轻轻，长得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的，干点正经事儿不好吗？大白天的故意搔首弄姿，暴露身体，还有没有一点基本的羞耻心？”大清都亡国多少年了，你居然还会有这种封建思想？我们女孩子穿自己喜欢的衣服，用得着你来指手画脚吗？拜托你睁开眼睛看看世界吧，你看看人家西方国家多开放多开明，那里的女孩子想穿什么就穿什么，从来都没人说3道4，只有内心龌龊的人才会看什么都不干净，你自己心里肮脏，别把别人想得跟你一样。吴梦梦这一番怒对引起了直播间不少观众的共鸣和赞同。姐姐说的太好了，社会就是因为有很多像林北一样的猥琐男，才这么恶臭，才这么让我们女孩子没有安全感。就是我们想穿什么就穿什么，关你屁事！看看人家漂亮国，发达的不只是经济和科技，还有思想。再看看国内，都像是一群活在上个世纪的封建遗老，我真的会谢，就是这种人拖慢了我们国家的发展。主播，如果你有对象，请把衣服穿好，这是对另一半的尊重；如果没对象，请把衣服穿好，这是对自己的尊重；如果是出来卖的，请明码标价，这是对消费者的尊重；如果只是博眼球的，请穿的再少一点，因为我没看够。这条弹幕虽然言辞不算犀利，但杀伤力不俗，简直是盖伦出轻语，沉默又破防，直接让不少人哑口无言。女主播为了爆火，竟在街头直播勾引林北，结果林北反手报警，举报她从事卖淫活动。我没兴趣跟你做无谓的口舌之争，就问你一个问题，你敢不敢穿着现在这一身衣服到你爸面前，故意弯下腰做挤胸动作？吴梦梦神情一滞，想反驳，却又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就在这时，林北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喂，你好，我的车修好了是吧？那你给我送到广场路边吧。挂断电话，林北便往停车位走去。梦梦别愣着了，快跟上去啊！他刚才肯定是跟你摆谱呢，你这回遇到高段位的了，相信只要有点耐心，必能拿下。吴梦梦点了点头，便向着林北追去。小哥哥，你走那么快干嘛呀？喂，你跟着我到底想干什么？小哥哥，别生气嘛，刚才我跟你开玩笑呢，就是觉得你很帅，很有趣，想跟你交个朋友。我叫吴梦梦，不知道小哥哥你怎么称呼呀？不好意思，我还有事，没兴趣跟你交朋友。哼，真是脑子有病的钢铁直男！我一个大美女主动跟你搭讪，这可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可你居然还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装什么呢？真是的，还玩欲擒故纵这一套，电视剧看多了吧？不行，我今天一定要拆穿你的虚伪面具。小哥哥，你别走！我靠，有没有搞错？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想带球撞人！哎呀，
我操，一个大胸美女往你身上扑，你不张开双臂抱着就算了，居然还躲开了，这又不是什么洪水猛兽，至于吗？就在此时，一辆极为高档、奢华气场十足的劳斯莱斯开了过来。您好，林先生，我是您的私人用车顾问小赵，您的爱车已经送到。刚从地上爬起来的吴梦梦正准备骂人，在看到这一幕后，顿时惊讶地张大了嘴巴。怪不得刚才这个小哥哥一直无动于衷呢，原来人家是个富二代，什么样的美女没见过？不过只要自己加把劲，拿下她，当豪门阔太太就指日可待。呵，开劳斯莱斯了不起啊！我前男友的库里南我都坐腻了好吗？有钱又怎么样？下头男就是下头男，再有钱也掩盖不了素质的低下。谁知道是不是租的？就算真是他的，他这么年轻能买得起劳斯莱斯，估计这钱肯定不是啥正道得来的。小哥哥，真是对不起，刚才吓到你了吧？其实我跟上来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跟小哥哥道个歉。我知道你跟我说的那些话都是为我好，可我还是误会了你，是我的错。以前从来没有人跟梦梦说过那些暖心的话，小哥哥是第一个。刚才还一副要打要杀的样子呢，现在一看到豪车立马换了张脸，这变脸速度简直绝了。小哥哥，我今天出门穿的少了，现在好冷呀，你可以让我上车暖和暖和吗？我感觉自己感冒了，现在浑身无力，都快站不稳了。好家伙，刚才还搁那骂人呢，现在一看到豪车，当场被骗走。不是我说真的，一个大胸美女穿成这样，不停暗示，还主动倒贴，这是哪个男人能拒绝啊？直播间某些下头男别太离谱好吗？梦梦只是单纯测试渣男而已，如果林北是好男人，那肯定能坐怀不乱，就算梦梦主动投怀送抱，他也不会动手动脚。就是梦梦做出这么大牺牲，只是为了让姐妹们看清楚现实中的渣男。有一说一，他这身材真不是盖的，两个大车灯太晃眼睛了，不过是出反常闭眼妖，还是谨慎点为好。那个，你在这稍等我一下，我去就回。小样，还不是轻松被我拿捏了。我靠，北哥，你不会是去买小雨伞去了吧？跟这种主动的女人打扑克，你也不怕得病啊？哎，虽然我北哥沦陷了，但我觉得吧，这也没啥毛病。你说正常男人面对这大胸美女投怀送抱，谁能把持得住啊？兄弟们，这娘们段位够高的啊，各种身体诱惑明示暗示，这谁受得了啊？这不是纯钓鱼执法吗？这下头男太会伪装了，面对梦梦这种绝色美女，刚才装的一定很辛苦吧？说句实话，对于这样的结果，我一点都不意外。刚才那下头男就一直用色眯眯的眼神盯着梦梦看，脑子里指不定有什么龌龊的想法呢。现在只不过是装不下去了而已。姐妹说的没错，天下乌鸦一般黑，天下男人一般色。直播间热烈讨论，几乎所有网友都觉得林北沦陷了。吴梦梦也正幻想着以后的豪门生活，但就在这时，林北突然带着2名警察走了过来，吴梦梦顿时亚麻呆住了。警察同志，就是这个女人从公园一路尾随我到停车场，期间多次在我面前故意暴露身体部位，多次跟我进行肢体接触，还不断通过语言对我进行某种暗示和诱惑。我严重怀疑这女的很可能从事卖淫行业。听到林北这一番话，吴梦梦顿时身躯一颤，瞪大双眼，难以置信地看着林北。这狗男人，他居然这样说我，还报警！我了个大操，这哥们操作太少，闪了老子的腰。北哥不愧是北哥，从来不会让人失望，这波操作简直绝了！不操，直播落网可还行？这剧情小说都不敢这么写啊！警察同志，我行了，先不要说话，把身份证拿出来。警察经过一番查验，确认没有问题之后，将身份证还给了他。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你和这个小伙子到底是怎么回事？警察同志，这都是误会，我就是单纯觉得他很帅，想交个朋友而已。小哥哥，你不想跟我交朋友，可以直说嘛，怎么能说人家是干那个的呢？人家可是正经女孩子，你这样子，人家以后怎么见人啊？谁家正经女孩子交朋友要露胸挤沟抛媚眼啊？而且我多次明确表示不想跟你接触，可你非但没有收敛，反而还从公园一直追到停车场，甚至还故意假摔往我身上扑，那我只能合理怀疑你是从事卖淫行业的。之所以这么卖力的勾引我，就是在揽客创收。我不是，我没有。你别瞎说，警察同志，什么往他身上贴，什么露胸挤沟，这都是他臆想的，我才没有。我刚开始确实想跟他认识一下，可你们也能看到，本姑娘要样貌有样貌，要身材有身材，追我的人从这里排到了长白山，我犯得着那样去勾引他吗？没证据就在这里乱说话，小心我告你诽谤。谁说我没证据的？说着，林北直接掏出手机递给了警察，因为他有系统奖励的如影随形航拍器，刚才发生的一切都被完整记录了下来。警察看过视频后，再看向吴梦梦的眼神都变得怪异起来。吴梦梦女士，请跟我们走一趟吧。这位先生，你也需要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半个多小时后，吴梦梦终于是黑着脸走出了警务室。喂，你难道就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我可是女孩子啊，你怎么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这样吧，如果你真诚的跟我说句对不起呢，我倒是可以勉为其难的考虑原谅你，并且还可以大发慈悲的给你一个请吃饭的机会，怎么样？虽然警察没有认定你卖淫，可在我眼里，你所表现出来的一切依然让我非常反感。我最后再说一遍，我对你没有任何兴趣，不想跟你认识，不想跟你接触，更不想请你吃饭什么的，请你离我远一点。你个下头龟男，你有什么好得意的？还对我没兴趣？这话说出来，老娘都笑了好吗？我这脸蛋，我这身材，就算你是唐僧都不可能完全没兴趣。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一直抗拒我，不就是自卑吗？不就是没钱吗？像你这样的男人，我见得多了。那劳斯莱斯是你租来装逼的吧？穷屌丝就是穷屌丝，就算你租劳斯莱斯，也改变不了你骨子里穷酸自卑的本质。还没兴趣，典型的癞蛤蟆，吃不到天鹅肉就说不想吃，我笑死。面对吴梦梦的嘲讽，林北只是淡淡瞥了他一眼，便转身离去。这种彻头彻尾的无视，气得吴梦梦直接破口大骂：你个穷屌丝，装逼男，注定你这辈子找不到女人。
价值1.8亿的劳斯莱斯被熊孩子踩得面目全非，站在旁边的家长不仅不管，竟然还要求林北返赔精神损失费。梦梦，你看下我微信发给你的东西。那个狗男人，劳斯莱斯果然是租来装13的，亏老娘还想倒贴呢！我呸，什么玩意儿！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林北根本不是什么富二代，他就是个勉强温饱的普通人。想来那辆车应该是他租来参加同学聚会或者相亲骗人用的。梦梦，刚才的测试打假失败了，没关系，现在有了更好的机会，只要我们戳穿他租车装13的事情，照样能让他人设崩塌。哼，这狗男人当着直播间那么多人的面羞辱我，我跟他没完！一个租车装13的穷屌丝，他有什么资格那样说别人？我必须让全网都看到他这虚伪虚荣的嘴脸。另一边，看望完冯大爷的林北刚回到爱车跟前，就看到了令他愤怒的一幕。那小孩别跳了，赶紧下来！我就不下，略，你管得着吗？这是我的车，你说我管不管得着？呸！大傻杯，打死你！这时林北再也忍不住了，上前一把揪住熊孩子的衣服，将他拎了起来。大傻杯，放开我！救命啊！妈妈，快救我！你干什么？快放开我儿子，小心我报警抓你！你是他妈是吧？你儿子在我车上蹦蹦跳跳的，你看不见吗？你看看我的车被糟蹋成什么样子了！不是你这人怎么回事啊？多大个人了还欺负一个小孩子？不就是个破车吗？给我家牛踩两脚怎么了？你还想干人是咋地？现在立刻给我儿子道歉，否则这事我跟你没完！看着唾沫星子不停地往出喷的女人，林北都要气笑了。你儿子在我车子引擎盖上又蹦又跳的，把我的车踩得面目全非，你居然还让我道歉！我告诉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赔礼道歉，或许我还可以考虑让你少赔一点，不然你就等着倾家荡产了。切，你个傻叉，居然还有脸让我赔钱？就这破车只是多了几道划痕而已，我儿子可是受到了惊吓，还让我倾家荡产，真是笑话！又不是 BBA， 也不是路虎林肯，搁着吓唬谁呢？一个牌子都没见过的破车，顶添了10几万，老娘有的是钱，赔你辆新车都是小意思，可你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吓唬我宝贝儿子，我儿子可比你这破车金贵多了，你现在不但得给我儿子道歉，还得赔偿8万精神损失费，否则我跟你没完！我告诉你，我老公认识的人多了去了，一句话就能让你走不出龙城，你信不？林北提出道歉，本就是考虑让他少赔一点，可这女人非但不领情，反而还扯着嗓子凶悍地嚷嚷起来，甚至还威胁起了林北。行啊，给脸不要脸，那就别怪我了。这么说就是没得谈了，那你做好卖房卖车倾家荡产的准备吧。哎呦呦，开一辆小破车可把你牛逼的，还倾家荡产，这么能吹牛，你咋不上天呢？你知道我老公开的是什么车吗？说出来都怕吓死你，那可是100多万的路虎揽胜，一个车轮都比你整辆车都贵了。别废话，赶紧赔钱，要不然我老公来了，绝对没你好果汁吃。破车？你居然管我这车叫破车？废话，我都不认识你这车标，不是破车是什么？我身边开好车的人可不少，什么奔驰、宝马、奥迪我见得多了，还有个车标是马的，我也见过，貌似也挺贵。就你这车标，一看就是国产垃圾，还非得崇洋媚外弄个英文字母，搞得跟4不像一样。林北拿看待智障一般的眼神看着眼前这个愚蠢的女人，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你没见过这个车标，是因为以你的层次还接触不到开这个牌子车的人？啥层次啊？骑电瓶车的层次吗？笑死！见状，林北也懒得跟他浪费唾沫星子，直接掏出手机报警。哟呵，你还敢报警是吧？你给我等着，今天这事我跟你没完。喂，姓崔的，你儿子被人揍了，你管不管？我们在棚户区这边，来晚了，看我怎么收拾你。就这样，两人互相对峙起来，都生怕对方突然跑路了。喂，麻烦你看着点你家的熊孩子。他还是个孩子啊，这个年纪的小男孩儿贪玩一点不是很正常吗？难道你不是从这个年纪过来的？看你好歹也算个男人，怎么就非得跟小孩子斤斤计较？真是有病！他是孩子不懂事，你个大人也不懂事吗？他是未成年人，我现在不跟他计较，你是他的监护人，他现在做的事你要负责的，知道吗？你说的话我根本听不懂，别在我这唧唧歪歪的，一辆破车也就你这样的屌丝才当快宝。林北深吸一口气，拼命压制住给他一个大逼斗的冲动。就在这时，交警终于是赶到了现场。小伙子，是你报的警吧？这怎么回事啊？交警同志，这是我的车，刚才那小孩在我引擎盖上乱蹦乱跳，踩出好几处凹陷，连我的小金人都被他掰下来了。我操！我虽然不知道这是劳斯莱斯哪一款车，但跟劳斯莱斯沾边的东西就没有便宜的。据说一把雨伞都价值7、8万，这熊牌子居然拿劳斯莱斯当蹦蹦狂，真是溜翻了。交警同志，我就想问一句，拐卖儿童你们管不管？就这男的，他刚才想拐卖我儿子，要不是我及时发现制止了他，现在说不定我儿子都已经被卖到什么山沟沟里去了。哦，对了，他还敲诈勒索，就这么一辆破车，居然还说让我们家倾家荡产什么的，摆明了要狮子大开口。交警同志，快把他抓起来，这种人身上肯定背着事呢，我跟你说。那什么，女士，拐卖儿童和敲诈勒索都属于刑事案件，不归我们管，这个你得打110。这样啊，那算了，我还是等我老公过来再说吧。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先处理这个事故吧。刚才这小伙子说的情况是怎么回事？您儿子在这辆车的引擎盖上蹦跳了？是啊，咋了？那小男孩淘气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我儿子还不到8岁呢，他懂什么？交警同志，我跟你说，那小子他就是看我穿金戴银的，知道我有钱想趁机讹我，千万不能惯着他这种歪风邪气。
于是，既然您承认了是您儿子破坏的车辆，那这个事故的责任认定就很清晰了。您需要承担这位先生爱车的所有损失。不是，你这个交警怎么回事啊？别欺负我不懂法昂！我告诉你，我儿子他还是个孩子呢。我刷抖音，人家都说了，未成年人是不用那个承担法律责任的，凭啥还得给他赔钱啊？你儿子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确实不需要为此承担法律责任，但你是他的监护人，你得承担。这车是你儿子踩坏的，你也承认了，作为监护人，你就得承担赔偿责任。法律真这么规定的吗？千真万确。行，赔钱就赔钱，反正就是个破车，大不了赔他个300-500的，多大点事？300-500。于是你是不知道这是什么车？我们家有的是钱，认识奔驰宝马就行了呗。像这种一看就不值钱的垃圾车，我才懒得认识。于是这可不是垃圾车，这叫劳斯莱斯，是豪车中的豪车。看这气场，怎么也得500万以上吧？1.8亿确实是500万以上。这么算的话，交警同志，你说的也没错。1.8亿，小伙子，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可没心情开玩笑，我这是劳斯莱斯福影，全球限量4台，1.8亿只是标价而已。事实上，这车有价无市，也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是绝对的无价之宝。不信的话，你们可以上网查一下。哦，我想起来了，听说前几天有辆价值1个多亿的超级豪车被撞了，不会就是你的车吧？笨，你这车还真是多灾多难啊！我这车被糟蹋的这么惨，车损少说也得过千万。这位有钱的大姐，你很快就会变得没钱了。不是你这人怎么回事啊？明知道你这车这么贵，为什么还要开出来？开出来就算了，为什么还非要故意停在路边？你就不能把车停到车库里去吗？你就不能请个司机帮你开车吗？你就不能请几个保镖在旁边看着吗？你把这么贵的车随便停放也不管，这不是害人吗？你这是分明就是在钓鱼执法，是讹诈。林北获得了抑郁症体质加持，再次起诉全网嘴贱喷子，起诉人数竟然超过了1万人。超，疼死老子了！那帮吃干饭的条子，老子都被打成这样了，他们居然连个屁都不放。不过这样也好，本来那臭小子进去了，我想找他还得费点功夫，现在放出来找他反倒更容易了。老婆，你给老魔打电话，告诉他我想吃鱼了。老魔在道上是指专门嘎人放火、绑架恐吓、砍手断脚之类的职业杀手，而鱼对应的则是顶级业务嘎人。老公别冲动，现在可不比20年前了。以前你嘎了人，随便找个荒郊野外一埋，神不知鬼不觉。现在到处都是监控，科技手段这么发达，就算做得再隐秘，也很难逃过警方的调查。我往后的幸福生活都没了，就算被抓，老子也认了。我一定要让他死。老公，我知道你很气，在这个发达的互联网时代，报复一个人不一定要嘎了他，换个方式可能会让他比死还难受。你想说什么？我也是才知道，那个小兔崽子原来是个大网红，他能开劳斯莱斯，肯定是带货接广告割韭菜赚的钱。这次他能这么快就从里面出来，估计是塞了不少钱给警察。对于这种人，让他身败名裂肯定比嘎了他还难受。你想啊，到时候整个网络铺天盖地的都是骂他的声音，那他必然生不如死。你准备怎么办？随后熊妈将她的想法跟熊爸详细说了一遍，听着她的讲述，熊爸眼睛逐渐发亮。行，就这么干，老子要让那小兔崽子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我要让他好好感受一下什么叫绝望。牛，过来跟妈妈拍个视频。接着熊妈拉着熊孩子坐在沙发上，面对镜头开始添油加醋讲述起来，直接将事情变成了跟事实相反的版本。另一边，林北精心整理了一下这2次诽谤造谣他的名单，在短短1天时间，符合诽谤罪入刑标准的人数就已经超过了上次起诉全网的规模。行啊，不到1天时间就有这么多喷子跳出来，我倒要看看上了法庭你们要怎么哭。系统，帮我看一下商城有没有模拟心理疾病的商品。主人已找到符合要求的商品，商品名为抑郁症体质，该商品自带3层封锁，主人可自由选择开启层数，1到3层分别对应轻度抑郁症、中度抑郁症、重度抑郁症，价格50万积分。那就兑换这个吧。丁，恭喜宿主获得抑郁症体质，当前默认层数为0，抑郁症体质处于关闭状态，宿主可自行开启或关闭封锁。说着，林北立即体验了一把抑郁症体质，在见识到抑郁症的威力后，林北不再犹豫，当即来到龙城某3甲医院，挂了个精神科的专家号。不出意外，林北被诊断为中度抑郁症。走出医院后，林北连忙关闭了自闭症体质。张老哥，最新被告名单我已经发给你了，总人数破万，还有我的中度抑郁症的诊断书。我只有一个要求，别让他们活。3天时间一晃而过，这天上午，林北和张三双双拖着一个大号行李箱来到了龙城中院。老张，你这是？呵呵，老顾，瞧你这话问的，我可是无事不登你这3宝殿啊！我操，不会吧？上次这家伙来的时候也就提着一个包，这次他俩居然各自拖着一个大号行李箱，这么兴师动众的，是有多少材料啊？老张，你先给我透个底，这次被告有多少？哦，1000啊，还好，不好意思，别误会，不是1000，是1万。多少？你说多少？1万，不错，真1万。老张，你可别骗我。准确的说，是1万多个。好家伙，原以为上次1000多被告已经突破天际，没想到这次直接上了一个量级，1万多被告，这都能直接攻打平安县城了好吗？老天，
如果我有罪，请让法律来审判我，而不是让张三带着万人被告名单来折磨我。老张，你说你每次都能搞出出人意料的事情来，怎么样？这回有没有问题？张三笑眯眯的，还带着几分幸灾乐祸的表情问道：“没问题个灯啊！上次1000多被告都给自己累得够呛，今天你们又整出1万多个被告，就意味着要整理1万多份证据，1万多份被告信息，这工作量想想都让人头大。”虽然顾长胜心里在发牢骚，但脸上却没有丝毫表现出来。这份工作对于我们来说非常具有挑战性，不过这也只是时间问题。那这个就叫专业。行了，咱先将材料审核完再说吧。接上集，林北和张三带着万人诉状去法院立案，之后诽谤林北的2伙犯罪嫌疑人也纷纷被警察抓捕归案。怎么办？怎么办？小姨，林北那家伙现在被警察放出来了，他看到我发的视频肯定会起诉我的，我不想坐牢啊。梦梦，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要沉着冷静应对。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那可是林北啊，又不是什么普通人。当初我就说别惹林北，你非说没事，你还说他把人打成那样肯定会坐牢，结果呢，人家转头就出来了，用屁股想都知道，他肯定是会起诉我的，都怪你。这怎么能怪我呢？我也没想到他能那么快就出来了。好一句没想到，又不是用你账号发的视频，你当然说得轻巧了。枉我还以为你是单纯帮我，原来你一直在利用我。你想报复林北，你自己上啊！你他妈拉我下水，算怎么回事？你都知道了。吴梦梦小姨目光闪烁，神色有些不自然。她确实想利用吴梦梦报复林北，因为林北不仅害她丢失了电视台工作，还让她被判刑了。只恨我自己知道的太迟。不过我把话撂这了，你想让我替你背黑锅？没门！如果上了法庭，我就说是你怂恿的，我完全是被你蒙骗，才一时糊涂做了错事。你是主谋，要判刑也应该判你，跟我没关系。梦梦，你不能这么做，我本身已经是缓刑，如果再判刑，那我就完了。而且直播的人是你，视频也是用你账号发出去的，你肯定摆脱不了关系。就算把我供出来，你照样要坐牢。哼！麻了隔壁的，你个贱人，利用我就算了，还想让我替你顶罪，想都别想。你居然骂我，这能全怪我吗？我是拿枪指着你脑袋了，还是拿刀架你脖子上了？还不是你自己也动了歪心思，想赚快钱，不然就算我再怎么劝你，你也不会上当。你个贱女人，还在这说风凉话，我他妈跟你拼了！说完，两人互相厮把起来。就在这时，几个穿着制服的警察走了过来，看着现场面面相觑。停手，停手！你们在干嘛？赶紧松开！那个警察同志，我们搁这儿闹着玩呢，就不用麻烦你们了吧？呵呵，不麻烦。不解，吴梦梦，你们两人因涉嫌网络诽谤、寻衅滋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现在立刻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不是，警察同志，你听我狡辩，我不对，是解释，都是他怂恿我这么干的。别狡辩了，跟我们回去后自荐分晓。老婆，我看网上这个风向不太对，你把手机拿给我，我还是联系老魔做了他吧。催命呢，我这忙着跟人谈合作的事情，别来烦我。还合作？你真以为你能当网红啊？操，没镜子还不会撒尿吗？你他妈懂个屁！蔡秀芬，跟我们走一趟吧。警察同志，啥事啊？是林北被你们抓了吗？你涉嫌网络诽谤、寻衅滋事，现在我们对你进行刑事传唤，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啥玩意？要抓我啊？不是，你们有没有搞错？我是受害者啊！你们不去抓那个林北，抓我干鸡毛？警察同志，你们是不是搞错了什么？就算你们不抓打伤我的人，也不能抓我老婆吧？哼，也就是你伤还没好，要不连你一起抓，你以为这事跟你没关系吗？警察同志，不用这样吧，我跟你们走还不行吗？就这样，熊妈被警察带走了。至于熊爸，因为伤势未愈，不适合逮捕归案，警察便准备在病房对他进行讯问。超明明自己才是受害者，到现在还躺在病床上下不了地，伤人者却在外面逍遥快活，凭什么自己这个受害者要被审讯？熊爸心里憋屈的不行，但也只能强忍着接受警察的询问。另一边，临城某出租屋内，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正在激烈的争吵着，但他们殊不知，马上就会有警察找上门来。我就小海这一个弟弟，作为姐姐，我帮他不是理所应当的吗？他对象家里明确说了，没有28万8彩礼和30万以上的车，就别想娶他们家闺女。你说我弟和他对象都处4、5年了，如果因为钱的事黄了，多可惜啊！亲爱的，你一定能理解我对吧？宝贝，我是能理解你，可你弟房子的40万首付就是我出的，现在彩礼和车也让我出钱，我又不是开银行的，真的负担不起啊！而且咱们结婚也需要钱呢，我也得为咱们考虑不是？再说了，你弟也27、8了，自己有手有脚的，总不能什么事都靠吸你这个姐姐的血吧？哼，阳光，小海可是我亲弟弟，你怎么能这样说他？当初我就该听我妈的，找对象不能找独生子，因为独生子永远体会不到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姐姐帮衬弟弟，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怎么从你嘴里说出来就变成我弟吸血了？不是，姐弟之间互相帮衬，我完全赞同，可这也要有个度吧？行了，你别说了，反正我就这么一个弟弟，如果你不帮他，那我只能重新考虑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了。
眼前的阳光是一名职业水军，在业内都小有名气，这个职业也让他赚了不少钱，但赚来的钱全被他那个伏地魔女友给其弟弟买名牌鞋子、衣服、手机、电脑用了。前不久居然又让他出钱给弟弟付首付，为了讨好女友，阳光只能铤而走险接了抹黑林北的单子。没办法，对方实在给的太多了，看来只好继续努力搬砖了。就在这时，一阵门铃声突然响起。假如漂亮国的核弹被偷，并且偷核弹的这个人还是龙国人，那他算不算违法呢？你逼，但违法，因为核武器的研发和控制是受国际法律规范的。警察同志，前2天不刚查过暂住证吗？怎么又来了？我们不是查暂住证的，阳光，你涉嫌从事非法水军业务，现在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听到这话，阳光脸色大变。不是，警察同志，你们搞错了吧？我不就是小号多了一点吗？哪条法律规定个人不能够多开小号的？你确定只多了一点？是多了一点吧？你通过收取费用开设大量3、5小号，在网络上故意带节奏，发表和传播带有诽谤、侮辱性质的言论，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环境，严重侵犯公民名誉权，此等行为已经触犯我国刑法，跟我们走一趟吧。等等，警察同志，能给我一个机会吗？警察办案，你以为是做买卖呢？还搁这讨价还价？成年人该为自己做的错事负责。另一边，某大学教室外走廊上，有位女学生被老师叫了出来。不出意外，她也是诽谤林北被起诉的一员。导员，是我的助学金申请通过了吗？齐苗苗，你还有脸问助学金的事？你知道你惹了多大的麻烦吗？我干啥了？我啥也没干啊！什么也没干，法院传票都送到学校来了，你还给我装啥？啊，导员，我一直在学校，我都没出去过，我真的不知道啊！你当然没出去过，人传票上都写了网络诽谤，你干了什么事情你自己心里清楚，跟我狡辩有什么用？留着这些话上法庭跟法官说去吧。还有，我告诉你，我们学校建校近100年，你还是第一个在校期间收到法院传票，而且还是刑事案传票的学生。这个事情你必须妥善处理，否则我们学校绝对不会允许一个败坏声誉、违法乱纪的学生继续留在校园，知道吗？知道了，林北肯定是林北干的，只有这种斤斤计较的下头男才会因为网上说他2句就去法院起诉，这种变态怎么不去死啊？哼，明白就好。就这样，类似的事情在全国各地接连发生，很多网络喷子都收到了法院的传票。与此同时，林北的电话快被造谣者打爆了，都希望林北能够放过自己。有前车之鉴还敢作死，老虎不发威，你真当我是 Hello Kitty 啊？这次我要大开杀戒，杀的全网无人敢喷。张老哥，上次说请你吃饭没请成，现在刚好有空闲时间，咱们一起吃个饭吧。林老弟，假如你女朋友问你，她和你妈同时掉水里，你先救谁？你要怎么回答？钢铁般的男人不需要女朋友。我是说假如。这个经典世纪难题，要是搁以前，还真得纠结一下子。但是今时不同往日，有了系统加持的我，回答这个问题简直小 case。当然是先救妈了。从法律角度来说，救女朋友属于道德义务，我不施救，顶多受道德上的谴责，或者被骂几句渣男，也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但救老妈属于法定义务，如果亲妈掉水里，子女见死不救，有可能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从内心而言，我也会先救妈妈，不然我枉为人子。张老哥，既然你问了我一个问题，那我也问你一个。假如有人嫖妓用冥币付款，构不构成犯罪？当然不构成。首先，性交易在龙国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所以不构成诈骗罪。其次，冥币这玩意没人会将其误认为真钱，不会破坏货币流通秩序，所以不构成使用假币罪。最后呢，双方发生关系是你情我愿的，自然也不构成强奸罪，这属于治安违法行为，顶多拘留几天。那有没有什么违法行为是合法的呢？你别说，你还真别说。例如有个女的放狗咬我，我直接擒贼先擒王把这女的咬了，咬人是故意伤害，违法行为妥妥的，但我是正当防卫啊，所以是合法的。假如你在野外1个月没吃东西，都快饿死了，这时突然看到一只大熊猫，能不能吃呢？当然能吃，煎炸烹炒都可以，这叫紧急避险。不过呢，如果你看到的是东北虎，我建议别吃，否则你一个滑铲过去，东北虎高低的双手合十，感谢大自然的馈赠。随着2人的激烈辩论，画风逐渐跑偏，很多离谱的问题被林北整了出来。那如果有人把漂亮国的核弹偷回国呢？你逼，但违法，因为核武器的研发和控制是受国际法律规范的。你给人家核弹偷回来，对方有权利追究你的法律责任，不过需要交涉，就看国家愿不愿意保你了。那当警花的舔狗算不算警犬呢？想啥呢你？人家警犬可是有编制的，出生证明、工作芯片、工作服啥的都有，还有伙食费、营养费、退休养老一条龙。舔狗呢？舔狗有啥？张老哥，不愧是你。那如果有人抢劫运钞车或高考试卷，哪个问题更严重？从法律角度来说，抢银行一般触犯的是抢劫罪，会按照情节和所造成的危害来定，通常会被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等。而若是抢劫高考试卷，那可能同时触及诸多罪行，如抢劫罪、盗窃罪、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罪等。毕竟在龙国的3大保密等级中，高考试卷属于最高机密及绝密，这是前所不具备的一大特性，所以你懂的。就在2人正聊得起劲时，一阵电话铃声突然响起。你好，我是林北，没错。
又是被告家属吗？是呗，他一上来就来一句，你不就是想讹钱吗？说个数，这种人我见得多了，我都懒得跟他废话。明天就开庭，看他怎么哭。哈哈，放心，明天过后你就会清静很多。接上集，万人诽谤造谣一案正式开庭审理。我操，抑郁说来就来，你这怎么做到的？我真抑郁了，就是平时控制的好，但在此情此景下完全克制不住了而已。抑郁症虽然被某些人文坏了，但不得不提，在诽谤案诉讼中，抑郁症绝对是大杀器。相信这个案子过后，网络暴力必然会得到极大改善。很快到了审判时间，几名法官先后走上法台，他们都以幽怨的眼神看向林北。今日依照刑法第246条之规定，龙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一庭依法公开审理网络诽谤、网络暴力一案，由我苏贯彻担任审判长，并依法组建合议庭。接着，书记员开始介绍本次的审判规则。张律师，我们可就全靠你了，你一定要努力啊！对面那个律师好像很厉害，张律师，你能行吗？我听说张律师曾经帮一个被判了20年有期徒刑的人辩护，使其免于20年刑罚，一战成名。我们这算啥啊？对于张律师来说就是小菜一碟，对吧，张律师？看到被告们这惶恐不安的状态，张伟强装镇定的给了他们一个安心的眼神，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张伟只是表面镇定，实则内心慌的一批。虽然我俩都姓张，但在段位上差老远了。听说那家伙还非常热衷于把对方律师送进去，光听着就让人害怕。至于那个免除20年刑罚的传闻虽然是真的，但那哥们后来被判了死刑立即执行，也不知道外界怎么传的，愣是把后半段没了，只留下前半段。现在庭审正式开始，请原告方律师宣读起诉书，陈述案由。现请求法院判处所有被告罪名成立，并对其从重判处。被告人自诉方提到的案由及诉讼请求，与你收到的起诉状副本是否一致？一致。对此，你们可有异议？没有。尊敬的审判长，各位审判员，我方当事人对于诽谤罪名供认不讳，已经深刻认识到自己所犯下的错误，愿意公开道歉，并赔偿相关费用，不求征得被害人的完全谅解，只求竭尽所能弥补过失，减轻伤害，希望合议庭能够从轻判处。1号被告人吴梦梦，小红书账号梦梦姑娘，粉丝108万，你通过该账号发布诽谤视频，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事实，破坏他人名誉，诽谤视频总播放量超过1000万，影响极其恶劣。1号被告人对此你是否有异议？没有。说完，吴梦梦立即看向张伟，眼神里满是恳求。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我方当事人归案后如实供述所犯罪行，悔罪表现良好，并愿意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根据最高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之规定，应当减轻基准刑的20%到40%，因此我恳请合议庭酌情考虑，对我方当事人从轻判处。反对。1号被告人是诽谤信息的源头，可以说是他一手导致了网络诽谤、网络暴力的发生。事发之时，1号被告人就在现场，亲眼目睹了事发经过，却故意反向剪辑视频，断章取义，发布不实信息，破坏我方当事人的名誉，可见其主观恶意性之强烈。并且1号被告人的小红书账号具有很明显的商业性质，他发布诽谤视频极有可能是出于盈利目的，性质极其恶劣。此外，我方当事人因遭受网络暴力而患上中度抑郁症，身心都受到严重伤害。综上所述，1号被告人出于恶意而编造和传播诽谤信息，且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应当从重从严判处。真是棘手，本来双方就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实力差距，再加上吴梦梦情节确实很严重，留给我的发挥空间本就不多，现在更是雪上加霜。首先，我充分明确以及肯定，网络暴力是非常不好的行为，也极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但方才对方律师言称，自诉人因不堪网络暴力的压力而身患中度抑郁症这件事，我持怀疑态度，并且在事发之后的2天里，自诉人先后2次开直播，表现如常，因此我有理由怀疑自诉人身患抑郁症一事的真实性。原告方对于被告辩护人的质疑，你们有什么想说的？我希望被告辩护人明确一件事：抑郁症并非单纯的心理疾病，其在生理上也是有病理症状的。换言之，抑郁症装不出来，就算演技再好，可以骗过人眼，也绝对骗不过科学仪器。这是龙城人民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经过全面检查后出具的权威报告，可以证实我方当事人确实身患抑郁症。辩护人的质疑毫无科学根据，完全就是主观臆断。不行，我这么年轻漂亮，还认识很多大款，我的美好人生才刚刚开始。如果我去坐牢，那我这辈子就毁了，绝对不能坐牢。法官大人，我是冤枉的，那视频压根就不是我发的，是顾杰，是他
从一开始就是顾杰怂恿我去测试林北，说这样会有流量能涨粉，我傻乎乎的就去了。那视频也是顾杰剪辑，然后用我的小红书账号发出去的。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曾经被林北起诉获刑，所以才想报复。我完全是被他蒙骗的，我跟林北无冤无仇，根本没理由诽谤他啊。接上集，万人诽谤案庭审继续，被告人吴梦梦因害怕坐牢，竟与另一个被告人当庭激情互喷，扰乱法庭秩序。我让你干啥你就干啥，那我让你吃屎你吃不吃，我让你跳楼你跳不跳，真他妈搞笑了！我又没拿把刀架你脖子上逼你，装什么清纯白莲花，还想把责任都撇到老娘身上，我呸！哼，就是你，要不是你怂恿，我根本不会搞那个测试。我只是怂恿你，又没强迫你。发视频是征得你同意的，而且事后你可以随时删除视频，但你没删，那能怪我？我是有罪，你以为你就清白了吗？麻痹的，你个贱女人！接着两人开始当庭激情对喷，声音异常尖锐，苏冠彻只好黑着脸重重敲响法锤。被告人请注意法庭秩序，不得喧哗吵闹。这场闹剧被制止后，合议庭便对另外两人进行了审判，因为他们两人的犯罪情节跟吴梦梦一样，律师张伟只是象征性的说了两句万金油的辩护词，两人的审理很快就结束了。接着换了一批被告人受审。4号被告人罗亚丽，微博、微信公众号名称亚亚画社，2个平台粉丝35万加，共发3篇文章，文中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事实，破坏他人名誉，文章总浏览量过千万，情节同样极其恶劣。4号被告人，对此你是否有异议？没有。审判长先生，我方当事人并非有意诽谤，他完全是受到网络不实信息的误导，误以为自诉人耍大牌，态度嚣张，当街行凶。正是在这样的错误认知之下，才会义愤填膺，发表文章进行批判。我方当事人是无意犯罪，过失犯罪，应当从轻判处。姑且算被告人是受到不实信息的误导，才发布了诽谤文章。可在我方当事人直播澄清之后，他依然选择性眼瞎，我行我素，继续放任文章传播发酵，这又作何解释？还有事发之后，曾有数名热心网友给被告人发私信说明情况，可他非但没有及时删除诽谤内容，停止侵权，反而还对热心网友冷嘲热讽，足见态度之嚣张和恶劣。超，这蠢娘们有这种事居然瞒着我，这不就妥妥的故意犯罪吗？此外，被告人在微博和公众号发的文章全都开通了流量主，可以通过浏览和点击获取收益，浏览量越高，收益越高。我完全有理由相信，被告人的行为是出于盈利目的，为了一己私利，明知是诽谤信息也要发表和传播，不惜伤害他人为自己谋利。如此种种，足以说明被告人不但是故意犯罪，而且主观恶性极为强烈，请合议庭从重判处。张三声音洪亮，语速又快，气场强大无比，瞬间就全面镇压了张伟。见状，罗亚丽急了。不是那样的，我只是神经大条反应慢了点而已。可后来我已经把文章都删了，难道这还不足以说明我的悔罪态度吗？悔罪？你管毁灭证据叫悔罪？什么毁灭证据？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被告人，你是在收到传票后才删除侵权文章，也就是说，在删除文章之前，被告人看到了传票和起诉状副本内容，知道自己被起诉诽谤罪，两者时间极为接近，绝对不是巧合。这足以说明被告人删除文章不过是为了毁灭证据，逃避法律责任，根本不是悔过心理。听到张三这么一说，张伟的脸色是越来越难看。很多被告的情况跟罗亚丽极为相似，所以这场战役的胜负极为关键，我不能就这样放弃。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发在网上的东西就算删除了也会保留痕迹。我方当事人作为一个多年的自媒体从业者，自然不会不知道这一点，他更加清楚毁灭证据完全是不现实的。先不说平台方可以从后台调取数据，单自诉人在起诉的时候肯定就已经做好了固定证据，毁灭证据只能是徒劳无功。因此我希望合议庭相信，我方当事人删除诽谤文章绝不是为了毁灭证据逃避法律制裁，而是幡然醒悟，停止侵害。没错，就是这样的。对方律师所言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在收到传票之前，被告人有无数次机会可以删除文章停止侵权，何至于等到传票送到手上才幡然醒悟？这种说法未免太牵强了一点。我更愿意相信，被告人是在知道自己被起诉之后惊慌失措，无法冷静思考，才在此情况下删除文章毁灭证据。而且这并不是被告人第一次诽谤他人，我研究过他以往的文章，发现其中不乏缺少事实根据的凭空推断和臆测，再添油加醋，以此来蹭热度。换言之，被告人经常做诽谤他人的事情。如果真如你所说，他幡然醒悟，决定要停止侵害，为何不删除其他文章，却唯独删除了针对我方当事人的3篇文章？罗亚丽从事自媒体行业4、5年，文章主打性别对立来博取流量，因为以前从未被人起诉过，所以他写的文章下来都是毫无顾忌，只要能调动情绪，就不管事情真假。结果常在河边走，终是失了鞋。证据显示，被告人曾多次在网络上发表不实言论，造谣传谣诽谤他人，甚至曾带头网暴受害者。他之所以没有受到法律制裁，是因为没有人较真，所以也就心安理得吃人血馒头。现在我方当事人一纸诉状将他告上法庭，当要面临法律的严惩时，他却突然站出来说知道错了。他那不是知道错了，他只是知道要坐牢，害怕了。
张三这番声音洪亮的话语化作一柄柄工程巨锤，粉碎了张伟的减刑辩护，也狠狠砸在罗亚丽的心头。我不是，我没有，别瞎说。呵，不是这样，那你倒是解释一下。面对张三的追问，罗亚丽我了半天也没说出个1、2、3、4、5、6、7来。张伟，你倒是说句话啊，别跟个吉祥物一样，往那一杵就完事了。你赶紧反驳他啊！就算你没收钱，也不能这样子敷衍吧？超，你当初自己干那些缺德事的时候想啥去了？现在急有个毛用？张伟虽然心里再发牢骚，但只能硬着头皮帮他辩护。然而他的辩护词刚说出口，便被张三轻松驳倒。而这一场的溃败似乎让张伟一蹶不振。在接下来2天的辩护中，张伟也是一败涂地，全程被张三压着打，几乎没有像样的抵抗。接上集，庭审现场被告们集体编造谎言，为了圆谎，他们竟然想拉律师张伟下水作伪证。今天是网络诽谤、网络暴力一案庭审第3日，现在开始庭审。1号被告人齐淼淼小红书账号知识先辈曾发表评论，林北这种下头男一辈子吃不上4个菜，怎么不去死等多个侮辱自诉人的言论，点赞12万，评论量超过3万。1号被告人对此你是否有异议？没有。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我方当事人是某重本大学大2学生，10年寒窗苦读，终于考上心仪的大学，是全家人的希望和骄傲。这次伤害到自诉人，完全是出于义愤，我相信他不是故意的，我们不能因为他一次过错就断送他的一生。当然，作为成年人，触犯了法律必然要承担责任。我只是恳请合议庭充分考虑我方当事人的学生身份，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能够从轻判处。张伟本想以学生的身份着手为齐淼淼争取减刑，然而他话音刚落，便遭到张三的强势反驳。反对，他是大学生这件事不能够成为减刑的理由。对于我方当事人来说，他就是施暴者、侵权者，是给我方当事人造成严重伤害的罪魁祸首。而且被告人并不是第一次在网络上骂人，我们根据他的小红书账号发现，他在网络上骂人已经是家常便饭。教育之根本不只是提高学识，也注重德行，否则一个高学历的人渣非但不能给社会做贡献，反而容易带来危害。既然他在学校里都没有做到遵纪守法，那只好给他换一个地方，好好提高一下素质和法律意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方当事人也只是一时糊涂，况且他已经知道错了，相信他以后绝对会悔改的。呵呵，进监狱悔改就很合适，还能系统学习一下法律法规，提高法律意识，多好。由于时间有限，审判长苏冠彻直接终止了被告代理人苍白无力的辩论。2号被告人达春绿抖音账号卧龙凤幼雏曾发表评论这种人渣真该死，我祝他脑子生虫，骨头发脓等侮辱性言论，点赞9万，评论3万多条。2号被告人对此你是否有异议？有，我有异议。这个评论根本就不是我发的，是我刚上小学的侄子发的。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我上我哥家里吃饭来着，我那侄子放学回来缠着我，非要玩我的手机，结果这小子拿我手机不是去打游戏，而是刷抖音去了，还发了个评论。我也是收到传票才发现不对劲，一看抖音才知道这个事情。我要是早点发现，肯定就把评论删了，毕竟我跟林北兄弟无冤无仇的，也不可能平白无故的去骂他，对吧？法官大人，你要相信我啊，我真是冤枉的。居然连上小学侄子这种鬼话都能扯出来，还真他妈人如其名，而且不光自己蠢，还以为别人都蠢，在法庭上编瞎话，亏他想得出来。被告人，你方才所言属实？属实，绝对千真万确，不敢瞎说。你说评论不是你本人发的，可有证据？啥？还要证据啊？不是都说什么谁主张谁举证吗？你们主张评论是我发的，那应该是你们拿证据啊，凭啥让我提供证据呢？卧龙凤幼雏，这抖音账号是你的对不对？对啊，是我的。实名注册信息也是你没错吧？没错。这就对了，账号是你的，实名也是你，平时也是你在使用这个账号。现在你主张评论不是你本人发的，那么举证责任肯定是你的。听到法官这么说，达春绿彻底傻眼了。尼玛，以前听说只要你说一个谎言，就得用无数个谎言来圆，当时还不以为然。现在我终于是体会到了，这本来就是临时起意想到的一个馊主意，让我上哪找证据去？张律师，这怎么办啊？尊敬的审判长，我方当事人所说的情况，我事先并不知情，我申请将本案暂且搁置，给我方当事人准备证据的时间，并行审理。同意，本案押后再审。接着又换了一批被告人受审，然而自达春绿之后，这些被告们好像受到他的传染，一个接一个当庭作伪证编瞎话，直接把审判长、审判员、书记员和法警们都整懵逼了。超，这帮人头猪脑的东西，老子不知道熬掉了多少头发，分析你们的案子，分别制定诉讼策略，努力为你们争取减刑，你们可倒好，居然集体犯蠢，
对于这些人，合议庭的处理态度也是高度统一，全都押后再审。好不容易熬到了12点中场休息，张伟一句话都没说，快步起身离开。张律师，你难道就没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吗？你们想让我说什么？哼，别在这儿装傻了，你不就是因为法律援助没钱收，所以不想出力吗？当初我就说给你包个红包，你非得装清高不要，结果呢，上了法庭就磨洋工糊弄人，我真服了你这种无良律师，你这不是害人吗？到头来还得我们自己救自己。卧槽，有没有搞错？我可是呕心沥血、劳心劳力的帮你们啊，结果到头来居然落了个无良律师的帽子，这让我上哪说理去？行了，我们也不指望你干啥，但证据这个事你得帮我们搞定。不是你这眼神啥意思？你可是我们的律师啊，就算不收钱，也不能啥事儿都不干吧？我负责让我嫂子把侄子送过来，你得负责教他怎么说，去应付法官。张律师，我也跟法官说是我儿子弄的，回头我把儿子弄过来，你教教他。还有我说的是吃饭手机漏电力来着，法官让我提供证据，这个也交给你了。张伟听到被告们的无理要求，都要气炸了。你们自己在法庭上编瞎话也就算了，现在还想拉我下水，我一普通律师挣点辛苦费，我容易吗？我万人诽谤案审判结束，所有被告人均获得3年顶格判刑。结果林北刚走出法院，就遭到被告家属们的道德绑架。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反正我是肯定不会帮你们伪造证据和作伪证的。你怎么能这样呢？你可是我们的律师啊，我们又不懂法，你不帮我们解决，你让我们怎么办？哼，现在知道你不懂法了，现在想起来我是律师了，在法庭上不听我的吩咐，满嘴跑火车乱说话，现在居然想让我给你们擦屁股，休想！你们自己扯的谎，自己想办法圆。张律师，那如果我们找不到证据会怎么样？你们自己是被告，做伪证不成立犯罪，倒是不会增加刑期，但这种行为也将导致你们减刑无望，很可能会遭受顶格判刑。那岂不是要坐3年的牢？张律师，你不能不管我们啊！你是专业的，请你赶快帮我们想想补救措施吧。张律师，你做律师这么多年了，肯定认识法官吧？要不你帮我们牵线搭桥，给法官送点钱啥的，说不定就行了。卧槽，这他妈得了脑血栓多少年啊！居然能想出贿赂法官这种馊主意，而且还想让自己这个律师从中间牵线搭桥，不行，我得赶紧去警告一下其他被告人。而在接下来2天的庭审中，因为有了律师张伟的警告，庭审进行得很顺利，被告们该认罪的认罪，该道歉的道歉，如此一来，庭审效率得到大大提升，5天内便顺利完成所有审判工作。至此，本次万人庭审到此告一段落，3日后开庭宣判。龙城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对于本次万人网络诽谤、网络暴力一案已审理完毕，经合议庭研究讨论、核定裁量，现作出如下判决。被告人吴梦梦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不实信息诽谤他人，给被害人造成严重伤害，依据刑法第246条之规定，构成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5000元，赔偿被害人精神损失费、名誉损失费等共计5万元，并承担原告所有诉讼费用。被告人顾杰怂恿其他被告人发布诽谤视频，并通过短视频泄露受害人个人信息，情节恶劣，依据刑法第246条和第253条之规定，构成诽谤罪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5000元，赔偿被害人精神损失费、名誉损失费等共计10万元，并承担原告所有诉讼费用。此外，鉴于被告人是在缓刑考验期内再犯新罪，3罪叠加，共计7年有期徒刑。被告人蔡秀芬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布不实信息，污蔑诽谤他人，情节恶劣，依据刑法第246条之规定，成立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5000元，赔偿被害人精神损失费、名誉损失费等共计3万元，并承担原告所有诉讼费用。听到判决结果，蔡秀芬脸色惨白，想后悔，可惜为时已晚。本来是个简单的民事侵权纠纷，道个歉赔点钱，事情就过去了，可他偏偏要作死，把自己搞得家破人亡。被告人罗亚丽发布诽谤信息，传播范围极广，影响极其恶劣，有毁灭证据、意图逃避法律制裁之嫌疑，并且诽谤信息是出于盈利目的，依据刑法第246条之规定，成立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5000元，赔偿被害人精神损失费、名誉损失费等共计1万元，并没收因诽谤信息带来的不正当收入，且承担原告所有诉讼费用。被告人杨光非法从事水军业务，多开小号发表侵权言论，诽谤他人，严重破坏网络秩序，依据刑法第246条之规定，成立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5000元，赔偿被害人精神损失费、名誉损失费等共计3万元，并没收因诽谤信息带来的不正当收入，承担原告所有诉讼费用。被告人齐苗苗发表评论侮辱被害人，情节恶劣，依据刑法第246条之规定，成立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5000元，赔偿被害人精神损失费、名誉损失费等共计2万元，并承担原告所有诉讼费用。紧接着，一份份冰冷无情的判决被宣读出来，直到下午6点才宣读完毕。无一例外，这次上万被告人的罪名全部成立，全部获刑3年。本案已全部宣判完毕，现在闭庭。
林北，你这天杀的！我孙女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啊？不就是在网上骂了你几句吗？难道你没有骂过人吗？就因为这么个小事，你就把我孙女的一生都毁了？你怎么这么冷血？来，你干脆把我这老太婆也杀了吧，反正我也活不下去了。林北，我老婆只不过是在网上说了句公道话，又没有故意骂你，你凭什么把我老婆也告上法庭？就是你这丧良心的铁畜生，我儿子是嘎你爹还是嘎你妈了？你要这样毁了他？林北，我老公被你送去坐牢，害得我儿子都不能考公务员了，我们家都被你毁了，这下你满意了吧？没错，我们这么多家庭都被你搞得家破人亡，你必须得给我们一个交代。众人七嘴八舌，纷纷声讨林北，可林北却丝毫不慌，面无表情地说道：“我过来是起诉的，你们是谁啊？我需要跟你们交代吗？是他们在网上和起火来诽谤我、网暴我，给我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伤害，我才是受害者。现在我只不过是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已，我有什么错？我孙女只不过骂了你一句而已，多大点事啊？现在你不是好好的吗？又没掉块肉，你就行行好，跟法官说一声，放过我那可怜的孙女吧。要是实在气不过，你骂我打我也行了，我这把老骨头一只脚都踩进棺材了，我随便你怎么打骂，只求你放过我孙女。你口口声声你孙女的，请问你孙女谁啊？我孙女名叫齐苗苗，我家苗苗从小乖巧听话，学习也好，还考上了重点大学，她可是我们家的骄傲啊！可现在都被你毁了，你良心上过得去吗？你晚上不会做噩梦吗？你就不怕天打五雷轰吗？你知道为什么1万多被告我会对他印象深刻吗？因为他是骂我骂得最狠的人之一。现实中他在学校是一个柔柔弱弱的女大学生，在家里是个乖巧听话的晚辈，可在网络上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恶魔。他不仅侮辱了我的人格，还对我的精神造成极为严重的伤害。我现在身患中度抑郁症，就有他的一份功劳。明明我才是受害者，你现在居然舔着个脸说毁了他，呵呵。那按照你这意思，我被骂被网暴就是活该，我维护自身权益就是在害人是吗？老太婆眼见讲道理讲不过林北，直接开始耍起了无赖。大家都来评评理啊，哪有这样的？不就是骂他2句吗？犯得着上纲上线抓着不放？你要赔钱，多少钱我砸锅卖铁卖房子卖地我赔给你。你要出气，我老太婆认打认骂绝不还手。可你为什么非要祸害我那可怜的孙女啊？她还这么年轻，这要是真去坐了牢，下半辈子就彻底毁了。你们干脆把我这把老骨头也抓进去吧，反正我孙女被毁我也活不下去了。就在众人声讨林北时，一名记者突然从人群中挤了进来。林先生您好，我是小丽帮忙的记者杜小丽。林先生，你一怒之下起诉万人的事情，最近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也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今天终于宣判，万人获刑，你的目的达到了，想必心里非常畅快吧？可这也间接导致无数家庭因此被毁。请问你是否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愧疚呢？你这什么眼神？请你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呵呵，我一直以为媒体记者都是客观真实报道事件的，可见到你，我发现我错了。林先生，你这意思是在侮辱和贬低我们记者吗？不好意思，别误会，我没有说别人，我只是针对你一个人而已。林先生，你好歹也是个公众人物，在公共场合是不是应该注意一下你的个人素质？林北没有接女记者的话茬，而是直接掌握主动权，反问了一句：这次事件的来龙去脉你清不清楚？当然清楚，不过那又怎么样？那你知不知道在这场网络暴力事件当中，那些被告是施暴者，我是受害者。我知道网络暴力是非常不好的行为，很不好。你只需要说知道还是不知道就行。这家伙真是狡猾，如果我回答知道，他紧接着就会问，既然你知道我是受害者，为什么你不去指责施暴者，却在这里指责受害者？如果我回答不知道，同样会面临质问。作为一个记者，在不知道事情原委的情况下就能随便站队，你的职业操守呢？你的职业素养呢？你的职业精神呢？说什么都不合适，可恶，这该死的狗男人！我确实知道你是网暴受害者，可你也不应该得理不饶人吧？你看，你都知道这件事是我得理，那为什么听你刚才那番话的意思，倒是我的不对了？就算你得理，那也不用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吧？你真忍心毁了这么多人的一生吗？你真的忍心让这么多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吗？经过这次的事情，他们肯定已经知道错了，为什么你不能大度一点原谅他们呢？做人格局不要那么小，以德报怨才是大境界。听到这一番圣母气息满满的发言，林北都气消了。好一个以德报怨！那你知不知道这个典故的完整内容？今天我就免费给你扫扫盲。这句话出自《论语·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你看上古先贤都知道以直报怨，枉你活在新时代，却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另外再送你一句话：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你没有被网暴过，你也不知道遭受铺天盖地的侮辱谩骂、口诛笔伐是怎样的感受，所以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风凉话？他们网暴我的时候，考虑过可能会毁了我的人生，毁了我的家庭吗？如果没有，他们都不为我着想，我凭啥要替他们考虑？如果有，那他们就是故意害我，咋地？我还不能反抗了，就任由他们霍我，真可笑！我又不是他们爹，又不是他们妈，凭啥要惯着他们？杜小丽一时语塞，哑口无言。作为记者，最基本的能力就是思维敏捷、口齿伶俐、能言善辩，可现在却被林北追得一句话都说不出口。然而这还不算完，我觉得你不适合做记者，不如改行吧。你这样去乐山那里有座石佛，你让他起来，你坐那儿，这样才算专业对口，兴趣对位。林先生，你行了，你要是嘴闲可以去舔马桶，别在我面前叭叭叭的找存在感，我没空搭理你。
说完，林北没有理会脸色铁青的杜小丽，扭头看向了老太婆。我说，你与其在这胡搅蛮缠，不如早点回去给你乖孙女准备一下洗漱用品什么的。毕竟铁窗之内可比不得家里，早做准备总是好的。哦，对了，其实你应该感谢我，在你孙女犯下小罪的时候及时起诉，把她送进去，让她在里面好好接受改造，学习法律，也免得日后走上歪路，酿成大错。到时候你可能都不用准备洗漱用品，可以直接准备小盒子了。你这畜生，人在做，天在看，你造孽这么多，老天爷都看着呢，你会有报应的，你肯定会有报应的。在我面前玩道德绑架，笑死！你们怕是不知道我北某人是靠什么出的。报应，就算真有报应，也会先找你那乖孙女的。说完，林北挤开人群，快速离开了此地。通过这波以战养战普纳斯版，目测入账不会低于一个小目标，真得好好感谢一下那些网络慈善家。喂，您好，林先生，我是龙城宣传部门的孙兴，这次给您打电话呢，是想聘请您为反网暴大使，借助这个暗自宣判引起轰动的契机，开展一次全网普法宣传工作，以达到净化网络环境、改善网络乱象的效果。不知您意下如何？这是好事，我自然愿意。随后，双方就合作的具体形式和宣传内容大概沟通了一下，确定没问题后，林北就开始拍摄起了宣传视频。林北成为龙城官方反网暴宣传大使后，导致各大短视频平台全部都收到了网信办关于联合整治网络诽谤和网络暴力生态治理的通知。大家好，我是林北，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相信不少网友已经知道了，网络诽谤案今日已经宣判完毕，1万多名被告无一例外全部获得顶格判刑。接着，林北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讲述了一遍。有句话可能大家都听过，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可是凭什么造谣者随便一句不负责任的话，就可以给他人带来伤害和困扰？凭什么被造谣者想要澄清事实、自证清白，却难如登天？后来我悟了，直接把造谣者送进去，谣言就会不攻自破。此外，我还要说的是网暴，网络诽谤往往会伴随网络暴力一起出现，而这次我算是切切实实体会到了网暴的恐怖，它就像一把无形且锋利的刀，杀人不见血。可能有些朋友无法理解，觉得不过是被人骂几句而已，没啥大不了的。对此，我想说，网络并非法外之地，千万别觉得有网络的掩护就可以高枕无忧、为非作歹。对于有这种想法的网友，我国有一套完整的刑法，刑警有一身敏捷的身法，法官有一手公正的判法，监狱有一堆严格的律法，家属有一种伤心的哭法，千万别以身试法，否则你有可能登上今日说法。最后，我想对所有曾经、正在以及将来有可能遭受网络诽谤和网络暴力的受害人说，要相信法律，相信执法机构，拒绝精神内耗，有事直接报警。录制完成后，林北将龙城宣传部门发过来的影音资料和自己录制的视频剪辑合成了一个完整视频，剪辑完成后就立马发布到了各个短视频平台，而林北成为反网暴大使的身份也很快被广大网友们知晓。另一边，小红书总部突然召开紧急会议，公司刚刚收到网信办发来的关于联合整治网络诽谤和网络暴力生态治理的通知，来，大家都说说自己的看法吧。董事长，这份通知不仅是通知，恐怕也有警告的意思，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啊。我不想听废话，我只要方案。董事长，这次事件中，诽谤信息是从我们平台流传出去的，我们平台也是网暴最严重的地方，在上头的眼中，我们多半负有监管不力的责任。这个通知就是在警告，我觉得我们得做出整改了，否则下次我们收到的恐怕就是处罚决定。没错，现在这风向，整改势在必行，不能观望了。以我之见，要先从产品角度进行检测和约束，比如强化敏感词的检测、屏蔽功能等，从产品方面进行围堵净化。我建议针对各地区成立风险评估小组，专门负责监管敏感内容，还可以完善举报投诉机制，加快处理速度。我们现有的投诉举报流程太过繁杂，处理速度太慢了。法务部可以给平台上一些踩线擦边的大 V 发送律师函，这些网红也得敲打，省得他们整什么幺蛾子。众高层你一言我一句，纷纷建言献策。几乎在同一时间，其他平台也纷纷收到了网信办的通知，全都开始热火朝天的整改。而另一边，林北看着系统面板上的积分，不由得兴奋地搓了搓手。话说，貌似好长时间没抽奖了，现在有这么多积分，这不得一次性抽个痛快？系统给我来个百连抽，另外给我屏蔽白色级普通奖品的播报。丁，恭喜宿主获得一个金色传说级奖品，技能名为克敌先机，在宿主面临算计、陷害、诈骗等不利情况之前，及时予以警示，以助宿主趋利避害。被动技能全天生效，无需宿主主动开启。卧槽，好个神技！有这技能傍身，安全感直接拉满好吗？这才配得上金色传说。上次那个1亿现金是个什么垃圾？真的是人比人得死，奖比奖得扔啊！丁，恭喜宿主获得一个紫色史诗级奖品——终极强身胶囊，使用后中服增强体质，变强之路将没有终点。强身胶囊还是终极？前不久初级强身胶囊就给我带来堪称脱胎换骨的变化，这终极强身胶囊效果必定更加显著。终极强身胶囊就是不一样，身材体型虽然没有明显变化，但感觉自己现在可以一拳打死一头牛了。丁，恭喜宿主获得蓝色稀有级奖品2个，一个奖品是龙城房产位于龙城新河湾小区1床1单元1501，面积180平米，豪华装修，智能家居品牌电器，可拎包入住。另一个奖品为大师级驾驶技术精通技能，可以大大提升宿主驾照对应等级的驾驶技术。只要宿主愿意，顶尖车神都只能跟在宿主后面吃尾气。哈哈哈，这2个奖品也不错呀，一个180平米的大平层，房屋总价超过400万，在龙城绝对算得上豪华住宅，还有我
开车最讨厌2种人，一种是加塞的，一种是不让我加塞的。现在有了大师级驾驶技术精通技能，以后再也不会担心被人加塞了，而且行车安全将会大幅提升，真是美滋滋。叮，恭喜宿主获得7个绿色普通级奖品，分别是5个10万现金，1个星河湾小区地下车库 A 区停车位，价值约为20万。最后一个是高级视频剪辑精通技能，有了这个技能，宿主可随心所欲剪辑出自己想要的视频。总的来说，这波百连抽绝对算得上收获颇丰，克敌先机、强身胶囊，还有车技提升，对于我来说都非常有价值，必须乘胜追击。系统再来一波百连抽。叮，恭喜宿主获得番茄小说会员，卫生卷纸3包，蓝色背带裤1条，煤气的瓶装可乐5瓶，学习资料网址1个。等等，系统学习资料网址是什么鬼？请宿主不要想歪，这个网址是百度文库。日尼瓦，还以为是什么好看的视频网址呢，真是浪费感情。系统继续播报吧。不知是不是因为这波百连抽，林北没有屏蔽普通奖品的播报的原因，到最后竟然只抽到了一个蓝色稀有级别技能。叮，恭喜宿主获得老鹰级码字精通技能，打字速度大幅提升，可轻松突破900字每分钟，从此你就是名副其实的陆地剑仙。听起来很酷炫，但我要这技能有啥用啊？还不如转赠给狗作者，让他能每天多更新一点，省得成天被读者们追着骂短小无力。林北不服输，接连又进行了2次百连抽，结果一次不如一次。你妹啊！我好不容易大放一次，系统你却让我输得这么彻底，不行的缓缓，不能再抽了。总算是逮到你了，快，赶紧把你买电瓶车的发票给我。看大妈这架势，要不是穿越过来时继承了原主的所有记忆，我还真以为原主跟这大妈有过什么恩怨纠纷呢。她这是玩的哪一出啊？还傻愣着干什么？赶紧把发票找出来给我啊！不是，大妈你谁啊？我认识你吗？上来就伸手要发票，你脑子没问题吧？我叫周淑芬，我儿子叫周立奇。那你别说这电瓶车不是你的，是我的，咋了？是你的就没错。你说你就不能买个质量好点的电瓶车吗？你这破车在我家充电的时候爆炸了，我儿子被炸得差点没命，你知不知道？现在还躺在医院病床上呢。算了，不想跟你废话，你赶紧把发票拿给我，我要去找厂家维权，他们生产这种劣质产品必须负责，必须赔钱。我说我的小电驴咋不见了？原来是被你偷走了啊！那你不是放在停车棚一直没用吗？我儿子就进来骑几天，谁知道突然就爆炸了。怪不得刚路过停车棚的时候没看到那抹熟悉的骚绿色，合着是被偷了。你说你偷就偷吧，没想到这偷车贼家属居然还敢理直气壮地跳到自己这个失主面前。所以是你儿子偷了我的车，然后他被炸伤了，你跑过来跟我要发票。不是你说啥呢？能不能注意点素质？什么叫偷？就那么个破车，白送我儿子都不稀罕，那是借知道吗？反正你又不骑，我儿子进来骑2天，用得着这么小气吗？别废话，赶紧把发票给我，我要拿去索赔。听到这话，林北都气笑了，正要说什么，突然脑海中响起了熟悉的电子音。叮，克敌先机，被动技能生效，宿主请注意，对方索要发票，找厂家维权是假，讹诈车主是真。没想到昨天才抽到的神级被动技能，今天就派上用场了。好，这么本事大妈，不问自取是为偷也，这么简单的道理，你活了60年了还不懂吗？天王老子来了，你儿子这行为也是偷，你居然还敢这么堂而皇之的找上门来，难道你就不怕我报警？切，就你那破电瓶车撑死1000来块钱，我都问过别人了，这么点钱，就算你报警，警察都不会管。但你要是不给我发票，我跟你没完，你个穷逼乡巴佬，信不信我让你在杭城待不下去？哎呦，我好怕哦！你儿子有手有脚，干啥不好，非要去偷？要我说，他被电瓶炸伤那是他活该。你与其在这里跟我唧唧歪歪，不如回去好好教育教育你那好儿子，省得他以后犯下更严重的罪。你什么你？这是我家，你麻溜的出去，再不走我就报警，告你个私闯民宅。你给我等着，我还会回来的。你以为偷了我的电瓶车就能当无事发生？按照杭城的标准，盗窃罪立案金额是3000元以上。虽然我的电瓶车不到2000块，但盗窃罪立案标准并非只看金额，也看次数。之前就听闻附近经常有人丢电瓶车，这么多起电瓶车失窃案，说不定都跟这个叫周立奇的家伙有关系。看来在离开杭城之前，还得给警察叔叔送一笔业绩啊。接着，林北根据2人的名字，很快便查到了他们基本信息，直接入侵了对方的手机和电脑。好家伙，一个贼居然把犯案记录写在日记里，而且不偷别的，就对电瓶车情有独钟，这下妥了。喂，你好，我要报警，我的电瓶车丢了，不过不用你们查，我已经知道是谁偷的，而且我还发现他貌似是个惯偷，偷过很多电瓶车。林北刚挂断电话，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突然响起。2位有何贵干？小伙子，你别误会哈，我们过来没别的意思，就是想给你道个歉。我儿子借了你的电瓶车，也没有跟你打声招呼，实在是不应该。快，小齐，给人小伙子道个歉。大哥，对不起。小伙子，我刚才跟你说话是有点急了，主要是太操心我儿子，但不管怎么样，确实不应该。我这老太婆也给你道个歉，对不起哈。不得不说，这大妈演技还挺好，几十年没白活。如果不是有克敌先机的警示，或许我还真可能被他们骗到。不过既然你们演得这么辛苦，我不配合一下的话，怎么对得起你们这演技？好，我接受你们的道歉。太好了，我一看你这面相就知道你是个大好人，真的太感谢了。那个，
麻烦你把电动车发票给我。我什么时候说要把发票给你了？你刚才不是说接受道歉吗？我接受道歉不等于同意给你发票啊。小伙子，你也看到了，我儿子伤得很重，不但毁了容，甚至还可能落下残疾。我这当妈的没本事，家里根本没钱治病。小伙子，你就行好，把发票给我，让我去找厂家维权要点赔偿。反正这对你来说没有损失，对于我们家来说，那发票却是救命的啊！哎，果然又是熟悉的卖惨加道德绑架情节，真是一点新意都没有。可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小伙子，话不能这么说，爆炸的可是你的电瓶车啊！说起来还是我儿子替你挡灾了。你想想看，要不是我儿子借了你的电瓶车，现在受伤的可就是你了。那于情于理，你不该帮个小忙吗？大妈，请问你这么演戏累不累？你啥意思？别装了，你们跟我要发票，不就是想反咬一口跟我讹钱吗？妈，这小子已经知道了，你这套行不通，你先退后看我的。兄弟们出来吧。小子，现在这阵仗你也看到了，别说老子不给你机会，你赶紧打电话摇2个人，我们3立3，输了你就老老实实把发票给我，还能少吃点苦头。哟，这都什么年代了，还玩查价这套呢？比人参推草上飞，就是靠着这2条腿，踩着40多条人命走到现在。我每嘎1个人就薅1根头发，从我这发量上，相信你不难看出我的 KDA 有多么夸张。告诉你，我可是道上出了名的嘎人不眨眼，你千万别逼我出手，一出手必见血。长时间不眨眼，那你眼睛不干吗？操，小子，你有神经病吧？我说的是嘎人不眨眼，嘎人不眨眼，懂吗？这是眼睛干不干的事吗？那你眼睛到底干不干啊？小子，现在这啥情况？你心里没点逼数吗？东南西北4条街，打听打听谁是爹，装逼让你心发怵，点你的话你自己悟，明不明白？明白了，那你们等下。喂，你好，我就是刚才打电话那个人。哦，你们快到了是吧？好，我等着。你们有本事就等3-5分钟。行，哥几个，待会对方来人了，咱不能怂吧？手持关公战，不服咱就干。龙国儿女千万，谁宠谁是王八蛋。只要小伙精神在，到哪都是实力派。刀不锋利马太瘦，他拿什么跟咱斗？小子，你在笑什么？那个，我突然想起高兴的事，你们继续喊。老周，他指定是在笑我们。操，这小逼崽子给脸不要脸，不能再等了，兄弟们，现在就干他！就在这3人想动手时，一声暴喝从他们身后突然传来：“住手！你们3个想干什么？”我操，小子，你不讲江湖道义，居然报警！多稀奇啊！我电瓶车被偷了，还被人找上门武力威胁，难道我不应该报警吗？你他妈的！行了，有什么话跟我们回去慢慢说。接着几人都被叔叔带去了派出所。你那腿咋回事？听说踩着40多条人命？警察同志，误会了，我这腿就是小儿麻痹导致的，那40条人命也都是吹牛皮的。你看我走路都费劲，哪有机会犯案的？还有你，听说打死个人就薅根头发？不，我这就是跟老娘们打架，让他给薅的。你是他们老大吧？又为什么要去偷电瓶车？没有钱了，肯定要去偷啊！不偷就没有钱用。那你不会去打工吗？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做生意又不会做，只有偷这种东西才可以勉强维持得了生活。这样子，莫伸手，伸手必被抓，这你都不知道吗？很快你就会被送进看守所。那太好了，我听说进看守所感觉像回家一样，在看守所里面的感觉比家里面感觉好多了，而且里面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我超喜欢里面。办案民警被这几人的回答整无语了，只能强忍不适着继续例行询问。而隔壁的林北在做了份笔录，并提供了一些线索后，便离开了派出所。结果刚回到出租屋，就接到了自家老妈的电话。什么？让我去相亲？妈，我还小呢。不小了，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你都能满地乱跑了呢。那怎么能一样呢？母亲大人，现在时代变了。时代在变，我也是你妈。我跟对方那小姑娘已经说好了，还定了时间地点，明天你们就见一面，行不行的？见一面又没什么损失，又不是让你上刑场。妈，我还在杭城呢，明天可赶不回去。那正好，我说的那小姑娘就在杭城工作，你个小兔崽子，知子莫如母，我还不知道你心里那点小九九吗？而且那小姑娘真挺不错的，我听介绍人说过她的基本信息，龙城人，在杭城工作，跟你一样大，人长得漂亮，也孝顺，还是独生女，反正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妈，可是……别可是了，回头我把见面的时间地点发给你，你个臭小子，千万别爽约，听到没？听到自己老妈那不容置疑的口吻，没办法，林北只好答应下来。第二天一早，林北就来到了约定好的包厢。那个，不好意思打扰了。哎，等下，你是林北吧？
我是李梦瑶，是赵阿姨介绍我跟你相亲的。你这有男朋友还来相亲啊？你说他呀，他不是我对象，是我男闺蜜。哥们儿，我叫方俊杰，你别多想啊，我跟瑶瑶我们俩都认识多少年了，就是单纯的闺蜜没别的，要有事情早有了，哪里还轮得到你？这次过来呢，就是单纯帮瑶瑶把把关。我们家瑶瑶可是非常单纯的，我这不担心她被渣男欺骗吗？男人最懂男人，有我在才没意外。西西，还是杰杰最好了。卧槽，相亲居然还带着男闺蜜，你说你带就带了，两人居然还当着我的面这么亲密，只能说品不如丝啊。算了，反正来都来了，看看接下来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剧情展开。兄弟，别站着了，赶紧过来坐吧，菜我们已经点好了，就等你来了。哥们儿，你看着挺面熟的，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应该没见过，总觉得这家伙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似乎在哪儿看到过这张脸，可又想不起来。既然是来相亲的，那咱们就直接开门见山。请问你有房吗？你有车吗？存款有多少？有房，在家乡，还挺大的。有车，前段时间刚修好，又出了点状况，正在修。存款的话，有一点点。听了林北的描述，李梦瑶看向身旁的方俊杰，后者连忙凑到他耳边小声分析起来。老家有房，却特意强调面积大，而没有说位置或者均价，避重就轻，多半是农村宅基地。这玩意不值钱，而且这个作为婚房的话，以后多半得跟父母一起住。如果有兄弟姐妹的话，那更糟心。车子刚修好又坏了，估计就是个垃圾破车。存款只有一点点，看来他应该是个苦逼打工仔。你嫁过去的话，多半要过苦日子。总结，穷屌丝一个。方俊杰说的虽然是悄悄话，但却被林北听了个一清二楚。因为体质强化之后，他的60也连带着增强了不少。这方俊杰还真是个分析鬼才，没想到自己只是低调谦虚一下，对方居然会这般理解。龙城新河湾大平层，说他面积大没毛病吧？劳斯莱斯福影刚修好又被人破坏，也没错呀。存款确实只有一点点，也没乱说啊。那你爸妈是干什么的？就开了家小店，做点小生意。从刚才的表现来看，这男的习惯性避重就轻，夸大事实。按照他这尿性，估计他所说的小店很可能就是个路边摊，或者推个小车卖菜卖水果那种。那你工资有多少啊？过年前我的工资是税前6000，不过平时花的少，倒也够用。切，我以为你收入多高呢，合着就6000块啊！现在都啥年代了，一个月6000够干啥的？这么点钱都不够我去酒吧嗨一晚的消费。你消费水平这么高啊？那请问你每月挣多少呢？3000啊。哎，你这什么眼神？我可是女生，我们女生月薪3000，就相当于你们男人月薪3万，好吧？而且现在到处充斥着职场性别歧视和职场性骚扰，我能找到一份月薪3000的工作已经很不容易了。女3000等于男3万，这公式属实有点厉害。我不过是回家过了个年，转头就跟不上时代了。现在女性付款都会打1折吗？啊，你啥意思？这不刚才你自己说的吗？女人月薪3000等于男人月薪3万，3000块的购买力能跟3万块相比，我寻思这不就是打1折的意思吗？同样的东西，男人结账就100，女人结账只要10块。不是哥们儿，你这话几个意思啊？作为一个男人，没本事不要紧，但不能没气度，敞亮点，成不？见林北没生气，方俊杰这才神色稍缓，继续说道：“你刚才说过年前月薪6000，那现在呢？涨薪了？现在啊，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哦，那就是失业了呗？也不能这么说，我还有其他事业可以提供收入。这年头谁还没点副业了？我前段时间一直兼职，刷刷评论什么的，也算一笔副业收入。但这玩意儿终究不稳定，这不最近行业风头收紧，听说有不少同行都进去了。现在我已经大半个月没接到单，哥们儿咱实诚点，无业游民就无业游民，兼职打工就兼职打工，还拽上事业了，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多大个老板呢？啊，对。其实吧，我根本没想相亲，这次过来也就是应付家里。但我对你第一印象还不错，愿意给你一个机会。这样吧，只要你们家能给我50万彩礼，我可以考虑跟你试试。这是什么极贫酷刑拜金女？八字还没一撇呢，张嘴就要50万彩礼，咋地？鲍鱼香精啊？就算香精，折算500元每克，也远远值不了这么多钱啊！叮，课题先机，被动技能生效，宿主请注意，对方根本没看上你，之所以给你机会，不过是想找个接盘侠。我靠，如果谁跟李梦瑶结婚，那岂不是7、8个月以后就会喜当爹？真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虽然是个没钱没存款的穷屌丝，但至少有个好皮囊。如果他真能凑够50万彩礼，倒也不是不能考虑一下。而且他看着龙精虎猛的，就算发生一些扑哧的事情，自己也不算吃亏。至于日后，反正我拿了彩礼，玩腻了可以随时抽身。像我这天上飞的白天鹅，永远不可能看上他这种泥沼里的癞蛤蟆。如此想着，李梦瑶便要再说点什么，彻底拿下林北。但还没等他开口，林北便先说话了：“那个，你问了我一堆问题，我还不知道你的情况呢。你有房吗？有车吗？有存款吗？”我才25岁，刚工作1、2年啊，怎么可能买得起房子和车子？而且我可是女孩子，花钱的地方比你们男的多很多，根本存不下钱。那你要啥没有的，咋一张嘴就是50万彩礼？实不相瞒，我是配钥匙的，我就想问问你配几把？虽然我没那几样，但我年轻漂亮，身材好啊。你能娶到我这么漂亮的老婆，你就偷着乐吧。出去同学聚会都倍有面子，去年有个顶级富二代还说要100万彩礼娶我，我都没同意。现在我给你机会，那是你的荣幸，知道吗？行，50万彩礼吗？没问题。但你们家
家得在龙城买婚房，全款不接受按揭，写我的名字。你们家还得赔一辆不低于30万的车，也写我的名字。哦，对了，我有洁癖，不接受抽烟、喝酒、泡夜店、有纹身的女孩。如果以上条件你都能满足的话，我可以考虑跟你试试。哼！林北之所以提出过分的要求，就是想让李梦瑶知难而退。但听了他这番话，李梦瑶顿时气得脸都歪了。你个下头男，我都没嫌弃你，你凭什么要求这要求那的？还全款婚房30万的车，我是来相亲的，又不是来扶贫的。还有，你凭什么随便定义女性的好坏？我抽烟喝酒泡夜店有纹身，难道我就不能是一个好女孩吗？瑶瑶别生气，跟这种人没必要。哥们儿，咱就是说，你没镜子难道就不会撒尿了吗？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瑶瑶都没嫌弃你是个穷屌丝，你还在这挑三拣四的，我真的要笑死了。果然，我就不应该对一个穷逼屌丝抱有幻想。你先去把账结了，然后从哪来的你回哪去，以后我们都别见面了。以前就经常听说有些女的会借相亲的名义混饭，没想到现在让我碰到这种人了。你说你混饭就混饭呗，你特么还带个男闺蜜过来，真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就是没看上我的意思呗。那我懂了，服务员过来结账。你好，一共消费4890元。我那份已经付了，你们慢慢吃。不是，我跟你出来相亲，饭钱你居然还跟我 AA， 不然呢？男女约会或者相亲，男人买单天经地义啊，哪有相亲吃饭还跟女孩子 AA 制的？我真的上 Q 了。现在不都提倡男女平等了？既然平等，为什么出来相亲就得男的请客？这是哪门子规矩？哦，谈权利的时候就男女平等，谈义务讲付出的时候就绅士风度。我们这才是第一次见面，在此之前，我们对彼此的了解仅限于知道对方的名字。而你呢？第一次见面选在人均1000多的餐厅，点菜的时候跟不要钱一样，死命的点，真就没打算花自己钱，所以不心疼吧？最不能忍的是，你居然还带了个所谓的男闺蜜过来，我拿你当相亲对象，你拿我当冤大头啊！这一桌子菜，我一口没动，愿意跟你们 AA 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你什么意思啊？你不吃那是你的事，我又没堵着你的嘴不让你吃，还拿这个当借口，我真的会谢。这顿饭连5000块都不到，你一个大男人，你好意思跟我 AA 吗？好意思啊，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就没见过像你这么抠门小气的男的，让你买个单咋就这么费劲呢？就你这样的，别说这辈子，下辈子你都找不到对象。你不抠门，你不小气，那你请客呗，说的好像你不是男人一样。等等，你不会真不是男人吧？你们相亲，我请客，说出去不知道多少人得笑掉大牙。要么你请客，要么你们俩 AA， 关我什么事？真是有病！我一直以为只有 AA 制，没想到还有 AAB 制。你这话啥意思？我们俩 AA， 你舔着个逼脸吃白食，这不就是 AAB 吗？你好歹也是个带爸的，跟着女人混饭吃，咋地？信用卡还不上了，还是花呗限额了？你，行了，懒得跟你们浪费时间，再见。哦，不对，是再也不见。不是，你等下，我们出来相亲于情于理都应该你请客，大不了下次我回请你。算了吧，你一个月薪3000的选手，这种规格的餐厅，我真担心你请不起。我请不起，我随便一个包包都是2、3万起步，你说我请不起？月薪3000块，背3万的包，这包怎么来的？你心里没点数吗？我这可是给了你一个约我出来的正当理由，我的心意你还不懂吗？还在装，非得让我把话挑明了是吧？行，那我明摆着告诉你，我对于接盘这种事情一点兴趣都没有。你想找老实人接盘是你的自由，但别找到我头上，我可没有替别人养孩子的癖好。你在说什么啊？我怎么听不懂？带男闺蜜来相亲已经够炸裂的了，居然还带了孩子，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说完，林北不再浪费时间，转身快步离去。好了，瑶瑶，犯不着因为一个穷屌丝生气。姐，还是你最好了。两位，刚才那位先生付了1630，还剩下3260，请问两位怎么支付？催什么催？我们还没吃完呢，看不见啊！去，别在这儿啊也。瑶瑶，那屌丝最后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你难道真怀孕了？瞎说什么呢？那傻逼随便找的借口你也信啊？我们可是好闺蜜，你都不知道的事情，他怎么可能知道？不用想也是假的啊！哼，说起来就生气，这个臭傻逼，我接触过这么多男的，就没有一个像他这么奇葩。早知道他是这种抠搜下头男，我就不来这么贵的地方了，真是坑死了。瑶瑶，我想到个法子可以给你出气，咱们发微博曝光那屌丝出来相亲，居然跟女方 AA， 相信他肯定会被人骂死的。对哦，姐你太棒了，这个办法好。哼，他让我没面子，还坑了我这么多钱，我就让他社死。微博上有很多小仙女，她们最看不起的就是各种奇葩下头男。两人说干就干，经过一通商量，几分钟后，一篇声情并茂的小作文横空出世。姐，你不是认识一个微博大 V 吗？你把我这篇微博发给他，让他帮忙转发扩散一下。今天要是不能让那下头男社死，以后我都站着尿尿。我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才加了人家的好友，也没说过几句话，没啥交情，不太好麻烦人家吧。哎呀，亲爱的，刚才那个下头男有多恶心，你也看到了，他不光羞辱我，也羞辱了你，难道你能咽得下这口气？你就找那个大 V 试一试嘛，反正又没什么损失。话是这么说，但是别但是了，大不了我让你爽一晚上还不行吗？嘿嘿，你要这么说，我可就有兴趣了哈。你说的没错，瑶瑶，那个穷屌丝确实有点欺人太甚，他嘲讽我就算了，关键是他居然对你出言不逊，作为好闺蜜，我实在是看不下去。瑶瑶，你别着急，我这就联系那个大 V 试试。
美丽的琳达公主，你可以帮小弟一个忙吗？啥事？说来听听。是这样的，今天我的一个女性朋友相亲嘛，遇到了一个非常奇葩的男的。那男的不但抠门小气，而且非常下头，几番羞辱我朋友。我朋友实在是气不过，就发了微博吐槽，但他的微博热度太低了，没几个人看，根本没效果。你看你能不能帮忙转发扩散一下？你是微博大 V 网络红人，相信这个话题给你带来的流量绝对不差。好，这个忙我帮了。相亲奇葩男这种话题在微博上发出来，肯定会有不小的反响。你把你们拍的图片和文案发过来吧。新婚之日，伴郎对伴娘们动手动脚，然而面对伴娘们的求助，身为新娘的表妹却视若无睹。就在伴娘们绝望之际，林北化身护花使者，反手将几个伴郎扔了出去。方静姐，你个白痴，你想害死我吗？那可是林阎王啊，竟敢招惹他，你们完了。我靠，这娘们发什么神经呢？男人靠得住，母猪会上树。果然，遇到难事还得靠自己。不操，一个人起诉1万多个，还全部获刑。我就说怎么看他有点面熟，原来他就是那个带谁干谁的刑部尚书。那个瑶瑶，我突然感觉身体不适，得去挂个肛肠科看看。对了，以后别给我打电话，我怕林北误会，有事漂流瓶联系哈。听到林北的惊人战绩，李梦瑶下的又是祈祷又是自我安慰。那条微博现在已经被平台删除了，账号也被平台封禁了，应该没事吧？如来佛祖、玉皇大帝、观世音菩萨、耶稣、宙斯、奥古丁，你们千万要保佑我不被林北起诉啊！另一边，林北刚在面馆点了一碗面，正准备开吃，却突然接到了老妈打来的电话。臭小子，你把人小姑娘怎么着了？把她吓得托介绍人又是赔礼又是道歉的。妈，瞧你这话说的，你儿子这么和善的人，咋可能欺负一个小姑娘呢？估计是他觉得对不起我，所以才道歉的。妈，你还不知道吧？那女的都怀孕了。不是，她都怀孕了，怎么还出来相亲呢？介绍人也没说有这情况啊。介绍人，这事他多半也不知道。妈，我跟你说，现在真的啥人都有。你儿子算机智的，没啥损失，有不少人相亲都被骗钱了。最惨的甚至相的亲被判了强奸罪，这你上哪说理去？相亲有风险，家长需谨慎啊！你以后可千万别给我张罗相亲啊，谁知道对方是个什么人呢？行，我以后不随便给你安排相亲，但你小子自己得努力，听到没？你二姨家的欣欣妹妹比你还小1岁呢，马上就要结婚了，你瞅你，连个对象都没有。古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孝有很多种表现，但以没有尽到后辈的本分视为最大的不孝，可不是说没有孩子的意思。你的本分就是让我和你爸早点抱上孙子，孙女也行，我们家不欢迎单身狗。然然也单身，妈你怎么不说？他还上学呢，不着急。我听人说，这个在学校里搞对象的，大部分毕业就分手了，还不如等他工作以后在单位找。你小子别岔开话题，现在说的是你，赶紧找对象，听到没？最晚中秋节前领个姑娘回家里来，要不然你就别回来了。哎，没想到在网上嘎嘎乱杀的我，也会被家里催婚，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过2天就是表妹的结婚日子，我也该回去。各位叔叔、阿姨、兄弟姐妹们，今天是韩超群和王欣欣大喜的日子。正所谓要想新人日子好，伴娘助力少不了。各位美丽的姑娘们，现在有个小忙需要你们帮一下。看到伴郎手里的香蕉了吗？这个是开启新郎新娘幸福生活的钥匙。你们每人选择一个伴郎，过去吃他们的香蕉，注意了，不可以咬断啊！你们也不想新郎新娘幸福生活的钥匙被破坏了吧？欣欣，你快跟他们说说。好姐妹们，今天是老娘结婚，天大地大，新娘最大，你们就先委屈一下自己吧。等婚礼过后，我再给你们好好赔礼道歉。几个伴郎见伴娘们没动静，便主动冲向各自心仪的伴娘。嘿嘿，美女都是老司机了，装什么清纯？小妹妹别害羞呀，让哥哥来帮你吧。操！你们这群畜生想踏马干什么？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来破坏我的婚礼？我是新娘的表哥，也是这位伴娘的亲哥。你们结婚就算是图热闹，那也要注意点尺度吧。可你看看刚才那群畜生在干什么？有你这么当哥的吗？这可是你表妹的婚礼。再说了，大家都是年轻人，玩玩闹闹不是很正常吗？二胖，你这老婆手段厉害的嘞，以后肯定会把你拿捏死死的。听到这话，韩超群脸色变得愈发阴沉和难看。我没有，老公，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哥，你到底想干什么啊？今天可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大家就是想热闹热闹，怎么了？你非要毁了我的婚礼是吗？热闹热闹，你刚才难道没看到吗？那几个伴郎对伴娘们动手动脚的，做的有多过分？你管这叫热闹热闹？换了是你家人来承受这一切，你会是什么感受？王欣欣，你还来劲了是吧？刚才你是聋了，还是瞎了，还是哑巴了？要不是林然哥哥帮忙，我们都不知道会被欺负成什么样子。这次我算是看透你了，王欣欣，你个王八蛋！老娘可是把你当最好的闺蜜，这次为了回来给你当伴娘，我用光了年假，跨越1000多公里过来，你踏马就是这么对我的。面对好姐妹的指责，王欣欣眼眸中闪过一丝愧疚，可很快便被愤怒和屈辱取代。今天是我结婚，我一辈子就这么一次婚礼，你们为什么就不能体谅体谅我？为什么就不能理解理解我？以前也没见你们这么大脾气啊，为什么偏偏就在今天让我这么难堪？你们只是被吃点豆腐，可我失去的可是美好的婚礼啊！你们是想逼死我吗？真是有病，谁结婚不是这样的？就你们家妹子金贵，装什么呢？私下里指不定玩的有多嗨，现在倒装上贞洁烈女了。就是你们出去问问，谁结婚不热闹一下的？哦，别人都行，就你们不行，就你们金贵，玩不起别来当伴娘啊，还带个保镖，真以为自己香精呢？
法，都说小姨子半个腚都是姐夫的，我们作为二胖的好兄弟，摸一摸都不行吗？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看在你是欣欣表哥的份上，刚才的事情我不跟你过多计较，只要你给我还有我的兄弟们好好道个歉，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刚才的环节继续，你能看就看，看不下去你可以出去抽根烟。如果我的话你不听，待会挨揍了你可别叫唤。花花世界迷人眼，没有实力你别再演。哥们只是不想坏了气氛，所以刚才没有跟你一般见识，但你别给脸不要脸。差不多点就得了，再逼逼真收拾你好吧？操你妈的！今天但凡换个场合，你还能站在那，老子跟你姓。你们刚才的行为已经犯法了，知道吗？还犯法，真他妈搞笑！我结婚大喜的日子，兄弟们为我开心，都想热闹一下，有什么问题吗？谁结婚不是这样的？张嘴闭嘴犯法，你咋这么牛逼呢？法院是你家开的，还说我们犯法？那你倒是去告啊！爱上哪告上哪告，有本事你就把我们都送进去，没本事你就闭嘴。林北没有理会他的嘲讽，跟妹妹林然示意了一下，便准备带她和另外3个伴娘离开。不许走，哪有婚礼还没完，伴娘中途就离开的？你让我们老韩家以后怎么见人？妈的，给你脸了是不是？你个臭装逼贩子，给我听好了，知道我们彪村的彪是怎么来的吗？在这还想撒野？我看你是没爱过社会的毒打，兄弟们给我一起上，笑他！反了反了，大喜的日子你居然敢行凶！今天你不给一个交代，你休想离开这里！小北，这到底怎么回事？你还有脸问？你们女方的人打了我们男方的人，知道吗？爸，不怪林北哥，是这些人婚闹太过分了，他们根本就是在耍流氓。要不是林北哥在，我们都不敢想象会有什么结果。岂有此理！我闺女从小到大都没受过什么委屈，今天不过是当个伴娘，居然就被人欺负了。你这小姑娘怎么说话呢？谁耍流氓了？这就是结婚图个喜庆。你是欣欣的大伯对吧？今天这是你们王家，必须给我韩家一个交代。太不像话了，也不看看什么场合，又是骂人又是打人的，真当我们韩家好欺负啊？那你几个意思？让那小畜生跪下，给所有人磕头道歉，再给那几个被打的伴郎赔点医药费，然后滚，伴娘留下，婚礼没结束，他们不能走。爸，我不想再当伴娘了。好一个恶人先告状！你们做了恶心的事情，居然还有脸让我们的人道歉。林北这孩子做的没毛病，是个爷们儿。欣欣，你还等什么？走，跟我们回家，这婚不结了。你爸那边我和他去说。大伯，为什么就连你也要逼我？今天是我结婚，什么事情不能过了今天再说吗？他们受点委屈又不会死，为什么非要毁了我的婚礼？见王欣欣到现在还执迷不悟，几个娘家人对她彻底失望。他韩家这么欺负人，难道你还要坚持嫁过去不成？对，我就是要嫁，我不求你们帮什么忙，只要别捣乱，我就心满意足了。好，好，好，这婚你自己结吧，我们走。日你娃，打了老子，想就这么拍拍屁股走人，哪有这么好的事？既然他不让走，那咱就先不走了，报警找警察来处理吧。喂，你好，我要报警，我们在彪村被限制人身自由，并且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对，从县城方向过来，进村子沿着大路直走就能看到，就是结婚的这家，麻烦你们快点，我已经报警，有什么话等警察来了再说。超，报警好使啊！今天老子非让你知道彪村的彪到底是怎么来的。超群别冲动，你今天可是新郎官，千万别乱来，反正那小兔崽子报警了，而且他打了好几个人，等下警察来了肯定会抓他，他跑不了的。小北，你们不是去送亲吗？怎么听说把男方那边的人给打了？爸，是他们婚闹太过分了，又是乱摸又是做下流活动的，你说哪有这么办事的？我劝也劝不住，没办法，我总不能看着然然被人欺负。日他妈的，老子的闺女从小到大都没让她受过半点委屈，这帮王八蛋！林北，你给老子听好了，保护好你妹妹，她要是掉一根汗毛，我饶不了你，我马上就到。就在林北打电话的间隙，几名警察走了过来。是谁报的警啊？警察同志，是我报的警。是你？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林北刚要说话，韩妈抢先一步说道：警察同志，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今天是我儿子结婚，你说这么个大喜的日子，本来开开心心的，可这小子非要捣乱，又是骂人又是打人，你看把我儿子他们几个人给打的。刚才这小子还想跑呢，不过我们把他拦住了，你们快把他抓起来！这种丧尽天良的人就得抓他去坐牢，省得在外面祸害人。林北这小伙子虽然有点腹黑，但绝对是个不失正义感的年轻人，而且他还具备非常强烈的法律意识，不可能无缘无故就打人，此事怕是另有隐情。具体是怎么回事？好好的婚礼怎么会打起来的？警察同志，你听我说，是这样的。接着韩妈就是一通添油加醋，避重就轻，小题大做的讲述起来。警察同志，你可一定要给我们做主啊！这个凶徒，你们一定要把他抓起来，送他去坐牢。不是的，警察叔叔，根本不是他说的那样。刚才那些男的，他们耍流氓，乱摸乱抱，我们反抗都没用。我哥完全是为了保护我们。民警吴正国仔细看了看，发现几个小姑娘都是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并且脸上还带着泪痕。这果然不是一场寻常的婚闹。接警的时候，以为就是个限制人身自由案子，到了现场才发现，这里不仅发生了肢体冲突，居然还有疑似猥亵的行为。警察同志，别听这丫头胡说，我们就是正常的热闹热闹，谁家结婚不是这样的？
况且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怎么就成耍流氓了？你接受不了，你当什么伴娘啊？你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光靠一张嘴是说不清的，凡事还得看证据。摄像呢？你们摄像在哪里？我们家穷，没请摄像。刚才应该有人用手机拍了照片或者视频吧，还请拿出来，配合我们警方调查取证。但等了半天，却没有一个上来提供证据。见此情形，韩妈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警察同志，虽然没有证据，但事实已经很清楚了，不是吗？谁说没有证据的？你这小子真是鬼话连篇，在警察同志面前都敢说瞎话，还证据，真是可笑。你刚才一直在骂人打人，你哪来的证据？欺骗警察同志可是要坐牢的，知道吗？小伙子，你有什么证据？刚才发生的事情从头到尾我都有视频完整记录，他们说1000到1万，我不跟他们争论，因为事实胜于雄辩。哦，你拍了视频，快拿出来我看看。林北之所以能拿出证据，是因为有系统奖励的如影随形航拍器，这个航拍器具有全程隐形录像功能。警察同志，我们都没看到他用手机拍视频，就算他有证据，估计也是提前准备好的。他这明显就是要陷害我家，你们赶紧把他抓起来。你让我抓这小伙子？他破坏我儿子婚礼，还骂人打人，难道不该抓他吗？刚才发生了什么？不需要你说，我视频里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几个大男人借着结婚的由头威胁这4个姑娘，这明显就是在犯罪。不行，他们都是来参加我婚礼的，你们不能抓。我说你这个警察你怎么回事？明明是这个小畜生捣乱还打人，你不抓他，反而抓我们家的客人，还有王法吗？不对劲，你们2个很不对劲。这小子从始至终都没说自己的名字，可你却能叫出来，你们肯定早就认识。好啊，你就因为认识这小子，所以偏袒他是吗？你今天要是敢抓我们家的客人，我一定会去举报你，让你当不成警察。我是县派出所民警吴正国，这是我的警号，你记清楚，记不住你可以拍下来。如果你对我的执法有任何意见或者建议，完全可以向我的上级领导部门投诉举报，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这是你的权利。但现在你必须配合执法，这是你的义务。吓唬我是吧？你是不是在吓唬我？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就算你是警察，你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啊！行了，这位女士，你有什么话可以找有关部门反映，但现在请不要妨碍我们执法，想必你也不愿落个妨碍公务的罪名吧？来，刚才几个动手的自己站过来，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不是，那他呢？这小子打人你们就不管吗？当然不会不管，小伙子，你也得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没问题，我非常乐意配合。警察同志，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这次我结婚，他们都是来帮忙和祝贺的。那个活动也是我让他们干的，咋了？难道结婚做活动也不行吗？好家伙，别人都是做兄弟在心中，有时电话打不通，兄弟长兄弟短，兄弟有时我不管，更有甚者，直接就是兄弟在我喊嫂，兄弟不在我喊宝。可这新郎倒好，还真是讲义气。你确定是你让那些人去闹伴娘的？是啊，我可是新郎，我想让他们干啥，他们当然都得听我的。行，当然行，不过我们需要换一个地方说话就是了。林北，你给我滚出来！我知道你在家，别躲在里面不出声。你有本事害人，为什么不敢开门？你们有事说事，别跟鬼子进村似的瞎嚷嚷，干什么呢？再这样我叫保安了。你还有脸叫保安？那个叫林北的小畜生在哪里？怎么敢做不敢当是吧？搅和我儿子的婚礼就算了，居然还报警让他被警察带走。今天必须给我一个交代，要不然我把你们家拆了，信不信？你他妈嘴巴放干净点，浇水小畜生了，在嘴上没个把门的，我大嘴巴子抽你信不信？你儿子是小畜生，你是老畜生，一家没一个好东西，害我儿子，我跟你们没完。哪来的狗在这选废？我妹妹在婚礼上被人欺负，现在都还没调整过来，我都还没找你们算账，你们居然主动找上门来了，谁给你们的勇气？他们被警察带走，那是因为他们犯法，被判刑也是活该。你们与其在我家嚷嚷，不如早点去请个好律师，或许还能少判几天。什么叫犯法？什么叫罪有应得？看你人模狗样的，怎么心肠这么黑，就见不得别人好是吧？他们今天敢借着结婚的名义乱抱乱摸，明天就敢强奸嘎人，现在送他们进去好好改造，也省得以后犯下重罪后悔莫及。你们该感谢我才对。你个小逼崽子，小小年纪心思就如此歹毒，现在我不想听你在这放屁，就一句话，立刻跟我们去派出所说清楚。怎么想动手啊？你敢动手我就敢报警。报警？警察局是你们家开的吗？张嘴闭嘴报警。怎么你把我儿子送进去还不满意，还想把我们全家都送进去啊？咋了？我们就是来要个说法，警察还能无缘无故抓我们不成？少拿警察来吓唬人。我告诉你，我儿子要是真有个什么3长2短，我砸锅卖铁，我卖车卖房，也要让你们全家不好过。警察局当然不是我家开的，但你们这种上门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行为，已经触犯了《龙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警察来说，这是属于犯罪行为，他们当然会管。小逼崽子还搁着拽上法律了，咋的？欺负老子不懂法，有种现在就报警！你真当老子是吓大的吗？行啊，既然你有这种要求，那我就好人做到底，帮你一把。喂，你好，警察叔叔，有人现在堵在我家门口，我和我家人的人身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地点在北云小区3栋，你们等着，警察马上就到。小逼崽子，你有种，竟然真报警！慌个勾吧，警察来就来呗，我们不偷不抢，不赶人不放火的，警察又能拿我们怎么样？你们堵在人家门口干什么呢？既然赖着不走，那就跟我们去局里走一趟吧。不是，你这警察你什么意思啊？我们犯什么法了，就要抓我们？没错，凭什么抓我们？我们又没把他们怎么样，就是想过来要个说法，怎么这样也不行吗？
你们以为只要不是杀人放火就不算犯罪吗？警察同志，你也看到了，他俩堵在我家门口，还威胁我的家人，怎么劝怎么赶，就是不走。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只能报警求助。好了，都先跟我去局里再说吧。警察同志，那个我儿子他怎么样了？什么时候能回家啊？他现在已经被转了强制措施，刑事拘留，正在接受进一步调查。不是，我儿子是新郎官，他又没对那些伴娘动手，要拘也是拘其他人啊，怎么还把我儿子也拘了？行了，你们还是先顾着自己吧。现在我们就好好说一说你们堵在别人家门口这个事情。警察同志，我们这么做真的算是犯法吗？你们今天的行为是什么性质？在来警局的途中我已经解释过了，你们涉嫌威胁他人安全罪，此外还涉嫌寻衅滋事罪，并且因为你们是多人，情节相对严重。如果报警人追究到底的话，你们很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警官，啥叫刑事责任啊？意思就是案情严重的话，可能要面临坐牢，就算不坐牢，最起码这个刑事犯罪记录背在身上，3代不得考公。警察同志，我们真的没干啥啊，就是想跟他们讲讲理。这个事情也不是没有转圜的余地，毕竟你们没有真的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和损失，现在也还没有正式刑事立案，你们还有机会，那就是跟对方调解。如果你们双方达成调解，这个事情也不是一定要立案。好，警察同志，我们愿意调解。几分钟后，双方都来到了调解室内。今天我来主持一下你们双方的调解工作，你们有什么诉求都可以提出来。我的诉求很简单：第一，公开道歉；第二，保证以后不再骚扰我和我的家人。不是，你这也太欺负人了吧？我们都跟你爸妈一般大，你让我们给你一个小辈道歉，你受得起吗？不怕折寿吗？不好意思，别误会，不是给我道歉，而是给我们全家人道歉。至于折不折寿的问题，就不劳您费心了。你们辱骂、威胁我和我家人的人身安全，已经触犯了法律。怎么，私下里的一句轻飘飘的对不起就想过去？哪有这么好的事情？谁让你先害人的？要不是你破坏我儿子的婚礼，还把我儿子和其他人送进局子，我们会那么愤怒以至于辱骂和威胁你们吗？说白了，这一切都是你引起的。警察同志，你来评评理，如果是你的孩子被他坑害了，你还能保持冷静吗？我把你儿子和其他人送进局子，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我什么时候拥有这么大的能量了，能随随便便把人送进局子？我怎么不知道？他们被警察同志拘留，立案调查，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触犯了法律，都是罪有应得。你放屁，小畜生！我就超群这么一个儿子，他就是我的一切，就是我的希望。你害了我儿子，我就算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你竟然敢在警务人员面前公开对我进行威胁，简直是无法无天啊！看起来你们并没有调解的诚意。既然如此，那我也只好放弃调解意愿，尊重诸位的决定。哎，等下，小伙子有什么话都可以坐下来慢慢谈吗？我们绝对是很有诚意的。诚意？刚才他那样子，恨不得吃了我，这就是你说的诚意？本来就是你们求着我要调解，不说态度好点也就算了，他居然还吵吵嚷嚷的满嘴喷粪。就凭他刚才那一番话，我改变主意了，拒绝调解，该怎么判就怎么判。那个林北小兄弟，刚才是我老婆不对，她脾气不好，一辈子就这样改不过来了，我代她向你道歉。刚才真是对不起了，我们真是很有诚意来调解的。这道歉怎么还有代替的？你家那位刚才那么大嗓门，估计半个派出所都听到了，他又不是不会说话。你快给小兄弟道个歉，其他的以后再说。对不起，行了吧？行，很行啊！你找我调解，完了居然骂我，那指定是非常的行啊！吴警官，这个情况你也看到了，我拒绝调解，这个案子你们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我相信法律，相信执法机构。臭婆娘，你看你干的好事。另一边，王欣欣打了很多电话都没有人接听，便来到了派出所打听情况。你好，警察同志，我想问下我老公现在是什么情况？你老公是？哦，你是说今天带回来的那个新郎是吧？他转刑拘了。怎么会刑拘呢？他又没干啥。他教唆几个伴郎闹伴娘，尺度那么大，已经达到强制猥亵的标准，当然要承担刑事责任。对了，考虑到韩超群的父母也被刑拘了，他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已不在人世，他们3个的刑事拘留通知书也麻烦你来认领一下吧，省得我们专门跑一趟了。听到这话，王欣欣只觉脑瓜子嗡嗡的，她没想到刚嫁过来第一天，新家几乎全军覆没，不但老公被刑拘，就连公婆也被刑拘了。喂，你好，请问是龙 A594SB 的车主吗？滚！你个傻逼死骗子，挂你一次电话，心里没点数吗？竟然还打过来，咋了？不挨几句骂你就心里不痛快是吧？没想到第一次来新家就碰到车位被占这种事情。你好，我的车位被人占了，麻烦处理一下。先生，您的车位被占了，可以自己打电话联系对方车主，让其挪车的。我已经打过了，第一次打过去还没说完，对方就挂断了。第二次打过去，对方更是出口成脏。哦，是这样啊，请问先生，您是几栋业主？车位编号是多少？我是1栋1单元1501业主，车位编号是 H262。请稍等，我这边安排保安过去一趟。挂断电话之后，林北边等待边看起了小说。这狗作者真是短小无力，一天最多就更2张，他老婆跟了他真是遭老罪了，就这么一点点够谁看？林先生是吧？你好，我是物业保安，你的车位是哪个？就这个 A262，我的车位现在被占着，对方还拒绝沟通。林先生，这辆车我有印象，车主非常嚣张跋扈，有点不太好沟通呢。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如果好沟通，我也不用麻烦你们物业了。
喂，你好，我是物业的，有业主反映说您的爱车占了对方车位，麻烦您受累过来挪一下。什么玩意？占了别人车位？真他妈稀奇了！老子的车停在自己车位上，怎么就占别人车位了？先生，这边业主有车位买卖合同，这个编号为 A262的车位确实是人家的，您看。看个坤吧！操，老子的车停在这里2年半，什么时候变成别人的了？你帮我给那傻逼转告一句话，就说滚他妈犊子！还真是，鸟大了什么林子都有，总有些奇葩占据别人东西时间长了，就以为这东西是自己的了。林先生，你也听到了，我刚才给这个车主打电话，但是也没用啊，可能他习惯把车停在这，一时半会接受不了车位是别人的。要不你看这样行不行？给他点时间，你先把车停别的地方，以后再慢慢沟通。沟通？刚才对方的态度你也是亲耳所闻、亲身体会的，你觉得这种人能跟他好好沟通吗？他摆明了一副不准备讲道理的样子，而且你也别遇到问题就推给我。这个车位我每月可是都给你们物业交了管理费的，不能说收钱的时候你们说的很痛快，遇到问题就让我自己解决吧。那个林先生，您就别为难我了，这里都是住的有钱人，我一个小保安可不敢随便得罪人。我也不想为难你，但我的问题总得有人解决吧。这个事你能解决最好，你不能解决就找能解决的人过来。我的目的不是为难你，而是解决这个问题。我明白了，林先生，您稍等下，我这就给经理打电话。林先生，我们钱经理要和您说几句。喂，你好，林先生，我是咱们小区物业经理钱程。事情呢，小孙跟我说了，林先生，我先向您表示歉意。这个不管怎么说，确实是我们物业工作不到位，给您添麻烦了。听着对方说话的态度，林北脸色舒缓了不少。不过，林先生，我们物业也确实有难处。刚才我查了下，车位是在3年前交房的时候就售出了，可这么长时间了，您既没有入住，也没有停车，还没有跟我们物业有过接触，这个时间长了，我们这边确实会疏于管理。钱经理，我记得每年年初我都会交未来1年的车位费，你怎么能说跟物业没有过接触呢？再说了，不管以前怎么样，现在的情况就是我的车位被人占了，并且对方拒绝挪车，这个事情就应该你们物业来解决，要不然我每年大几千的车位费都白交了吗？林先生，您这就有点强人所难了吧？怎么？你们收钱的时候我都没说你们强人所难，现在我不过是要求你们履行职责，你就说我强人所难？那个林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好了，钱经理，我没兴趣知道你是这个意思还是那个意思，我也不管你是有意思还是没意思，总之我的意思很简单，让他把车开走，把我的车位还给我，我给你半小时，如果还是解决不了，那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来维权，希望到时候你别后悔。不可能，这车位我都停2年半了，凭啥他回来我就得给他让出来？姐夫，当初你可是说的让我随便停，想停多久停多久的。小伙，这不是情况有变吗？之前是车位主人没来，你想停多少年都没问题，可现在人家不是要用自己的车位吗？他还说了，半小时解决不了，他就要用自己的方式解决。他咋这么牛逼呢？还自己的方式？姐夫，这事儿你甭管了，让他找我，我倒要看看他能把我咋地。半小时一晃而过，物业没有再联系林北，而霸占车位的车主更是连影子都没露。行啊，非常的行啊！既然你们物业只收钱不办事，那就别怪我，就用自己的办法解决问题了。想到此处，林北脑海之中瞬间闪过无数维权惩恶的方法。目前最稳妥、最彻底的方法，就是起诉这个无赖车主侵占个人财产。发挥失常的话，能让他乖乖把车位让出来；发挥正常的话，能让他补上2年半的停车费，把车位让出来。如果超常发挥的话，以侵占罪给这狗日的送进去也不是不可能。另外还可以起诉物业不作为，返还3年超位管理费。不过这个方法奏效归奏效，但总觉得还不够，打脸必须有声响才行啊！我不但要维权，更要狠狠出口恶气，对付无赖就要用更无赖的办法。你不是喜欢占车位吗？现在让你占个够，一辆价值上亿的劳斯莱斯贴着你车头横在那里，就问你敢不敢动？什么？你说林北刚才租了个车位？是的，经理，他租了1年。我知道了，你下去吧。呵，还以为是个刺头，没想到怂得这么快。你倒是支棱起来啊！我还等着接招呢，没想到这么快你就认怂了，啥也不是。钱程以为林北是知难而退了，殊不知林北租车位恰恰是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我就操了，是哪个傻逼把车停在这了？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大哥，麻烦你挪下车呗，你的车把我的车堵死了。你个死骗子，挂你一次电话，心里知道怎么回事就得了呗，还要打过来，咋了？不挨几句骂你就心里不痛快是吗？现在你满意了没？傻逼！这哪来的傻逼？真他妈有病！卧槽，刚才这番话怎么感觉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果然是你，麻了隔壁的，你是真不知道你虎爷的暴脾气。打完电话的杜虎骂骂咧咧的上了自己的车，但看着面前这辆崭新的劳斯莱斯，杜虎却犹豫了。虎哥，你搁哪呢？赶紧过来啊！妹妹们可都等你呢。你们先玩着，我马上就到。不是，你这也太不靠谱了。行了行了，等着吧。奶奶的，有2个抽钱就牛逼啊！喂，哥们，我说你会不会停车？你都把我的车堵死了，这不合适吧？我现在着急用车呢，你赶紧下来把你的车开走。我怎么不会停车了？有你这么停车的吗？直接横在那里，你让我怎么出去？你的车出不出得去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是把自己的车子横在自己的车位前面，又不会影响别人。你这话我咋听不懂了呢？你还装傻是吧？你的车横在 A262 前面，我的车就停在 A262 的车位上，那就奇怪了，为什么你的车会停在我的车位上呢？什么叫你的车位？那车位我停2年半了，怎么就成你的了？哦，你停2年半，那车位就是你的了。这地球我踩20几年了，我都不敢说是我的。
太阳我也晒了20几年，也不敢说是我的，你怎么敢的呀，哥们？超，我给你5分钟，滚过来把车开走，要不我给你撞个稀巴烂，到时候你别哭。行啊，你想撞就撞呗，不过友情提示你一下，那辆车也不贵，落地也就区1.8亿，你撞之前最好先掂量，能不能赔得起。你这不是耍无赖吗？还能不能讲点理了？我跟你讲道理的时候，你跟我耍无赖，现在我耍无赖，你又想讲理了。抱歉，这个游戏规则不是你制定的。听到手机里再次传来忙音，豆虎都快气炸了，心里无数次升起把眼前劳斯莱斯撞开的冲动。可看着那闪闪发光的小金人，便宛如一桶冰水当头浇下，瞬间就冷静了下来。妈的，有2个抽钱就了不起啊！老子的姐夫可是物业经理，在老子的地盘，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卧着。啥？那个林北用他的车把你的车给堵死了？听了杜虎的叙述，钱程有些惊讶。他知道林北租了车位，本以为他认怂了，没想到居然来这一套。是啊，姐夫，那傻逼还跟我说有本事你就撞，只要做好倾家荡产的准备就行，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你小子要是老实人，那这个世界上恐怕就没几个不老实的人了。老公，你就帮帮小虎吧，我可就他一个弟弟，你看他都气成什么样子了。姐夫，你可是物业经理，这是你的地盘，收拾他还不是小菜一碟？行吧，我先打电话试试。喂，林先生你好，我是物业经理钱程。那个，你应该还没睡吧？那什么，我就是想跟你聊聊那个车位的事儿。我听说你把车横在车位前面，把别人车给堵住了。没错，是我干的。林先生，你看你是不是去把车挪一下？不管怎么说，这样挡着别人的车也不是个事啊。我的车子停在自己车位面前，又没碍着其他人，我为什么要挪走？林先生，你这就有点不讲理了。哦，你现在是想跟我讲理吗？那我就想问问，我想讲理的时候你在干什么？我也不是一开始就堵车吧？我给那个人打了2个电话，他不但不挪车还骂我，我找你们物业协调解决，你们就跟我和稀泥毫不作为，那我没办法，我只好用自己的方式来处理。结果这个时候你倒是跳出来了，呵呵。既然我想讲道理的时候没人听，那我耍无赖的时候你们也别给我讲道理。听了林北这番话，钱程也有些来气了。林先生，你这样我很难办啊。难办，那就别办了。姐夫，那小子挂你电话是吧？断他水断他电断他网，看他还牛不牛逼？你傻逼啊，都什么年代了，还动不动就断水断电？那你说咋办？这样吧，我认识个记者，影响力还挺大的，而且专门做的就是帮助百姓解决纠纷事件的。我把他的联系方式给你，你联系他过来曝光这件事。我看行。杜记者，你可一定要帮我们啊！这次那对新人婚宴的费用总共是10万出头，可他们只给了5万，还剩下5万，却说啥都不给，打电话不接，信息也不回。见过吃霸王餐的，可还没见过结霸王婚的。你说这叫什么事啊？我们老板他要是知道了这事，肯定会非常生气的。大姐您别着急，我们小丽帮忙节目组一定会帮忙到底的。我现在就致电这位拖欠婚礼酒席钱的新郎，为酒店讨回欠款。喂，你哪位？请问是常胜先生吧？对啊，我是常胜，你有什么事吗？我是小丽帮忙节目组的记者杜小丽。我得知昨天你结婚，在赵庄大酒店办了婚宴，最后却没有结清酒席钱。常先生，你不觉得自己过分了吗？结婚是大喜之日，可你不能光顾着自己高兴，却拖欠酒店的酒席钱吧？我觉得人活一世，什么都可以不要，唯独脸不能不要。常先生，希望你能立刻结清欠款。什么叫拖欠酒店的酒席钱？你根本都不了解事情的真相。那我问你，昨天你结婚是不是在赵庄大酒店办的婚宴？是。婚宴费用10万，但你只付了5万，还有5万没给，是也不是？没错，但是没有什么好但是的。既然你承认了，那么就请你立刻还清欠款，不要做这种让人唾弃的事情。你什么都不知道就敢在这里乱说话，傻逼吧你！我乱说话，常先生，希望你明白，我是记者。现在我们的通话内容，后续我将会制作成视频发布到网络上。你也不想自己的丑恶嘴脸被大众所知吧？还请你做出明智的选择。你少在这里胡搅蛮缠，我之前就已经跟酒店老板约定好，他欠我5万欠款多年未还，这次便以婚宴费用相抵。听到这话，杜小丽心里微微一惊，她没想到竟然还有这个情况，有点出乎了她的预料。常先生，你手机音质这么好，是换新手机了吗？旧手机呢？卖了，我那台苹果14找转转上门回收了3500多。靠谱吗？当然靠谱了，我是转转老用户了，每次换下来的旧手机、笔记本、手表都会叫转转免费上门回收，价格满意现场打钱，躺在家里就把手机给卖了，特别省心。要我说，趁着旧机还值钱，赶紧叫转转上门回收就对了。常先生，你不要狡辩了，吃饭给钱天经地义，希望明天中午之前你可以结清欠款，否则我将会全网公开此事，到时候你的名誉很难保证。杜记者，你可千万别听他瞎说，什么抵扣欠款，我压根不知道有这事，他肯定是不知道从哪听说了，我们老板还在局子里，所以才编瞎话欺骗你。我知道了。作为记者的杜小丽，真相如何，从来都不是她关心的重点，她在乎的是这个事情能不能引起关注和讨论，能不能激起网民的情绪。她之所以能把账号做起来，靠的便是这个。现在显然是结婚不给钱，比婚宴抵欠款更有话题性。杜姐，刚才接到个求助电话，求助者说他的车被一辆劳斯莱斯恶意堵死在停车位上，开不出来。对方不仅嚣张还骂人，求助者希望我们能帮忙曝光此事。
你告诉求助者，这个是我们接下了，咱们待会就过去。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杜小丽。相信不少朋友都遇到过因停车而引起的纠纷，今天这位求助者就是遇到了这方面的困扰。现在小丽就带大家来具体了解下事情的来龙去脉。你就是杜记者吧？你好，你好，我是给你们打电话求助的杜虎。我是杜小丽，没想到我们还是本家呢，杜先生，真是有缘分啊。是啊，能跟杜大记者做本家，我很荣幸。杜记者，你看，就是这辆劳斯莱斯把我的车堵得死死的。观众朋友们，相信大家都可以清楚的看到，一辆越野车规规矩矩停在停车位里，可前面却横着一辆豪车。虽然小丽不太懂车，却也认得这辆豪车是劳斯莱斯，少说价值700-800万吧。有钱人的世界咱不懂，但我不禁想问，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竟让这位豪车车主做出这种事情呢？他仗着自己的车豪华贵重值钱，料定越野车主不敢轻举妄动，便肆无忌惮地将人家的车堵死。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是万万不敢相信，世界上居然会有这种人，仗着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吗？这件事小丽一定会帮到底。杜小丽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并且她的话术里具有明显的偏向性和引导性，不仅加深了贫富对比，还体现出了一个守规矩的车主却被人恶意为难的结果。杜先生，您能跟我们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这个事情也怪我，我这不是看见这个车位一直空着也没人用吗？就寻思着既然没人用，那我就临时停2天。结果昨天我正有事情忙呢，突然就接到个电话，说我占了他的停车位，让我去挪车。天地良心，我当时是真的走不开，所以就跟对方商量，说稍等我几分钟，我忙完手头的事情立刻来挪车。结果对方当场就发火了，说什么你不是喜欢占别人车位吗？那我就让你占个够。当时我还不懂他的意思，结果等我处理完事情回来一看就成这样了。当时我就给这位豪车车主打电话赔礼道歉，可对方态度非常强硬，不但不接受我的道歉，还在电话里骂我，骂的可难听了。不怕杜记者你笑话，我一个30而立的男人都差点被骂哭了。说实话，我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感受到没钱的痛苦。人家就这么随意的把车停在我的车前面，我就完全不敢动，万一剐蹭一点我都得赔到倾家荡产了。你说我一普通平民，我得工作得赚钱养家，这车被堵了，我真的是没办法，只能求助你们了。听你的意思，这个车位确实是劳斯莱斯车主的吗？没错，我确实占了他的车位，做错了事情我认，可他也不至于这样报复我吧。其实临时占用车位这种事情，在现实生活中是在所难免的，毕竟谁都可能会遇到紧急情况，我相信观众们也都能够理解。但我真的无法理解，这位劳斯莱斯车主为什么会这么大火气和戾气呢？走，我们先去物业了解下更多情况。随后几人便来到了物业经理办公室，杜小丽直接开始采访起了物业经理钱程。因为物业经理钱程是杜虎的姐夫，所以钱程说的话自然也是向着杜虎。你不是喜欢占车位吗？现在让你占个够，一辆价值上亿的劳斯莱斯贴着你车头横在那里，就问你敢不敢动？观众朋友们，这个因车位被占引起的纠纷事件，通过我的详细了解，现在事情前因后果已经明了。如果杜先生拒不挪车态度恶劣，那是他的不对，被堵也没什么好说的。但杜先生态度很好，只是因为脱不开事而耽搁了一会，劳斯莱斯车主便如此报复，行为属实有些过了。现在我就给这位姓林的豪横车主打电话，看他会怎么说。喂，你好。你好，请问是林先生吗？是我，你是哪位？听到电话里传来的声音，杜小丽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好像在哪里听到过，可偏偏又想不起来。林先生您好，我是小丽，帮忙节目组的记者杜小丽。据我们了解，你跟邻居因为停车问题发生了纠纷和冲突，这次来电呢，就是想针对这个事情问你几个问题，不知道方不方便？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个杜小丽不就是上次起诉万人庭审结束后，在中院大门口玩道德绑架的圣母婊记者吗？行啊，上次没戏的搭理你，没想到你居然再次找上门来了。没问题啊，你有什么想问的就问吧。好的，林先生，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知不知道你的行为给越野车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和困扰？知道啊。既然你知道，那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因为那个车位是我的。我知道那个车位是你的，但我从物业这边了解到，过去3年你从未使用过车位，相当于那个车位一直是处于空闲状态。你的邻居杜先生见车位空着，所以才临时停一会，而且在接到你的电话之后，他也表示会挪车，只是当时脱不开身，希望你能给他点时间。可你却一点人情味都不讲，直接用你的豪车将杜先生的车堵死在停车位。我不禁想问，这么做真的合适吗？都是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因为这么一件小事，至于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杜小丽吐字清晰，语气快，非常强势，明显就是不想给林北插他话的机会。林先生，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第一，我的车位我没使用，不代表别人可以随便用。那你有2套房，住一套空一套，总不可能你空着的那套房，别人想住就住吧？杜记者，打断别人说话是很不礼貌的行为。刚才你说话的时候，我可没有插嘴，我希望你也不要打断我的话，先听我说完。第二，他并不是临时停一会，用他的原话说，他都在我的停车位停车快3年了。如果3年是一会的话，那我可得给我语文老师打电话了。第三，他并没有答应挪车，甚至还在电话里骂我，我找物业都没用。我也不禁想问，遇到这种无赖，杜记者，你说我还能怎么办？难道用爱去感化他吗？
林先生，就算杜先生占用了你的停车位，你也不应该用这种极端的手段来应对吧？你现在是要抛开事实不谈吗？他占我停车位都快3年了，你不说；他拒绝挪车你不说；他在电话里辱骂我，你同样不说，你就只抓着我堵车来说是吗？我也想讲道理啊，但对方非要耍无赖，没办法，既然跟无赖讲不通道理，那我也只好向他学习喽。林先生，对方确实有错，你把他的车堵了1天，也算是出气了，是不是可以到此为止？老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饶人处且饶人，和谐社会，大家都是邻居，实在是没必要把事情做绝。果然脸皮够厚，怪不得能当记者。我也听过一句老话，叫做人敬我1尺，我敬人1丈。我还听过一句老话，叫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别一上来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道德绑架我，不好意思，我不吃这一套。可这么做只会是两败俱伤的结果啊！他的车动不了，那你的车不是也没法用吗？难道我会告诉你，我还有一辆古斯特吗？林先生，你别以为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杜小丽此刻语气愤慨，表情愤怒，实则内心却在欢笑。虽然被这位豪横的劳斯莱斯车主对了好几次，但当今社会但凡涉及到富人肆意妄为、欺负普通老百姓的新闻，都会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林先生，我知道你很有钱，但这个世界并不是有钱就可以只手遮天的。我相信公义，相信正义，我也相信多行不义必自毙。你这般行径，终究只会自食恶果。杜记者，现在什么情况？这位豪横车主果然很豪横，看他的态度是不准备轻易挪车了。不过你也别着急，我准备回去先做一期视频，让全网来网暴他，给他施加压力。行，小瘪崽子让你嚣张，马上你就要变成全网公敌过街老鼠，到时候你得跪着求我放过你。杜静，你他妈想死自己去死，别连累节目组。李总，你这是怎么了？你他妈还有脸问？你干了什么蠢事？你不知道吗？你这次真的把节目组和公司都害惨了。不是，李总，你先消消气，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你个傻逼，大傻逼！你平时做节目整一些幺蛾子也就算了，毕竟确实效果很好，但你是哪根筋搭错了吗？非要去招惹林阎王？你他妈脑子被驴踢了，还是被门夹了？就你那点三脚猫的手段，对付普通人还行，居然拿来算计林阎王，说你是个傻逼，都是对傻逼的侮辱。你这次不光自己完蛋了，还把我们节目组的口碑弄得一落千丈，现在全网都是骂声。林阎王。杜小丽愣了一下，很快便反应了过来。这林阎王不就是网上有些人对林北的称呼吗？李总为什么会说自己招惹了林北？李总，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知道林北的厉害，我怎么可能去招惹他呢？你不是喜欢占车位吗？现在让你占个够，一辆价值上亿的劳斯莱斯贴着你车头横在那里，就问你敢不敢动？你还这么说没招惹林阎王？今天下午你才发的视频，现在就忘了吗？别搁这儿跟老子装糊涂！没有啊，今天我就采访了一个乡镇结婚的新郎，还有一个故意堵车的豪车车主。卧槽，姓林，难道他就是林北？我不管别的，总之这个麻烦是你搞出来的，你必须把这件事给我平息了，不能让这把火烧到节目组和公司，否则你就等着赔钱赔到倾家荡产吧。还有，公司会立刻出一个声明，从现在起你被开除了。喂，杜大记者，我问你，那个劳斯莱斯车主叫什么名字？好像叫什么林北还是啥来着？我没太关注。杜大记者有什么问题吗？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他的名字？那个你也没问啊。听到这话，杜小丽气得肝疼，心里有1万句妈买马屁挂到嘴边，却说不出来。摩西，林先生，我是之前给您打电话的杜小丽。哦，我记得你，咋了？有事啊？林先生，我这次给您打电话呢，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跟您道个歉。我之前在电话里态度不是很好，而且还在发的视频里说了一些对您不太好的话，我在这里给您诚恳的道歉，对不起，林先生，我错了，请求您原谅我吧。我还是喜欢你之前桀骜不驯的样子，要不你恢复一下？呵呵，林先生说笑了，我之前也是被猪油蒙了心，听信了那个杜虎的鬼话，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恳求您的原谅，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冒犯您。不好意思，我不原谅。林先生，我确实有错在先，但我已经道歉了啊，你还想怎么样？如果道歉有用的话，那还要法律干什么？行了，杜大记者，你还是抓紧时间去找个好点的律师吧。妈的，这娘们多半是靠不住了，看来还是得我自己想办法。有了，谁说车一定要开出来的？找个叉车平移出来不就得了？喂，小黑子，过来我这边帮兄弟一个忙。虎哥，要我帮啥忙啊？就这个傻逼仗着自己开豪车，把哥们的车堵得死死的。那什么，小黑子，你给哥们把车弄出来，晚上哥们请你洗脚按摩一条龙，保证让你全身通透。嗨，多大点事，我分分钟就。卧槽，这么近，虎哥，这活我可干不了。啥？小黑子，你这就不够意思了吧？咱兄弟伙这么多年啥交情不用我说，现在就这点小忙你都不愿意帮我吗？虎哥，不是我不帮你，你瞅瞅，你的车跟劳斯莱斯贴这么近，我是真不敢动啊！换一手稍微抖一下，把这大佬给蹭了，那我可就真摊上大事了。这可是劳斯莱斯啊，但凡小小的剐蹭一下，少说都得赔个几十万，要是不小心碰得严重一点，100万打得1000万封顶，我是真不敢。我当是什么呢？不就是赔钱吗？小黑子，你大胆的干，即便真的蹭到了，该赔多少钱我来赔，不用你负责。此时杜虎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自己的车拿出来，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林北的目的落空，狠狠打他的脸，比
财富比不过，只能从这方面稍微挽回一点尊严。别，谷哥千万别！如果2辆车距离没这么近，我肯定就帮你把车拿出来了。可现在这情况实在是靠得太近，真要刹车，很大概率会蹭到，而且这个车位左右两边都是墙，跟车库差不多。我要把你的车弄出来，还得拐个弯，危险系数成倍增加。如果只是赔钱倒还好说，但万一弄不好，可是会涉嫌犯罪的。有个罪名叫做故意毁坏财物罪，涉案金额越大判的越重。这几百万的好车，随随便便就能定损出几十过百万的损失，哥们可不想进去蹲大牢。谷哥，我也多嘴劝你一句，千万别乱来，小心真给自己弄进去了。超，可我的车一直这么被堵着也不是个事啊！妈的，我还真就不信了，在老子的地盘上还能让你骑在老子头上拉屎不成？同志您好，请问物业在哪栋楼下？我正好要去物业，你跟我走吧。好，谢谢啊。兄弟，你去物业干啥？哦，我是来送传票的。传票？难道是物业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被哪个头铁的业主给告了？嘿，也不知道这事跟姐夫有没有关系。那个，你给谁送传票啊？诺，给你们这个小区物业经理送的。小伙，你有事啊？咦，这位是？你好，你就是物业经理对吧？没错，我就是。是的就好，我是咱们区法院的工作人员，这次过来是给贵公司送传票的。啥？传票？好啊，林北，你竟然把公司给告了，真是反天了！区业主要事主了，简直倒反天罡，岂有此理！麻烦你快点在这个上面签个字，我还有个传票要去送。还有一个，兄弟，冒昧的问一下，还有一个传票是准备送到哪儿啊？鉴于刚才杜虎的好心带路，法警也就没有刻意隐瞒。哦，还有一个是送到1号楼1单元1002的。那个哥们，你不用去送了，我就是杜虎。哎呀，这热闹的可真巧哦！随后法警验证了一下身份，便将传票递给了杜虎。这小逼崽子真是给他脸了，竟然敢告我们！姐夫，咱必须得弄他，好好给他长长记性。我还真就不信了，一个小逼崽子乡巴佬还能反了天不成？哼，之前本来没打算和他撕破脸，可他既然这么不识趣，那就不能怪我了。就在钱城准备摇人时，一阵手机铃声突然响起。钱城，你还能不能干了？不能干趁早滚蛋，别他妈给公司惹麻烦。老板，没想到这个事情惊动了您，您放心，我肯定处理妥当，绝对不会让他闹翻天的。处理你们？你跟我吹什么牛逼呢？那可是林北，你能处理的鸟，我这个位置让给你都行。你他妈真是脑残，竟然敢招惹那位爷，真闹大了，你进去不说，公司都得跟着倒大霉。钱城，你给老子听好了，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就是把你老婆送出去，也得让林北消气。如果他不能消气，我就让你消失。闻言，钱城彻底懵逼了。老板，难道那个林北有什么了不得的背景？你个傻逼，不会自己去看抖音吗？挂断电话后，钱城连忙打开抖音。我操，粉丝5000多万，目前送进监狱人数1万多人。姐夫，这个林北好像就是前段时间起诉全网，把1万多人送进去的那个狠人。姐夫，咱现在咋办啊？这可……我龙国有句古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能屈能伸方为大丈夫。面对这种强人服软道歉不算丢人。小伙，我们赶紧备份厚礼，上门当面道歉。哟，钱经理，有何贵干啊？林先生，冒昧打扰，还请见谅。这次过来呢，就是给您道歉的。之前您的车位被占，按理来说我们物业应该处理。说来惭愧，是我们物业不作为，给您添麻烦了。为表歉意和诚意，我亲自登门道歉。这个是我一点小小心意，还请笑纳。林先生，我就是占您车位的杜虎，我知道错了，这次也是来诚心道歉的。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是我无赖，真的不好意思，我给您道歉，对不起了。另外，这2年半的停车费，我也会足额赔给您。林先生，是我们物业有错在先，为表歉意，不但退还3年的车位管理费，而且为您免除未来10年的车位管理费。此外，未来10年的物业费也全免。我知道这些小钱对于您来说不算什么，我只是希望您能看到我们物业的诚意。我作为物业经理，也在这里向您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让您不愉快的事情，请您原谅。林北目光略带玩味的看着两人，本以为要多费点手脚，没想到他们怂得这么快。反正现在脸也打了，气也出了，他们以后肯定不敢再嘚瑟，没必要非得走到对簿公堂这一步。毕竟打官司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接受制裁和震慑。行吧，既然你们诚心诚意的道歉了，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原谅你们。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之前的事情我可以一笔勾销，但以后如果再招惹我，那我可就不客气了。不敢，打死都不敢了。既然如此，那现在咱们下去挪车吧。谢谢北哥，以后有事招呼一声，我肯定搭把手。对了，你昨天不是找了个网红记者过来吗？别紧张，我没想把你怎么样，就是想问问你找他过来的时候是怎么沟通的，有没有给他钱？哦，我是给他助理打的电话，先简单沟通了一下，随后加了微信。那这是我们的聊天记录。好家伙，线上炒热度要流量，线下更是简单粗暴，直接创收，啥事没干就直接收人5000块。你把这份聊天记录给我发一份吧。没问题。那个北哥，昨天杜小丽当面采访我之前，他的小助理还特意叮嘱过我，面对镜头的时候应该怎么说。视频里我说的那些，其实都是那个小助理教我的，当时我留了个心眼儿，有录音为证。没想到你还有点脑子，将那个录音一并发给我吧。好的，北哥。与此同时，另一边律师张伟因为上次万人诽谤案的败诉，至今没有人愿意请他当辩护律师，为此他都快愁死了。如果再这样下去，恐怕房贷都要还不起了。难道自己天生不适合做律师吗？张律师，你在惆怅什么呢？
是你来这里干什么？张律师，你忘了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吗？我来这里当然是找律师的，难不成来这里剪头啊？接着林北直接说明了自己的来意。什么？你要请我代理案子？可为什么是我呢？因为在龙城的律师界里，我比较熟悉且能力也不错的律师只有你，我有案子要找代理人，而你就是最佳人选。怎么，张律师，难道你不愿意接我的案子吗？当然不是，我很感兴趣，不知具体是什么情况。紧接着林北便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张伟讲述了一遍。竟然还有人敢诽谤你，这特么是谁的部将，竟如此勇猛？林先生请放心，这案子我必定全力以赴。林北的这个案子我必须重视起来，只要把握好这个机会，很可能让我一改颓势，甚至再攀高峰也不是不可能。两人一拍即合，张伟正式成为林北的代理人，将案子委托给张伟全权操办之后，林北便心安理得的当起了甩手掌柜。可刚回到家里，就接到个意外来电，男子有房有车有存款，却在网络上哭穷卖惨救妻，众筹100万巨款无果后，竟想让林北帮忙转发扩散，诱骗网友们为其捐款。小北啊，我是你俊清表舅，有个事情想找你帮下忙。哦，是表舅啊，那个具体是啥事呢？能帮的话我尽量帮。我就知道我没看错人，打小我就觉得你长大以后肯定有出息。瞧瞧我没说错吧？现在你是又出名又有钱，光宗耀祖成功人士，你爸妈都以你为荣啊，而且也没有因为自己发达了就不认我这个穷亲戚。那个表舅最近确实是遇到点事，这不特意找你妈要了你的号码，就是想找你帮个小忙。你放心，表舅心里有数，肯定不会让你为难，真的就是个小忙。听到表舅杨俊清这么说，林北就觉得事情肯定没那么简单。表舅，你先说说看。俗话说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啊。前不久你表舅妈被诊断出了尿毒症，需要做肾移植手术，光手术就得40-50万，而且后期还得不断做透析，不断买抗排异药物，这简直就是个无底洞，光近期少说就得70-80万。不怕你笑话，表舅现在是真的困难。原来是来借钱的。说实话，现在大部分人其实都挺害怕别人借钱的，不借吧，毕竟亲戚朋友一场，好像也不太合适；可借吧，这钱借出去容易，要拿回来可就难了。不过这对我来说都不是事儿。小北啊，现在不是有那个滴答筹吗？只要是家里有人身患重病，或者出现什么重大变故，就可以申请滴答筹，让好心人捐钱献爱心什么的。我也申请了，但过去了好几天也才筹到10几万。小北你现在可是大网红了，光粉丝就有5000多万，你看能不能帮忙分享扩散一下，让更多人看到，让更多人献爱心，帮帮表舅。听了表舅杨俊清这话，林北眉头微皱。表舅，你要是缺钱，我可以先借你点应急。我怎么能拿你的钱呢？虽然你现在赚了不少钱，但你花钱的地方也多，买房娶老婆这些都得花钱，而且都是大钱。作为长辈，我帮不上忙就算了，可也不能拖你后腿啊。小北，我这是你就动手指帮忙发个抖音，顺便号召粉丝献点爱心就行，钱的事真不用你借。听着表舅杨俊清一副义正辞严的语气，不知道的还真以为他很高尚。不好意思，表舅，借钱可以，但你让我抖音帮忙号召捐款，这个真不行。小北，咱可是实在亲戚，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现在表舅拉下面子张一回嘴，你连这点小忙都不肯帮吗？表舅，我说了，你如果缺钱，我可以先借给你应急，但发抖音这个事情不行。小北，你是不是现在发达了，看不起我这个穷亲戚？喂，你说什么？喂，信号不好，还真当我是3岁小孩啊？就这点花花肠子骗谁呢？咋了？林北那小子不乐意帮忙吗？这小兔崽子只说可以借钱，说啥都不给发抖音。他肯借钱也好啊，现在他这么有钱，随随便便拿几10万给我们也不错，反正我们凭本事借的钱又不是一定要还。你懂个屁！你以为林北那小兔崽子的钱是那么好借的吗？你知不知道他都送进去1万多个了，就连素琴一家都进去了，那可是他亲姨。这种六亲不认、冷血无情的人，借了他的钱你敢不还？再说了，借来的钱用完了还得再还回去，那跟不借有什么区别？杨俊清此时双眼微眯，眼神里充满了算计的光芒。可如果让他发个抖音，动员网上那些人捐钱，你想想，那这个钱是不是不用还的？而且这小子现在有5000多万粉丝，随随便便都能拉过来大几百万的捐款，一个是借了要还的几10万，一个是白拿不用还的几百万，你选哪个？听了杨俊清的分析，他老婆王娟顿时恍然大悟。你说的有道理，这小子的事情我也听说过一些，跟吃了枪药一样，惹不起。咱老实本分的人家跟他可没法比，还是得想个办法让他发个抖音才行。要不你给素娥打个电话试试，他耳根子软好说话，到时候亲妈出马，林北多半会答应的。与此同时，另一边的林北停下敲键盘的手，看着电脑屏幕上通过黑客手段查询出来的内容，目光逐渐冰冷。喂，妈。小北啊，刚才你俊清表就给我打电话说找你帮忙，结果你拒绝了。我确实没答应。妈，如果你是来劝我的，那就别说了。傻小子，在你眼里，难道你妈就是一个这么不明事理的人吗？你长大了，有自己的判断，我这当妈的肯定支持你啊，怎么可能因为一个血缘关系很淡薄的亲戚来说你呢？再说了，这找人帮忙，别人愿意帮是情分，不愿意帮也是本分。他一上来就一副你必须帮我，你必须让你儿子帮我的架势，好像别人欠他的一样，什么人呢？妈，你能这么想太好了，你是不知道啊，那个表舅家挺有钱的，好几套房，好几辆车，还有
几十万的存款呢，他们家完全能轻松负担医疗费用，可偏要装穷去申请低达筹，现在还想拉我下水，让我帮他们扩散，号召网友捐款。这要是他们的真实情况被曝光，我不得被网友骂死。一听这话，林母顿时就不乐意了。本来他只是单纯觉得杨俊清找人帮忙的态度不太好，不讲道理。可现在一听，这人分明是想要毁了自家儿子啊！小北，你做得很对，亲戚之间搭把手帮个忙都没啥，可不能以牺牲自己为代价，这事儿咱坚决不掺和。放心吧妈，我肯定不会做傻事的。杨俊清如果再给你打电话，你就让他直接来找我。捐款500万，你以为林北是什么时事大善人吗？他肯定是买通了爱康基金会的负责人，他骗得了网上那些白痴，可骗不了我。你现在有钱了，看不起我们这些穷亲戚了是吗？我从来没有看不起谁的意思。你如果真缺钱，我可以借给你，但你想让我通过自己的流量和影响力替你扩散低达筹，不好意思，不行。就这么一个小忙，你帮我一下会死吗？你现在那么多粉丝，那么大热度，举手之劳的事情，你却一直拒绝。做人不要太自私。你当我傻呢？你名下2、3套房车，几十万的存款，就你们这样的家庭条件，区一个尿毒症能难得住你们吗？我真不知道你们哪来的脸，居然申请低达筹，跑到网上去卖惨。林北一点面子没给杨俊清留，当场揭穿了他的虚伪嘴脸，简直一派胡言。我都不知道你是听信了谁的鬼话。我早些年确实赚了些钱，可这2年经济下行，大环境不好，赔了不少，哪还有钱？怎么你到哪大环境就不好？咋的？你是破坏大环境的人吗？你真他娘的没家教！丢下一句话后，杨俊清便立即挂断了电话。你以为挂断电话这事就算过去了吗？真是惯的毛病。既然你给脸不要脸，那就别怪我被某人不讲情面了。接着，林北便将杨俊清一家的经济状况通过一封匿名邮件发给了低达筹官方。另一边，低达筹总部主管在收到林北的匿名邮件后，便立即来到副总办公室汇报情况。孙总，有个重要事情需要跟您汇报一下。你是想说刚才邮件中的那个是吧？我已经看过了。那孙总，您的意思是，我们公司筹建低达筹这个平台，既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同时也不可否认确实存在着盈利性质。因此，对于那些筹来的善款，公司会进行一定比例的抽成，这便是平台最主要的营收来源。如果因为一些莫须有的举报，就随意下架用户的筹款申请，不但伤害了用户的感情，而且也不利于公司发展。我们做企业开公司，没道理拒绝送上门的钱，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孙总，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明白就行，去做事吧。老杨，你还敢招惹那活阎王？不要命了！那小兔崽子翻起脸来可是不认人的。女人就是女人，头发长见识短，胆子小没魄力。林北再怎么厉害，也不过是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罢了，跟我都还差得远呢。再说我又不傻，当然不会明着来。他现在可是大网红，这不就活脱脱一个移动的靶子吗？你信不信我随随便便就能让他身败名裂，人设崩塌？你打算怎么做？前段时间某省地震受损严重，很多明星网红主播都给灾区捐钱捐物，可林北那么有钱，却一点动静都没有。你说这像话吗？不过网友们的视线似乎被他做的其他事情吸引了，以至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而我要做的就是稍微提醒一下他们。你说的对，我看网上说林北那辆劳斯莱斯价值1个多亿呢。你说他都这么有钱了，不给灾区捐个几千万，他好意思吗？他没错，就是这个意思。他现在飞得这么高，都飘了，殊不知飞得越高，摔得越狠。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那小子心眼小，而且心肠歹毒。如果他要报复咱，多少是个麻烦事啊！你这不废话吗？我闲得蛋疼啊！谁会那么明显的去招惹那条疯狗？咱随便申请个小号不就好了？谁知道是我干的？老杨，你可真是老奸巨猾，哈哈，说错了，应该是诡计多端。说干就干，杨俊清当即申请了个小号，使用软件特效改变了自己的声音和样貌后，便开始了视频控诉。接着视频发布后，杨俊清害怕新号没有流量，还贴心的投了2000块钱流量包。有了流量包的加持，视频很快上了热门。行啊，杨俊清，没想到你还真是个铁头娃，以为用个小号我就不知道视频是你发的吗？是我提不动刀了，还是你飘了？本想着稍微抬一手，小惩大戒了事儿，没想到你居然蹬鼻子上脸。好，既然你想玩，那现在游戏正式开始。老杨，烦死了！有事你不会呼叫护士吗？喊我干什么？你快看视频，反转了！啥玩意儿反转了？超，害我2000块钱打了水漂，这小逼崽子，没想到他还有2下子，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说服爱康的人配合他演这出戏的。你的意思是说林北捐款的事情是假的吗？当然是假的，那可是500万，又不是500块。林北就算再怎么有钱，也不可能随随便便捐出去500万。你以为他是什么时事大善人吗？捐款500万，只有傻逼才会相信，肯定是林北买通了爱康的负责人，他骗得了别人，肯定骗不过我。那现在怎么办？我看网上都在刷什么全网欠林北一个道歉啥的，现在都开始支持他了。我暂时也没想到好办法，算了，先不管他，让他再蹦跶2天，一切等你做手术之后再说吧。现在低达筹上面差不多有15万了，没想到这个社会上傻子还是挺多的。这都多少天了，怎么才筹了15万？手术费还差30多万呢，都怪那个林北，这么点小事都不肯帮忙，真是个白眼狼。要是他肯帮忙，现在说不定500万都不止了。就在杨俊清两人埋怨林北时，几个穿着制服的帽子叔叔走进了病房。哎，你们这是？我们是辖区派出所民警，我叫吴正国，你是杨俊清没错吧？杨俊清此时一脸懵逼的点了点头。我们接到群众举报，怀疑你涉嫌诈骗、故意伤害、诽谤、偷税漏税等多个犯罪行为，现在对你正式下达刑事传唤决定。
不是，警察同志，你们搞错了吧？我可是奉公守法的良好市民，从来没有做过违法乱纪的事情。你等下，我跟你们所的领导认识，我给他打个电话，让他跟你说。这个电话你打给谁，就是害了谁。我劝你别打，老实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我们绝对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如果你真是清白的，我们自会还你一个公道。就这样，杨俊清当场被捕。帽子叔叔离开后，王娟整个人似乎还没有回过神来，呆愣愣的靠坐在床上，好一会才缓过神来。完了，这可咋整啊？听警察的口吻，老杨似乎麻烦还挺大。有了，找律师。我看电视里都是那么演的，这种情况下只得找律师才行。喂，小二啊，你在忙吗？我还行吧，咋了？三姐你有事啊？刚才一群警察来医院，把你姐夫抓走了。他们说你姐夫毁谤商人、偷税漏税什么的，反正听着情况挺严重的。小二，你是专业的，你说这种情况该咋办啊？这赚钱的机会不就来了吗？三姐，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这样吧，电话里一时半会说不清楚，要不三姐你来我律所，我们当面聊聊。这种事情我得知道具体情况才行。好，我这就过去。大半个小时后，龙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律所内，王娟坐在椅子上，眉头紧锁，一脸的不满。小二，咱可是实在亲戚，我来找你帮忙，那也是出于对你的信任。出了这种事，肯定还是自家人信得过，你怎么还收钱呢？谈钱多伤感情啊！但谈感情伤钱啊，我的三姐，我们律师就是靠打官司吃饭的。因为我是这个律所的员工，我想代理案子话，就必须通过律所，是不能独立代理的。那你说我一个律所的打工人，又不是老板，凭啥让律所免了这笔钱呢？我倒是可以义务帮忙，但律所要收钱啊，你总不能让我倒贴钱帮忙吧？行吧，打官司的钱确实不能让你来出，那你说多少钱？不过小二，咱可是实在亲戚，你可不能坑我啊！三姐你放心，我指定不能坑自家人。我们律所的收费模式是按件收费的，并且在案子不同阶段都制定了明确的收费标准。侦查阶段3万到4万，审查起诉阶段5万到7万，审判阶段8万到10万。如果有上诉，并且还是我来当代理人的话，这个2审阶段是6万到8万。小二啊，这也太贵了吧！三姐，这个费用是律所定的，我没办法改变。不过我可以把自己那份收入尽量降到最低。这样吧，侦查阶段2万5，审查起诉阶段4万5，审判阶段我的权限比较大，给你多优惠一点，就算6万，总共是13万。算了，也不说13万了。三姐，这个案子我个人1分钱不赚，你给12万就行。王小二说完后，一脸诚意地看着王娟。三姐，这已经是我能给你的最大优惠了。优惠过了还要12万啊，这也太多了。三姐，我知道这个钱是有点多，但你这个时候可得拎得清才行啊。我姐夫的情况这么严重，很可能要坐牢的，钱没了，以我姐夫的能力还能再赚，可要是人进去了，那你后悔都没用。为了赚这个钱，王小二耐着性子开始了苦口婆心的解释。三姐，你想想，今天你花12万救姐夫，姐夫肯定对你更加死心塌地，以后能给你赚多少个12万啊？所以千万不能因为这点小钱而误了大事。这话好像有点道理，以老杨的人脉和渠道，区12万，顺利的话可能2-3个月就赚回来了，只要人不进去怎么都好说。三姐，你这么想，这12万别看作是请律师打官司的钱，你就看成是投资。你现在投12万，最慢半年内就能回本，1年翻番。你想想看，还有什么比这更赚钱的投资？小二，你要早这么说，我早答应了。你姐夫的事儿就拜托你了，你可一定要把他救出来啊！这个你就放心吧，交给我。小二，待会我交了钱后，你先把你姐夫弄出来吧。我看电视里不是可以取保候审来着吗？也就三姐人啥钱多好糊弄，如果被姐夫知道请个律师花了12万，这事他肯定瞬间就能察觉三姐被坑了。不过以姐夫那情况，叠加了那么多 buff 在身上，被判7、8年、10来年都有可能，所以绝对不能给姐夫办理取保候审，否则不是给自己找不痛快。如此想着，王小二面色如常地对王娟说道：“三姐你放心，这个我懂，我会尽量去争取，但我也要提前跟你说清楚，因为姐夫这个情况很复杂，也很严重，办理取保候审不一定能成。”我都明白，你是自己人，我肯定相信你。行，那我现在去忙了。三姐你身体不好，还是先回医院吧，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你等好消息就行。那小二，你姐夫的事情就拜托你了。放心吧。就这样，几天时间一晃而过，一个狠刑的日子终于到。张伟给林北代理诽谤案件，对方律师却表示这种菜鸡律师不会做他对手，结果下一秒就被张伟血虐。张律师，今天这2个案子有没有把握？放心，这波优势在我，绝对拿下。经过张三之前的一番调教，现在的张伟自信心直接爆表。小二，对方那个律师看上去好像挺专业的样子，你能打赢他吗？哈哈哈！三姐莫慌，五官那张伟有如插标卖手饵。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小二，你姐夫的命运就全靠你了。等这场官司打完，我们2口子再好好感谢你。放心吧，三姐，有我在没意外。要是连对面那个菜鸡张伟都收拾不了，那我还当什么律师？张伟这种沽名钓誉之辈，简直就是律师界的耻辱。张律师，对面那个辩护人好像有点看不起你的样子呢。让他先嚣张一会，我看他能得意到几时。
林北，你他妈的害老子！你等着，等我出来，老子嘎你全家！我害你咋的？是我拿刀架你脖子上，逼你发视频诽谤我的吗？自己做的事情自己承担责任都不懂，一把年纪活到狗身上去了。就算我先发视频，可你也没必要赶尽杀绝吧？你敢说那些举报不是你干的？我们可是亲戚啊！你居然这么对我，你良心让狗吃了吗？多行不义必自毙，你自己干那些缺德事的时候想啥去了？林北，你个小逼崽子，给老子听好了，这笔账你等我出来，我要是不嘎你全家，我跟你姓。张律师，这个人在法庭上辱骂我，威胁我，我可以追加他几条罪名吗？当然可以，侮辱罪、寻衅滋事罪还有威胁，都可以起诉他。林北笑着看向杨俊清，后者眼皮一跳，气势瞬间就弱了几分。你别太过分，我好歹是你表舅，你小的时候我还抱过你呢。你这样让那些亲戚们怎么看你？以后你爸妈出门都得被人戳脊梁骨。啥也不是，稍微吓唬2下就成这个逼样。被戳脊梁骨的大概率是你才对。就在两人还要争吵时，审判长敲响了法锤，宣布正式开庭。开庭后依旧是固有流程，书记员宣读法庭纪律，核实到庭人员的身份。接着张伟起身宣读起诉状，陈述案由。被告人、原告律师方才起诉状内容与你收到的副本是否一致？一致。对此你可有异议？有异议。我是冤枉的，我根本没有诽谤。之前在拘留所，我再三叮嘱过他，上了法庭只管认罪，其他的交给自己。可现在倒好，这傻逼上来就直接拒绝认罪，脑子被门挤了，还是被驴踢了。此时，王小二使劲地冲着杨俊清使眼色，可后者压根都没看他一眼。法官大人，我真是冤枉的。那个正道的光确实是我的小号，视频也确实是我发的，但那又怎么了？视频中又没提到任何人的名字，我就是编了个故事发到网上而已，咋了？这也犯法吗？杨俊清越说越有状态，似乎觉得自己是占理的一。至于评论区里那些人说的什么，我根本看不懂。还有那个什么慈善基金会更是莫名其妙，我又没说林北，他们就急着跳出来护主。反正我从来没有明确提到过某人的名字，这一切都是他自己要对号入座的，关我什么事？所以我是冤枉的。他林北不分青红皂白就起诉我，这是栽赃陷害，是诽谤诬告，我要求追究他的法律责任。说完，杨俊清还非常得意地看了林北一眼。这次猪队友终于是出现在对面了，这就很棒。鉴于被告人否认犯罪，现在进入法庭调查阶段，请双方举证质证以及进行辩论。接着双方互相举证，一方证明视频存在诽谤事实，另一方则证明诽谤视频是被告人所发。我方认可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但不认可证据的证明力度。我方当事人的视频中从头到尾并未提到过自诉人的名字，也就是说，这个案件当中并不存在具体的被害人。诽谤罪侵犯的是他人的名誉权和人格尊严权，可本案中并不存在被侵犯的对象，因此不能认定我方当事人成立诽谤罪。还别说，这还真算一个不错的辩护角度。反对，视频中确实没有出现我方当事人的名字，但这并不意味着被告人就没有侵犯我方当事人的权益。影射型侵犯言论，了解一下，视频中提到的某网红具有显著性和对应性，达到了锁定唯一主体的程度。也就是说，根据视频内容，可以明确与我方当事人的个人特征对应上。换言之，看了被告人的视频，公众毫无疑问的会将视频中所指代的对象理解为我方当事人。根据影射型言论侵犯判断中相关规定，被告人的行为符合影射型侵犯言论，他侵犯的客体是我方当事人的名誉权和人格尊严权，因此诽谤罪名成立。卧槽，怎么还有这么一个规定？张伟的这一手影射型侵犯言论，直接给王小二干懵逼了。小二，你别愣着啊，赶紧反驳他。那个人说什么映射什么侵犯的，这不瞎扯淡吗？我啥时候影射那小子了？你平时不总是牛逼哄哄的吗？说自己多么厉害，结果一上场咋就没话了你？这个菜鸡张伟怎么突然就开窍了？姐夫，我自有打算，你别打乱我的节奏。随后，王小二硬着头皮继续辩护，但基本上刚说出口的辩护词，当场就被张伟驳倒。因此，没过多久，法官便敲响了法锤，宣布法庭辩论到此结束。爽！原来在法庭上虐人就是这种感觉吗？简直太爽了！被告人请进行最后陈述。反正我没有犯罪，我是冤枉的。刚才他说什么映射，我根本听不懂。审判长见杨俊清不肯认罪，正准备按照惯例询问林北是否愿意调解时，杨俊清却抢先一步开口说道：“林北，我可是你表舅啊！”林北没有理会杨俊清的叫唤，直接对审判长说道：“审判长先生，我林北拒绝调解，并请求合议庭对被告人从重判处。”因自诉人不愿意调解，现合议庭对本案作出如下判决：被告人杨俊清利用短视频账号正道的光，在网络上发布诽谤信息，侵害他人名誉权和人格尊严权，对被害人造成严重伤害，情节严重，依据刑法第246条之规定，构成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3年，林北，你把老子害成这个样子，现在你满意了吧？这才哪到哪啊！别急，后面还有公诉等着你呢。见庭审结束，有些心虚的王小二立刻离开了审判席，想要趁王娟没反应过来，偷偷的溜走，结果却被王娟堵在了电梯门口。小二，你这么急想去哪儿？那个，我中午约了个客户，现在时间差不多了，我得赶紧过去。客户？你连我这个案子都没研究明白，竟然还接新客户？你当初是怎么跟我承诺的？说什么插标卖手，还说什么有你在没意外，结果呢？上去没2下就被干趴下了。我们家老杨被判了3年，3年呢？你知道这3年他要怎么度过吗？
另外我听人说诽谤罪最重也就3年，可我花12万请你来打官司，结果老杨还是被判了3年，你说要你有什么用？这能怪我吗？庭审的时候你就在那边旁听，你也看到了，是杨俊清不听我的，我都跟他说了要主动认罪，剩下的交给我，结果他非要自作聪明拒绝认罪，那你让我咋办？我倒是想给他减刑，可那也得他听话配合才行啊。闻言，王娟眉头一皱，似乎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哎，不对啊，你之前明明跟我说能让老杨无罪的，这怎么变成减刑了呢？好啊，感情你从刚开始就一直在骗我，你这个大骗子！我们亲戚一场，你居然坑我，赶紧退钱！听到退钱，王小二顿时就不乐意了。三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官司输了我也不想啊，你也看到了，是杨俊清自己非要乱来，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你要知道，我只是个律师，我不是法师，杨俊清自己非要作死，我能拦得住他吗？我少说废话，赶紧退钱，要不然我跟你没完！王小二，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这个小插曲过后，很快就到了下午，轮到杜小丽接受审判。开庭后，双方律师激烈辩论，打得有来有回。但因这个案子给辩护律师留下的发挥空间实在有限，想减刑简直难如登天。最终，杜小丽获刑2年半。庭审结束后，林北请张伟在自家酒楼搓了一顿。吃完饭，两人本着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原则，各自叫了代驾回家。老板，醒醒！到了吗？老板，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刚接到家里电话，我妈不小心摔倒了，挺严重的，现在正在医院抢救，我得赶紧过去一趟。这前面不到50米就到了，要不您自己开过去吧，就当我不收您钱，您看可以吗？林北刚想说什么，系统的提示音却在脑海中突然响起。叮，课题先机，被动技能生效，宿主请注意，对方家中有急事是假，意图碰瓷额钱是真。听到系统的提示，林北顿时感到汗流浃背。这狗代驾居然敢挖坑算计我！既然现在我没有中招，那该轮到你接招了。林北大脑飞速运转，想到了一个办法后，心念一动，直接调出了系统兑换商城。随后所需的商品就呈现在了林北面前。完美级醒酒丸效果太过完美，吃了这个醒酒丸的话，就完全变成没喝酒的样子，这样对方很容易发现异常，或许就会取消行动。这瑕疵级醒酒丸倒是正适合我现在这种情况，吃了表面看上去还是一副喝醉酒、脸色通红、满嘴酒气的样子，但血液中完全不含酒精，而且神经反应啥的都跟正常状态下一模一样，这就很妙啊！见林北半天没说话，代驾露出哀求之色。老板，您就行好吧，我是真的有急事，如果晚了的话，我怕见不到我妈老人家最后一面了。老板，求求您了，我提前给您结束订单，并且免了这单的费用，您自己开进地库行不行？这家伙如果去演戏的话，演技绝对是影帝级别。既然如此，那我就陪你玩玩，行吧？说完，林北直接兑换了瑕疵级醒酒丸，并将其服下。代驾对此毫无察觉，以为林北只是吃了颗口香糖之类的玩意儿。谢谢老板，太感谢您了，祝您发财。这玩意真不错，吃完瞬间感觉整个人都清醒了，完全没有刚才那种迷迷糊糊、反应迟钝的感觉。代驾下车后，林北直接启动了车辆，但就在这同一时间，后面原本磨磨蹭蹭龟速行驶的轿车突然猛地加速起来。男子追尾豪车全责，却反向受害人索要50万赔偿。兄弟，实在是不好意思，刚才想事情走神撞上你的车了。不是，哥们儿，你会开车吗？这么宽的路你都能追尾，咋地5星马路杀手啊？咦，你喝酒了？瞎说什么？你才喝酒了呢！兄弟，你这满嘴的酒气，还说你没喝酒，骗鬼呢！看你这情况，可不止酒驾这么简单，怕是达到醉驾标准了。这醉驾不但要吊销驾照，还可能面临坐牢呢。这我也不是故意的，刚才那个代驾说他有急事，就提前走了。我寻思前面就快到家，所以才自己开的。我真不是故意酒驾啊！这些话你跟我说没用，进了局子，你跟帽子叔叔慢慢解释去吧，看他们听不听你解释。说着，轿车男子掏出手机就要报警。哎，大哥别报警，有话好好说。我看你年轻，也不想因为这么个事情毁了你。但你说咱俩素不相识，我帮你这么大一忙，你是不是得表示表示？兄弟，你也不想因为醉驾而坐牢吧？你开这么好的车，肯定不差钱。那对于你来说，能用钱解决的事还叫事吗？碰到我这么好说话的，你就偷着乐吧。要是碰到那种一根筋的主，你哭都来不及。可你追尾全责啊！超，跟我掰扯全责的事是吧？行，我全责我认，反正有保险，大不了来年保费上涨呗。但你可是醉驾，而且还发生了交通事故，十有8、9要坐牢。你说你开这么好的车，住这么好的小区，要是去坐牢可就都白瞎了。轿车男子说完叹了口气，又摆出一副要报警的样子。别，大哥别报警，我给钱还不行吗？说吧，你想要多少钱？你是大老板，不差钱，那就简简单单给这个数吧。啥？你要5万？这也太多了吧？5万？你觉得5万对得起你劳斯莱斯车主的身份吗？是50万。50万？你抢钱呢？哎，别乱说啊！我可是守法公民，咋可能抢钱？你要觉得行，那你就麻溜掏钱。你要是觉得这钱太多，你不想给，那我也不可能强迫你，最多就是报个警，送你进去啥的。反正选择权在你，你自己看着办就行。林北低着头，表现出一副非常愤怒的样子。你觉得吃定我了，是吗？对，我就是吃定你了。大几千万的豪车，车主肯定不差钱，不狠狠宰一顿，都对不起劳斯莱斯车头那奥利的小金人。我知道了，你跟刚才那个代驾是一伙的，你们故意坑我，想讹钱是不是？呵呵，说这个有意思吗？兄弟，我没工夫跟你在这瞎掰扯，现在要么给钱，
要么我报警。行，算你狠，我给钱还不行吗？只要你放我一马，50万我立马给你。这才对嘛，包庇你醉驾，我可是承受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只有金钱的味道才能抚平我不安的心灵。不过呢，为了防止后期出现什么争议，你还得录一个视频才行。给你钱就行了呗，咋还要录视频呢？万一你明天酒醒了，说我敲诈勒索，我上哪儿说理去？必须有证据才可以避免争端。你这样就说这场事故是你的全责，完了呢，咱俩私了，你给我50万，那是赔我车损，还有精神损失费啥的。接着，林北按照轿车男子要求，很快录好了视频。现在行了吧？行，转钱吧。感谢老板，老板大气。那什么，你也别用这种眼神看我，要怪就怪你自己喝了酒还开车，这不是害人害己吗？还好跟我只是个小小的事故，你要是不小心把人撞死了，你等着给人赔命吧。这50万你就当花钱消灾，顺带买个教训，你得好好感谢我才是。轿车男子说完就转身准备离开。先别急着走啊，这事儿还没完呢。喂，你好，我要报警，我被人敲诈勒索了50万，那人现在被我堵着呢，你们赶紧派人过来。卧槽，你他妈是不是傻逼？竟然报警！你别忘了你是醉驾，报警你不怕坐牢啊？轿车男子被林北的这一操作直接整懵逼了，他没想到林北不按套路出牌，居然敢报警。我是派出所民警赵兴国，刚才是谁报的警？警察同志，这个人醉驾，我追尾全责我认了，该赔多少钱我都赔。但这个家伙浑身酒气，也不知道喝了多少，居然还自己开车，这不是拿别人的生命开玩笑吗？这种人就不能让他在外面晃荡，太危险了！你们快把他抓回去。这位先生说的是否属实？你喝酒还开车，你知不知道这是犯法的？警察同志，这不明摆着吗？他身上这酒味儿，我光闻一闻都快醉了。这里就我们俩，那你说这劳斯莱斯谁开的？总不可能是无人驾驶吧？小子，你敢说这车不是你开的吗？靠，以为自己开豪车就牛逼啊？像你这种不把法律和人命放在眼里的有钱人，真是没人性。没错，刚才我是开车了，但我没喝酒啊。你骗鬼呢！你身上这么浓的酒气，说话的时候也是满嘴酒气，还说你没喝酒，简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你刚才不也说了吗？这个酒驾醉驾要看血液中酒精含量，你的鼻子就这么厉害，能闻出来具体数值？你是否符合酒驾或者醉驾标准？去医院验个血便有结论。但我们接到的报警是敲诈勒索，这又是怎么回事？是我报的警，警察同志，这个人敲诈勒索了我50万。我什么时候敲诈你了？你自己犯法，还想混淆视听，转移警察同志的视线，再这样乱说话，小心我告你诽谤。警察同志，是这样的，我之前叫了个代驾，结果他把车开到这儿的时候，突然说家里有急事，让我自己把车开回去。我寻思离家没多远就同意了，谁知我刚起步没走几米就被他追尾了。这人一看到我就非说我喝酒，说我醉驾，张嘴跟我要50万，还说不给钱就报警，要让我去坐牢啥的。我看他这穿着明显就不是好惹的，当时我害怕极了，没办法只能给钱。听了林北的话，赵兴国目光审视的看向轿车男子，刚想开口询问，林北又紧接着说道：当时我被他吓得稀里糊涂的就给了钱，可冷静下来一想，这个人跟代驾怕不是一伙的，代驾故意提前结束订单让我自己开车，然后他就冲上来追尾碰瓷，再故意讹钱。警察同志，他确实给我钱了，但这可不是什么敲诈勒索啊！当时我和他说的很清楚，这个钱算是这场事故的赔偿。哦，对了，当时他还录了个保证视频呢。赵兴国看了眼视频，确实如他所说，但这个东西非但没有洗脱轿车男子身上的嫌疑，反而让赵兴国愈发认定他确实有敲诈勒索的犯罪事实。你这10来万的车，轻微碰撞一下就敢问别人要50万，还是说你是什么王公贵族，受点惊吓就得让人赔偿？啊，这都是他自愿给的。这50万对于我们来说是笔巨款，可对于有钱人来说根本不算什么。王校长扇了人一耳光，还赔了200多万呢。只能说有钱任性，有钱人的世界咱不懂。警察同志，是他威胁我才给钱的，这个视频也是他威胁我拍的。小子，在警察同志面前你还敢乱说话？警察同志，你可别听他瞎说，他这是在诽谤我啊！把你车里的行车记录调出来看看。警察同志，我没装行车记录仪。小子，你可真够鸡贼的，肯定是注意到我车上没有行车记录仪，所以才敢在这里乱说话诽谤我。但是你听好了，事实胜于雄辩，而且警察同志都是专业的，没凭没据根本不可能听你那些鬼话。没证据？谁跟你说我没证据的？警察同志，我有证据，刚才这个人威胁我的经过我都拍下来了。小逼崽子，你钓鱼执法，故意害老子是吧？行啊，你他妈也别想讨得了好，醉驾可是要入刑的。警察同志，这小子醉驾，你们应该也看到了，把他也抓起来。你还是先顾好自己吧，这小伙子是不是醉驾？我们会带他去医院验血。这还用验血？明摆着醉驾啊！赵兴国见状，没再继续废话，跟同事使了个眼色，轿车男子便被带了下去。警察同志，我真没喝酒，我身上的酒味应该是环境带来的，我可是奉公守法的好公民。当然我知道空口白牙你们肯定不会相信，我愿意配合去医院验血。半个小时后，龙城某医院里，赵兴国看着手里的验血报告内容，彻底压马呆住了。吴大夫，你确定没搞错？你也闻到了，那小伙子身上的酒味可是很浓的，血液中酒精含量怎么可能为0？我也没想到会这样，但我可以肯定，检验结果绝对不会有问题。那小伙子确实没喝酒，他身上的酒味估计是别人给他传染的。而且你们看他那样子，眼睛清明，一点都没有喝了酒之后那种迷糊和迟钝的感觉。你说的有道理。赵兴国离开医院后，就来到了另一个目的地，与正准备出门的嫌犯撞个正着。哎，你是不是叫朱财富？没错，我是朱财富。警察同志，你们找我有事吗？我们怀疑你跟一起敲诈勒索案有关，现在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啥？什么敲诈勒索？警察同志，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可是老实本分的人，咋可能做这种犯法的事呢？搞没搞错？你跟我们回去调查之后自有结论。你放心，我们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不是，我哥丢了，我还得赶紧找我哥去呢，万一出啥事儿可咋整？你哥是不是叫朱才贵？你咋知道呢？你跟我们回去就能见到你哥了，别逼我上手铐。面对警察的警告和催促，朱财富只能老老实实的束手就擒。警察同志，冤枉啊！那会看到追尾了劳斯莱斯，我腿都吓软了。这不正好见那个人喝酒了吗？我就寻思他喝酒了，肯定不敢报警，于是脑子一热就起了贪念。但我绝对没有故意设局敲诈勒索，我哪有那脑子啊？朱才贵，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好好想想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次讯问。对了，再提醒你一句，刚才你兄弟朱财富已经归案，现在隔壁讯问室接受讯问。你觉得你们兄弟俩这事能扛到几时？现在就看你们谁先交代，谁就能有立功减刑的机会。后开口的那个，呵呵。警察同志，我全都说，刚才是我不对，是我犯蠢了。您大人有大量，别跟我计较。那什么，我弟说的可能不够全面，但我可以补充嘛，也方便你们结案不是。现在只求政府能够给我宽大处理。果然是个蠢贼，干蠢事就算了，这脑子也不咋好使，稍微炸一炸就吓得屁滚尿流。接着，轿车男子将之前设局讹钱的事情，如同竹筒倒豆子一般，全都交代了出来。警察同志，这些钱我一分都没花，因为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穷怕了，钱全存在卡里。同一时间，隔壁讯问室的朱财富刚坐进来，没等警察的询问，便将犯罪经过也全都交代了出来。警官，我想问下，像我们这种情况要判多少年啊？根据刑法第274条之规定，敲诈勒索数额较大，3年以下；数额巨大，3年到10年；数额特别巨大，10年以上。你们哥俩敲诈勒索非法所得财物超过100万，这妥妥的特别巨大了。再加上多次作案，量刑多半要10年以上。不过你们归案后坦白交代，并且主动供述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证据，可以给你们争取减刑。另外，如果你们能积极主动的退赃退赔，也对减刑有帮助。换句话说，你们讹了多少钱就得退回去多少钱，明白吗？我明白。尼玛，忙活这么久分逼不正，还给自己搭进去了，误入歧途毁终身啊！林北那边经过医院验血证实并未醉驾，虽然没有麻烦了，但却需要他配合警方调查。回到家时已经到了晚上12点，因为累了一天，林北躺下就睡着了。谁知刚睡下没多久，楼上就传来一阵噪音。楼上的神经病吧，大半夜的搁那打仗呢。就在林北刚准备躺下时，噪音再次传来。虽然林北很生气，但还是心平气和的来到了楼上。你谁呀？这大半夜的干什么呢？你好，我是住在你们楼下的邻居，没别的意思，就是想问问这么晚了，你们家还不准备休息吗？不是，你算老几啊？我们家什么时候休息？你管得着吗你？我没想管你们家的事，但你说这大半夜的，你们家闹这么大动静，我在楼下根本没法睡觉啊。你能不能睡跟我有鸡毛关系？别什么事都赖到我们家头上，我们家可是什么声音都没有。看什么看，大傻逼！果然，优秀的孩子万挑一，犯贱的孩子千篇一律。瞎看什么？赶紧哪凉快哪待着去，别过来没事找事，不然真削你知道不？你自己看看现在都几点了，能不能管你们家孩子？这叮咚咣啷的，我楼下听着跟地震一样。你们家不睡觉，别人家还要睡呢。不是你这么大个人了，跟小孩子计较什么？孩子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吗？你也知道孩子不懂事啊，那你们这些做家长的怎么不好好教一教、管一管？他做什么还不都是你们惯的？但凡你们家有个大人出来管教一下，他多少都能收敛点。男人一时之间被对得哑口无言，他没想到林北居然这么牙尖嘴利，反应过来后顿时恼羞成怒道：我们家怎么教孩子关你屁事啊？你特么算老几？大半夜的跑我们家门口来指手画脚的，赶紧滚，听见没？再不滚，小心老子对你不客气。你们怎么教孩子确实不关我事，但你们家孩子影响我休息，这就关我的事了。干什么干什么？大半夜的你跑我们家门口喊打喊杀的，你是土匪呀！我们家龙龙这个年纪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喜欢跑喜欢闹不是正常的吗？你凭什么要扼杀他的天性？你知不知道这样做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我们家龙龙要是身体和心理出了什么问题，你负得起责任吗你？老太太声音尖锐，语速极快，一上来就是各种帽子往林北头上扣，搞林北像是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一样。少来这一套，我自始至终没有动手，也没有任何过激语言，而且我也没有妨碍你们家小孩成长。我只希望大半夜的你们家能稍微小声一点，孩子想玩，你们可以铺一点静音地毯什么的，也可以让他玩一些不会闹出很大动静的玩具。我们这楼上楼下的，你们家的地板就是我们家的天花板，希望你们能理解一下。理解什么理解？你这么大个人了，跟小孩子斤斤计较，你也真有出息。赶紧走，别来我们家闹事。超，你到底滚不滚？邻里邻居的别逼我干，你知道不？我算是看出来了，这家人没一个能说通道理的。总之管着点你们家孩子，别欺人太甚，否则后果自负。呵呵，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逼崽子，居然跑来威胁老子，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后果让我自负。林先生，你是贵人，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这次过来是对我们物业的服务有什么不满或者意见吗？有什么你就直接跟我说，我们物业就是为业主服务的，肯定要做到让广大业主满意才是。暂时倒是没什么意见，这次我是来求助的。哦，有什么事需要用到我们物业的，绝对没二话。就我楼上的家，昨天大半夜的动静闹得特别大，吵得我根本没法入睡。我上去跟人好好说吧，可那户人家压根不讲道理，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还很嚣张，没有半点收敛。这么下去也不是个事啊！你们物业得去解决一下吧。
你楼上那家，你说的是1601那户吧？没错，就是那家。听完，钱程面露难色，显然对这一户有很深的印象。是这户啊，这可不好办。林先生，真不是我故意搪塞你。1601的户主叫祝海潮，一起住的还有他老婆孩子和他妈。我这么跟你说吧，这一家子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那个老太太，那张嘴可厉害了，而且手脚很不老实，经常顺手拿别人的东西，还在快递驿站偷过快递，被人抓了现行报了警都没用，一屁股坐地上就开始哭闹。后来还跑到对方家门口拉了炮屎去报复人家。祝海潮的老婆叫张平，简直就是个泼妇，经常在业主群里跟人吵架，张嘴闭嘴满口脏话。至于那个祝海潮，我这么跟你说吧，我那小舅子杜虎你是知道的，跟他比起来，那都算是道德圣人了。杜虎那家伙，我跟他有过不少的接触，简直就是个滚刀肉泼皮无赖。可听钱程这话的意思，祝海潮竟然比他还过分。恶灵好啊，他们越恶我越喜欢。要是他们一家不这么恶，我都不好意思对他们下重手。林先生，我知道你很厉害，但我还是建议你别去招惹那一家人，因为那一家子完全没有道德底线，到时候指不定能干出啥缺德事来。我这人素质不详，遇强则强。不过呢，现在还不是最佳反击时刻，我需要在法律和道德两个层面上都占理才好发挥。这样吧，钱经理，你先派2个人去跟楼上协调沟通一下。这倒是没问题，但多半不会有什么效果。没关系，我要的是物业介入的这个过程，结果什么的对我来说不重要。既然你要求了，那我们物业肯定不能坐视不理，我还是亲自去跟你楼上谈吧。好，那咱们现在就过去。你们是干什么的？怎么又是你？你来干鸡毛啊？祝先生你好，我是物业经理钱程。我们物业接到林先生投诉，说你们家半夜有噪音，严重影响了他的休息。我这次过来呢，就是想了解一下具体情况，毕竟楼上楼下的都是邻居，别把关系弄僵了。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但这句话在祝海潮这里显然不适用。超，你们物业说白了，不就是我们业主的仆人吗？什么时候仆人都能管主人的事了？你还真拿自己当盘菜呀？朱先生，请你说话客气点。我客气你大爷，咋的？你还想报复我啊？来，让我看看你们物业有什么本事，断水、断电、断网还是断燃气？有本事你就断，看我报不报警，发不发视频就完事了。面对蛮不讲理的祝海潮，钱程虽然内心感觉异常憋屈，但还是非常诚恳地说道：朱先生，你别这么大火气，我来也不是故意找麻烦的。你说你跟这位林先生就住楼上楼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咱都相互理解理解，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们家楼上每天半夜制造噪音，那你肯定也难受不是？祝海潮啊，祝海潮，你最好有点脑子，再这么做下去，你真的离警示不远了。我理解个对儿，你什么档次让我理解？这是我们家，我乐意干啥就干啥，警察来了都管不着。你一个破物业敢拿我家楼上说事？来，你去楼上问问，你看他敢不敢跟我嘚瑟？至于你，屁大点事别特么跟我这逼逼赖赖，我又不是你爹又不是你妈，你晚上睡不着觉跟我有鸡毛关系？真他妈搞笑！再晒脸，别怪我发飙。祝海潮，你不要太嚣张，你不尊重我没关系，但是你别对林先生出言不逊，否则后果自负。啧，你都快把我吓死了，还林先生，他是你爹啊，这么赶着捧他的臭脚，啥也不是。对于这个结果，林北早有心理准备，并不感到意外，更加没有生气。祝海潮，看来你真的想跟我拼一下子。我想说，跟我林北拼，你有这实力吗？小逼崽子，你毛都没长齐呢，就在这跟我唠这社会课。我该说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好呢，还是说你不知道天高地厚好呢？来，你有什么手段，你尽管往我身上使，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实力搁我面前装逼。走吧，钱经理，这人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林先生，这事儿难道就这么算了？当然不会就这么算了。那你准备怎么办？要不找杜虎来摆平？我那小舅子认识不少社会上的人，让他找人来跟这个祝海潮谈一谈，多半能震慑住他。你想啥呢？和谐社会，法治社会，别动不动就找社会人，咋地？你也想进去？当然不想。对付这种跟你耍无赖的恶人，常规手段肯定没用，但咱也不能触碰法律的红线，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收拾他，妥妥的。你好，警察同志，我要举报我家楼上邻居故意制造噪音扰民，地址是新河湾小区一幢1单元1601。警察同志，你们来有什么事情吗？我们接到这个小伙子报警，说你们家半夜扰民，让他没办法睡觉，有这回事吗？没有，当然没有。警察同志，你可别听他胡咧咧，我们咋可能在家里制造噪音呢？这不纯扯淡吗？小子，你报假警可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知道不？警察同志，我有证据，这是昨天晚上1点多录的音频，他们家从1点到1点半，整半个小时都没消停过。这大半夜的，你们家在干什么呢？弄这么大噪音！警察同志，这是误会啊！昨晚我们家孩子吵着不睡觉，调皮了点，所以不小心搞出点动静，但我们很快就把孩子哄睡了，这真的是误会。事情弄清楚后，帽子叔叔现场对祝海潮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而祝海潮也表现出了良好的认错态度，并且还表示自己今后绝对不会再犯。可警察前脚刚离开，后脚祝海潮就露出了本来面目。小逼崽子，你以为报警就有用吗？看你就是没受过社会的毒打。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你他妈别想在家睡一天安稳觉。林北淡淡的瞥了祝海潮一眼后，就转身来到了他家楼上。你好，我是1501户的业主，我叫林北。你好，我叫林志成，没想到咱们还是本家呢。林大哥，我来呢，其实是有件事想请你帮个忙。这2天晚上，楼下那个姓祝的一家每到半夜就开始折腾，我就住他们家楼下，简直是痛不欲生，生不如死，所以我就想着好好解决一下。哎，楼下那家太不是人了，这2天也不知道抽什么风，大半夜家里搞得叮铃咣啷的。我们家虽然住他家楼上，但也受到不小的影响，根本睡不着。小伙子不怕你笑话，我跟楼下打过交道，那家人都是无赖，根本讲
不通道理的。我理解你们的感受，因为我也是受害者。正因为我们都受到祝海潮一家的折磨，所以才应该合作，好好跟这一家恶人斗一斗。没用的，只要我们还保留着哪怕一点道德底线，都不可能斗得过他们家。没试过，怎知道一定不行？而且你们不行，不代表我不行啊。你有什么好计策吗？邻居噪音扰民屡劝不止，为了制止噪音，林北租借多户邻房，将其合围，并安装定向音响进行物理反击。林大哥，我想租你们家半个月，用来对付楼下那家无赖。你放心，我肯定不会捣乱，更不会动你们家的东西。你同意的话，到时我在旁边酒店给你们一家开个套间，食宿全包。如果你们想出去散散心，来回路费和住宿费我也会全部负责。林老弟，虽然我不知道你准备怎么对付楼下，但我愿意配合，不为别的，就因为早看楼下不爽了。见林志远同意，林北当场给他们一家3口开好了酒店豪华套间。房子租借成功后，林北又相继拜访了1702、1602、1502 3家。这3家听了林北的条件，也都欣然同意。最后再加上林北自己家，直接对祝海潮家形成了合围趋势。祝海潮，我特意为你们一家准备了一点惊喜，今晚就让你们好好体验一下，希望你们会喜欢呢。你好，我是惊喜快递配送员，有您的快递，请问您现在方便签收吗？我在家，送上来吧。不错不错，音响来的正是时候。快递收到后，林北首先就往自家卧室的天花板装上了音响，接着又先后来到1502、1602、1701、1702 4户，分别在不同方位安装好了定向音响。很快到了晚上12点，不出意外，楼上的噪音又准时响了起来。我说你们家还有完没完了？一到深夜就折腾，不嫌累啊？不是，我说你这人是不是有病？怎么总喜欢管别人家的事？我们累不累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用得着你在这里说话？可你们每天晚上这样闹，太影响邻居休息了。影响邻居休息？别人都没说啥呢，就你敏感，就你脆弱，就你事多。有本事买独栋别墅去啊，没本事那就忍着，少来我们家找事。滚！我们家做事就是这样，你能住就住，不能住趁早搬家滚蛋。好，很好，很有精神，希望后半夜你们还能这么有精神。接着林北给所有音响都定好时间，并且分别设置好要播放的音频，然后就去了旁边的酒店睡觉。另一边的祝海潮刚睡下没多久，一首魔性的音乐声突然传来。啥情况？这特么谁啊？大半夜的发什么神经？老公，这怎么感觉好像四面八方都有声音呢？还真是，超，这些傻叉都特么吃错药了吧？大半夜放歌还让不让老子休息？老公，你快去看看这是什么情况，这都2点多了，明天还要上班呢。随后，祝海潮来到几家发出声音的邻居家门口，敲了半天门，愣是没见半点回应，只好气冲冲地回了家。老公，怎么样？他妈的，这些傻叉好像都不在家。老公，我知道了，他们肯定是合起伙来故意害我们家，怎么可能这么巧，都在这个时候出门？老公，赶紧报警，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喂，我要报警！我家楼上楼下隔壁都在放音乐，而且很大声，吵得我们一家根本没法睡觉。地点是星河湾一幢1单元1601。师傅，这小区我们昨天不是才来一趟吗？怎么又开始扰民了？小徐，你要知道，有些群众是很难打交道的，别说来一次，遇到脸皮厚的，他能1个月让你跑3、4回都不带改的。哼，那这种恶劣的人不能把他给拘了吗？年轻人别动不动就拘，你以为能随随便便就拘啊？我们出场还是要以调解为主，目的是化解冲突，解决矛盾，拘留不是目的。两人说话的间隙，很快就来到了祝海潮家门口。警察同志啊，你们终于来了，再不来我们真的活不下去了呀！这些黑心肠丧良心的，根本就不让我们一家子活。大妈，你先别着急，这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啊？你先跟我们说说。怎么回事？你们进来听一听就知道了。警察同志，你听听，就这声，你说我们怎么休息？我刚才挨个敲门都没人回应，这明显就是楼上楼下还有隔壁合起伙来故意整我们。警察同志，你可一定要替我们主持公道啊！真是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好嘛，现在报应落在你们家了。那什么情况呢？我们基本了解了，你们别着急，我先去看看。安抚了一下几人的情绪后，2名警察便来到了隔壁邻居家门口，但敲了好几遍门都没人回应。警察同志，要不直接破门吧？他们闹那么大动静，我们在家里根本没法睡觉，你们警察总不能不管吧？我们是警察没错，但这个扰民的事情属于民事范畴内的纠纷，我们也只能是进行调解、劝诫、批评教育，是没有执法权的，更加不可能随随便便破开别人的房门，这是犯法的，知道吗？那咋办？我们一家总不能一直受此折磨吧？我只能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听了男警察的话，祝海潮愣了下，似乎听懂了，但很快就假装不懂的样子。什么解铃系铃的？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现在问题你也看到了，你就说管不管吧。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这种情况我们警察没有执法权，就算联系到这些人，也只能是规劝，没办法强迫人家。最有用的办法就是刚才说的，你给人好好道个歉，对方说不定就收手了呢。要么还有另外一条途径。什么途径？现在是法治社会，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这种情况我们警察管不了，但法官肯定是可以管的。可是行了，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我也跟你说清楚了，你可以选择私下调解，也可以选择付诸法律，这是你们的自由。现在这些业主都没在家，我们确实做不了更多事情，就先走了。咋样啊，老公？警察呢？他们怎么说的？警察说他们管不了，让我们自己找人调解或者去起诉。啥？意思是他们就不管了？不是，哪有他们这么当警察的？我要去举报他们，投诉他们，我让他们当不成警察。
先回去睡觉吧，这个事情明天起来再说。第二天一早，祝海潮就带着一家人闯进物业经理办公室讨要说法。哎呦，您几位来我这不知有何贵干？你就是物业经理是吧？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事情你必须给我们解决掉，要是不解决，我们就赖在这儿不走了。大妈，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具体到底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说说看。能是什么情况？就我们家楼上楼下故意制造各种噪音，头上脚下四面八方都是，你说我们怎么睡觉，怎么休息？现在可以确定的是15楼2户，我们16楼隔壁还有17楼2户，他们5家合起伙来故意恶心我们家。一听这话，钱程瞬间就明白了，原来林先生说的用魔法打败魔法是这个意思，妙啊！钱程虽然觉得很解气，但还是一本正经的说道：既然有这样的事情，我建议你们最好报警处理。报警？没错，有困难找警察，这不是应该的吗？遇到什么问题都报警，那还要你们物业有什么用？钱经理，你这就不厚道了吧？我们是星河湾业主，你们是星河湾物业，那现在业主遇到困难，你们物业本就有责任帮忙解决，要不然每年那么多的物业费，我们交来干嘛？你们要是什么事都不管，我们还不如花钱买2条大狼狗过来。朱先生，你说话未免太难听了吧？当初你家楼下那位林先生投诉你们扰民，我还亲自登门询问情况，结果你是怎么跟我说的？你说那是你们自己家，想干什么干什么，别人管不着，物业更加没资格管。既然你都说物业没资格管业主家里的事情，那你现在找我干什么？我没资格管啊，那是别人家里，人家想干啥干啥，我凭啥干预？祝海潮被对得有些哑口无言，他完全没想到钱程居然会如此说话。没天理啊，没人性啊！你们物业光收钱不办事，还合起伙来针对我们一家。既然你们不让我活，那我今天就死给你们看！钱程坐在凳子上，静静地看着熊奶表演，一副你想死就死，我肯定不拦着的姿态，直接给熊奶整不会了。你啥意思？你不信我敢死是不是？我告诉你，我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早活够了。现在那些畜生不让我活，你们物业又屁事不管，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大妈，您请自便，我从来不会违背妇女意愿，老年妇女也是妇女，不是吗？好啊，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跳楼？我死在你们物业楼下，还是从你办公室跳出去的？到时你也说不清。大妈，这里是2楼，跳下去摔不死人的。你说你都这么一把年纪了，骨头脆得很，这要是跳下去，大概率断腿断手啥的，可能得在床上躺大半年。你要乐意遭这罪，那你随便，反正疼的不是我的身体，花的不是我的钱，伺候也轮不到我来伺候。妈，你别闹了，我们不能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该受惩罚的是那些欺负我们的人。见物业不给处理这事，祝海潮一家就气势汹汹地直奔林北家而去。呵呵，楼上楼下都躲出去了，你们以为能在他家里找到林先生，一家子猪脑袋。不过虽说林先生可能不在家，但为了保险起见，还是给他打个电话说一声吧。林先生，那个什么，刚才祝海潮一家子来物业闹了半天，说是要去找你的麻烦，你最好躲着点儿。林北刚要说话，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突然传来。不用了，他们已经来了。不就是几个破音响吗？赔个1800的不就够了？居然张嘴就是40万，你怎么不上天呢你？警察同志，就是这3个人强行闯进我家里暴力打砸。警察同志，你别听他胡咧咧，我们又不是强盗，咋可能干那种事呢？就是，我们可都是老实人，反倒是这小子一肚子坏水，还恶人先告状。警察同志，你们可千万别被他骗了。那你们3个跑别人家里干什么来了？可别跟我说你们是来做客的。警察同志，我们这情况你知道的呀，这小子故意租了我家楼上楼下隔壁几户，还半夜放音乐骚扰我家，我们报警没用，今天又去找物业，物业说这事他们管不了，那我们没办法，只好自己来解决了。祝海潮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似乎觉得他们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合理合法的。没错，你别看这小子人模狗样的，其实他都坏到骨子里了，无冤无仇，好端端的，居然租下这么多房子来恶心我们，这不明摆着欺负老实人吗？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强行闯到别人家里，砸了别人的东西，居然丝毫不觉得自己的做法有问题。不管你们有什么理由，都不能强行闯进别人家里，随意毁坏别人的财物。不是，我们家都被欺负成啥样子了，而且你可是亲眼看见的，他让我们家不得安宁，难道我们还不能还手了吗？难道好人就活该被欺负吗？你可是警察，你总不能保护坏人吧？就是警察要为民做主，可不能帮坏人说话呀。之前这小伙子报警说你们家扰民，你们怎么说的？说什么在自己家里爱干啥干啥，别人管不着。现在角色互换，你们就觉得自己委屈了？那你们大半夜吵得别人睡不着觉时，别人不难受吗？如果别人不是实在被欺负的没办法了，何至于联合起来针对你们一家？凡事先从自己身上好好找找原因。你这警察怎么回事？现在我们才是受害者，你怎么一直帮他们说话？就算我们有时候不小心影响了他们，可他们也不能这样联合起来恶意报复我们呢。警察同志，我们抛开以前的事实不谈，过去的都过去了，再说什么也没意义。但现在我们家被折腾的实在没办法休息，我倒还好，可我妈年纪大了，我家孩子又还小，他们真的吃不消啊。如果我们不来拆掉这些音响，那你说我们咋办？难道就活该不得安宁吗？你们觉得自己权益受到了侵犯，你们可以走法律途径来维权，而不是付诸暴力触犯法律。你们的行为已经涉嫌非法入侵住宅罪和寻衅滋事罪，知道吗？见时机成熟，林北咳了2声后说道：警察同志，还有一个故意毁坏财物罪呢。我这些音响可都是高档货，每个都是我花了5万买的。
加上其他卧室一共被他们毁了8个，造成经济损失超过40万。我要求追究他们故意毁坏财物的责任。根据最高院第33条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之规定，故意毁坏公司财物涉及以下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第一，造成公司财物损失5000元以上；第二，毁坏公司财物3次以上；第三，纠集3人以上公然毁坏公司财物。这3个人的行为已经不是涉嫌上述情形之一，而是前3种全部覆盖，刑事立案没毛病吧？这番话一出，祝海潮3人都懵了个大逼。什么破玩意就值8万块钱？你这音响镶金的啊！警察同志，你可看到了，这小兔崽子在你们面前就敢讹人，不就是几个破音响吗？赔个1800的不就够了？居然张嘴就是40万，你怎么不上天呢你？小伙子，你有购买订单记录或者票之类的吗？有，当然有。说着，林北直接掏出手机给民警查看订单。片刻后，民警抬头看向祝海潮3人，这小伙子说的没错，他这音响确实价值5万。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谁家好人买这么贵的音响，还一买这么多？假的，都是假的。我已经查看过音响网购订单，价格确实如此。小徐，你们进去看看，清点一下损失。至于你们3个，单凭客厅这2个被毁的音响，已经足够立案。听完，祝海潮3人脸色顿时变得非常难看。师傅，确实如林北所说，共计8个音响被毁，此外还有不少柜子、桌子、门框啥的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磕碰痕迹。3位，你们寻衅滋事，私闯民宅，毁坏财物，现在正是刑事立案，等我们回去接受调查。警察同志，等一下，这些音响根本不是我们弄坏的，我们只是把这些东西拆下来，很小心的放在地上，结果林北那家伙突然就冲上来，酷一顿乱踩，这都是他自己踩坏的，现在却把一切都赖在我们头上。这音响确实是我儿子拆下来的，但拆下来的时候那个小畜生跟疯了一样冲过来就踩，我本来还不明白他这是为啥，现在懂了，他这根本就是故意要陷害我们。好一个心思歹毒的小畜生！我作证，这是他自己踩坏的。警察同志，你可一定要给我们主持公道啊！像他这种丧良心的，就得抓起来法办，要不还指不定多少人被他坑害呢。3人一个比一个喊得大声，一个比一个激动，不知道的还真以为他们是冤枉的。在警察同志面前，没凭没据的事情你可别乱说，我可是知道有一条罪名叫诬告陷害罪，你现在这样就是典型的诬告陷害，要坐牢的，你知道吗？而且你以为你随便编几句瞎话就能骗得过警察同志？谁告诉你我没有证据的？这小子难道有证据？不可能吧，没有监控，又没有拿手机拍摄，他上哪搞的证据？肯定是诈我的。我可是老年人，我看电视上人家都说了，老年人犯法是不用坐牢的，你们别在这里吓唬我，你们以为我跟那些个老糊涂一样啊？你要是能拿得出证据，我他妈原地吃屎！住嘴！此处禁止骗吃骗喝。不是，你这话啥意思？小伙子，你说你有证据，是什么证据？他们3个所做的一切，我都有视频为证。林北边说着，边掏出手机，开始播放如影随形隐形航拍器录下的视频。当听到手机里传出的声音后，祝海潮3人脸色一变。警察同志，这真的是个误会啊！你这小畜生，心肠太歹毒了！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故意激怒我们，就是想让我们弄坏你的音响，你这分明就是钓鱼执法，故意坑害我们一家。警察同志，你们可一定要给我们做主啊，要不我这老骨头可就真的活不下去了。面对熊奶撒泼的行为，民警面色一冷，板着脸说道：口口声声说别人坑害你们，那我倒想问问看，人小伙子怎么坑害你们了？是他自己弄坏音响栽赃到你们身上，还是说他用劣质音响冒充高档音响讹钱了？再说了，人家小伙子都没有执法权，何来的钓鱼执法？自己犯的错，那就自己承担责任，人家又没逼你们打砸他家音响，如果你们心无恶意，遵纪守法，也不可能干出这种事情来。行了，你们有什么话跟我们回去再说。眼见民警要强行抓人，熊奶连忙大声喊道：等一下，你们不能抓我儿子，那音响是我踩坏的，刚才你们已经看过视频了，应该知道这是跟我儿子没关系啊，我儿子只是把音响从天花板上拆下来，他又没有毁坏那些东西，你们要抓就抓我。听到自己母亲要给他顶罪，祝海潮大吃一惊，但想了想后也没说什么。小伙子，你的音响是我踩坏的，我承认，但这些是跟我儿子没关系，求你放过他吧。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现在我是受害者，你居然让我放过你儿子，你们一家当初欺负到我头上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要放过我？反正我的态度很简单，拒绝调解，相信法律，该怎么判就怎么判。熊奶恶狠狠地瞪了林北一眼，似乎知道跟他说再多也是白费口舌。警察同志，这个事情真的跟我儿子没关系啊？有没有关系？不是你说了算。根据视频来看，音响是你儿子拆下来扔到地上，然后你上脚踩坏的。首先，不能排除在你儿子扔下音响的时候，就已经对音响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损害。其次，你之所以能够踩坏音响，也是因为你儿子把音响扔到地上。从行为上来说，你和你儿子属于共同犯罪。哦，对了，还有这位女士在旁边扶着梯子，还曾喊过弄坏这些音响之类的话，涉嫌教唆犯罪，也是共同犯罪的成员。换言之，你们3个都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听完民警的话，祝海潮3人脸色越来越难看。退一万步讲，就算你儿子真的跟毁坏财物无关，但他还涉嫌非法入侵住宅以及寻衅滋事，也是要刑事立案的。当然，具体是否成立犯罪以及情节轻重，这个还是要进行调查之后才能有结论。小徐，将他们带走。小伙子，你也要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这个没问题吧？当然没问题。祝海潮一家被带到派出所后，办案民警直接对他们进行讯问。刚开始，祝海潮和张平夫妻俩还梗着脖子大喊大叫，但没过2分钟，他俩就痛哭流涕，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开始认罪忏悔，请求宽大处理。
只有熊奶仗着自己年纪大，还在负隅顽抗。我可是老年人，我看电视上人家都说了，老年人犯法是不用坐牢的。你们别在这里吓唬我，你们以为我跟那些个老糊涂一样啊？我可是懂法的。面对民警的讯问，熊奶一点都没有后悔的表现，反而理直气壮的大喊大叫：“你以为老年人就能肆意践踏法律？老年人就能随便侵害他人？老年人就能无法无天？我看视频里你踩别人音响的时候，动作敏捷，力道很大，脸不红气不喘，身体素质好得很，怎么现在嚷嚷着自己是老年人了？”李翠莲，我可以很明确、很负责的告诉你，年纪大并不意味着可以免于刑事责任，免除刑事处罚。根据我国刑法第17条之规定，对于年满75周岁故意犯罪的人，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别说你的年纪不满75周岁，即便满75周岁，也只是有减轻或从轻处罚的机会，并非完全不用承担刑事责任。更何况你是故意犯罪，也不适用此条法律规定。办案民警说话声音虽然不算特别高，但每一字每一句都仿佛化作一柄柄重锤，狠狠砸在熊奶心口。不是，怎么会这样啊？我明明看到网上说老年人犯罪是不会被处罚的呀，而且之前好几次也确实是啥事都没有啊。我看过你的相关档案和卷宗，你之前曾多次因扰民、辱骂他人、寻衅滋事等原因被受害者举报，但因为情节轻微，并未达到刑事立案程度，因此为了更快、更好地化解矛盾、解决冲突，办案民警大多采取了调解、批评、教育等相对柔和的方式，没有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对你进行处罚。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就应该逃避法律责任。这次你涉嫌的是刑事犯罪，并且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给被害者造成的损失也非常巨大。你觉得这次还可能像以前一样撒泼打滚就可以蒙混过关？我明确地告诉你，不可能，你那一套在这里行不通。看到这8个大字没有？这就是你唯一的选择。在经历了一番心理斗争之后，熊奶觉得反抗没用，这才不情愿地交代了自己的犯案经过。林北那边做完笔录后就回到家里。目前驻海潮这个案子的情况还不算特别严重，多半等警察那边讯问清楚之后，就会同意他们办理取保候审，估计最晚明天他们就会回到家里。看来多环绕立体声的极致体验还得继续啊！小兔崽子，别躲在家里不出来，再不出来，信不信老子烧了你家房子？刚才谁说要烧我家房子的？来，让我看看。来嘛！别浪费时间，大家都挺忙的，你先把我家房子烧了，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比如什么判刑坐牢啊、家破人亡啊、倾家荡产之类的，还烧房子，真是吓死我了。驻海潮被林北反将一军，顿时感到有些尴尬。你这害人精居然还真敢出来！你知不知道昨天晚上我们一家被你害得有多惨？你这么做就不怕遭报应吗？不好意思，我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从不相信因果报应一说。如果真有报应，你们一家哪还能过得这么滋润？你这话什么意思？很明显就是你想的那个意思呗。你熊奶被林北这话气得差点一口气没上来。见此情形，熊妈赶紧接过话茬：大家楼上楼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就不能互相理解一下吗？你们什么档次啊？还让我理解？这是我们家，我乐意干啥就干啥，警察来了都管不着。可你他妈的大半夜的播放音乐，故意制造噪音，严重影响了我们家正常休息。别人都没事，就你们家事多，就你们敏感，就你们脆弱。有本事你去买独栋别墅啊，住别墅不就没人影响你们睡觉了？如果没本事买别墅，那就忍着，少来我们家找事。林北一点没惯着，直接把曾经从他们嘴里说出来的那些话近乎原封不动的还了回去，给他们一家对得哑口无言。超，这不是之前自己拿来对他的吗？他居然原封不动对了回来。姓林的，你别太嚣张！如果你还半夜制造噪音，打扰我们家休息，后果自负。还后果自负？我倒要看看到时能有啥后果。小畜生，你要是再祸害我们家，信不信我吊死在你家门口，化作厉鬼一直缠着你？你看你又急了不是？我都说了，我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你在我家门口吊死，我是无所谓的，只不过你会出现在新闻头条上而已。回头我的房子变成了凶宅，我还得找你儿子赔钱，你说到时候多尴尬。他妈的，老子现在不想听你废话，赶紧把你家音响拆了。驻海潮边说着边往林北家里冲去。哎，这里是我家，没经过我允许你们不能进去，你们立刻给我退出去，私闯民宅是犯法的，知道吗？还犯法？老子真的要笑死了！张嘴闭嘴把法律挂嘴边，你以为法律是万能的吗？你以为法律专门偏袒你的吗？你想干什么？再过来我就报警了！看着林北害怕和怯懦的状态，驻海潮三人愈发的嚣张起来。哼，原以为你是什么牛逼轰轰吊炸天的人，没想到就特么是个纸老虎。真坤巴没种，既然没种，就别跟老子赛脸。驻海潮说完，就开始在林北家里转悠起来，没一会就抱着几个音响走了出来。超，原来就是这玩意祸害老子，看老子不砸了他！住手！这是我家东西，你们凭什么乱动？见林北想要过来阻止，熊奶立马拦在林北前面。你别动我呀！我告诉你，你敢动我，我就敢躺地上，我讹死你！熊奶见林北不敢过来，就得意的跳到另一个音响上，一边骂着，一边用力的一脚一脚踩着音响。小畜生，今天我们把你所有音响都毁了，看你还祸不祸害人！你们强行闯入我家，还随便破坏我的东西，你们这是在犯法，知道吗？哟呵，毛都没长齐的小逼崽子，张嘴闭嘴跟我讲法律，咋地？法律是给你一个人制定的啊？还是说法院是你们家开的？真特么可笑！今天老子就好好给你上一课。这些音响是我的个人财物，你现在随意破坏，已经触犯了故意毁坏他人财物罪。你不但要赔钱，还得坐牢。现在给我赔钱道歉，我或许还可以考虑放你一马。再这么继续下去，你真的快进去了。就几个破音响能值多少钱？大不了老子赔你，老子有的是钱。
喂，你好，我要报警。现在有3个人强行闯进我的家里，对我喊打喊杀的，还很暴力的毁坏我家物品，给我造成了很大的财产损失，并且严重威胁我的人身安全。地点是星河万亿创意单元1501。见林北居然真报警，祝海潮3人愣了一下。报警？呵呵，你在家安装这些祸害人的玩意，我作为受害者给你拆下来是天经地义理所应当的。就算警察来了，也得先批评教育你一顿。没错，你这害人精还有脸报警，真是恶人先告状。看警察来了，是抓你还是抓我呢？随后3人不再理会林北，继续大拆特拆。林北也没再阻拦，只是一直冷眼旁观。你们就使劲拆吧，砸吧！这种音响我家里一共放了8个，全是高端定制款，单价5个 W， 你们砸得越狠就越行。小子，这次的事情就当长个教训，以后招子放亮点，不是什么人你都可以随便招惹的。我再说一遍，你们这是在犯罪！翻个灯门，别废话，你以为这事儿就完了？赶紧把隔壁门开开，那里面的音响，老子今天要一次性全都拆完砸完。不好意思啊，你们恐怕没这个机会了，因为警察同志已经过来了。这40万你们肯定是要赔的，钱赔出去对减刑会大有帮助，要是能征得对方的谅解，情况会更好。陈律师，等下，有个事我刚才忘了跟你说了。其实，在我们家被楼下噪音骚扰之前，楼下那小子就因为我们家有噪音上来找过茬，也叫过物业，还报过警。有这情况你咋不早说呢？那个，我刚太着急了，一下子没想起来。神他妈没想起来，我看你就是想故意隐瞒吧。没关系，这一点倒是影响不大。按照我们常人常理来判断，很难相信有人会花大几万买一个音响，还一买就买了8个。这种行为完全超出了普通人的理解范围。而且你母亲已经60多岁了，思想老旧，对新事物、高科技产品也缺乏理解和认知，更加不会想到那些音响居然如此值钱。这也就是说，其实你母亲毁坏音响只是因为深受其害，而并非出于恶意的毁坏对方财物，这才使得对方遭受巨大经济损失。换言之，你母亲并没有主观恶意性，导致不良结果也并非她的本意。从这点出发，争取减刑并非难事。秃顶律师语气轻松，说话间带着几分让人信服的感觉。其次，虽然你母亲未满75周岁犯罪，没有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法律规定，但毕竟确实年纪大了，到时候上了法庭再稍微表现一下，也可以再拿到一些同情分。此外，积极赔偿损失、赔礼道歉也是主要的减刑途径。还得赔钱啊？给别人造成40万多的直接经济损失，居然还想着不赔钱就解决问题，你怎么这么敢想啊？这40万你们肯定是要赔的，钱赔出去对减刑会大有帮助，要是能征得对方的谅解，情况会更好。如果不赔钱，法官判刑只会偏重，而且就算你们不主动赔钱，法官也会在判决书里体现这一点，这个横竖是躲不过去的。主动一点还能争取一些减刑，搞到被动的地步对你们没好处。听了秃顶律师的解释，熊妈这才不情不愿的点点头。另外一个故意毁坏财物罪其实很好解决，而非法入侵住宅和寻衅滋事其实相对来说要比这个罪名还要更轻一点，更好辩护。毕竟你们并没有对被害者造成实质性的人身伤害，在过程中也没有实施暴力，这2点尤为重要。总之呢，你们的事交给我来处理，尽管放心好了。陈律师，有你这话我就安心多了。就网上那个很火的什么法外狂徒，我看他也就是徒有虚名。其实陈律师你跟他比起来只强不弱。过奖了，法外狂徒其实也是一位很厉害的律师，我很期待能有机会跟他交手，孰强孰弱还得是手底下见真章。我觉得陈律师你一定有机会屠神正道。对了，陈律师，我楼下那个人故意买这么贵的音响，而且他还在家里显眼的位置放了一个梯子，他这是不是钓鱼执法啊？我觉得他这些做法就是专门引诱我们上当，然后趁机讹钱。这个小兔崽子，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就看出这个人心术不正，心里鬼点子不知道有多少，那眼珠子滴溜溜转，鬼迷日眼的，就等着坑人呢。陈律师，你说抓住这一点，咱能不能反过来告他？好家伙，这2个卧龙凤雏自己身上都还一堆事呢，居然还想着起诉对方。2位，首先呢，你们说的这些都只是你们单方面的猜测，并无实证。其次，就算对方真的是故意挖坑，咱也不能从法律层面说事，因为他不是执法者，他只是钓鱼，并没有执法。如果你们一直抓着这一点去说，会给何以婷带来不好的印象，反而对减刑没好处。难道我们就只能吃了这个哑巴亏吗？是的，只能如此。可是，哎呀，老婆你就别可是了，人陈律师是专业的，我们听人家的准没错，你就别自己有那么多想法了。陈律师，那现在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很简单，你们现在只需要做一件事，那就是签合同，剩下的事情交给我。正如你所说，我是专业的，我会把所有事情处理好。听到这话后，祝海潮长出一口气，顿时感觉身上的压力减轻了不少。但他不知道的是，自己的母亲和儿子背着自己又干了件蠢事。你给我闭嘴！别以为手里握着点权力就可以随便左右我们老百姓的命运。小伙子，你怎么又来了？这次来有什么事呢？王警官，我也不想来啊，但我的车被人划伤得非常严重，不来不行啊。车被划了，你应该报交警，找保险公司啊。如果是交通事故或者意外划伤，那我肯定报交警啊。但我的车是被人恶意划伤的。恶意划伤？没错，这是我拿到的停车场监控，你们看一下。这不是李穗莲吗？他是觉得只要自己不动手，叫孩子划车就没责任吗？接着，林北将详细案情和证据提供给了警方后，便离开了警局。
王警官，你们这是？祝海潮，你母亲李翠莲在家吗？她在呢。这是咋了？王警官，我们办了取保候审也没干啥啊，你们怎么突然找过来了？你知不知道，你妈教唆你儿子把楼下的千万豪车给刮花了，而且划得非常严重，目测经济损失超过100万。这不可能啊！我妈一向老实本分，我儿子也是乖巧听话，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呢？我们已经看过监控了，确实是你母亲怂恿你儿子干的。你们想干啥？别以为你们是警察就可以随便在别人家门口吆五喝六的。李翠莲，你涉嫌教唆未成年人犯罪，所里已经正式刑事立案，现在立刻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不是，你们这些警察是不是都闲得没事干？外面那么多坏人，你们不去抓，一直针对我一个老婆子干什么？再说了，我可是交了保证金出来的，你们凭什么又来抓我？今天上午10点20到10点40，你在哪里？在做什么？还需要我多说吗？被害人林先生的行车记录仪和物业监控都拍得清清楚楚，就是你使唤你孙子划了林先生的车。没错，车是我孙子划的，但他还是个孩子，你们总不能抓一个小孩子回去坐牢吧？再说了，我又没动手，你们也别想把脏水泼到我身上。而且我看网上都说了，小孩子犯法是不用承担责任的。车确实不是你划的，但你涉嫌教唆你孙子故意毁坏他人财物，按照刑法规定，你这是属于教唆他人犯罪，况且你教唆的还是未成年人，应当从重判处。你胡说，我从来没有吩咐过我孙子去划别人的车子。祝先生，现在证据确凿，希望你可以劝劝你的母亲，千万别让事情发展到更坏的程度。面对警察的劝说，祝海潮没别的选择，只能反过来劝他母亲配合执法。折腾了一回后，熊乃面如死灰的被警察带走。那个陈律师，有个情况我觉得有必要跟你说下。如果你想说你母亲教唆你儿子划了林北车子这事的话，那我已经知道了。陈律师，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啊？祝先生，现在情况很不乐观。先是你母亲是教唆未成年人犯罪，这在刑法上有明文规定，要从重判处。其次，他还是累计犯罪加故意犯罪，再加上涉案金额真的很大，你母亲后半辈子恐怕要在监狱度过了。陈律师，你可是龙城1等1的大律师，你还自信能跟法外狂徒过招，怎么会没把握呢？你倒是支棱起来啊！祝先生，你也知道我只是个律师，我又不是法师，我真的无法做更多事情了。很快到了开庭审理的日子。今日，依照刑法第245条、第293条、第275条之规定，龙城初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依法公开审理祝海潮、张婷、李翠莲非法入侵住宅、寻衅滋事、毁坏财物一案，由我赵东升担任审判长，并依法组建合议庭，现在正式开庭。审判长话刚说完，熊乃却再也忍不住了。林北，你这个小杂种！被告人，注意你的措辞和态度，这里是审判庭，不是菜市场。我的姑奶奶，这里是法庭，他可是法官，你别乱来啊！林北，你这丧尽天良的王八蛋，我们家现在被你害得家破人亡，你一定会遭报应的。我有没有报应不一定，但你们一家作恶多端，有今天这样的下场，是你们活该，怨不得别人。你才活该，你全家都活该。被告人不得在审判庭喧哗、辱骂他人，注意遵守。然而没等审判长话说完，杀红了眼的熊乃直接对他暴喝一声：“你给我闭嘴！别以为手里握着点权力就可以随便左右我们老百姓的命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早就收那小杂种的黑钱了，要不然不会一直这样针对我们。我告诉你，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不可能一手遮天，看我下去不举报了你。”原本以为王舒淇已经天下无敌，没想到这熊乃与昔日帝王舒淇比起来，丝毫不遑多让，不但诽谤，居然还有威胁法官的意思。看什么看？你以为你脸黑就是包青天了？我呸！审判长没有理会撒泼的熊乃，直接敲响法锤，开始审理祝海潮和张婷两人。半小时后，判决出炉。被告人祝海潮依据《龙国刑法》第245条、第275条和第293条之规定，成立非法入侵住宅罪、寻衅滋事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2条罪名主犯，1条罪名从犯，判处有期徒刑7年。被告人张婷依据《龙国刑法》第245条、第275条和第293条之规定，成立非法入侵住宅罪、寻衅滋事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3罪均为从犯，判处有期徒刑5年。被告人李翠莲依据《龙国刑法》第245条、第275条和第293条之规定，成立非法入侵住宅罪、寻衅滋事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3罪均为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5年。鉴于3名被告是一家人，赔偿费用由户主祝海潮承担，赔偿费用共计250万元。没有了恶心人的邻居，林北接下来的日子过得是颇为的舒坦。网红直播卖假酒，我直接下单100万，然后反手举报主播诈骗罪和非法经营罪。小北啊，你最近忙不忙？要是不忙的话，最好能回来一趟。不忙啊，我下午就能回去，是有啥事吗？还不是因为你爸他买到了假酒。什么？我爸买到假酒了？那他没喝出什么毛病吧？没啥大事，你别担心。他刚抿第一口就尝出味道不对，连忙吐掉了。又不是什么大事，你跟孩子说这个干什么？有什么不好说的？你在网上买到假酒，去找那个主播被人拉黑，别到时候喝假酒没喝出毛病，反而给自己气出毛病来。小北又不是外人，让他回来帮你出气，咋地？你还不好意思了？妈，你别跟我爸争了，我这就回来帮你们出气。回到家后，林北通过一番详细询问后，得知了具体情况。爸，你放心，这是交给我，保证办得妥妥的。好，老子等你的好消息。说完，林北立马登上了抖音小号，进入了那个售卖假酒的直播间。不是你这助理怎么当的？这款汾酒厂家给的价格是每瓶739，我凭着这张老脸软磨硬泡，才给家人们争取到40块钱的优惠。你他妈居然把小数点位置弄错了！伟哥，这个我真不是故意的，我也不知道咋了，突然手抖了一下就给弄错了。那现在可咋办啊？这么大的损失，你就是卖了我也赔不起啊。
家人们，大家也都看到了，没错，我这个助手工作出现重大失误，不小心把原价699的汾酒以69.9的价格上架，还一次性上架了1000瓶。但事已至此，再怎么责备他已于事无补。在我直播间的都是我魏梦谢的家人，这次就当是给所有家人们送福利了。魏哥，你千万不要冲动啊！1000瓶卖出去，咱们得赔60几万呢。现在下单人数还不多，及时下架，及时止损才行啊！什么赔钱不赔钱的？这是给家人们送福利，怎么能说是赔钱呢？家人们陪伴我这么久，给他们送点福利怎么了？家人们，大家赶快下单，手快有手慢无，先到先得了啊！怪不得老爸会因为无意间刷到这个直播间就下单买了2瓶酒，这套路真的是老母猪戴胸罩，一套又一套啊！看着直播间卖力表演的主播，林北冷笑着打开直播录屏，打字询问道：“主播，你直播间卖的酒这么便宜，是真的汾酒吗？”呵呵，这位名叫长毛战士戳水水死的老铁，你放心，我开直播卖酒，能卖你假酒吗？那必须是真的。我看你小黄车里有好几款汾酒，售价都比其他渠道便宜至少3-4成。如果是真酒，你卖这么便宜，不怕亏本吗？既然老铁你诚心诚意的问了，那我就掏心掏肺的告诉大家，汾酒作为知名白酒品牌，虽然比不上毛子，但也不便宜。可我魏某人玩网络这么些年，都是靠着家人们的支持才走到今天，那肯定的为家人们谋点福利啊！不瞒大家，我是把汾酒老总灌醉，让他签合同给了我定价权，所以家人们，我直播间里所有汾酒，你们就出去比较去吧，全网你们都找不到比我这儿价格更低的。问题问完后，林北直接在直播间下单买了100多万的假酒。你这无良主播，往肚子里喝的东西都敢造假，如果不把你送进去，以后不知道还得坑害多少人。另一边，主播助理看到后台爆单，整个人都压马呆住了。魏哥，你快过来！我直播呢看不到吗？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要沉着冷静应对。你怎么就是不长记性？不是，魏哥，后台爆单了。啥玩意儿？魏哥，你看咱们卖的酒爆单了，一次性卖出去100多万的酒。我操，这特么怎么突然就爆单了？难道这泼天的富贵终于要轮到我了吗？小顾，这是真的吗？是真的，魏哥，咱们这回要发财了。太好了，有心人天不负，我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魏哥，该说不说，还是你脑子好使，去废品收购站搞点酒瓶子回来，再论斤2成一些劣质白酒，兑点水进去，这废品和劣质酒立马摇身一变成了汾酒，价值不知道翻了多少倍，简直就是无本万利的买卖啊！没错没错，魏哥你真的太牛逼了，那些傻逼还以为自己捡了大便宜，殊不知走南京闯北京，买的不如卖的精，想占便宜的人终究会被人占便宜，咱们这也算做好事了，让他们吃一堑长一智，省得以后摔更大的跟头。今天上午还有个傻了吧唧的人跑过来问我是不是酒发错了，说他喝着味道不对，潮，那味道能对才见鬼了，看他一把年纪了，脑子都没有，活该吃亏。干得不错，咱这是小本买卖，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上来就说我们的酒有问题，谁知道是不是他自己喝完了，灌了别的东西进来给我们泼脏水，要是谁都买回去再退回来，咱们这买卖还能不能干了？反正不管谁问，就说都是正品，觉得有问题就让他们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就一个字，坚决不退货。好嘞，魏哥，走，今个心情好，咱出去好好去搓一顿，然后再到天上人间享受洗脚按摩一条龙服务，学个外语啥的，全场消费由我魏公子买单。听到这话，2个助理兴奋的大喊大叫，殊不知他们即将大祸临头。你好，我在你直播间里买的酒收到了，但感觉不太对劲，你是不是卖假酒了？不是哥们儿，说话得凭良心讲证据，我们诚信经营，童叟无欺，直播间里卖的所有酒都是拿到厂家授权许可的，而且货源也是直接对接厂家的工厂，怎么可能是假酒？我已经找专业机构检测过了，结果确实是假酒啊！你们得给我退1赔3。呵呵，原来是想讹钱啊！我们直播间里卖的酒都是正儿八经的汾酒，不存在任何质量问题，你居然还想退1赔3？我告诉你，你这种行为属于敲诈勒索，知道吗？信不信我报警抓你？好家伙，你一个卖假酒的，居然还敢提报警！如果你们不给我退1赔3的话，我将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有本事你就去报警吧！超，那小子以为他是那个洗漱全网的林阎王呢？这次就让老子好好给你上一课，让你知道什么叫做贪小便宜吃大亏。就是，对于这种没脑子的蠢货，吃亏是福，能长记性，他还得感谢咱们呢。时间差不多了，你们准备一下，昨天报了100万的单，今天咱争取再接了力。要是今天还能爆单，老子再带你们去重温一条龙服务。林北那边被挂断电话后，立即来到了派出所。你小子这段时间在龙城闹出的动静不小啊！哪有，都是小打小闹罢了。你这次过来又有什么情况呢？我要报案，我被一个网络主播骗了，从他那里买到了假酒。闻言，民警老吴脸上顿时闪过一丝兴趣缺缺的表情。那你买了多少钱的假酒？吴警官，你也知道，福聚德酒楼是我们家的产业，这么大个酒楼，酒水需求量可是很大的。我本想着直接跟酒厂联系供货，但无意间刷到那个直播间价格比工厂价还便宜，就脑子一热，从网上下了100万的订单。
本想着能省点钱，可没想到收到酒一看，全是假酒。我打电话找那个主播要说法，却被对方一顿冷嘲热讽，还说我敲诈勒索。林北握着拳头，满脸悲愤。吴警官，你可一定要帮我讨回公道啊！如果不严惩那个主播，以后还不知道会有多少人上当受骗，蒙受损失呢。小林，你别着急，不法分子我们肯定会将其绳之以法，你的损失也肯定能够追回来的。对了，我这里有些证据，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说着，林北就将订单截图、直播录屏、聊天截图等证据发给了警方。小林，你提供的证据非常充分，根据目前这些证据来看，该主播确实存在销售假酒行为，并且已经达到刑事立案标准，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罪、诈骗罪等，所里会立刻展开调查。你放心，不法分子逃不了，你的钱也丢不掉。伟哥，有人找你。不是你第一天跟我啊，没看到我在直播吗？谁来找我也没有家人们重要。呵呵，你就是魏梦谢啊！警察同志，我是魏梦谢，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我是余县派出所民警吴正国。魏梦谢，我们怀疑你销售假酒，金额巨大，涉嫌多宗刑事犯罪，所里已经正式刑事立案。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警察同志，这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这人生平可最老实了，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怎么可能卖假酒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行了，多余的话不用说，你老老实实跟我们走一趟就是了。是误会还是确有其事？调查后你自会知晓。魏梦谢刚想说什么，民警老吴直接抽出了腰间的银手镯。怎么，需要给你铐上这个吗？不用，我跟你们走。你们两个都是魏梦谢助手吧？也跟我们回去一趟，配合调查。警察叔叔，我就是个臭打工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是啊，警察同志，我们是无辜的，老板让我们干啥我们干啥，真跟我们没关系啊。是无辜的打工人，还是掺和其中的同伙？我们自会调查清楚。你们放心，我们警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也绝对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三人被带回派出所后，立刻就被丢进了讯问室接受讯问。什么？是那个下了100万订单的人报的警？警察同志，这必是诬陷啊！我的酒绝对没问题。我们对他所购白酒进行了抽样检测，可以确定那批白酒确实存在问题，并且对方提供了仓库监控视频，就是你通过物流送到的那批，不存在调换。眼见狡辩不成，魏梦谢眼珠子滴溜溜转了起来，很快眼睛一亮，似乎想到了什么。警察同志，谁家好人一次性买100万的白酒？他这明显就是故意栽赃陷害，你们可得查清楚啊！你自己心术不正，销售假酒，还说别人敲诈勒索、栽赃陷害，肯定是这样的，不然你怎么解释？他一下子买100万的酒，那就是酒鬼转世也喝不了这么多啊！人家有一家酒楼，买酒是酒楼经营需要，不可以吗？啥？开酒楼的？听到对方是开酒楼的，魏梦谢傻眼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魏梦谢，劝你不要再负隅顽抗，我们掌握的证据远比你想象的更多，否则也不会跑大老远的把你抓回来。你现在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坦白交代你的所有犯罪事实，争取宽大处理。都坐在那个位置上了，居然还是毫无悔改之意。魏梦谢，既然你如此冥顽不灵，那我看也不必审了，反正现在一应证据俱全，零口供都能直接办你。警察同志，我冤枉啊，我真什么都没干。看来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我们已经对你仓库里的白酒进行了检验，虽然结果还未出来，但我们在仓库里发现了你勾兑假酒贴牌销售的材料，而且你那2个助手对你们的犯罪事实也是供认不讳，交代了很多事情。你觉得这事能光靠嘴硬就能扛得过去吗？坦白交代，或许还能减轻自己的刑罚，负隅顽抗只能是自寻死路。超，我他妈真是倒霉。都坐在那个位置上了，居然还是毫无悔改之意。魏梦谢，既然你如此冥顽不灵，那我看也不必审了，反正现在一应证据俱全，零口供都能直接办你。说完，民警老吴便要转身离开。见此情形，魏梦谢此刻求生的欲望达到了顶峰，脑袋飞速运转，很快想到了什么。警察同志，我有新的情况要交代，而且肯定是你们没掌握的。我要是交代了，这个能不能减刑啊？主动供述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较重罪行，可以减刑；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发生严重后果，也可以减刑。如果有立功情节，比如交代他人犯罪事实，经查属实的，根据立功的大小、次数、内容、效果、罪行轻重等情况，同样可以减刑。魏梦谢，你想交代什么？我想检举揭发。我知道还有其他人在卖假酒假印，我把这些情况告诉你们，这个算不算你说的立功？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们查证后确定对方确实有不法行为，就算你立功。但是你可不能为了立功就乱说话、乱咬人。要知道，如果你故意捏造事实，为了立功减刑就陷害他人的话，可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不会，警察同志，我哪敢糊弄你们？我说的绝对是真的。那你说说看，你都知道些什么？死道友不死贫道，老姜你可别怪我。为了争取立功减刑，魏梦谢宛如竹筒倒豆子一般，把他知道的那些事全都交代了出来。警察同志，我知道的就这些，这个够给我减刑的吗？你交代的事情不少，我们会进行进一步侦查取证，如果查证属实，你放心，你的功劳我们不会忘。与此同时，青州某工作室内，2个鼻青脸肿的青年正在给一名头发花白的老者汇报工作。老板，楼下有一群人在闹事，说我们卖假酒，还二话没说就将我俩打了一顿。我都看到了，你们该干啥干啥去吧。这种堵在我们公司楼下拉横幅、寻衅滋事，还殴打我公司员工的恶劣行为，必须让警察同志来制裁。哼，都什么年代了，还玩这一套？
真是无知、法盲、可笑。就在他们说话的间隙，2名警察快速走了进来。警察同志，你们终于来了！有一群人在我公司下面聚众闹事，败坏我的声誉，还殴打我公司员工，简直是无法无天。这种暴徒，你们赶紧抓走吧！你可是江长？对啊，我就是江长。江长，我们怀疑你销售假酒，金额巨大，涉嫌多条刑事罪名，局里已经正式刑事立案，对你下达刑事传唤决定。这是传唤书，现在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哎，不是，你们这搞错了吧？是我报的警啊！你们怎么上来不分青红皂白就抓我呢？我们并非辖区派出所，而是市局的，来此也并非接到你的报警，而是收到晋省警方的协查申请，正式对你立案调查。走吧，江长，别试图反抗，不然不介意给你铐上这个。另一边，魏梦谢父母在得知自己儿子被抓后，2人直接吵了起来。你说啥？小谢被警察抓了，还要判刑？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他要是去坐牢，我可怎么活啊？行了，哭就知道哭，都什么时候了，哭就能把儿子救回来吗？你吼我干什么？你这么厉害，你倒是把儿子救出来啊！就会窝里横。古语说子不教父之过，小谢走上歪路，都是因为你这个当爹的没有好好教导他，没有起到一个表率作用。我告诉你，小谢要是真的坐牢，就是你的责任，我跟你没完。别在这埋怨甩锅了，我们当务之急是给儿子找律师，你在这跟我闹，儿子就能回来了吗？找律师那能行吗？我可听人说，那些个律师基本上都是忽悠人骗钱的。不然呢？靠你，头发长见识短，你懂得怎么打官司吗？废话，我要是懂这玩意，还会跟你吗？那不就得了？我已经提前打听好，据说龙城有2个口碑和声望尤为突出的律师，他们都打赢过很多官司，帮过很多人，一个叫张伟，一个叫王明浩，你说我们选谁比较好？选王明浩律师吧，我们一家3口的名字都是3个字，刚好那王明浩名字也是3个字。你说的挺有道理，那就选王明浩吧。你去把存折拿出来，我们立刻出门。 2人殊不知自己做了一个错误决定，他们选的那个王明浩正是此前帮林北表舅杨俊清辩护失败的律师，而且2次案件的原告方都是林北。我真是服了，不就是几瓶假酒吗？居然还报警，怎么会有你这种小肚鸡肠的人？王律师，你可一定要救救我们家小谢啊！他只是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又没有杀人放火，警察就非得抓他坐牢，这法律也得讲人情吧？这位女士，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最起码先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我才能知道怎么帮你们。行了，你别一个劲儿的叭叭个不停，正事儿不说。王律师，事情是这样的，我儿子是一个网络主播，平时做直播带货卖点白酒什么的，可今天警察突然过来说我儿子卖假酒，就把他抓走了。那这个就是警察送过来的。我儿子一向老实本分，怎么可能卖假酒呢？这肯定是警察哪里搞错了，要不就是有人故意陷害他。我跟你说，现在这年头，有些内心阴暗的人就见不得别人好。一看我儿子赚了些钱，急得跟什么一样。事情呢，我大概知道了，但具体情况我还得见到当事人，或者去办理这个案子的派出所查看档案才能清楚。这个事情你们如果交给我，我肯定会竭尽全力帮他。王律师，这么重要的事，你一句尽力就够了吗？你得给我们一个保证啊，要不我们凭啥放心的把这案子交给你？就是，这是对于你来说就是个赚钱的买卖，但对于我们来说可是关系到我儿子的前途未来，你总得给我们交个底，好让我们安心吧。看这情况，如果不给他们吃一颗定心丸的话，这案子怕是拿不到手了。根据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来看，你们儿子卖假酒的这事儿十有8、9是真的，而且警方必然也是掌握了不少证据，否则不会这么重视。我只能说，无罪几乎是不可能，但是……没等王明浩话说完，便被田淑芬尖锐的声音打断。等一下，既然不能无罪，那你还搁这叭叭的不停，浪费我们时间。哼，连无罪你都做不到，那你当什么律师？不如回家卖红薯去。2位，虽然我还没有看到相关卷宗档案，也没有跟当事人和被害人接触过，但以我对警方办案流程的了解来看，你们儿子想无罪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一个律师跟你们说能保证让你们儿子无罪，不用想肯定是骗子。这案子我所能做的就是争取减刑。看着王明浩很是严肃的表情，魏大刚和田淑芬内心十分纠结。2位，这个案子已经到了现在这一步，估计最晚1周内就会开庭审理。我建议你们还是尽快做出决定，因为不管你们选择哪位律师，都需要时间来了解案情，制定诉讼策略。如果时间太紧张的话，只怕结果会更加不尽人意。王明浩这话明显给魏大刚和田淑芬带来了紧迫感，2人犹豫了片刻后，还是选择了让王明浩作为代理人。王律师，这几天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吗？当务之急是联系被害人，争取拿到谅解书，这对李儿子减刑会大有帮助。那你赶紧联系啊！王明浩点了点头，拿起手机就给林北打了过去。一番交涉之后，王明浩脸上露出欣喜之色。2位，对方马上就过来了。我知道你们对报案人有点怨气，但千万要记得，我们这次过来是求着对方调解的，千万不能动怒，更不能骂人，还得诚心诚意的道歉。然后就是这个赔偿事宜，对方很可能会狮子大开口，你们呢最好别讨价还价。说白了，咱没这个资格，钱财都是身外物，人最重要，拿到谅解书才是第一要务。王明浩说的口干舌燥，生怕这2人再整出什么幺蛾子。林北，果然是你。
王律师，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小畜生，就你叫林北是吧？我儿子跟你什么仇什么怨？你非要这样子害他？田女士，你别激动，咱有话好好说，你先冷静一下。给我闭嘴！你说说你，长得人模狗样的，怎么心肠就这么歹毒？你就不怕遭报应吗？我儿子还那么年轻，你就这样害他，我真是服了。不就是几瓶假酒吗？居然还报警，怎么会有你这种小肚鸡肠的人？少废话，快点签了这个，你买酒的钱我们想办法还给你。看着跟吃了枪药一样的两人，林北有些无语，转身就准备离开。站住！今天要是不签字，你休想走出这个门。王律师，你要不要给你的委托人科普一下，他现在的行为是什么性质？魏先生，你可千万别做傻事，你这么做对你儿子毫无帮助，反而还会涉嫌非法拘禁罪和寻衅滋事罪。王律师，你可是我请的律师，我们签了合同的，你现在居然帮他说话。魏先生，我请你理智一点，我们过来是跟对方谈和解的，不是来打架的，你这样只会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啊。你懂什么？起开吧你！我告诉你，今天这个和解书，你是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没错，你不签别想走。眼见两人想动手，王明浩只能再次上前阻拦。王明浩，你这是干什么？你别忘了，这官司你打赢了才有钱，要是输了，你1毛钱都没有。听到这句话，林北目光怪异的看向王明浩，看来这学法的也不一定就守法。既然让我知道了这事，那就必须给年轻的王律师上一课，反正又不是朋友，举报他很合理。王明浩，看看你干的好事。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之前跟你们说过要注意态度，可你们是怎么做的？一上来就骂人，甚至还想打人。你们这么做，人家怎么可能同意调解？造成现在这样的局面，都是你们自己的责任，居然还好意思怪我？不是你到底哪边的啊？怎么明着暗着老是帮那个小畜生说话？还有，刚才他一进来，你们俩就眉来眼去的，别以为我老眼昏花就看不见。哦，我知道了，你跟那小畜生你们俩一早就认识，你是不是暗地里收他钱了？警察了不起啊！别以为你是余县的警察就能随便包庇你们余县的黑恶势力。消费者是上帝，我们给你付钱，你就得听我们的。看你挺老实的，没想到背地里居然这么多花花肠子。我警告你，你最好老老实实的帮我儿子减刑，否则我就去举报你，让你以后都当不成律师。去他妈的！你们爱咋咋地，老子不伺候了。说完，王明浩直接甩手离去。老公，我们把王明浩惹毛了，现在儿子没律师了，该怎么办？换律师肯定是来不及了，而且那些个律师一个个都特么是骗钱的，根本就靠不上。要救儿子，恐怕还得靠我们自己。你有什么想法？那小畜生我们或许拿他没办法，但他肯定有爹妈吧？我们找他爹妈去。我记得你不是有个什么远房表亲就在余县吗？找他帮忙问问那个叫林北的小畜生家在哪里。魏大刚点了点头，立刻拿起手机给他那个亲戚打起了电话。一番寒暄过后，很快就得知了自己想要的信息。真是赶巧了，我们现在所在的酒楼就是林北家开的。看来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老天爷都在帮我们。俩人相视一笑，嘀嘀咕咕商量一番，便立刻出了包厢，直奔酒楼吧台。叫你们老板出来。两位，你们是要预定酒席还是有别的事？跟我说就可以。你一个破服务员，社会底层的垃圾，跟你说有个屁用！我再说一遍，赶紧让你们老板出来！傻不拉几的，一点眼力见都没有，怪不得只能当个服务员。听到争吵声的林父立马赶了过来。就你是老板啊？林北是你什么人？林北是我儿子，怎么你们有事了？好啊，原来你就是那小畜生的爹，就你那小畜生害我儿子被警察抓走了，你赶紧让你儿子去跟警察说清楚，把我儿子放出来，不然我跟你没完。你儿子买酒的钱，我想办法凑一凑还给他，但这个和解书他今天必须签。原来那个魏梦先是你们儿子啊？他们假酒赚黑心钱被警察抓了，那是他活该。你们居然还有脸跑过来闹事，我就明说了吧，想要调解不可能。林父的强硬态度让魏大刚和田淑芬一时之间有点错愕，但很快反应过来的魏大刚立马狠狠瞪着林父吼道：他妈的，你不放过我儿子，信不信我让你这破酒楼开不下去？哎呀，你快吓死我了！来，让我看看你能干得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来。眼见吓唬不住对方，魏大刚和田淑芬两人彻底怒了，一人掏出一柄锤子，直接开始大砸特砸起来。看着跟疯了似的两人，一时间没人敢上前阻拦。你们俩干什么呢？立刻给我停手！你他妈谁呀？吃饱了撑的，用得着你在这里多管闲事？我是派出所民警吴正国，你们现在的行为已经涉嫌寻衅滋事，故意毁坏他人财物，立刻给我停手！民警老吴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是因为有两个老同学从外地归来，打算约在这里小聚一把，谁成想刚好遇到了眼前这幅场景。警察了不起啊！别以为你是余县的警察就能随便包庇你们余县的黑恶势力。咋了？警察就可以随意欺负我们外地人吗？再说了，你一个警察，你不在局里跑这儿来干什么？肯定跟他们有些见不得人的关系。再瞎逼逼，小心我举报你！我郑重警告你们，立刻停手，不要在这里继续闹事！我呸！你果然跟他们是穿一条裤子的，滚开！魏大刚吼了一嗓子后，猛地推了老吴一把，没防备的老吴直接被推得跌倒在地上。吴警官，你没事吧？我没事，但他们俩要有事了。喂，我是吴正国，福聚德酒楼有人寻衅滋事，立刻派人过来处理一下。被推倒的老吴内心一阵窝火，
他都已经亮出证件表明身份了，这俩人居然没有半点收敛，反而还对自己出手，但他又不能冲上去跟人互殴，只能打电话摇人。老吴，这里发生了什么事？老吴刚想开口，林父就抢先一步说道：警官，我是酒楼老板，刚才这两个在我店里大喊大叫，逼着我让我儿子签什么和解书，说是如果不签的话，就让我没有一天安生日子，还说我这酒楼别想开。就冲他们这态度，我当然不会同意。接着他们就开始在我酒楼又打又砸的。哦，对了，他还把吴警官推倒在地，这可是妥妥的袭警。林父说完，旁边不少人纷纷出言补充：干什么呢？你们这帮鱼线的，看我们是外地人就觉得好欺负是不是？两位，你们的行为已经涉嫌寻衅滋事，现在立刻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不是，你这警察你是啥意思啊？我就想救我儿子，我有什么错？你们跑到别人店里捣乱、打砸闹事，影响人家正常营业，还袭警，你觉得这不犯法吗？还有，这事儿跟你儿子有什么关系？他儿子举报我儿子卖假酒，害他被抓了，那我肯定要想办法救他。你儿子是不是叫魏梦谢？对，没错。你儿子涉嫌那么严重的刑事犯罪，你们做父母的，这个时候不给他找律师，反而来别人店里捣乱，有用吗？我们找律师了，可那律师不办事儿，被我们举报了。行了，多余的话不用说，老实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就行。老爸，你怎么也进来了？他奶奶的，这个鱼线简直太黑暗了，我们一家三口也不知道造了什么孽，全都被他们关进来了。不过儿子你别担心，我还是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你都自身难保了，拿啥救我啊？那个啥，儿子你别拉着个脸，往好处想想，咱们一家能在里面团聚，似乎也是一件挺不错的事。全家覆没，这还玩得蛋啊！就这样煎熬了几天后，魏梦谢卖假酒的案件终于到了开庭之日。庭审中，公诉人给出了多项罪名以及量刑建议，接着便是法庭调查举证环节。因为魏梦谢的律师被他父母举报，导致他没了辩护人，没有律师的魏梦谢只能自己给自己辩护。原本魏梦谢还觉得凭借自己主播出身的3寸不烂之舌，有很大机会给自己争取减刑。结果魏梦谢刚说了没2句话，就被公诉人一个反对打断。反对，请被告人不要说与案情无关的废话。不是，我的意思是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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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被告人所说内容并无法律依据。啥玩意儿？没有法律依据？我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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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请被告人以事实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不要胡乱说话，混淆视听。你特喵的，我这怎么就是胡乱说话了？被告人，请注意遵守法庭纪律，不得喧哗吵闹，更不许辱骂他人。就这样被血虐了几个回合之后，魏梦谢彻底破防了，直接开始在被告席位上歇斯底里的大吼大叫起来。我星星你个星星，你凭什么针对我？我是杀你爹了，还是杀你妈了？还有你林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是故意的，你他妈故意买那么多酒就是要害我。你给老子听好了，等老子出来那天，我他妈绝对杀你全家。面对魏梦谢的无能狂怒，林北内心毫无波澜，甚至还有点想笑。这种狠话没有半点威慑力，只能让法官对魏梦谢印象差到极致。被告人魏梦谢自行勾兑假酒，并贴牌伪装品牌白酒，以直播带货形式销售，非法所得超过100万。本案事实清楚明确，证据确实充分，依据刑法第266条、第214条、第225条、第140条之规定，构成诈骗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非法经营罪以及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因其是同一行为触犯多条罪名，符合想象竞合，则一重罪，以诈骗罪罪行处罚，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20万，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100万。庭审完毕之后，林北并没有急着回家，而是在县城闲逛起来。就在林北经过一个路口的时候，突然听到几句很大的狗叫声和尖叫声同时传来。扭头一看，发现有条大黑狗正扑在一个年轻女孩身上撕咬女孩。眼见情势危急，林北来不及多想，直接一个弹射起步就冲了上去，一脚踢向黑狗脑袋。儿子，你怎么了？你不要吓妈妈。你特没有病啊！好端端的，你打我儿子干什么？我命令你立刻过来跪在我儿子面前磕头赔罪。真是老太太钻被窝，给爷整笑了。你是老狗成精吗？还能生出狗儿子来？你把狗当儿子我不反对，但刚才你那狗儿子跟发疯了似的乱咬人，要不是我及时阻止，后果不堪设想。我说句不好听的，别说只是一条狗，哪怕就是东北虎，我打死它也是它活该。你神经病啊！我儿子咬不咬人关你屌事，用得着你在这里出风头吗？把我儿子打成这样，你们2个必须得赔钱，别想逃避责任。狗是他打的，跟我可没关系。很多兄弟们都说这么好看的视频不换个大屏幕太可惜了，要想看得过瘾，那你得用抖音电脑版大屏看电影，更爽更高清。小窗模式，工作娱乐2不误。下载抖音电脑客户端还可以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快去下载抖音电脑版体验一下吧。林北有点难以置信的看着眼前这个被自己从恶犬嘴里救下的女人。你说什么？刚刚要不是我救你，你少说要被恶狗咬断一条腿。切，我被狗咬是我的事，我又没求你来救我，这完全是你一厢情愿罢了。你无非就是看我年轻漂亮，想趁机在我面前出风头，进而达到你心里某些不切实际的幻想罢了。原以为农夫与蛇只是寓言故事，没想到现实中居然真会发生。行，你真是好要的。你们少在这里转移视线，要不是你这骚货在这里搔首弄姿，那也不会发疯打我儿子。你全家都是。好啊，狗咬狗，你嘴毛。像你
你这该死的刽子手，今天不赔钱，你别想走。就是因为你遛狗不牵绳，你的狗才会乱跑咬人，我才会打狗。说起来，这一切的根源在你自己身上。我倒想问问你，为什么遛狗不牵绳？我牵不牵绳关你屌事啊？用得着你在这里逼逼赖赖的吗？动物防疫法明确规定，携带犬只出门必须佩戴牵引绳。你遛狗不牵绳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在我心里，乐乐就是我的儿子。难道你妈带你出门的时候还会拿绳子拴着你？你要是被拴着脖子，你会乐意吗？我看你不仅有病，你还病得不轻。你爱你的狗是你的自由，但你不能把你对狗的爱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今天还算幸运，没有发生严重后果。要是被咬的是老人或者小孩，会造成什么后果？你想过吗？听了林北这一番话，狗主人非但没有幡然醒悟，反而还在那里继续胡搅蛮缠。我不管，你必须赔钱，不赔钱我跟你没完。就算告到最高法院，我也要给我儿子讨回公道。爱上哪告上哪告去，求你告我！有本事你别走，我报警让警察同志过来主持公道。说着，狗主人拿出手机就拨打了报警电话。喂，我要报警，我儿子被人打死了，地点在人民路9号巷，你们快点派人过来，这个凶手说不定等下就要打我了。你别跑，我告诉你，警察很快就到。有理走遍天下，警察来了也会站在我这边。被咬女子见两人吵得火热，不想惹麻烦的她便想趁着这个机会偷偷溜走。你不能走！你以为你是谁啊？凭什么不让我走？凭什么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你这是犯法的，你知道吗？这事儿跟你有关系，你就这么走了，你觉得合适吗？都说了，我又没求你救我，是你自己非要出风头，现在摊上事了就拉我下水，我就没见过你这种无耻的下头男。面对林北和黑狗主人的前后夹击，被狗咬的女子无奈，只能骂骂咧咧的站在那里，咒骂声引来了不少吃瓜群众。是谁报的警？伤者情况怎么样？警察同志，是我报的警。这个男的残忍的打死了我儿子，你们快把他抓起来。你儿子在哪？地上躺着的就是我儿子，就是这个男的一脚把我儿子踢死了。这狗是你儿子，也就是说，你报警所说的你儿子被人打死了，指的是这条狗？对啊。狗死了就说狗死了，你怎么能说是你儿子被人打死了呢？你知道这会引起多大的误会吗？你这种行为已经涉嫌报假警了，你知不知道？你这个警察什么态度？乐乐陪伴了我5年，在我的心里他就是我儿子，现在我儿子被人残忍打死，我报警有什么问题吗？带头民警无奈的长叹一声，直接跟同事们说明情况后，便叫其他同事收队。他们怎么走了？这就不管了吗？他们有别的案子要处理，你这个事由我来处理。具体发生了什么事，你来说说看。狗主人哭哭啼啼的开始讲述起来，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搞得像是受了很大委屈一样。我明白了，你遛狗是不是没有牵绳？不是，现在是我儿子被人打死了，我是受害者，你不去盘问凶手，反而过来质问我是什么意思？我们警方办案是以事实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从来不会徇私枉法。不是说你的狗死了你就一定有理，你遛狗不牵绳，这已经是违法行为了，因此出现一些损害结果，你是要承担责任的。面对民警的耐心解释，狗主人仿佛听不懂人话一样，依旧在那梗着个脖子瞎嚷嚷不停。小伙子，你来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这样的，警察同志，刚才我经过这里的时候，看到那条大黑狗在咬这女的，情急之下，我直接一脚将狗踢开，然后那条狗就倒地不起了，接着这女的就冲出来大呼小叫，不但让我赔钱，还让我给他那狗儿子磕头赔罪。你放屁！我儿子没有咬你，他只是在跟他闹着玩而已，结果你却残忍打死了他。畜生就是畜生，就算你叫他1万遍儿子，也改变不了他是个畜生的事实。人有人性，而畜生只有兽性。法律为什么规定遛狗要牵绳？还不是因为狗有着太多不确定性以及危险性。每年因为遛狗不牵绳而发生的意外和冲突还少吗？你在这信誓旦旦说你的狗不会咬人，请问你是狗吗？你凭什么替狗打包票？黑狗主人被林北对得哑口无言，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还有，你说你的狗儿子是在跟他闹着玩，他腿都被咬流血了，那是闹着玩吗？小姑娘，是小伙子所言属实吗？你是否被狗袭击？他打狗是不是为了救你？我不知道。你在现场，你怎么会不知道呢？姑娘，我有必要提醒你一句，配合公安机关调查情况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更何况你还是这个事件的当事人之一，更加需要配合我们了解情况。警察叔叔，你省省吧，这话吓唬小孩子也就算了，我可不吃这一套，你赶紧让开，我还有事呢。见此情形，带头民警只能放他离开。你这个警察明显执法不公正，我怀疑你跟这个下头男早就认识，甚至你收过他的黑钱，所以你才会那么明显的偏袒他。我要举报你，我让你当不成警察。我叫吴正国，是榆县派出所民警。如果你觉得我执法有问题，你可以向我上级领导部门去投诉，但是在此之前，我要向你下达一个处罚决定，以你谎报警情扰乱公共秩序，浪费警力资源，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之规定，对你处以5日拘留以及300元的罚款。什么？你这个警察，你不抓凶手，居然抓我这个受害人，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小徐，将他带走。儿子，你别担心，等妈妈出来，一定帮你报仇。那个贱男，我一定让他付出惨痛代价。你叫罗燕妮，身份证尾号59438，没错吧？那这是你的传票。不是，我啥也没干，凭什么给我送传票？有人起诉你，法院排期开庭，当然要给你送传票了。谁他妈告了我？真是有病！我怎么知道是谁告了你？你回去自己看起诉状副本不就知道了吗？哪这么多问题？赶紧签字！我不签。小把你能的还不签收？你以为传票这东西是你不签收就不生效的吗？爱签不签，反正传票我已送达，你自己看着办。罗燕妮一边骂骂咧咧，一边看着传票上的内容。起诉案有网络诽谤，这该死的狗男人真是小肚鸡肠，不就是在网上发了一篇曝光你的文章，又没掉块肉，至于起诉到法院吗？不行，我不能坐牢，我这么年轻还这么漂亮，要是去坐牢，那我这辈子就毁了。
1个小时后，罗燕妮将她的实习律师朋友柳如烟约到了一家咖啡馆，并将自己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如烟，情况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你说现在我该怎么办啊？如果请一个厉害的律师，是不是可以无罪？说实话，你这情形，就算你请到再厉害的律师，恐怕都难以洗脱罪名，这是标准的诽谤罪。而且传播范围那么广，影响非常恶劣，罪名成立，怕是板上钉钉了。如烟，我们可是好姐妹，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我呀！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对方调解，因为你这个是自诉案，只要能让对方撤诉，你就不会有任何麻烦。没用的，那个狗男人心眼比针孔还小，怎么可能撤诉？他恨不得让我做一辈子牢。这倒也是，我了解过他以前的一些事迹，这个人属于是得理不饶人的那种，根本不会让步。那怎么办？如烟，你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我确实有个办法，如果成功的话，不但能让你洗脱罪名，而且还有一定机会能把那个男的送进去，不过有一定风险，就看你愿不愿意干了。听到有办法，罗燕妮想都没想，直接满口答应。如烟，到底是什么方法？你就直接跟我说吧，不管有什么风险我都干，反正情况再差也不会比现在差到哪里去。好吧，我所说的办法就是反诉，说直白一点，就是我可以反过来把告我的人给告了。这个案子单纯打官司是毫无胜算的，唯有出奇招方能有一线生机。唉，可我用啥理由提起反诉啊？打死我儿子的那家伙，警察都说了他没责任，所以我们得再找一个人帮忙啊。当天除了你和林北，还有一个人，你忘了吗？找到那女人，让她出来做个伪证。可那女的凭什么帮我们？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没有什么人是钱搞不定的。如果搞不定，那就出更多的钱。咱们如果这样的话，警察肯定会把之前那些目击者都找回来调查，很容易露馅的。而且这个事情没有证据，很难给那个死变态定罪啊。那些目击者不足为虑，就拿你这个事情来说，他们看到狗咬人，可以肯定的告诉警察。可对于没有发生的耍流氓事件来说，他们怎么确定是没发生，还是自己没看到呢？看到朋友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罗燕妮欲言又止。至于没有证据，这个更没问题。我国确实是重证据轻口供，但有些案子却是反过来的，比如猥亵强奸这种事情，几乎都是一告一个准，除非男的能自证清白，否则就算没证据，也有很大概率会罪名成立。话是这么说，可这样顶多也只能是同归于尽啊。燕妮，你格局小了，如果我们以此为条件找对方谈判呢？如烟，你不愧是学法律的，脑子就是好使。那个死变态确实固执，就会得理不饶人。可如果他也不占理，我就不相信他有胆子拼着身败名裂和牢狱之灾，一直跟我死磕到底。没错，这案子是自诉案，只要能逼迫对方撤诉，你就什么事都没了。不过你千万别告诉其他人是我教你这么做的。放心吧，如烟，你这么帮我，我怎么可能出卖你呢？就算最后事情败露了，我也会说是自己想出来的，不会说是你教我的。赵律师，你看我这情况有机会无罪吗？罗女士，你应该知道，自从前2次大规模网络诽谤案件后，网信办多次下文件要肃清网络环境。你在这个节骨眼上诽谤他人，属于是顶风作案，诽谤罪是板上钉钉的，不管换了谁来帮你辩护，都改变不了这个结果。赵律师，我有案件相关证人，可以提起反诉吗？反诉？罗女士，你想反诉对方什么？我要反诉对方当街耍流氓。赵律师，那天我出门散步，却不料被一个痴汉尾随，他先是言语调戏，然后冲上来对我动手动脚。就在我绝望时，一条大黑狗突然跑过来，冲着那个痴汉狂吠，想要赶走他，结果那痴汉却恼羞成怒，一脚将狗踢死了。听着对方的描述，赵学武隐隐觉察到一丝不对劲，但也没有出言打断。那个痴汉就是林北，而救我的那条狗就是罗姐姐的儿子乐乐，他为了救我却被痴汉打死，我觉得亏欠无法坐视不理，所以便找到罗姐姐主动说明情况，希望能够帮上忙。薛小姐，你所言可否属实？赵律师，你难道不相信我们的话吗？雪妹妹可是女孩子，没有哪个女孩子会拿自己的清白去污蔑他人吧？没错，这种事情我怎么会乱说呢？两位，我相信你们的话，反诉可行，不过我建议最好不要走到这一步，如果能以此为条件跟对方达成庭外调解是最好的。我也是这么想的，如果他不撤诉，我们就反诉，到时候鱼死网破，两败俱伤，谁也别想好。2小时后，几人约好再次来到了福聚德酒楼。林先生，鄙人赵学武是罗燕妮女士的代理人，非常感谢林先生在百忙之中抽空前来，这次冒昧约见林先生，主要还是想化解我方当事人跟林先生的恩怨。说着，赵学武给罗燕妮使了个眼色。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在网上乱说话，但给你造成的伤害已成事实，现在说再多抱歉也于事无补，所以真的对不起，请求你的原谅。林先生，我方当事人的诚意是非常充足的，而且他也愿意赔偿一些经济损失。没错没错，我可以赔钱，你说个数字，我绝对不会讨价还价，只求你能够放我一马。不好意思，我不是放马的。林先生，所谓冤家宜解不宜结嘛，我方当事人确实有错在先，但他也算醒悟的及时，并没有造成太过严重的后果。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和平解决，如果你有什么别的要求或者条件的话，大可以直说，我方当事人尽量满足。对啊，你这样子不就是想要钱吗？你说个数字，只要不是太离谱，我都给了。我这人对钱不感兴趣，相比拿到一笔赔偿金，我对于把你这种违法乱纪的人送进去这件事更感兴趣。你今天过来还带了这位，想必应该不是单纯打酱油吧？有什么招数尽管使出来好了。林北瞥了雪落一眼，对于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他是一点好感都没有。之前没把你一起送进去，还觉得有点可惜，没想到这次你居然跟罗燕妮混到了一起。姓林的，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怎么这么小肚鸡肠？你把我儿子打死了，我还不能在网上骂你2句吗？再说我都给你道歉了，你还想怎么样？你为什么会觉得你道歉了我就一定要接受呢？就凭你脸大吗？如果道歉有用的话，还要法律干什么？你要是不撤诉，到时候上了法庭，我们就反诉。呵呵，你要反诉我什么？当然是反诉你当街耍流氓、猥亵女孩子。
他说的那个被猥亵的女孩子，该不会是你吧？当然是雪妹妹了，不然还有谁？好啊，我救了你，你现在居然要给我泼脏水！你救我，你真好意思说？那天要不是罗姐姐的狗狗冲过来救我，我都不敢想象会有什么后果。当时因为害怕被你报复，才一直不敢声张。可后来我无意中得知，你竟然起诉了罗姐姐，她是我的恩人，我不能看着她被你迫害，所以我才鼓起勇气站出来为她作证。姓林的，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当街做出那样禽兽的事情，难道以为可以瞒天过海吗？我告诉你，我们已经准备好反诉的材料，就等着开庭之日对你提起反诉。林先生，情况呢你也看到了，你是聪明人，应该不用我过多解释吧？双赢总好过双输，不是吗？你们要反诉，我接着就是多说无益，咱们法庭上见真章。姓林的，你真的要鱼死网破吗？鱼死网破，看来你是要跟我拼一下子了。我告诉你，就算我身败名裂，我也绝对不会向你们这些社会垃圾妥协。说完，林北两人起身快步离去。赵律师，那个狗男人不识相，那我们也没别的选择了，必须反诉。就算我去坐牢，他也别想好过。我会好好准备的。雪妹妹，到时候少不了要你帮忙，你可一定要好好发挥啊！放心，钱我都收了，我肯定会好好办事。没想到对方居然会出那一招，如果他们真的当庭提起反诉，控告你猥亵，这事没有证据的话，还真很麻烦。谁说我没证据的？不是，现场都没有监控，你哪来的证据？巧了不是，虽然没监控，但那天我带了运动相机，当天所发生的一切全都拍了下来。只不过警察处理那个案子的时候，我没想起来，就没给他们提供。没想到现在居然派上了用场。你小子蔫坏的，有这份证据在，对方的谋划怕是要落空了，你的所有问题也将不复存在。我的目标可不仅仅是自保。很多兄弟都说这么好看的视频不换个大屏幕太可惜了，要想看个过瘾，那你得用抖音电脑版大屏看电影，更爽更高清。小窗模式，工作娱乐两不误。下载抖音电脑客户端还可以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快去下载抖音电脑版体验一下吧。你是想给对方加刑，还有把那个污蔑你的雪落也送进去吗？不错，对面那两个恶心人的家伙，我必须给他们狠狠上一课。这个恐怕不好实现啊！要知道，在开始庭审前，我们是要跟对方进行证据交换的，到时候他们看到这个视频，肯定会打消反诉念头。林北自然知道有证据交换这事，但这并不妨碍他把人送进去。只要别让对方提前看到视频不就好了？你的意思是说这个视频不要加到证据清单里面，可这样一来就有证据突袭的嫌疑了，多少也是个麻烦事。不慌，山人自有妙计。另一边，赵学武看到证据清单后，整个人都亚麻呆住了。我操，证据文件居然有499个，难道他把罗燕妮小红书笔记中的每一个字都单独拿出来作为一个证据了？带着这样的疑问，赵学武随便打开了几个证据，发现都是在马路边随意拍摄的一段视频，没看到半点有营养的东西。他这是气急败坏、自暴自弃了吗？还是说想借此给我增加工作量，故意折腾我？呵呵，还真是幼稚啊！你觉得你这计策成功率有几分？说100%成功肯定是吹牛，但98%的成功率还是有的。近500组证据，除了几个有用之外，其余皆为无效证据。对方不可能一一检查，况且很快就要开庭，他不可能在证据上浪费时间，除非他运气爆棚，一下子就把航拍器拍摄的视频给找出来，否则必成。这倒也是，反正如果换了我，肯定是没耐心一个个检查，更别提法院的服务器扎的一批，看一个证据就要加载半天，再有耐心的人也经不起这么折腾。你小子还真是腹黑，对面碰到你算他们倒霉。2日时间一晃而过，很快便来到了开庭之日。林先生，咱们又见面了，我真的非常不希望跟你在法庭上站到对立面，现在时间还来得及，只要你撤诉，上次调解所说的条件依然作数，我方当事人还是会给你道歉，并给予你一定的经济赔偿，如何？虽然知道希望渺茫，但赵学武还是想最后争取一下，能和平解决此事，才是他最希望看到的结果。我明明是见义勇为，却被你们污蔑成流氓；我明明是诽谤受害者，却被你们逼到这步田地。就算是跟你们鱼死网破，两败俱伤又如何？反正我就是不撤诉。林先生，在最终宣判前，你还有撤诉机会，我还是希望你能够考虑清楚。姓林的王八蛋，你他妈神经病啊！竟宁可自己坐牢，也要把我送进去。你欺人太甚，我就算下地狱，也要拖着你一起。哼，你跟我死磕到底我是没关系，反正我就是个普通人，大不了去坐几年牢。而你可是几千万粉丝的大网红，随便直播一场，少说几十万进账，要是带个货，分分钟100万收入。听说你还开着一辆价值1个多亿的豪车，一想到这些，马上要跟你没关系了。我就开心。经过一番拉扯，双方便各自进入庭审现场。这么精彩的剧情，最适合在家边运动边看了。说起运动，就离不开一双好鞋子。想要确认自己买的鞋子是否正品，推荐得物 App 的专业鉴别功能，只需上传图片，最快几分钟出鉴别报告。得物鉴别团队已经累计鉴别超6亿次，覆盖鞋服、箱包、美妆、手表、玉石珠宝、酒水、宠物等19个品类，专业可靠。快点我评论区链接试试吧。走完固定流程后，正式开始庭审。请原告方律师起身宣读起诉状。某月某日，我方当事人途径某某路口时，看到一条成年罗威纳犬正在扑咬一名年轻女性雪某。当时情况紧急，我方当事人为救人，不小心将狗踢死。派出所民警现场调查后，认定我方当事人的行为属于紧急避险，不需承担法律责任。但狗主人也就是本案被告人却怀恨在心，在网上发表不实言论，传播谣言，掀起网络暴力，对我方当事人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我方请求合议庭判定被告人诽谤罪名成立，从重判处。被告人，原告方所宣读的起诉状与你收到的副本是否一致？一致。对此你可有异议？我没有异议。确认完起诉状后，审判长宣布进入法庭调查阶段，接着双方开始举证质证。一开始，被告方律师赵学武的目标就很明确，不做无罪辩护，而是从多方面入手，专心争取减刑。但他却没想到，原告方律师根本不像传闻中的那么菜，直接将他所出的招数全都一一化解。
被告人，请进行最后陈述。尊敬的法官大人，本人已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我不该做出不理智的举动，伤害了被害人，真的很对不起。我愿意以最诚恳的方式对他进行补偿，不管是公开道歉还是赔钱，我都没有半句怨言，只恳请政府能够对我从轻判处，给我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法官大人，我拒绝原谅故意恶意、多次攻击伤害我的人，恳请合议庭从重判处。审判长点了点头，然后直接敲响法锤。本次诽谤案庭审完毕，下午1点开庭审理被告方反诉原告方强制猥亵一案，现在休庭。时间一晃而过，很快便到了下午1点，原被告双方位置互换，林北首次成为了被告。薛小姐，待会儿对方很可能会对你进行心理上的干扰，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千万不要中了招。赵学武这边刚叮嘱完雪落，法官就敲响法锤，宣布开庭，请原告方律师起身宣读诉状。本月某日，我方当事人途经某某路口时，遭遇被告人故意上前搭讪，被我方当事人拒绝后，他非但没有离开，反而还变本加厉对我方当事人进行猥亵。在此情况下，一条成年黑色罗威纳犬冲出来解救了我方当事人。被告人之行为严重侵犯了我方当事人的人身自由权和人格尊严权。事后，我方当事人出现了严重的心理疾病，根据刑法中第237条之规定，其行为成立强制猥亵侮辱罪，且性质恶劣，影响巨大。恳请合议庭判处被告人罪名成立，并从重判处。被告人，方才原告方所宣读之起诉状与你收到的副本是否一致？一致。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我林北没有猥亵，这一切都是对方的诬告陷害，恳请合议庭还我清白。鉴于被告人拒绝认罪，现在进入法庭调查阶段，围绕罪名是否成立进行举证质证和法庭辩论。原告方你们是否需要出示证据？需要出示证据。我方当事人雪落因被猥亵而患上了重度抑郁症，这是医院出具的诊断书。反对，对方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联，抑郁症诱因很多，这份诊断书只能说明原告有抑郁症症状，并不能说明此病是因我方当事人引起，恳请合议庭不予采纳。我操，张伟这小子难道是被什么法律界大能夺舍了吗？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眼见自己不是张伟的对手，原告方律师只好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听到对方要请证人，林北有些好奇地向对面看去。证人，我想请问本月某日某时你看到了什么？请详细、客观、真实的在法庭上讲述出来。我看到被告挡在被害人面前，虽然我听不到他们说的话，但我能明显看得出来，被告的行为举动充满了挑衅调戏的味道，而且被害人当时脸上呈现出抗拒和畏惧的表情。接着我更是看到被告人对被害人动手动脚，然后我儿子乐乐冲上去想要阻止被告人，结果却被他残忍杀害。证人罗燕妮，你可以保证你方才所说完全属实吗？我可以拿我的人格发誓，我说的绝对是真的。那个男的确实当街耍流氓了。审判长，我的问题问完了。被告方呢？需要出示证据或证人吗？我方申请出示证据。审判长点了点头，接着书记员开始操作电脑播放证据视频。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如你们所见，这份视频就是案发当时的现场拍摄所有，经过司法鉴定和公证，此证据真实有效，具备法律效力。对方所说的言语调戏、街头猥亵之行为根本没有发生，恰恰相反，是我方当事人从狗嘴下救了被害人。可被害人他非但没有半点感激之情，反而在现场还多次冷嘲热讽，现在更是对我方当事人进行诬告陷害。社会不良风气就是被这种渣子带来的。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变得冷漠，不愿意伸出援助之手？就是因为社会上他这种恬不知耻、毫无底线的人。在此，我想问被害人一句：你如此恩将仇报，良心何安？张伟说完，又看向旁边满脸如丧考逼神色的罗燕妮，还有原告方证人，仅仅因为死了一条狗，就对我方当事人心怀怨恨，不但在网上造谣传谣，败坏我方当事人的声誉，竟还当庭作伪证污蔑我方当事人，简直罪无可恕。我方当事人救了被害人，其实相当于救了他。如果任由那条大狗伤人，他会面临很大的麻烦。可此人只看到我方当事人打死他的狗，却不问缘由，不想后果，简直愚不可及。法官大人，我说完了。原告方，你们还有别的证据要补充吗？或者还有其他证人要出庭作证吗？没有了。既然如此，本次法庭调查到此结束。被告人，你可以进行最后陈述了。直到本次庭审正式开始之前，我都无法相信被我见义勇为救下的人居然会反咬一口诬告我猥亵，我更加难以相信人性之恶居然能恶到这种程度。我从不后悔当日见义勇为，但我后悔救下的是一个白眼狼。以后若是还有幸看到这个白眼狼遇难，我绝对不会伸出援助之手。最后，我想对这个白眼狼说一句话：你准备好进监狱吧。赵律师，他说的进监狱是什么意思？不是，我啥也没干啊，怎么就要坐牢了？我再免费给你科普一下，你这个行为属于捏造事实、诬告陷害，意图让我受到刑事追究，涉嫌诬告陷害罪，量刑嘛，应该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法官大人，我冤枉啊！我不是故意要陷害林北，这一切都是他指使我做的，有什么责任你们找他，我真是无辜的啊！你他妈乱说什么？我没有乱说，就是他让我这么做的。他说现场反正没监控，不会有人知道真相。他还说别的案子如果没证据或许没用，但这个案子就算没证据，林北也会有麻烦。是他再三劝说强调，我才被他蒙骗做了错事。说的好像自己多无辜一样，咋了？是我拿刀架你脖子上逼你这么做的吗？说到底还不是你自己贪钱没底线，连救了你的人都能诬陷，你真他妈不是东西。再说了，你还借机敲诈我8万块钱，现在跳出来说自己冤枉，你可真是蝌蚪身上纹青蛙，你搁这装你妈呢？我收钱那是我的出场费，但从一开始就是你教唆我的，你才是主谋，我完全是被你蒙骗才误入歧途。如果不是你，我根本不可能做这种事情。得了吧你，收钱的时候你不知道多开心呢。法官大人，这个事情一开始也不是我决定的，我压根都不懂
法，哪知道啥叫反诉啊？这一切都是我闺蜜乔乔给我支的招。她跟我说，通过反诉的手段，或许可以逼迫林北撤诉，这样我就没事了。如果不是她这么说，我一个没学过法的人，哪能想到这一招？罗燕妮瞥了一眼旁边的赵学武，继续说道：哦，对了，乔乔就是我律师赵学武的助手，很难不怀疑这事儿跟他没关系。说不定乔乔背后就是赵学武在暗中指使，并且让我出庭诬告陷害和做伪证，也是他出的主意。听到这话，赵学武顿时心态崩了。我什么时候指使你污蔑林北了？乔乔是我助手不假，但他只是介绍你们过来找我。至于你们之间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我一概不知。你出庭作证，那也是你自己跟我说你看到林北当街猥亵雪落，我才让你作证的。刚开始我又不知道你在说谎，我只是律师，又不是能掐会算，咋会知道你们背地里都在算计什么？别什么脏水都往我身上泼。尼玛，早就听说刑辩律师有风险，没想到风险来得这么突然。这事要是说不清楚，丢掉律师执业证还是小事，一个不慎都可能进去包吃包住。还想抵赖？你真以为把自己置身事外就没事了？其实你一开始就知道事情的真相，可你非但没拆穿我们，反而还教我们在法庭上应该怎么说怎么做。哼！现在事情败露了，就想装清纯白莲花，企图蒙混过关，你怕是想劈吃？你别再乱说话了，小心我也告你一个诬告诽谤陷害罪。法官大人，他恐吓我。这时法官实在看不下去了，直接敲响法锤，中断了这一闹剧。好了，本次庭审到此结束，现在休庭，半个小时后开庭宣判。很多兄弟都说这么好看的视频不换个大屏幕太可惜了，要想看个过瘾，那你得用抖音电脑版大屏看电影，更爽更高清。小窗模式，工作娱乐两不误。下载抖音电脑客户端还可以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快去下载抖音电脑版体验一下吧。龙城市初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对于本次诽谤自诉案及其反诉案已审理完毕，现在作出如下判决：被告人罗燕妮通过自媒体账号在网络上发布不实信息诽谤他人，扭曲事实煽动舆论，严重扰乱网络秩序，依据刑法第246条之规定，构成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赔偿被害人精神损失费、名誉损失费等共计5万元，并承担原告所有诉讼费用。诽谤案判决出炉，罗燕妮喜提3年有期徒刑，3年只是诽谤案的极限，但并不是罗燕妮的极限。停顿了一会后，审判长继续宣判。关于反诉一案，经法庭调查，被告人林北并无猥亵之言行，依据刑法第237条及刑事诉讼法第15条之规定，驳回反诉人全部诉讼请求。本判决自宣判之日起生效。如对本判决不服，可在收到判决书15个工作日内向更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现在闭庭。姓林的，现在我的人生被你毁了，这下你满意了吧？呵呵，你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你只需要坐3年牢吗？你不会这么天真吧？张律师，不如你给这位新晋御姐普及一下相关法律规定。罗女士，你现在只是收获了诽谤罪的判决书，接下来如无意外，你很快就会收获诬告陷害罪和伪证罪的判决书。以你的情况，这2条罪名判决结果大概率都是3年以下，虽然不多，但新3年就3年，诬告陷害又3年，3层 buff 叠加在身上，最高可判9年。什么9年？真蹭得到老娘是厦大的呀！另一边，某律所内实习律师乔乔正在为一位女客户提供法律咨询。正当他说着起劲时，2个检察院的人朝他走了过来。你叫乔乔，是赵学武律师的助理对吧？我是乔乔，你们找我有啥事吗？我是检察院公诉2处的周琦，我们怀疑你涉嫌教唆犯罪，现在要请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那个同志啊，你们是不是搞错了什么？我的工作虽然是给别人提供法律咨询，但我可都是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做事的。况且我就是学法的，怎么可能知法犯法呢？你不要负隅顽抗了，就是你好朋友罗燕妮指控你教唆他对别人进行诬告陷害。王八蛋，老娘好心帮你，你竟然背后捅我刀子！虽然内心很气愤，但他也只能老老实实跟着检察院的工作人员离开。你为什么要给我差评？我明明已经按照你的要求把外卖给你送上门了，你知不知道我们送外卖有多辛苦？你知不知道我们赚这2笔钱有多难？你好，你的外卖到了，麻烦你到小区门口来拿一下。你左右看看，小区门口附近什么店最多？门口好像有不少吃饭的店，你问这个干什么？既然门口有这么多吃饭的店，那你猜我为什么没有在门口吃，而是选择点外卖？可你们这小区不让外卖员进去啊！哥们儿，我们小区只是不让骑电瓶车进来，可没说不允许外卖员进来。这么大小区不让骑车进去，走着送那多费时间啊！我手上还有好多单要去送呢，你自己出来拿一下，顺便活动活动筋骨，对你身体也有好处不是？我之所以点外卖，就是想足不出户吃口饭。你都说了还有好多单要送，那还不抓紧时间？臭，真他妈是个大傻杯！很多兄弟都说这么好看的视频不换个大屏幕太可惜了，要想看个过瘾，那你得用抖音电脑版大屏看电影，更爽更高清。小窗模式，工作娱乐两不误。下载抖音电脑客户端还可以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快去下载抖音电脑版体验一下吧。那什么，我把外卖放1楼大厅，这儿有个小圆桌，你下来拿吧。不是，你都到楼下了，倒是坐电梯上来啊，又不用你爬楼梯。况且送外卖本来就是你的工作，你凭啥把你的工作内容转嫁到我头上？你这话就没意思了，我只是让你下来拿一下外卖，至于这么上纲上线的，你们这小区这么大，我一路小跑给你把外卖送进来，已经很难得了，知道吗？你本就是靠这个赚钱的，要是觉得辛苦，你大可以不干，又不是签了卖身契。而且你也别动不动说我们小区多大多大，我在这住这么久了，小区大不大我还不知道吗？你怎么说话呢？你住这么高档的小区肯定很有钱，你就体谅体谅我这种底层打工人好啊！为什么要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尽可能的为难弱势群体呢？还弱势群体？我感觉你都要吃了我了，我也不想跟你废话。我点外卖就是要足不出户解决午饭，你既然干这个送外卖的活儿，那你就得把外卖送上门，不送上来你就等着差评吧。听到这话，外卖员气得想把这份外卖扔掉，可一想到差评扣钱，他就瞬间没脾气了，只得骂骂咧咧提着外卖上楼。
那你的外卖不是？你等会干啥？哥们儿，你是带着我的外卖去做大摆锤了，还是拿外卖打狗了？你看看这外卖汤汁都洒出来了，你让我怎么吃？不就是撒了点汤出来吗？又没少你几块肉，一个大男人斤斤计较，你好意思？不管怎么样，我的外卖被你搞成这样子，而且你都超时1个多小时了，道个歉不过分吧？道个灯儿，真他妈惯的毛病！见对方如此态度，林北没再说什么，回到客厅后拿出手机，直接差评送上。你来干什么？你为什么要给我差评？我明明已经按照你的要求把外卖给你送上门了，你知不知道我们送外卖有多辛苦？你知不知道我们赚这点逼钱有多难？你们这些坐在家里点外卖的，特么的就知道催，稍微慢一点就是夺命连环电话，稍微撒一点就是劈头盖脸一顿骂，稍微不顺心了还要给差评，就因为你一个差评，我这一天都白干了。外卖员声音洪亮，情绪异常激动，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一样，对着林北就是一通输出。你看你住这么好的房子，你这么有钱，何必为难我一个社会底层呢？我的人生已经如此艰难，你就当可怜我，把差评取消了好不好？你难不难的跟我没关系，我只知道你让我这次外卖体验相当糟糕，不但超时，还把我外卖的汤汁撒了七七八八，态度更是非常恶劣。我点外卖是为了省事，可不是为了受气的，所以这个差评我不可能取消。行，你给我等着。呵呵，打嘴炮有个屁用，有能耐你倒是付诸实践啊！别以为老子是在跟你开玩笑，你不让老子活，老子也不会让你好过。有什么手段你尽管使出来好了，真当我林北是吓大的。梁子，你这是咋了？看着怪吓人的。有个狗客户就因为屁大点事，非要给我差评，这口气我特么忍不了，所以我要过去恼了他。瘦高个外卖员一听这话，脸色微微一变。梁子，我理解你的心情，但你这么做只会两败俱伤啊，何苦为了这点小事跟他拼命啊？可我真的咽不下这口气，凭什么都是人，他们就能肆意践踏我们的尊严？眼瞅着要劝不住了，瘦高个外卖员急中生智道：梁子，想想你妈，想想你媳妇，再想想你孩子，你要是出事了，他们怎么办？我妈前年就没了，我媳妇跟我兄弟跑了，孩子还是他俩的。这么精彩的剧情，最适合在家边运动边看了。说起运动，就离不开一双好鞋子。想要确认自己买的鞋子是否正品，推荐得物 App 的专业鉴别功能，只需上传图片，最快几分钟出鉴别报告。得物鉴别团队已经累计鉴别超6亿次，覆盖鞋服、箱包、美妆、手表、玉石珠宝、酒水、宠物等19个品类，专业可靠。快点我评论区链接试试吧。好家伙，哥们，你这人生经历挺丰富啊！要想生活过得去，头上就得有点绿。梁子，看开点吧。你要是真想出气的话，兄弟，我倒是有个主意，既能让你狠狠出一口恶气，还不会把自己搭进去。听到能无伤出气，外卖员甄东亮眼睛一亮。什么主意？你快说说看。梁子，你别忘了我们可是送外卖的，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喜欢做饭，或者压根不会做饭，那家伙能点一次外卖，肯定还会点第二次。这段时间你就在这附近活动，争取接到那家伙的单子，然后你懂的。哦，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明白了。可惜最近尿黄容易被看出来，只能赏他2坨大龙痰了。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得接到那家伙的单才行。放心，我运气向来不错，相信不出3天我就能接到。诺，你的外卖。看到来人居然是之前给了差评的外卖员，林北有些意外，但也没多说什么。接过外卖后，便直接关上了房门。回到餐厅，林北迫不及待地打开了包装。就在他要开吃时，久违的系统提示音突然在脑海中响起：林北双眼微眯，小心翼翼拿筷子翻了翻，很快就发现外卖中有2头黏糊糊的东西。尼玛，太恶心了！哪个缺德带冒烟的瘪犊子干的？商家貌似不太可能，我点了他家好几次外卖都是给的好评，而且无冤无仇的。商家实在是没理由干这种事情，看来10有8九就是那个外卖员干的。他有作案条件，也有作案动机，居然跟我玩这一套，你很行啊！喂，你好，我要报警，有人投毒。民警办事效率很高，接警不到20分钟就已赶到了现场。一听报警人在星河湾小区，我就猜到是你小子。怎么？听说有人投毒，到底怎么回事？吴警官、小徐警官，你们跟我来。你们看，这就是证据。师傅，那好像是痰。是这样的，吴警官，事情还得从3天前说起。接着，林北把他跟外卖员之间的不愉快从头到尾讲述了一遍。通过以上原因，我有理由怀疑这事就是那个外卖员干的。就因为我给他差评，他心生怨恨，所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报复我。你分析的确实有几分道理。照你所说，那个外卖员确实有很大嫌疑。不过小林，即便这痰真是外卖员吐的，可这跟投毒也挂不上钩啊。所以王警官，我申请对这痰进行检验，一来确认其身份，二来我怀疑痰中可能含有传染病病原体。你啊，总是能给我玩出点新花样。我也没办法，王警官，你说我不就给了个差评吗？结果就被人这样子报复。我会将这份外卖带回去进行检验，如果在其中检验出含有传染病病原体，那这个吐痰的人确实会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那就拜托你了，王警官。甄东亮，我们怀疑你跟一起投毒案有关，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啥玩意儿？投毒？警察同志，你们搞错了吧？我就一个送外卖的，又不是恐怖分子，也不是邪教，怎么会投毒呢？这肯定是个误会。甄东亮，今天中午你是不是给星河湾小区1号楼1单元1501户送过一份麻辣烫外卖？听到这话，甄东亮心里咯噔一下，额头瞬间就有汗珠冒起。我只是送过一份麻辣烫，不过我没投毒啊。你敢说你没有在外卖里添加什么东西？那个，我只是在外卖里吐了口痰而已，我真没有投毒。好一个只是而已，怎么？你觉得自己做的这件事还挺有理，是不是？
我不是这意思，警察同志，我知道这么做不好，但我都是被逼的啊。那个人你是不知道他有多过分，我不过就是送外卖的时候不小心给他洒出来点汤汁而已，可那个人他就是揪着不放，各种侮辱我不说，还给我写了个差评，因为这个差评我大半天外卖都白送了，所以我一时气不过，才用这种方法来恶心他一下。甄东亮说着说着，突然眼睛一亮，似乎想到了什么，连忙道：我知道了，肯定是那个家伙发现我在外卖里吐痰，然后他就往里面加了毒药，想栽赃陷害我。警察同志，这个人这么害我，你们可不能放过他。今天他敢给自己下毒陷害我，明天就敢在自来水厂投毒害整个龙城的人。行了，既然你都承认你在别人外卖里吐痰了，那还有什么好说的？跟我们走一趟吧。怎么，非要我给你铐上这个吗？看到闪着寒光的银手镯，甄东亮瞬间就蔫了，只能老老实实的跟着离开。警察同志，冤枉这2个字我都已经说来了，你们怎么就不相信我呢？坐在你那个位置的10个有8个半说自己冤枉，可大多数人都只是死鸭子嘴硬而已。我真的就只是吐了口痰没下毒，不信你们可以去搜我住的地方，看看能找到毒药不？你吐的那口痰就是投毒。我又不是剧毒术士，也不是毒龙，怎么吐口痰就变成投毒了呢？这没道理吧？我不就是毁了他一份麻辣烫吗？大不了我赔钱呗，实在不行我赔3饭。如果赔个外卖就能解决，那我们也不会兴师动众把你请到这里来了。甄东亮，经过我们检测，你的痰里含有流感病毒，这属于刑法规定的传染病病原体，是有害物质。你在他人外卖中吐痰的行为，就是投放危险物质，涉嫌刑法第114条规定的投放危险物质罪，也就是俗称的投毒罪。听了民警王瑞新的解释后，甄东亮只感觉脑瓜子嗡嗡的，刚才的理直气壮瞬间消失不见。行，警察同志，我没想这样的，你也知道，我们送外卖的真的很不容易，不但工作又苦又累，而且社会地位也低，是个人都能欺负我们，真的，我们太难了。不管你有什么难处，有什么原因，都不能触犯法律。可我不是故意的，我也没想到就因为我得了流感，吐口痰就变成了投毒。你以为你一句不是故意的就能逃避责任吗？更何况我们在你手机里发现你在群聊里的内容，从那些内容可以看得出来，你在外卖中吐痰的时候，不光是单纯恶心人，你也存着让被害人感染流感的心思，这也表明你具有明显的主观恶意性。民警王瑞新面沉如水，表情严肃。甄东亮，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你的罪名基本上是板上钉钉了。不过好在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现在老实交代的话，还可以争取宽大处理。如果你再继续负隅顽抗，那等待你的将会是法律的严惩。我想起来了，警察同志，这个不是我的主意，是别人教我的，我也是受了蒙骗，一时糊涂才犯下大错，要不是那个人，我绝对不会这么干。哦，你说的这个人是谁？甄东亮一点没犹豫，准备直接将他朋友给卖了。是吴平，他也是送外卖的，我把事情告诉他之后，他就给我出了这么个馊主意，让我去报复对方。我只知道这样可以报复得手，但我不知道这是投毒犯罪啊！警察同志，你们要抓就去抓那个吴平吧。好家伙，原以为只是抓了一个卧龙，没想到在他背后还隐藏着一位凤雏。果然卧龙出没之地必有凤雏相随。来，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且细细说来。但我丑话说在前头，你得如实供述，不得栽赃陷害，知道吗？如果你是故意给别人身上泼脏水，那你的麻烦只会更大。警察同志，我发誓，我所说的都句句属实。你也别发誓，赶紧说吧。接着，甄东亮组织了一下语言，开始细细讲述起来。止血钳被遗留在产妇体内半个月，家属找其理论，却遭遇医院无情推诿。事后主刀医生不仅不承认，竟还倒打一耙说产妇家属故意讹诈。接上集，民警王瑞新将甄东亮出卖队友，结果又被队友举报盗窃的消息告诉了林北后，林北一时间有些哭笑不得。早知道这小子行，没想到他这么行啊！现在2罪叠加，刑期少说5年起步。刚挂断民警王瑞新的电话，手机铃声却再度响起。小北啊，你今天忙不忙？老妈，你有啥事儿就直说呗，我能有啥忙的？就算真有，那也得给老妈的事情让路啊。是这样的，之前你叔叔姐不是生了个大胖小子吗？在医院住了几天就回了家，但回到家之后一直感觉不太对劲，身体时常不舒服，还总是肚子疼。最初我们以为就是产后不适，好好调养几天就好了，可没想到观察了几天，叔叔的情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还越来越严重了。昨天你姐夫小康就带着叔叔去龙城做检查，结果一番折腾检查后，发现叔叔的肚子里竟然有一个止血钳。什么？这医生护士都是吃干饭的吗？怎么能把这玩意儿留在产妇肚子里？而且正常来说，做完手术他们不是应该清点医疗器械什么的吗？少了个止血钳，竟然都没发现。谁说不是呢？以前只在电视上看到过这种离奇的事情，谁能想到现实中居然会碰到。昨晚叔叔又动了个手术，这才把止血钳给拿出来。按理说你医院里发生了这么严重的医疗事故，那肯定得给个说法吧？可医院的领导负责人一个都没露过面，也没有半点关心。当初给叔叔做手术，那个主刀医生也一口咬定这是跟他没关系，反正就是不肯承担责任。后来居然还反咬一口，说叔叔和小康穷疯了，想要讹钱，真是气死人了。饶是见惯了很多贱人烂人，心理阈值远高于常人的林北，听了这个事情之后，都着实气得不轻。所以这医院是不准备负责任了吗？是啊，他们要么就踢皮球，要么就耍无赖。小北，你在法律方面知道的多，也认识不少人，你一定要帮你叔叔姐讨个公道。妈，你放心，这事我肯定帮忙。丁，检测到宿主身边发生特殊事件，
触发任务，请选择任务路线。选择1，医院也不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也是医院方不愿意看到的。算了吧。选择2，不设侦鸟器，直接过180辆推土机，给这种垃圾医院推平了。选择3，和谐社会，不吵不闹，运用法律武器帮助受害者讨回公道，让相关责任人承担法律责任。温馨提示：做出不同选择将引不同后果，请宿主谨慎选择。这黑心医院做的勾巴事情，连系统都看不下去了，直接刷了个任务出来，那没什么好说的，我选3。丁，任务黑心医院已开启，请宿主在法律范围内帮助受害人讨回公道，狠狠制裁黑心医院及无良医护人员。任务完成后，本系统会根据完成情况综合打分，评分越高，奖励越丰厚。结束通话后，林北立刻出门直奔黑心医院。叔叔姐，你感觉怎么样？我还好，就是伤口疼。哎，叔叔昨天晚上做的手术，疼得一晚上都没睡好。他身子骨一直不算好，这次在月子里又遭了这么重的罪，我真担心落下什么病根子。这医院的人都不是个东西，发生这样的事情竟没一个站出来，尤其是赵昌明那个王八蛋，居然还满嘴风凉话，真是气死我了。林北大姑父口中的赵昌明，就是当初给他表姐陈叔做剖腹产手术的主刀医生，也是这次医疗事故的第一责任人。大姑、姑父、姐夫，你们别着急上火的，现在照顾好叔叔姐的身体要紧。至于医院这边交给我来处理，这个事情必须有人负责，叔叔姐可不能白白遭这个罪。小北，那就拜托你了。放心吧，大姑、叔叔姐，你安心调养，什么都别想，把自己身子养好就行，其他的事情交给我，我肯定替你讨个公道回来。陈叔虚弱的点了点头。对了，姐夫，做手术拿出来的那个止血钳在哪里？那是这场医疗事故最重要、最关键的证据，有证据在手才好讨回公道。这个我知道，早上就有护士过来，想将止血钳偷偷拿走，但被我拦下了。对了，昨天叔叔姐做了 B 超等检查的单据，还有手术单、诊断书什么的也都在呢吧？这些东西我都保管着呢。有这些单据和密封袋里的止血钳作为证据，就算医院上上下下有1万张嘴，也别想推脱责任。姐夫，走，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赵昌明。正当林北和杜小康准备去办公室找赵昌明的时候，一个穿着白大褂、看着挺斯文的医生走了进来。赵昌明，我刚要去找你，你倒是自己过来了，正好，你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我什么时候欺负人了？这位陈女士是主动来生孩子的，没错吧？又不是我们医院求着她来生孩子的。说法，你要什么说法？你们在医院里闹事，给我的名誉造成了严重影响，我都还没找你们算账，你居然还好意思跟我要说法？你一个主刀医生做完手术，居然能把止血钳遗留在我老婆肚子里，现在竟还想着理直气壮的逃避责任，我告诉你没门！呵呵，像你们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在医院里胡搅蛮缠，不就是想要钱吗？不过我呢，看你们都是乡下人，怪可怜的，所以特意跟医院申请了一个优待政策，这次患者的一系列检查以及手术费用，还有后期的用药等费用，医院可以减免1半。另外，出于人道主义精神，我个人补贴患者2000块钱作为营养费。赵昌明说完，甩手将红包扔到了病床上。看到这一幕，杜小康再也忍不住了，攥着拳头就要去揍赵昌明。林北心知暴力并不是明智之举，连忙出言劝住了杜小康。怎么嫌少啊？我奉劝你们一句，做人不要太贪心。我帮你们跟医院申请了费用减免，还自掏腰包给了2000的营养费，已经仁至义尽了，拿着钱就偷着乐吧。也就是我医者父母心，看不得人间疾苦，否则你们1分钱都别想拿到。姓赵的，你害我闺女遭了这么大的罪，想2000块钱就把我们打发了，你真当我们是要饭的？我告诉你这个事情，我跟你没完，跟你们医院没完。哟呵，还讹上我了是吧？我告诉你们，再闹下去1分钱都没有。赵昌明，你说的这么轻巧，要不我把你肚子剖开，往里面放把止血钳，再给你缝上，也不用半个月了，就1星期吧。1星期后再开刀取出来，然后全额报销你的所有费用，我再额外给你5000块营养费，怎么样？我比你可大方多了吧？你愿意吗？不是，你谁啊？我跟他们的事情用得着你在这里多嘴吗？躺在床上的是我姐，你说我是谁？这个事我还真就管了，有我在，你别想欺负人。这位小兄弟，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啊！我什么时候欺负人了？这位陈女士是主动来生孩子的，没错吧？又不是我们医院求着她来生孩子的，那你说凭什么现在出了事就把所有责任都甩到我们医院头上？我们又做错什么了？难道当初就应该拒绝陈女士入院？再说我们医院已经减免了费用，我个人又自掏腰包2000块，这已经足以体现我和医院的态度。你们还想怎么样？你今天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了，居然还有主动生孩子这么逆天的说法，那我倒想请教一下，做完手术把止血钳遗留在腹腔内，也是病人主动的吗？我懒得跟你在这里打嘴仗，你们就给我一句话，这钱是要还是不要？你们要是要，那就把钱收好，以后别再来这里闹事。如果不要，那感情好，我还乐得省2000块呢。你们医院发生了这么严重的医疗事故，居然还用这种态度来搪塞受害者，我们一定会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权。赵昌明满脸的不屑，呵呵，还法律途径，毛都没长齐的小子，口气倒不小。法院大门朝哪边开，你知道吗？麻烦你快去告我，我等着。说完，赵昌明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快速离开了病房。特么的，这个畜生简直气死我了！姑父，别跟这种人置气，犯不上。小北，你准备怎么做？那位赵医生刚才不是很嚣张吗？似乎完全不担心我们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好像搞得自己多牛逼一样。那我们就满足他呗，让他看看普通人到底能不能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小北，你的能耐大姑知道，叔叔的事情就拜托你了。放心吧，大姑。另一边，主任医师办公室内，赵昌明脸色阴沉地坐在椅子上。你说你还能干什么？要是上午做完手术，你就把止血钳偷拿回来，至于这么多事吗？不是，赵昌明，你什么态度？有能耐你就自己去把止血钳拿出来啊！少在我这耍你那主任的架势，老娘不吃这套。好了，算我错了还不行吗？我也是一时心急，对不起了哈。现在怎么办？我看那一家子人好像挺不好惹的，尤其是那个有点小帅的小子，看上去似乎还挺懂法的样子。怕什么？不就是几个泥腿子吗？还能翻了天不成？